男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居然没了呼吸和心跳，甚至就连身上都开始长出了尸斑。可他非但没死，而且还能跟没事人一样正常生活。他本是在博物馆做兼职讲解员的大学生，名叫中原。有天上班时，天空突然出现异象，紧接着地面开始剧烈晃动，墙壁天花也随着晃动开始不断掉落。他艰难地躲到一副用纯金打造的古董棺材底，掏出手机刚要拨打求救电话，却从屏幕中看到了外面天空的倒影。那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且洞口正在不断扩大。一只长满了狰狞倒刺的巨大黑爪从洞中慢慢探出，在它下面，无数虚能者正在试图制止。人群中，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一个穿着战甲、手握大刀的女孩。定睛看去，此人正是他最疼爱的妹妹钟兰。可此刻妹妹不应该是在学校念书吗？看着不断被黑爪攻击的满身伤痕的钟兰，他慌忙拨打电话。就在此时，头顶的黄金棺材突然倒塌，只听砰的一声，他随即便倒在了血泊中。再次睁眼，中原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他沿着身上密密麻麻的连接线抬头看向仪器，心跳和血氧都是0，心里暗骂：什么破机器，都坏了吧？随即便起身朝门外走去。看到安然无恙的妹妹，他分外喜悦，随后心里猛然一惊，奇怪，妹妹怎么变得这么小？看起来也就只有初中生的模样。他抬头看向墙上的时钟，上面显示的时间却是4年前。难道自己重生回到了从前？正疑惑，身边一个中年男子突然出声：中原是吧？医生说你大概率会脑死亡，现在不仅奇迹般的醒过来，还这么有精神，真是太好了。中原抬头打量了一下男子，此人正是那时候指挥自己妹妹去与异族战斗的那个队长。跟妹妹了解了情况后，他便将男子拉到角落：我同意钟兰进入你们学院，并被培养成为一名虚能者，但我有个条件，就是我要陪妹妹一起进入成鹰学院就读。此时的中原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既然上天给了他一次重生的机会，那么他就一定要好好保护妹妹，不管她将来要接受怎样的训练和任务，自己都要陪在她身边。办理出院后，他便跟妹妹回家，可随即他便发现了自己身体的异样，已经连续几天了。他非但不会饥饿和疲惫，甚至都不需要睡觉和上厕所，而且身上那些斑块也不是淤青，而是尸斑。在医院的时候以为是仪器坏掉了，结果回家测试才发现自己居然真的没有血压和心跳，就连体温和呼吸都没有。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自己只是一具拥有灵魂的尸体。唯一能够合理解释的就是那个把自己砸死的黄金棺材拥有某种神秘力量，将他的灵魂送回了4年前因车祸死亡的身躯之中。现在只要不去医院检查，就没人能发现他是个死人。期间又接到了林栋梁的电话，他表示学校已经同意让他跟妹妹一起去报道，但是因为中原是个普通人，只能把他安插到虚能者特殊班级旁听。很快就到了开学的日子，他们顺利来到了成鹰学院。妹妹的天才身份已经在学校里传开，再加上她年纪上小且长相甜美，因此备受大家喜爱。相反，中原由于是旁听生，加上资质平平，就处处受人排挤。他们上午刚办理完入学手续，下午就开始进行军训。此时学校操场上，新生指导员刘文发话：新生们除了钟兰因年龄过小免除军训外，其余人只要签好文件后就可以马上去往军训地点。此刻拿到文件的众人却被上面的条例吓得当场暴跳。军训存在危险，如出现意外，学院概不负责是什么意思？他们纷纷表示不理解，可教导员却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不签的话，你们现在就可以去学务处办理退学。不过我要提醒各位，军训过程中有机会获得虚金，而我可以帮你们在吸收虚金时提升2成的成功率。此话一出，众人虽有不甘，可还是颤颤巍巍地在文件上签下了名字。当下的中原心想：我本身就是个死人，这些根本无所谓，但如果在军训过程中得到了虚金并成功吸收，那岂不是也能成为虚能者？于是便快脆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待大家都签完字后，便被运送到了军训地点。指导员给众人做了军训内容介绍，这里叫蛇门山，等下你们就通过传送门进入到蛇门山的方界，而方界就相当于现实世界的平行时空，是华国用来人工圈养异族的地方。你们的任务就是在那里安全度过3天。眼前背包里是分发给大家需要用到的物资，假如遇到危险，也可以利用手上的腕表求救。它不仅能定位，还能驱逐一些低阶的异族，但是要注意，腕表的电量只够3天，如果开启驱逐声波，将会加速耗电。随后大家便纷纷开始组队进入，而中原由于是旁听生，加上身形瘦弱，却没人愿意跟他一起，最后只能孤身进入。刚进入方界，中原就察觉身后草丛中有人正盯着自己，他轻蔑一笑，果然在恶劣环境下最危险的还是人心啊！随即加速离开。蹲在身后草丛中的恶霸王猛见状，立马起身跟随。好不容易甩开跟随的一组人，中原赶紧拿出资料查看起这里的情况。原来方界中圈养的异族名为双血蛇，依靠感温来捕杀狩猎，攻击力一般，但他们体内拥有的虚晶品质却很高，且还带有4种能力，分别是超级感知、凝冰、再生和死亡豁免，是典型的皮薄馅大。尤其是他的技能，只要成功吸收虚晶就有概率获取，简直不要太香了。中原当下就决定先找一只来研究下。他继续在灌木丛中前行，不多时便来到了一处被冰封的地面。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双血蛇的凝冰技能。果然，在他抬头之时，便看到树枝上有2条吐着信子的蓝色毒蛇，它们在爬行一会儿后便缠绕在了树枝上。中原见状，立马抽出匕首，刚想上前，它们却自己从树上掉了下来。他即刻扬起匕首就要朝蛇身上砍去，可都来到他们跟前了。双血蛇
却只是呆呆地定在原地，丝毫没有要发起攻击的意思。这不合理啊！蛇一般在感受到危险时，应该会迅速发起反击才对。随后，中原灵光一闪，对了，他们是感温动物，而自己现在就是个死人，根本没有体温，所以此刻在他们眼中，自己就跟个木头一样。于是他便手起刀落，将霜雪蛇的脑袋砍下。刚想上前查看，却发现刚被砍断的地方正在慢慢愈合，原来是触发了死亡豁免。中原再次挥刀往蛇身上足足砍了9981刀后方才停下。此时地上出现了一颗冒着蓝光的珠子，将它捡起放在手中仔细端详。既然妹妹是天才，作为同父同母的自己天赋应该也不会太差吧。正想着，突然面前出现系统画面，发现霜雪蛇须精是否吸收。此刻的中原心里一震，没想到居然还有文字提醒。不管了，先试试看再说，反正试试又不会试试。于是他便选择了吸收。只见全身被一道强烈的蓝光环绕，紧接着全部都钻入了他的体内，这就成功了。中原感觉一下子自己多了4种能力，全部吸收成功，这运气也太好了吧。随后他便尝试施展技能，凝冰技能很实用，可以冰冻周围的物体10秒，关键时刻足够决定生死。紧接着是超级感知，发动后方圆10米范围内的物体全部都变成了热成像，然后是再生。虽然是被动技能，但他发现自己原本浑浊的双眼却因此变成了正常的颜色，身上的尸斑也不见了。可这死亡豁免对自己似乎没什么用，因为他现在本来就是个死人。接下来他又击杀了好几只蛇，获得的虚精也被成功吸收。而此刻中原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拥有100%吸收虚精的能力。与此同时，刚才中原走过的灌木丛中，王猛一组人正在朝他的位置行进。突然其中一人发声：“猛哥，这条路怎么越走越偏了？要不还是算了吧。”可走在最前面的王猛却不以为意：“那个弱鸡中原一个人都敢走，我们5个人怕什么？”正走着，突然发现前方地上躺着一条头身分离的霜雪蛇，他们立马上前查看。其中一人见状说道：“天哪，该不会是那小子干的吧？他居然自己单杀了一条霜雪蛇！”王猛闻言立马反驳：“那小子肯定是动用了腕表的声波能力，普通人不可能这么厉害。”可随即又发现不远处地上还躺着好几只，他这时也不淡定了，猜想中原肯定是刚刚吸收了虚精，成为了虚能者。这时他的小弟已经有些恐慌了，出声劝阻他放弃。可王猛却义正言辞地表示，即便他是虚能者，经过这么长时间战斗，体力肯定已经快消耗完了，现在正是他们捡漏的好机会。说罢便加速朝中原行进的方向追踪。再看中原，此时他正在用脚猛踹一棵大树，树上盘踞的霜雪蛇如落叶般纷纷掉落。突然他通过超级感知感应到有5个人正在慢慢地将他包围，正是王猛一伙人。只见他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匕首走到中原身后，厉声说道：“小子，交出虚精，然后滚！”看着不断靠近的5人，中原意识到他们这阵势很明显是准备打劫啊，随即心生一计，两手一摊，表示自己身上并没有虚精。可王猛并不相信，指着一地的蛇怒吼：“你骗小孩呢？地上这么多蛇，你跟我说一枚虚精都没有？”中原表示这些都还没有收割呢，这里的蛇只是摔晕了，还没死。但是突然他停顿了一下，脸色阴沉，这群人渣放着一地的异族不杀，偏偏跑来打劫同学，说不定以后还会欺负妹妹，得给他们点教训才行。之后便取下自己的背包，将里边的物品全部倒出。你们看吧，我真的没有虚精。见状，王猛也不好再说什么，命令中原把手上的腕表留下后就可以走了。中原闻言取下手中的腕表，扔到了蛇群中，刚要离开，王猛又担心他会狗急跳墙跟自己拼命，随即要求他把刀也留下。中原扔下刀，便大不留心地走了出去。好戏开演了！只见刚还在昏厥的霜雪蛇突然苏醒，吐着信子从4面8方径直朝他们的方向爬行。而此时的王猛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靠近，捡起中原扔在地上的腕表，可打开后发现电量居然还有95%，他震惊不已。很明显，中原并没有使用腕表的声波功能，难道说地上这些蛇都没死？这才意识到危机，可为时已晚。此刻他们5人已经被蛇群团团围住。王猛大喊一声：“快跑！”话音刚落，便飞快朝前方跑去。紧接着树林里传来了一阵阵凄惨的叫声，而此时听到声音的中原只是淡淡的摇了摇头，便继续朝前方走去。路上还碰到了另外2名同学，于是他便佯装想回去找王猛拿回自己的物资，随即跟着2人回到刚才的地方。刚凑近就看到王猛队友正4仰8叉的躺在地上，而他们身上则爬满了蛇，还有一个正在拼命挣扎，晃晃悠悠的朝中原他们走来。可没走几步，便扑通一声栽到了地上。刚还神气十足的说要过来杀蛇的2同学见状，顿时被吓尿了，毫不犹豫的扭头就跑。见此情形，中原只是淡淡一笑，随即弯腰捡起自己的匕首，接着手起刀落，片刻间便把乌泱泱几十条蛇全部斩杀。之后他捧着堆成小山的虚精原地吸收，感受着不断提升的技能等级，内心无比满足。他为了掩饰自己大量吸收虚精的事，便把蛇尸全部处理掉，紧接着还用腕表联系了指导员，让他们赶紧过来处理被蛇咬死的同学。有学生呼救了，要救援吗？他们没危险，不过监听这件事他们都不知道，上去做样子还是有必要的。教官随即来到了现场，一共死了4个新生，其中3人是被霜雪蛇给咬死的。
可另外一人致命伤却是他背后的刀伤。根据现场和录音推断，其中一人应该是在受到蛇群攻击的时候仓皇逃跑，可队长王猛却不讲武德，将队员捅伤，以此来拖延蛇群追击的速度，之后自己溜之大吉。而他们几个人一开始就是在跟踪中原，不难判断，他们之所以进入蛇群是中原诱导过来的。看环境，附近至少有30-40条蛇长期在此盘踞，可为什么中原先来到这里却没有被蛇群袭击呢？有点意思，竟然使出连我都看不透的手段。中原这小子有心机有魄力，够狠毒，我喜欢。只要他能活着回来，杀人之事我替他摆平。此时的大本营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教导员认出此人后一脸惊讶，随即说道：“这不是青年榜排名第68的封家大少爷风雨墨吗？大佬来执行任务，怎么上面的人连个通知也不打呀？”风雨墨表示，他此次的任务是来营救一个叫中原的学生，请把这个学生的定位给他一下。可教导员却说设备都在教官手上，还没回来。风雨墨闻言也不再啰嗦，径直的朝森林深处走去。传闻是他的哥哥得了绝症，他为了寻求有死亡豁免的双血蛇须精，才主动申请到蛇门山附近驻扎。而且这人还有个小毛病，就是重度脸盲，除了亲人外，其他人转头就分不清谁是谁了。此时的风雨墨来到森林深处，看着地上被砍得稀碎的蛇尸，喃喃自语：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刀法呀？新生砍出来的吗？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了正在不远处奋力挥舞砍刀的中原，看清被摧残的不成样的刀身后，顿时大惊失色。成英学院发放给新生的刀可都是都造具出品的精良武器啊，竟然被他折腾成这样。随即走到中原身后：“你的刀正在哭泣，没听到吗？刀可不是这么用的。”被突然窜出的风雨墨吓了一激灵的中原满脸黑线的回头：“大哥你谁呀？过来干嘛的？这么中二的话哪学的呀？我不会用刀关你什么事？这是新式搭讪吗？”随即起身走到风雨墨旁边，伸手说道：“学院就发了一把刀，已经不能用了，要不你借我一把？”风雨墨闻言心想，这人是怎么回事啊？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正常人现在不都应该羞愧的无地自容，立马走人吗？可转念一想，算了，不跟学生计较，随即便掏出自己的佩刀扔给中原：“给你，你可以走了。顺便说一句，已经爆出来的须精你捡走，其他的蛇都归我了。”中原闻言顿时脸色大变：“好啊，你穿的人模狗样的，感情是来跟军训的新生抢生意的。”可风雨墨却不屑地说：“这里不是你的地盘，也不存在先来后到。至于这些双血蛇到底归谁，实力说了算。”而此刻，中原手上已经蓄力，一个官方蓄能者跑来跟新生抢怪，背后肯定有见不得光的肮脏交易。随即使出凝冰将风雨墨冻住，紧接着扬起沙包大的拳头，不管3721，先给风雨墨一顿胖揍。可由于实力悬殊，他揍的手骨都快碎了，风雨墨也只是轻微晃动了几下。中原见好就收，将地上的须精捡起后便要离开，临走前还顺手牵羊扛走了他的长枪，美其名曰先借来用用，之后便闪身离开，留风雨墨一人在那形单孤影的随风飘荡。不久后，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风雨墨瑟瑟发抖的回到军营，冯晴见他那一脸狼狈样，笑出了猪叫声，要不是那一身的制服，他差点没认出来。随即他便发动素日将风雨墨状态恢复到了24小时前，之后通过描述推断，袭击他的人正是他此行的任务目标中原，只是由于他脸盲没认出来。于是冯晴便凑近他身边出主意，反正你此行的目的也不是过来捞人，你可以先这样，然后那样，最后再这样。与此同时，山里的树丛中，恶霸王猛正步履蹒跚地朝前方行进，嘴里骂骂咧咧，整整2天2夜啊，遇到的全是死蛇，而且还在山里迷了路。我特喵是中邪了吗？祸不单行，他刚走到一个交叉路口，却发现路牌上赫然写着道路维修禁止通行字样，于是又只能狼狈地继续寻找其他通道。再看中原，他正沿着地图四处查找，可说来也怪，所经之处的双血蛇都无一例外被全部斩杀了。他满脸震惊地表示，到底是哪个没人性的家伙，居然把这片地区的蛇全给杀完了。随后他就爬到一棵树上，看着另外一个山头，心想那座山并不在学校给的地图上，或许还有漏网之蛇，过去碰碰运气吧。不多时便来到了另一座山上，他卖力的疯狂屠杀，看着手上3-32-2的须精，喃喃自语道：跑了这么远，总算找到几只双血蛇了。随即便开始吸收起来。此时他的超级感知已经升至轻级4级，可以感知到范围1公里内的动静，而凝冰更是升到了轻级6级，冰冻时长直接增至2分钟，精神力充足的话还可以使用多次，连续冻上几个小时都不成问题。高兴之余心里也有些懵逼，因为方界中没有昼夜之分，加上他又是个死人，根本不会感觉饥饿和疲惫，所以时间完全乱了。不过猜想应该差不多到了集合的时间了，于是便转身往回走。就在此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蠕动的声音，与之前碰到的那些蛇不同，似乎声音变得更加的沉闷了。中原猛地回头，发现居然是一只足足有10几米长的巨型双血蛇。四目相对，空气突然变得好安静，只见巨蛇闪着红色的眼睛，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径直朝中原袭来，速度更是快如闪电。中原连忙侧身闪躲，虽然躲开了巨蛇的大嘴，可粗壮的蛇身还是刮伤了他的肩膀。见状，他连忙施展再生技能，伤口恢复后立马摆出战斗姿态。这速度如果是以前的自己肯定打不中。
也不知道升级后的凝冰对他起不起作用。还未等中原喘息，巨蛇便张着大口再次发动攻击，他立马施展凝冰，巨蛇瞬间被厚厚的冰层冻在空中，可没几秒便冲破了冰层。虽然有效果，但是时间很短，得多来几次。随即中原便旋转跳跃施展了7749次凝冰，紧接着便扬起长枪，径直朝蛇身刺去。没想到冰层居然被他刺开了，又是一顿猛如虎的操作，蛇身上密密麻麻的被刺出了无数个窟窿。在中原耗尽精神力的时候，巨蛇终于瘫倒在了地上，可随即他便感觉到了不妙。虽然蛇头已经被砸得稀碎，可却没有爆出虚惊，这说明巨蛇还未死亡，应该是触发了死亡豁免。此时距离正式集合时间还有半小时，很多学生都已经回到了大本营。王猛狼狈地从树丛中钻出，看到大本营感叹，总算是找到路了。可站在他不远处的风雨墨却指着他跟指导员和教官表示，自己已经把中原平安送下山，剩下的事就交给他们了。此话一出，教官冯晴连忙解释，哎呀，风少你又犯脸盲了吧？你护送的这个人可不是中原哦。但风雨墨却摸着下巴，用质疑的眼神看向他，不是你给我的定位吗？难道还会有错？冯晴一脸坏笑地走到王猛面前，定位确实是中原的定位，可至于为什么中原的腕表会在这位同学身上，王猛，我给你一个狡辩的机会。女孩不惜消耗20年寿命，只为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哥哥，但殊不知她的哥哥已经在车祸中丧生，而此时站在她面前的只是一具拥有着灵魂的尸体。死而复生的中原虽然没了呼吸和心跳，但却意外获得了能够100%成功吸收虚精的能力。在新生军训中，他不仅将训练场内的双血蛇屠戮殆尽，并把他们的虚精全部吸收，甚至还将双血蛇王砍成了108段，最后成功地吸收了蛇王爆出的超级虚精，获得灾难级技能冰血爆。他晃晃悠悠地回到营地，远远就听见冯晴跟风雨墨骂骂咧咧的声音：7个小时，我活这么大，从来没有人能让我等这么久，尤其他还是个男的，我哪怕是累死，也要让他先死100遍。走近后，中原疑惑地询问是不是自己回来太早了，怎么都不见其他同学。风雨墨见到自己的宝贝武器被他糟蹋的不成样后，更是气得青筋暴起，随即便发动影符将中原牢牢困住，紧接着二话不说上前就给他来了一记重拳。中原被击飞10几米后才摆脱了影符的控制，他发动再生将身上的伤口治愈，紧接着掏出沙漠之鹰，还未等他们俩反应，便利用超级感知迅速朝二人射击，可都被他们成功躲过。冯晴扬言，放弃抵抗吧少年，你害同班同学被双血蛇咬死，证据确凿，罪大恶极，就不要挣扎了，乖乖束手就擒吧。对了，你不是还有个妹妹吗？等你死了之后，我们会替你好好疼爱她的。嘿嘿嘿，这下可真的触及到了中原的逆鳞。要知道他转生后唯一的信念就是保护好妹妹。随即他便施展出蛇王的灾难级技能冰血爆，瞬间迸发出恐怖的威压。你的能力超级感知已获得提升，你获得了新能力热爆压。你的能力凝冰也获得提升，你获得了新能力永恒冰域。你的能力再生已获得提升，你获得新能力不死之躯。感受着耳边不断传来的提示音，中原来不及多想，因为冰血爆维持的时间只有30秒，必须抓紧时间快速结束战斗。他当即发动永恒冰域，随着技能使出，2道冰幕快速朝二人袭去。冯晴见形势不对，赶紧施展生命共享回春和素日整套救命技能，可风雨墨就没那么幸运了，瞬间就被冻成了冰雕。这尼玛到底是什么阴间技能？要不是风雨墨有铜皮铁骨，一套下来我俩直接被秒了呀。冯晴不断的使用素日技能将二人身上的冰块化解，可由于环境温度太低，就算恢复了状态，没几秒又被重新冻上了。而此时的中原，由于技能消耗过大，一下子体内的精神力已经被全部掏空，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他立马掏出手枪指向两人，刚想扣动扳机，可瞬间也被自己的技能给冻住。他满脸错愕，无力地垂下了双手。看来我的运气是真的用完了。随即扑通一声便倒在了地上。解除了冰冻状态后的冯晴跟风雨墨搀扶着走到他身旁，脑子里依然对中原刚才使出的技能难以理解。增幅类能力最多只能提升448%，超过这个程度都是克命能力。可刚才他那招很明显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值。随即冯晴立即对他施展速刃，之后也无力地瘫倒在了地上。风雨墨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将二人扛回了医院。病房内，医生看着毫无波动的心电图表示，中原已经凉透了，心跳血压全没了，而且还因为生命共享拖垮了2个治疗系的虚能者，直接送停尸房吧。此时穿着病号服的冯晴赶紧制止，你们这群庸医，很明显他是假死，不懂就别瞎指，都给我滚！把医生都轰走后，风雨墨一脸疑惑地询问冯晴，你确定他是假死吗？看他身上连尸斑都出来了。冯晴闻言立即朝中原发动速刃，将他的尸斑消除，随后一脸凝重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中原，陷入了沉思。次日，虚能者青年榜上，风雨墨由68名变成了69，而他原本的名次被一个叫玄冥的人替代。这假名是不是太中二了点了？起这么难听的名字，回头你自己跟他解释。而冯晴却表示，是你自己说他打败了你2次，非要把名字上报的，用本名又怕他被人找麻烦。就在这时，病床上发出了声音，你们好吵啊，都给我闭嘴！苏醒后的中原立马坐起身，一脸警惕地盯着面前的2人。此时手机响起，是妹妹发来的信息。看完信息后，他才知道自己已经在医院躺了2天，可医院竟然没有把他送去火葬场，猜想该不会是他俩帮忙隐瞒的吧。中原同学你好，
鄙人冯晴，成英特殊班3年级学生会会长，之前故意冤枉你，激起你战斗的事情是我不对，非常抱歉，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我代表学生会结成邀请你加入。中原闻言脸色阴沉，随即猝不及防地朝冯晴脸上使出一记重拳，看着冯晴抚摸着被打得生疼的脸颊，他这才慢悠悠地伸出手。是啊，不打不相识。学校办公室里，林栋梁把赤红色的水晶放在桌上，并安慰一脸紧张的钟兰：“放轻松，即便是吸收失败了也不要紧。”而坐在他们对面的是请来协助钟兰吸收虚晶的教导员。钟兰拿起水晶握在手里，仔细地感受里面蕴藏的能量。教导员随即启动技能辅助，赤红色的水晶顿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紧握水晶的钟兰此时一脸痛苦神情，心里想着大家都无比看重自己的天赋，绝对不能让大家失望，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才能更好地守护哥哥。脑海中响起一道声音，发现火云蜂王虚晶是否消耗20年寿命吸收。校园内看到自己哥哥安然无恙的回来，钟兰高兴的手舞足蹈。哥哥，你这身校服好特别啊，还有这袖章。中原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这是学生会的专属校服，我加入了学生会，还当了风纪委员。他宠溺地摸了摸妹妹的头，询问这段时间教导员有没有给他安排特殊的学习。钟兰回答，学校倒是没有安排，不过林家栋给了他一枚蜂王虚晶让他吸收，还一脸骄傲地表示自己现在已经是一名强大的虚能者了，以后就轮到自己来保护哥哥了。此时的中原则是一脸的凝重，妹妹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成为虚能者的命运，而自己能做的只有不断变强，随时守护在妹妹身边，为给哥哥展示自己吸收到的能力。钟兰一跃而起，将学校的雕像踢断，中原顿时汗颜。兰兰变强，哥哥当然高兴，但是损坏公物可是要赔钱的呀。很快他们便被请到了教导员办公室，可一向严厉的教导员却只是无奈地扶了扶脑袋，踢得很好，但下次不要再踢了。中原迷惑，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宽容了？居然不用赔钱。教导员之后更是表扬中原在这次的新生军训中表现得很好，并询问想不想试着吸收虚晶，他可以帮忙启动。中原这才意识到，难道冯晴他们没有把自己已经成为虚能者的事情告知教导员？随后他表示自己应该用不着教导员帮忙启动了。此话一出，教导员顿时一阵尴尬，这孩子就算对虚能者没兴趣，也没必要把话说得这么直接吧，我不要面子的吗？但突然他就意识到了不对，中原身上穿着学生会的制服，而此次学生会长冯晴之所以坐镇军训，目的是为了找到新的会长继承人，难道说中原被他选中了？一个旁听生居然被学校安排住进了800平的独栋大别墅，不仅配备有齐全的锻炼器械，甚至就连学生会长都来给他当陪练。此时风雨墨正无力地仰躺在地上，无助地哀嚎：“我不行了，这小子被我们打趴了几千回，居然感觉不到一丝疲惫，这谁顶得住啊？”冯晴，快施展素日救救我这条狗命！同样趴在地上的冯晴则表示：“什么素日？素日不在，有失电联。”也难怪这2个学校的风云人物会有如此惨状。经过10几个小时的训练后，才发现普通人只需要10分钟就能入门的冷兵器，中原愣是搞了10几个小时也没搞懂，不能说半点天赋没有，简直就是直接可以放弃使用冷兵器了呀！此时中原从楼上扛了好几罐冷饮下来，冯晴一口一罐，总算续上了命。既然活过来了，那就继续训练吧，二位。冯晴闻言，2手一摊，又躺到了地上。连续训练了10几个小时，就休息3分钟，你是地狱派来的恶魔吗？见状，中原也只能妥协，答应再给他们1罐快乐水的时间。之后，他很随意地将喝完的易拉罐往身后10几米的垃圾桶一扔，居然准确无误地扔了进去。冯晴跟风雨墨见状大吃一惊，我敲，这家伙该不会是科比转世吧？10几米距离一扔就进。说罢，连忙走到中原旁边，让他一次扔2个试试。虽然中原不明白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可还是照做。2个易拉罐也不出意外的被他扔进了垃圾桶。见状，风雨墨欣喜若狂，中原，暗器才是最适合你的兵器啊！可中原却一脸迷茫，难道说暗器比40米大刀还帅吗？风雨墨无语，如果你一想用近身武器，可以试试鬼豪欢虚晶，它拥有无畏暴怒打击和识读者3种能力，而其中暴怒打击能大大提升格斗能力，且不限兵器类型。如果同时发动无畏跟暴怒打击，战斗力直接暴涨10倍，进入狂暴模式。那这鬼豪欢虚晶在哪里可以得到？风雨墨自信满满的拍着胸脯表示，虽然我没能教会你使用兵器，但作为补偿，我帮你去解决鬼豪欢虚晶吧。说罢，他便径直朝门外走去，挥手道别之时，还不忘叮嘱中原：“你就在这等着，我之后把鬼豪欢虚精油寄过来。”次日，快递小哥就送来了一个沉甸甸的箱子。中原打开后发现，里边居然装得满满当当的黄色虚晶，在虚晶上还有一封信，他以为是风雨墨给他写的纸条，随即打开查看。墨郎，自从你那天不辞而别，我夜不能寐，茶饭不思，此处省略500字。中原见状不禁感叹：虚晶加情书，风雨墨这家伙妥妥的抱上富婆大腿了呀！随后他便开始拿起盒子里的虚晶吸收起来。无畏，解除一切精神控制；暴怒打击，随即提升格斗技巧；识读者，免疫一切毒素，体内毒素浓度越高，能力越强，最高提升不超过148%攻击力。吸收完虚晶后，他便迫不及待地拿起旁边的大刀，开启暴怒打击，瞬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一套刀法挥舞下来，行云流水。他这才明白，原来刀得这么用才对。与此同时，学生会会议室里，宣传委员雷波正拍着桌子大声抗议。中原一个连正式学生都算不上的旁听
听声，不仅要把他纳入学生会，甚至还要让他来当风纪委员。成英学院自打建校以来就没有过这种案例，简直是滑了个稽。而坐在主持位的冯晴则面无表情。见状，旁边的人纷纷帮腔。风纪委员必须是实力强悍且品德出众，还要承担会长的职责，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胜任的。让中原加入学生会可以，但他只能当个跑腿打杂的。风纪委员这么重要的职责给他来的，我不服。下课后，饭堂里，中原正在不停地给妹妹夹菜，端着饭盆的冯晴从远处走了过来，把饭盆放到桌上后说道：“哎呦，这就是你的妹妹吧？简直不要太可爱了。”中原闻言一脸严肃：“3年起步，上限无期。”冯晴见状立马狡辩：“你别这么激动嘛，即使我有那种想法，起码也要等到你妹妹成年后再说呀。”中原一把将筷子折断：“有本事你再说一次！”冯晴感受到他那想吃人的眼神后，赶紧转移话题：“你个宠妹狂魔，话说你俩真是亲兄妹吗？”钟兰立马打圆场：“当然是了，亲的不能再亲了呢。”可冯晴这个老色批闻言，脑子里却不仅想起了小日子一部叫《袁之空》的漫画，还随口说出了名字。中原见状上去就给了他一个大比斗，一旁的妹妹则一脸好奇地询问什么叫袁之空。中原赶紧阻止：“乖宝宝别问。”看到冯晴的墨镜被哥哥给干碎了，钟兰关切地告诉他玻璃渣子很容易伤到眼睛，快脱下来。可冯晴却表示自己的眼睛有点不一样，怕吓到小朋友，所以整天都戴着墨镜。不过看你这么可爱的份上，今天就让你看一下吧。说着他便把墨镜摘下来，只见他双眼居然向外发着紫色的光芒。钟兰惊呼：“简直酷毙了！居然有人眼睛会发光！”原来他母亲在怀他3个月的时候吸收了虚精能力，结果母亲没吸收到，却被腹中的他给吸收了。所以冯晴一出生就是虚能者，身体也比普通人要结实强壮一些。而中原并没有吱声，可他心里却想到上课时候老师曾说过明令禁止孕妇吸收虚精的事，猜想冯晴这家伙背后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对了，中原，你现在是学生会的风纪委员，中午要抽时间去巡查一下校园。虽然学校平时很太平，但难免会有些小矛小盾。另外，最近学生会里也有些不太平，反正你看着办吧，只要不闹出人命，我都能给你兜着。一旁的钟兰听说能打架，脸上说不出的兴奋。中原连忙制止，表示他刚越级到高中，还有很多学科需要补习，不能跟哥哥瞎逛。中午时分，中原正百无聊赖的在校园里巡逻，该说不说，他认真起来的样子还是蛮帅的。迷倒了一路的小迷妹，他利用感知技能洞悉到背后一直有人在鬼鬼祟祟的跟着，随后便把人引到小树林3点钟方向25米外的柱子后面。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原来是学生会的宣传委员雷波，没想到距离这么远，中原都能发现，看来有点本事。衣服脱下，然后跪在地上学狗叫，我就考虑放你一马。他不以为意的从柱子后走出，中原闻言只是淡淡的表示，原来这就是成英学院的校风，果然是该多巡逻巡逻。随后径直朝雷波走去，雷波以为他要过来按照自己的要求学狗叫，正满怀期待的等着，可下一秒中原却表示，你脑子是不是秀逗了？我是说该你脱下衣服学狗叫，我也许会放你一马。此话一出，雷波恼羞成怒，扬起沙包大的拳头就朝中原攻击，同时还发动了他独有的震慑技能恫吓音波。中原见状发动无畏解除之后，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大比斗，紧接着上去一套广播体操就把雷波打成了猪头。雷波万万没想到，学校里除了那几位大佬，居然还有人能破解他的恫吓音波。旁边的小弟也是被吓得冷汗直冒，心想这中原该不会是恶魔吧？3下5除2就把学校排名前几的人给打趴了。说罢连忙扶起雷波快速逃离战场，可怎料路上又遇上了小恶魔钟兰，他发出恐怖的威压，瞬间把3人镇住，然后一把夺过他们的手机，并让2个小弟把被打成猪头的雷波摆出各种难看的造型，拍了足足9981张囧相后发到好友圈，之后方才哼着小曲满意的离开。此时此刻，雷波想死的心都有了，这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啊！医护室里，雷波正声泪俱下的跟冯晴控诉中原的恶行，可冯晴只想弄清楚中原到底有没有把鬼嚎欢虚精的3个技能全部吸收，但通过雷波的描述得知他当时并没有使用武器，也无法断定是否已经成功吸收暴怒打击技能，之后便转身离开。冯晴来到中原的宿舍，把青年虚能者战力榜打开给他看，并告诉他那个第68名叫玄冥的人正是中原。玄冥这名字也太二了吧，还不如直接叫中二呢。冯晴连忙解释，不许玩谐音梗，这名字可是他跟风雨墨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一听就有股惊天地泣鬼神的气势。可中原并不买账，询问他上这个榜有何用。冯晴解释，啥作用没有，装杯第1名。中原瞬间语塞，刚准备把他轰出去，冯晴连忙表示还带了武器过来，因为好久没切磋了，现在很想被中原揍一顿，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听说有人想挨揍的。中原立马答应。不多时，楼下的训练场内，冯晴就被打成了狗头，可他却躺在地上痴痴地笑着，嘴里还喃喃自语道，成功了，这家伙果然成功吸收了暴怒打击。中原见状无奈表示，市医院的精神科很好，我建议你去看看。可冯晴依然自说自话，我们家圆圆终于出息了，学会了使用冷兵器，爸爸心里为你感到自豪。随即就被踢出了大门。男孩跟校花连夜双排上演峡谷求生，被发现后竟还要让兄弟背锅。中原替好兄弟风雨墨到渔人码头约会校花，头顶突然出现直升机，接着一个身材姣好的女孩甩下云梯让他上去，怎料中原刚踏进机舱，女孩就径直朝怀里扑，这一下子把他给整得一头雾水。同学你好。刚出生女孩顿感不妙，连忙把他推开，
这才看清眼前这个一脸迷茫的同学自己压根不认识，瞬间崩溃。他终究还是没来。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中原连忙解释，自己名叫玄冥，是风雨墨的朋友，他送的那些虚经都是直接转寄过来学校给自己的，而包裹里的情书风雨墨并没看到，所以他只能亲自过来当面道谢。女孩闻言转念一想，既然能让风雨墨这么骄傲的人拉下脸找自己求要虚经，那估计面前此人肯定也是个很强的虚能者。随即询问中原实力怎样，中原表示自己实力应该还算可以，就是死不了的那种。女生闻言竟直接叫机长驾驶飞机以最快速度飞往神农架方界。中原当下一脸懵逼，经介绍后才得知，原来他们是一个名叫战神小队的虚能者队伍，此次过来的目的是想叫风雨墨帮他们一起前往神农架方界对付从灯塔国偷渡过来的盗猎贼。刚到方界内，中原就利用超级感知感应到900米外有狼群出没，随即他们便循迹来到狼群附近，只见一群狼正围着升起的火堆伺机而动。中原见状就要上前查看，美女队长连忙制止，很明显这是个圈套，说不定还有毒，你这么莽撞的过去不就刚好落入他们的陷阱吗？可中原却不以为意，我不怕毒，你们看好时机再上就行。接着他便起身径直朝狼群走去，可狼群发现他后却没有发起攻击，而是仰天嚎叫，由此看来敌人应该就在附近。中原再次使用超级感知，果然在距离他们几百米处有2个身影正在急速朝他这边靠近。既然这样，那就先清个场吧。他瞬时从腰间抽出短刀，朝着狼群就发动攻击，仅仅只用了25秒就将10几头狼屠戮殆尽。躲在不远处的小队成员见状都为之一惊，这也太强了吧！不过看样子敌人很快就会到，得随时准备支援。话还没讲完，只听咻咻2声，中原竟施展小李飞刀，准确无误地将赶到的敌人爆头击杀。草丛3人再次震惊，你们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吗？别说了，我甚至都还没发现敌人靠近就被那小子打了。随即他们走到中原身旁，看到他手上的飞刀，心中满是疑惑，这么冷门的兵器甚至都不在虚能者武器采购名单里，难不成这是特别为他定制的？这人绝对不一般。正想着，突然从不远处走来几道人影，看着装扮，这发型还有这肤色，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他们就是灯塔国人。我就知道华国肯定会派实力出众的虚能者来拦截。为首的黄发男得意洋洋地朝他们走来，说罢还一脸猥琐地来到校花面前，我很荣幸今天能再次见到你，美丽的安才阁小姐。校花听着黄发蹩脚的普通话，一脸嫌弃，你才菜，你全家都菜。此时队伍中有人指着盗猎者里的一个人喊道，赵征你个叛徒，居然跟盗猎贼混在一起，华国花了那么多心血培养你，到头来居然养了个白眼狼。而那个叫赵征的男人却不以为然，你们在说笑话吗？就因为我不肯上交虚金，就对我实行各种无情的打压，还剥夺我的资源和功绩，要不是加入灯塔国，我都不知道原来虚能者还可以活得这么潇洒。怎料他话还没讲完，就被急速飞来的飞刀击中额头，饮恨西北。在他身边的黑人连忙施展技能，将飞向他的飞刀截停在半空。中原有些震惊，没想到这帮人居然能将他的攻击拦截，估计实力远远比自己预想的要高。此时黄发男捡起掉落在地上的飞刀，轻蔑地表示，刀是好刀，可用刀的人却不是好人，还搞偷袭。中原闻言目光坚毅，犯我华国者，虽远必诛，叛我华国者，必死无疑。队伍中的辅助察觉到战火一触即发，立马施展增强 buff， 感受到祝福后，中原斜眼给了他一个赞许的眼神，随后发动民兵技能的同时，将手中的飞刀再次飞射出去。3个灯塔人被他突如其来的控制加斩杀打了个措手不及，其中2人更是直接当场去世。眼下就只剩下为首的黄发男，这人不仅挣脱了中原的民兵，而且还能将他射出的飞刀弹飞，实力不容小觑。趁他愣神之际，黄发男以迅雷不及铃而响叮当之势，一记直拳直击中原腹部。突如其来的攻击将中原击飞数十米，成员们见状赶忙上前搀扶，并要给他施展治疗术。可怎料叹息后却发现，中原居然已经没了呼吸和心跳，看来已经凉了。小队中的肌肉男随即闪身到黄发男身后，死死将其锁住。紧接着队友对他发动攻击，可怎料黄发男直接施展灯塔国独有技能，变成火焰巨人，四周瞬间燃起熊熊烈火，就连向他攻击的武器都被瞬间融化。美女队长见状发出指示，既然物理攻击不行，就换法术攻击。说罢便发动精神共振，周围500米的敌人瞬间进入混乱状态。此时火焰巨人捂着脑袋痛苦不已，见他们就要朝自己发起攻击，瞬时立马进入2段变身，四周的火焰变得越发凶猛，众人纷纷用手格挡。此时刚还在身后躺板板的中原出声，让他们赶紧先撤退，自己来对付。大家闻言都一脸迷惑，刚不是明明已经凉透了吗？怎么又突然复活了？中原则表示，之前就说过了，他死不了。说罢便径直朝火男走去，队友们还想劝阻，怎料他直接厉声呵斥，说他们在只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赶紧有多远滚多远。众人见状只能脚底抹油，奋力朝反方向奔跑。待队友走远后，中原立即调动全身能量发动冰血暴。火焰巨人见状也是满脸兴奋，这才是你的真正实力吗？很好出招吧？怎料中原只是悠悠说了句，我已经出招了。只见巨人瞬间就被一层厚厚的冰雪封住，变回原形。原来中原发起冰血暴的同时就发动了热爆压技能，
直接抽取空气中的温度，利用气压差让空气流动，直接将巨人周围的空气抽成了真空状态。这样一来，没有了空气的助燃，巨人的火焰自然就烧不起来了。而他甚至到死也想不到，自己竟被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高中生给一招秒杀。断其后，他身躯瞬间幻化成一颗火红色的虚晶。中原上前捡起，凑近观察，果然虚能者死后也会结出虚晶，但学院为了不让虚能者自相残杀而把这个秘密隐瞒了起来。如果自己现在把这颗虚晶带回去或者上交的话，肯定会惹来麻烦，干脆就把它埋了，一了百了。随即在旁边挖了个坑，将虚晶掩埋。此时他才注意到，这帮盗猎贼留下的2个袋子里边居然装着满满当当的萌萌熊虚晶。萌萌熊虚晶拥有卖萌技能，获取后可提升个人魅力，使目标减轻敌意。中原心想，这么多虚晶，没准升级后会变成逆天神技能，随即决定全部把它们吸收掉，以获得卖萌技能。卖萌能力得到提升，以获得新能力超级卖萌，永久提升你的魅力，使用后会让目标失去敌意，范围不限。没想到这能力这么坑爹，嘴里不禁蹦出一种植物。而此时躲在远处观察的队员见到火势一灭，赶紧前去查看，见中原正完好的坐在旁边看风景。美女队长欣喜若狂，迈着欢快的步伐径直朝他跑去，可却没注意到脚下的石头，摔了个狗吃屎。中原回头询问，任务已经结束，可否尽快送她回学校？如果妹妹看不到她，肯定要生气的。陪读生跟美女校花外出彻夜未归，可学校非但不处罚，就连校长跟教导主任都得列队迎接。中原一行人刚从直升机下来，校长就从远处迎上去，欢迎战神小队到成英学院指导工作。可美女队长却一边搀扶着中原，一边表示自己只是路过，顺路将贵校的玄冥同学送回学校而已。此话一出，校长略显尴尬，这位同学是我们学校的吗？我怎么不认识？身旁的教导主任见状赶紧凑近解释，此人正是那个靠妹妹关系才进入成英学院的旁听生。站在身后的学生会代表上官一闻言脸色阴沉，原来是个靠关系进学校的废物，还以为有多大能耐呢。看来前不久把同学揍到休学，估计也不是凭他自己的实力。随后指着中原大声挑衅，你个废物，今天我就要代表学生会跟你单挑，你敢不敢迎战？可中原因为昨夜跟那帮灯塔国人战斗已经耗尽能力，现在正处于虚弱状态，任凭对方怎么叫嚣也不为所动，当场言辞拒绝。说罢就想回宿舍休息，可上官毅却不依不饶，上去就一把抓住中原的胳膊。见识过中原真正实力的美女队长更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情看着他们，可怎料下一秒中原竟直接被上官毅一个过肩摔狠狠地摔到了地上，之后更是嚣张表示这家伙简直弱爆，连普通人都不如。见中原跟条死鱼一样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美女队长连忙上前搀扶。治疗系队友刚想对他施展治疗术，可下一秒中原竟自己又坐了起来。众人错愕，这家伙该不会是来碰瓷的吧？但美女队长可不管这些，指着上官毅的鼻子要求他马上道歉。之后更是义正言辞地表示自己一行人为消灭坏人出生入死，血流成河。可回归之时非但没听到半句感谢，反而还被过肩摔，简直让人心寒。校长见状也慌忙出来打圆场，摁着上官毅的脑袋就要让他立马道歉。可这回换队长不乐意了，自己本身也是靠关系才进学校的，竟还有脸接别人的短。今天这件事情必须报告给上级，好好整顿一下这个学校的校风。说罢也不等他们解释，直接搀扶着中原朝宿舍走去。刚到宿舍，中原一开门就看到冯晴妖孽般的欢迎，他瞬间被吓得一激灵，反手就将大门关上，并表示一定是自己开门的方式不对，这孽畜是从哪来的？吃了闭门羹的冯晴一脸怨气地走到中原面前，却发现他身边竟站着自己的冤家安采哥，满脸震惊。中原见两人认识，也不多说，径直朝屋内走去。学校饭堂里，冯晴跟中原兄妹正在吃饭，不远处却有个人正拿着小本子详细记录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在中原拉着妹妹要返回宿舍时，身后被一人叫住，那人表示想请他们2人到校门口吃麻辣烫。钟兰这妮子听说有麻辣烫吃，欣喜若狂，可宠妹狂魔中原却一脸阴沉地上前质问，你这家伙已经在饭堂鬼鬼祟祟跟了自己和妹妹好几天了，是不是想对妹妹图谋不轨？来者连忙解释，他是冲着中原来的。这下轮到妹妹不乐意了，上前一把抓住那个同学的肩膀，死命晃悠，你居然想对我哥图谋不轨，我告诉你，我哥哥取向正常，以后嫂子只能是你的。中原实在听不下去了，拉着妹妹就朝宿舍跑，留那位同学一脸茫然的在背后嚎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单纯的想认识你们兄妹俩。此时冯晴也跟了上来，她悄咪咪的表示自己也想吃麻辣烫，问能不能捎上她。可中原明显不想带上这个吃货朋友，直接拒绝。冯晴赶紧凑近继续说，今早揍他的上官毅被罚写1万字检讨书，说不准正在找机会报仇呢，带上自己也好给他2档枪，实在拗不过，3人只能一同前往校门口的麻辣烫店内。中原正在跟妹妹点餐，听到背后突然有人在叫自己，回头望去，居然是细花小美。她此刻1万个不乐意，都是萌萌熊须精惹的祸，这该死的魅力让自己到哪都是最靓的仔。他们3人来到小美座位对面坐下，一言不发，每人心里都怀着800个心眼，直勾勾地看着小美。被3个人6只眼睛一直盯着的小美一脸尴尬。钟兰偷偷询问冯晴，这人又是从哪跑出来的？该不会也是想勾搭自己哥哥的野女人吧？冯晴解释，小美是华国最强辅助，是唯一一个能够给队友增幅到448%附带无敌状态的人，追求者更是能绕学校30圈有余。妹妹闻言一脸不屑，中原宠溺地摸着她的小脑袋安慰，等兰兰长大了，追求者肯定比她还多。冯晴凑到中原耳边轻声询问，看样子应该是找你有事，该不会是你偷看人家洗澡了吧？中原给了他一个杀人的眼神，自己体会。
随即出声询问小美找自己有什么指教。小美表示，1年1度的虚能者高校联赛就要开始了，听闻中原实力很强，所以诚挚的邀请他加入。中原不假思索言辞拒绝，旁边的冯晴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使劲火上浇油。小美顿时语塞，只能气鼓鼓的离开。她走后，3人瞬间感觉自在了不少。钟兰更是往自己的麻辣烫里连加8勺辣椒，可尝一口后却止不住狂吐舌头。中原见状，立马将自己那碗没加辣椒的地上跟妹妹交换，并将妹妹的麻辣烫连汤带水一饮而尽。冯晴震惊，这家伙难道没有味觉的吗？这么辣的汤底一饮而尽，连气都不带喘的，他还真没说错。没呼吸没心跳的活死人，中原压根尝不出咸淡苦辣。冯晴接着开始解释高校联赛的奖励，联赛分为个人赛和团队赛，获得前10名都有虚金奖励，前3名可获得4枚灾难级虚金，4到8名是2枚，9到10名是4枚红级。另外前10名还有进入自选方界修炼的机会，毕业后能够优先挑选虚能者小队。正大口吃着面条的钟兰更加迷惑，那高校联赛不是虚能者才能参加吗？为什么小美要来拉拢自己的哥哥呢？哥哥只是普通人而已啊！中原这才想起自己还没跟妹妹说，随后连忙解释，其实自己已经成为了虚能者，并吸收了好多虚金。单纯的钟兰以为哥哥也跟自己一样，要靠寿命换取才能吸收虚金，果断放下筷子，哇的一声泪如雨下，完蛋了，哥哥要死了，没几年好活了。天才妹妹为变强不惜消耗20年寿命，甚至还想再消耗30年领悟技能。哥哥中原得知此消息后，既心疼又愤怒。现在他终于明白，在重生前，为什么妹妹在每次战斗中都那么激进不要命。冯晴有没有方法能让寿命返还？没有。据我所知，无论是增加寿命的虚金还是科技，都没有办法能够消除吸收时所造成的影响。他随即摘下墨镜，开启寿命窥探。之前一直没注意，现在仔细一看，钟兰的寿命的确少了20年。一般来说，虚能者的天赋都是由家族遗传的。如果钟兰需要靠消耗寿命才能吸收虚金能力，那么中原应该也是如此。可随着他的目光转向中原，却发现他的寿命居然显示为0。中原将装有虚金的盒子盖上，义正言辞地说道：“兰兰，消耗寿命吸收虚金的事情以后绝对不要再做了。你要是死了，哥哥活着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当是为了哥哥，别再继续这样做了，好吗？”可是林叔叔对我寄予厚望，而且我也想变得更强，保护哥哥。中原闻言，将手中的飞刀射出，准确无误地将墙上的虫子劈成2段。其实并非一定要靠吸收虚金才能变强，你也可以靠锻炼增强体能，凭谋略以弱胜强，用科技制造武器，以及靠医术救死扶伤。只要训练得当，照样可以成为顶级的强者，拯救世界。说罢，他拿起钟兰的手机，拨通了林栋梁的电话：“林队长，我妹妹钟兰的身体出了点状况，以后没办法再继续吸收虚金，那枚还未吸收的连嘴引风虚金你收回吧。”电话那头的林栋梁闻言有些着急，他身体怎么了？出了状况就赶紧去治啊！可中原却斩钉截铁地表示，这是家族遗传病，治不好。但你之前明明答应让他接受安排成为虚能者，我现在整套训练计划都给他安排好了，你突然反悔，有点不讲武德吧？我的天赋不比妹妹差，就由我代替他接受你们的虚能者训练计划吧。林栋梁闻言并不相信，你拿什么来证明你的资质比兰兰好？空口无凭，那你要我怎么证明？这样吧，从现在开始，我会暂停你们兄妹俩在学校的一切资源和特权，只要你能在虚能者高校联赛中拿到个人赛前10，我就相信你。一切既往不咎。将妹妹送回宿舍后，中原问冯晴：“你能看穿别人寿命的事情，科学院知道吗？”冯晴表示，他是第一个知道自己拥有此能力的人。故意向我透露自己的秘密，是在暗示你不会向别人透露我是个活死人的事吗？那必须的，谁叫咱俩是铁哥们儿？不过比起秘密，你现在更应该好好想想自己吧。林栋梁断了你们的资源，还要让你在高校联赛中打进前10，明显就是在刁难你。要不你去找个富婆抱抱大腿。此话一出，中原瞬间灵光一现，立马掏出电话拨通安采歌美女的电话：“安队长，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上次的鬼豪欢虚金你那还有吗？有多少要多少，谢谢你哈，这次算我欠你个大大的人情。”见状的冯晴满脸震惊，这家伙什么时候跟安司令的千金勾搭上了？华国虚金仓库里，仓管人员接到安采歌的1级调集令后，正在忙碌地整理鬼豪欢虚金。华东司令安冠峰以为自己的女儿又在瞎搞，正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简直胡闹。鬼豪欢虚金中的无畏和食毒者指亲和攻击系虚能者体质，体质不合，试再多次也没法抢救，只会白白的浪费资源。旁边的参谋长连忙解释，之前在神农架方界中间灭盗猎贼的是一个名叫玄冥的人，他身上就带有食毒者技能。我猜测安大小姐此次调集的虚金8成也是给玄冥的，所以我建议先调1000枚给他，之后严格追踪虚金取向。安冠峰表示同意。次日，指导员办公室内，中原正跟指导员刘文表示自己要报名参加高校联赛。刘文有些质疑，高校联赛只有虚能者才有资格报名参加，你一个普通生。还未讲完，中原便打断了他的话，并表示自己已经成为虚能者了。他一脸不悦，在校期间成为虚能者需要及时跟学校报备，你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随即掏出一张表格，让中原把自己的能力填写一下。中原接过表格后便填写起来。
可上边只有8个格子，而自己现在从虚晶上吸收的技能都不止8个了。也好，冰血豹技能太过逆天，就先不填了。还有超级卖萌的等级也降一降。填写完后，他将表格交给刘雯，看着手中写的满满当当的技能，刘雯瞬间就坐不住了，因为在他的认知里，人类虚能者最多只能吸收8个能力，再多就会爆体身亡，而中原却在短短时间内吸收满了所有技能，而且技能等级也高到离谱。他激动地起身朝中原走去。中原，老师对不起你啊！如果早点发现你能够自己吸收虚晶，我肯定会给你更好的虚晶，而不是让这些低级的技能占满8个格子。可既然你天赋这么强，为什么甘愿做个陪读生呢？中原这才想起林栋梁拥有虚能感应的能力，可他却只能感受到妹妹的天赋，却不知道自己拥有100%吸收虚晶的能力，故而才让他以陪读生的身份勉强留在学校。所有的谜团恐怕只有找到那副把自己压死的棺材才能弄明白。刘雯在仔细看了中原填写在表格上的能力等级之后，不由惊呼：这双血蛇虚晶的能力等级也高得太离谱了吧！还有这超级卖萌技能是什么？他让中原示范给他看。中原先是有些犹豫，可看到刘雯无比坚定的眼神后，只能妥协。随即他便发动了超级卖萌技能。你发动了吗？指导员，我已经发动了。现在你已经中招，可为什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孩子也太可怜了，本来对他关心就不够，我怎么还能这么打击他呢？看来还是得多给他点补偿才行。中原，你家庭年收入是多少？算了，就按5万报吧，这样可以申请到最高额度的助学金，还有营养计划，每天可以领4瓶牛奶，也帮你报一下。以你的成绩，奖学金应该不成问题，你的学籍也可以申请转成正式学生了。看着教导员一阵忙碌，中原满脸错愕，这超级卖萌技能也太可怕了，明明已经中招，可却全然不知，竟然有黄金4级的再生，这可是相当难得的。你给老师展示一下看看。中原被搞得一头雾水，连忙表示此刻自己也没受伤啊，要怎么解释？教导员说道，用头发就行，按照你黄金4的等级算的话，剪断1厘米起码能长出10厘米以上。随即便拿着剪刀，咔嚓一声将中原的头发剪掉1厘。中原见状立马发动再生，只见原本齐鬓的短发一下子就变成了披肩长发。他本是堂堂7尺阳光大男孩，而如今竟成了黑长直的软妹子。刚给教导员展示完再生技能的中原顶着一头乌黑的长发走出办公室。原来虚弱状态下只削弱了精神力和体力，并不会影响再生技能的效果。正想着，突然砰的一声被人迎面撞上，倒在地上的他连忙扶着脑袋道歉，非常抱歉，我走路没注意看。可撞上的人却哑口无言地盯着他。中原抬头望去，这人穿的不是本学院的校服，猜想应该是其他学校的学生。而此时的江天硕脸上早已泛起红晕，心里一阵小鹿乱撞。我居然在转角撞上了女高中生，这简直就是漫画里男女主命中注定相遇的情节。虽然声音有少许粗犷，可这黑长直清纯纤弱的软妹子谁能顶得住呀？他赶忙展现绅士风度，上前询问中原有没有受伤，顺便打探名字。而此刻的中原却是一脸懵逼，这人是怎么回事？我不都已经跟他道过歉了吗？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地追问我的名字？看样子是想追究责任，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随即蓄力奔逸绝尘，只留江天硕一脸错愕地站在原地。许久后，他才敲开了刘雯的办公室。原来他是华林学院的学生会会长，此次过来是想跟学校商量一下两校切磋的事情。因为2个学校每年都会自发组织进行切磋学习，但每年打来打去都是那几个老面孔，失去了原本的初衷。所以他建议今年给新生一些机会，由双方只派1年级学生迎战。教导员闻言心想，往年都是由冯晴、上官逸和苏婉莹出战，而他们华林学院一直被吊打。今年突然建议只派1年级新生切磋，猜想他们应该是招到了实力较强的学生，想借此讨回些面子。不过华林的学生大多都是豪门背景出身，能力明显都较高，而成英学院除了中原外，其他新生大多还没能成为虚能者，让他们去体验一下挫折也好。他随即便同意了请求，不过时间要由成英学院决定。与此同时，校门口的理发店内，满头长发的中原正要求理发师给自己剪个寸头，旁边的妹妹连忙阻止，我不要哥哥变成丑八怪，托尼老师，请给我哥理一个倾倒众生的万人迷发型。理发师领悟，一阵捣鼓后，中原被理成了齐刘海淑女发型。看着直男哥哥变成了软萌妹，钟兰高兴地上前就要给他扎上2只马尾，中原连忙阻止，可妹妹却翻起了旧账。小时候是哥哥自己说双马尾是强者的发型，现在又不肯输，难道以前都是骗人的喽？中原连忙解释，兰兰已经长大了，是时候由哥哥为你解开被封印的黑暗魔法力量。闻言的钟兰顿感不妙，许久后一高一矮2个身影便走出了理发店。高个子的头上清秀的齐刘海后梳着一根粗壮的马尾，而他旁边的小个子则是绑着2个调皮的辫子。远远看去，一个高雅端庄，一个青春活力。她是追求者可绕地球2圈半的美女校花，而且还是学院里的最强辅助，可却只因中原的一句话，每天25小时不眠不休地进行体能训练。就在不久前，她独自约中原到学校门口去吃麻辣烫，并诚挚邀请加入自己高校联赛的队伍。可万万没想到，她这个才貌双全的校花居然被一个旁听生拒绝了。问起原因，中原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最强辅助是因为你的终极祈愿技能，而你本人太弱了。”自那以后，苏婉莹便开始没日没夜的训练，连身旁的闺蜜江思源都看不下去了。难道就因为中原的一句话，你就受打击了？联赛改制，你跟冯晴拆伙是迟早的事。中原又是冯晴的兄弟，冯晴为了他甚至还跟整个学生会都闹翻了，所以拒绝你也是很正常的。可苏婉莹却说：“你不懂，他
他说我不够强。的确，最强辅助是因为我身上的终极祈愿，而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所以我必须加倍训练才行。连你这个天选之人都这么卷，那我们这些凡人简直没法活了呀！正说着，手机突然响起，是他双胞胎弟弟江天硕的电话。哟呵，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弟怎么舍得给姐姐打电话？该不会是想打探情报吧？江天硕汗颜，为了自己的梦中情人，他绝对不能生气。要知道他这个便宜老姐，打小就喜欢往男生头上贴标签，这个零那个一的，好不容易跟他不在同一所高中，为了自己下半生的幸福，一定要沉住气。老姐，我是想让你帮我找个人，今早在你们学校的职员室门口和我撞了一下，是个黑长直的软妹子，柔弱纤瘦，特别可爱。我想我可能是喜欢上她了。此话一出，江思源瞬间高兴的手舞足蹈，太棒了！原来我老弟喜欢的是女孩子，看来我们江家不用绝后了。你放心，我回头就去调监控，保证帮你找到你的一见钟情。与此同时，华东区办公室内，安采哥正在跟他老爸喋喋不休地讲述中原的事情。老爸，你是不知道玄冥到底有多秀。好了好了，你都已经跟我说了2个半小时了，我听的耳朵都快起茧了。他这个人今年才16岁，可稳重程度却远超同龄人，实力强大却不显山露水，而且还对加入各种虚能者队伍完全不感兴趣，甚至就连被人过肩摔也没有一点反应。如此冷酷非比寻常，这样的人你驾驭不了吗？女儿，你还是放弃吧。如果实在放不下，跟他交个朋友就差不多了。闻言，安采哥气冲冲的起身离去。此时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打开查看，原来是中原的个人信息更新后被设置成了绝密档案。没想到一个10几岁的高中生居然就能吸收满8个技能，而且每个技能等级还这么高，不仅有万人追逐的死亡豁免，甚至还有国宝级技能超级卖萌。但比起这些，更让他感觉意外的是，居然没有盗猎者灯塔国虚能者罗布斯的能力。按道理，这么强的虚能者死后肯定会凝结成虚晶，可中原却没有吸收也不上交，这样做无疑会给他带来很多危险。此时，快递小哥正扛着硕大的保险箱给中原。几天不见，换发型了？不过还别说，这个长发很适合你。中原无奈表示，本来自己要剃寸头的，奈何妹妹喜欢长发，所以只能留着。签收后，中原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保险柜，原来是安采哥寄给他的鬼豪欢虚晶，里边还留下纸条：玄冥，朋友之间不用言谢。看着满满当当的虚晶，中原此刻心想，吸收完这么多虚晶，暴怒打击技能应该就能达到格斗大师等级了吧？随即便起势开始吸收。男人被一口1000斤重的黄金棺材砸中，竟意外重生回到4年前。再次醒来，虽然没了呼吸和心跳，可却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并且还获得了能够100%吸收虚晶的能力。他为了不让妹妹的悲剧再次重演，成为了虚能者高校特殊班级的一名旁听生。原本只想安安静静地陪在妹妹身边，为她阻挡一切危险，可怎料却一步步将自己变成了最强虚能者。不仅因为非凡的实力得到华国高层的认可，甚至还凭借冷峻的外表俘获了众多少男少女的芳心。前一天他刚跟安司令的千金安采哥说自己需要鬼豪欢虚晶，次日就收到了满满一保险柜。按照一个5位数计算，这堆数以千计的虚晶价值将近一个小目标。如此珍贵的东西，安采哥说送就送。此刻中原总算知道为什么风雨墨这么热衷傍富婆了。随后他便起势开始吸收起来，无数虚晶能量顺势化作一道道金色的光芒向中原身体汇集。随着吸收数量的增加，他原本的鬼豪欢能力也在不断升级。暴怒打击升至轻级 max， 你已获得新能力格斗大师，格斗大师升至红级 max， 你获得新能力以牙还牙，以牙还牙能力升至轻级 max， 你获得新能力以血还血，格斗大师能力提升1000%。当遭受攻击时，可吸收一定攻击力并反弹伤害，反弹威力不超过自身攻击的300%。将所有虚晶吸收完成后，中原瞬间感觉自己头晕目眩，甚至还产生了重生后就未有过的困意。记得老师曾经说过，虚晶中含有一组死前所产生的负面能量，大量吸收会使身体产生副作用。看来以后不能再这样随便大量吸收虚晶了。正想着，突然眼前一黑，从背后传来悠悠的声音：“猜猜我是谁？”随即宿舍楼便传出一阵凄惨的叫声。中原双手插兜，对着刚被自己条件反射 K 了一顿的冯晴说道：“你该庆幸，我现在的本能反应还秒不了你。”而冯晴则一脸委屈地表示，自己都敲门了，可中原却没反应，所以才翻窗进来的。本来想着逗他玩一下，怎料迎来的却是一阵暴击。要不是自己有素日，估计这会儿都得打120了。而这次来是提醒中原一起去参加学生会的例会。与此同时，会议室里，学生会各个部门的干部都已整齐入座。他们早知道今天中原会到场，可却故意不给他留位置。上官一表示，不管会长怎么说，这里是绝对不会有中原这个废物的座位的。不久后，会议室大门被推开，冯晴跟中原2人到场。他出声给大家介绍，这是中原，从今以后担任学生会风纪委员。说完后，便轻声提醒了一下中原，让他做个自我介绍。可怎料中原只是冷冷地说了句：“大家好，我叫中原。”这敷衍的态度瞬间就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不满。可奈何有会长撑腰，众人也只能敢怒不敢言。见没有空位，冯晴便叫他坐到了自己会长的位置上。中原也不客气，哦了一声后便径直坐下。旁边的干部连忙提醒，这是会长的专属位置。可话还没讲完，中原就冷冷地给了他一个眼神：“怎么，这椅子我坐不得？”
他是能将青年榜2大高手按在地上摩擦的男人，甚至就连个人信息都被设成了绝密档案，却只因在虚弱状态下挨了一记过肩摔，就被人当成了可随意揉捏的软柿子。学校会议室里正在举行每周1次的学生会例会，自以为是的干部们为给新人中原来个下马威，故意不给他安排座位。可怎料会长冯晴霸气护犊，把自己的专属座位让给了中原。他刚坐下，旁边的书记简柔就出声制止。中原闻言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句：“怎么，这椅子我坐不得？”犀利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简柔瞬间被他强大的气息吓得冷汗直冒。看会长这态度，很明显是把中原当成下一届会长对待呀。随即连忙起身，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冯晴，然后老老实实到隔壁教室搬凳子。此时上官毅突然大声呵斥：“真是够了！中原就是个卑鄙无耻的小白脸，靠潜规则上位的废物，有本事跟我单挑啊！”简柔见状连忙制止，可上官毅嘴上却还在继续说着难听的话语。闻言的冯晴一脸懵逼，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你无耻！你妹妹也不是什么好货，小年纪就跟高层大佬勾搭在一起，这下直接触到了中原的逆鳞。他面色瞬间阴沉，敢玷污自己宝贝妹妹，看你是不想竖着走出会议室了。上官毅却不以为意，继续言语挑衅：“虚张声势谁不会？有本事你接受我的挑战，接就接。你要是输了，不仅要当着全校人的面跟我妹妹道歉，还要给她当1个月的汪汪。每天早上跪在食堂门口，双手奉上小笼包，战火一触即发。”冯晴好心提醒上官毅还是不要自寻死路，可他此时已经膨胀的迷失了自我，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死死盯着仍是面无表情的中原。你真以为这么说我就会怕你吗？想得美！今天我非要把你这个废物打回原形不可。但如果你输了，就得给我一边学狗叫一边爬着滚出成鹰学院。中原表示没问题。既然如此，那这场战斗就由我做见证。强调一点，你们俩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比试的时候可别下死手。不久后，会议室便腾出了一块空地，中原依然是双手插都不知道什么是对手的样子，简直太酷了。而上官毅则摆出战斗姿态，随时准备迎战。冯晴则化身战地记者，举着手机不停拍照。上官毅起手发动技能，拳头瞬间迸发出猛烈的火焰，急速袭向中原。可没想到，中原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侧身就将攻击躲过。上官毅满脸错愕不可置信的回望，心里开始怀疑中原究竟是不是真的废物。此刻的中原也有些意外，没想到格斗大师开启后，面对如此迅猛的攻击，在自己眼里竟如同被慢放了几10倍。看他这样子，远远没有冯晴耐揍。如果自己出手，估计不出一招就给他打残了，还得收着点才行。正想着，上官毅再次发起更猛烈的攻击，我不信这招你还能躲过。可面对他密密麻麻如雨点般的拳脚，中原却只是轻微闪身便一一躲过。见状的冯晴瞠目结舌，这身手单凭暴怒打击技能肯定达不到。中原这家伙身上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啊？10分钟后，上官毅就连中原的一根头发都没碰到，万般伤感的趴在桌上，简直离了个大谱。这家伙明明这么厉害，可那天被我过肩摔，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他压根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吗？紧接着怒不可遏的再次扬起拳头，中原你个胆小鬼，有本事就别躲。中原见状只是叹了口气，随即发动以血还血，正面迎上袭来的攻击，反弹技能已开启，这回是生是死就由你自己决定了。他是靠走后门才勉强进入学校的旁听生，却在新生军训后立马被安排进入学生会担任重要职位，甚至就连学生会会长对其也是毕恭毕敬。可众人对他的实力仍表示怀疑。在例会上，同为风纪委员的上官毅就对中原发起了挑战，可面对他迅猛如虎的攻击，中原却始终都能轻松闪躲。许久后，就连中原一脚都没能碰到的上官毅精疲力尽，他万万没想到面前这个曾经被自己过肩摔后都不敢吱声的男人，真正实力居然高到如此离谱的程度。自己怎么说也是青年榜第209名，居然在接近10分钟的攻击下，甚至就连他的一根头发丝也没能触及。满怀悲愤交加的心情，他扬起拳头拼尽全力就要给中原最后一击，而中原这回却没有选择闪躲，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所有人都为他捏了把汗。要知道上官毅这一拳已经是用尽了他所有的能量，要是被击中，产生的威力不亚于一颗高爆手雷。3米、2米、1米，上官毅满脸错愕，为什么中原不闪躲？难不成他对自己的实力就这么不屑吗？其实在自己心里早已承认了中原的实力，他发起的最后一击也只不过是想重拾几分内被自己轻敌而损失的尊严。可面前中原却不闪不躲，让他瞬间慌了神，情急之下只能勉强收回一半的力量，紧接着拳头便重重地砸到了中原肩膀，他的衣服瞬间就被震得分崩离析，可却没有听到中原半句声响，反而上官毅手臂如同被炮弹炸中一样4分5裂，扑通一声倒在了血泊里。中原随即发动再生，将肩膀的伤势愈合，看着地上万分痛苦的上官毅，心想竟然还知道收手，要不然可不仅仅是失去一条手臂这么简单了。与他青梅竹马的简柔赶紧上前搀扶，众人惊叹，中原同学居然连手都没动就轻松击败青年榜第209位的上官毅，这实力简直恐怖至极。虽这么说，但一言不合就碎人手臂，未免也有些过分了。冯晴满脸怨气的表示，说好的别打死你倒好，人是没死却直接把他打残废了，看得我都想摆烂不治了。中原连忙解释，你睁眼说瞎话呀，我刚才跟个王八似的站那一动都不动，衣服还被他打坏了，你居然说我动手。可冯晴却不依不饶，你看他手臂都被震碎了，你居然还跟我说没出手。面对滔滔不绝的责问，中原也只能无奈叹息，随即就发动了超级卖萌技能，不关我事，力是相互的。闻言冯晴暴跳，你当我没学过物理吗？力和反作用力是相等的，他残了你能没事？中原疑惑，这国宝级卖萌技能难道没奏效？
时灵时不灵的，看来还得再研究研究才行。冯晴随即捡起地上残破的衣服递给中原，算了，你衣服都破了，我先给你物理素日一下。难道今天的事情在你意料之中？冯晴表示差不多吧。此时正扶着上官逸一脸着急的简柔大声呵斥，人家都伤成这样子了，你们居然还有心思开玩笑？冯晴，你还不快过来给他治疗一下？此话一出，冯晴就不乐意了，我是你的素日工具人吗？真当我这2年修身养性没脾气了，任由你们呼来唤去？这傻叉3番5次挑衅，劝都劝不住，还非要对我的人动手，这下自食其果了吧？我今天还告诉你了，这伤我治不了，你爱干嘛干嘛去吧。此时周围的同学也纷纷低语，真是活该。中原全程都没有出手，一直在闪躲，无数机会他也不反击，已经很有风度了。上官逸太不知好歹了，会长推荐的人怎么会是个弱鸡呢？听着周围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自己青梅竹马的各种不是，简柔满脸委屈和疑惑。这帮人刚还在帮着上官逸说话，怎么突然风向就变了？平时也没这么墙头草啊。可当下也容不得他思考，急忙掏出手机呼叫警卫。不多时，警卫人员就将上官逸抬上了担架，并迅速联系医护室准备抢救。随即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中原摸着脑袋有些不好意思，承认人是他打的。闻言，冯晴连忙解释，他们是公平对决，我可以作证，不管真相如何，他既然造成了上官逸如此重伤的后果，都得跟我们走一趟，还请冯少不要为难我们。冯晴一脸严肃，怎么，你是在威胁我吗？中原见状赶紧制止，没事的，我跟他们走一趟就是了，毕竟人是因我而伤，我相信上面的人也不至于黑白不分。临走之时，他还不忘回头叮嘱，这个事情别告诉自己的妹妹。而此时冯晴却仍是一脸阴狠，这群家伙值得相信吗？那好吧，既然你选择相信，那我就给他们一次机会。男人挨了炸弹般的一记重击，可却未受到一丝伤害，反倒是攻击者痛失了手臂。上官逸的青梅竹马见状，急忙叫来警卫将他送往医护室抢救。随后毫发无损的中原也被带走。中原同学，非常感谢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过在上级还没有确认事情经过前，需要委屈你一下，只能待在禁闭室里，暂时不能去别的地方。他看着角落里的小床，瞬间一股困意涌上心头，随即就将灯光和门窗全部关掉，静静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感受着昏暗狭小的密闭空间。中原心里莫名产生一股舒适感，要是这房间能再小点，床的上下左右和顶底全部都围起来就更好了。果然只有类似棺材那种密闭狭小的空间才能让死人安心。之后他便开启超级感知，然后睡上了自重生以来的第一回觉。监控室里，2个警务人员看见中原如此淡定，甚至都睡起了大觉，猜测他只是为了对抗紧张的心情，所以才佯装出的镇定，便饶有兴致地打起了赌。与此同时，校长办公室里，老校长拿着校风整顿标准正一脸优越，教导主任在旁边安慰，乐观点，这次的校风整顿范围覆盖了整个华东地区，不只是我们成英学院。校长越想越气，你瞧瞧这要求，全科成绩不能低于85分，期中考试不达标就不能参加高校联赛，毕业考试不达标直接强制留级，小一全科不达标，而中原同学全部满分，这很明显就是针对嘛。安队长都说了，自从上次消灭到猎贼之后，他才意识到理论知识的重要性。话音未落，一名警务人员突然闯入，校长不好了，上官逸跟人比试不慎断了手臂，这会儿正躺在医护室里，可有断肢重生能力的医疗人员来不及赶到，估计这手是保不住了呀。校长闻言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学生会会长冯晴呢？警务解释，冯晴当时在现场，可却说什么都不肯治，他瞬间感觉心脏少了半拍，外甥小一的手臂要是保不住，那他整个人就相当于彻底报废了呀。您先别着急，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先搞清楚状况。冯晴那臭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请安司令来帮忙说服了。不多时，刚准备到饭堂吃饭的冯晴就接到了电话，看着来电显示，他一脸无奈，真是可笑啊，自己叫不动就把老狐狸搬出来给我施压，还真是大家风范啊。他随即接听电话，安大司令，您给我打电话该不会是想跟我聊大局观，什么华东不能失去谁谁谁之类的话吧？没想到电话那头却表示并非如此，战斗过程的视频我已经看过，中原同学并没有任何过错，你也没有非救不可的义务。中原是100年一遇的人才，既然他选择相信我们，那我们肯定也会秉公办理，绝对不会做出包庇偏袒之事。所以无论你今日救不救上官逸，上边绝对都不会追究中原的责任。你也认识上官逸2年多了，他为人怎样你也了解，至于救或不救，我相信你心里早已有数。冯晴表示明白，随即挂掉电话，走进饭堂就看到钟兰这小吃货正捧着一碗满满当当的辣子鸡，上边布满了5颜6色的辣椒。钟兰妹妹，你晚饭就光吃这些乱七八糟的吗？钟兰表示，这些超好吃的，你要不要也来一份？对了，冯晴哥哥，我哥下午不是跟你一起去参加学生会的例会吗？怎么没见和你一起来食堂？叛逆期的少年需要更多蔬菜，无知的人终究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学校饭堂里，钟兰询问冯晴自己的哥哥去哪了，为什么没有跟他一起过来吃饭。冯晴解释，中原被一只疯狗给咬破了皮，现在正在医护室打狂犬疫苗。闻言他先是一愣，随后满脸担忧之色。冯晴见状赶紧扯开话题，指着他那碗满满当当的食物说道，兰兰，你居然趁你哥不在光吃辣子鸡不吃主食，我要跟他告状。此话一出，钟兰瞬间心虚起来，我才没有，我只是一不小心打多了，又不好意思再退回去而已。要不这样吧，
我多打一点素菜和主食分你，你把一半的辣子鸡给我。钟兰疑惑，一向不能吃辣的冯晴怎么突然要吃辣子鸡？而冯晴则表示自己也想要试一下新事物。钟兰以为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饭搭子，高兴地将自己碗里的鸡肉夹给他。这个是食堂的招牌菜，我保证你吃一次就停不下来。冯晴颤颤巍巍地夹起一块放进嘴里，脸色瞬间就变得比猴屁股还红。要命啊！这真的是人能吃的东西吗？都怪自己，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就是相信这兄妹俩的口味。粗略咀嚼后，他便捧起饭碗大口地扒拉起来。旁边的钟兰还在满脸期待，怎么样？我就说超级好吃的吧！差点当场去世的冯晴强忍着胃里的灼烧感，万分痛苦地举手表示非常棒。可转头他就发动了素日自救。兰兰，咬你哥的是校长寄养在学生会负责看家护院的狗子，因为跟你哥不熟才会咬人。本来他还打算带来给你玩玩，可现在却被你哥打成了3条腿的瘸狗。要不是他手下留情，估计都直接打成死狗了。你说这狗还要不要治？钟兰嘴里塞满了鸡肉，含糊不清地询问：那治好后还会再咬他哥吗？冯晴义正言辞地保证绝对不会了。钟兰思索2秒半之后表示，如果他不再咬人，那就治一治吧。与此同时，医护室里，校长一行人正在着急地等待。老顾啊，你说我要不要再打个电话给上面？顾主任连忙制止，素日一次是24小时，还有2个小时呢，你现在急也没用啊。冯晴要是真不想来，谁都拿他没办法。此时坐在床上垂头丧气的上官毅大声呵斥：够了，你们都给我出去，我要休息了。他们见状也只好缓缓走出病房。众人离去后，上官毅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伤感，扶着脑袋开始忏悔，都怪自己为什么那么愚蠢，明知道中原是冯晴选中的人，还非要去质疑他的实力。可他就算被自己过肩摔了也没还手，决斗中更是一直在让步，自己当时怎么就这么想不开，非要去欺负这么好的人呢？而如今即便是冯晴不愿帮忙救治，自己也只当是咎由自取了。正想着，突然门口传来声音，不知何时冯晴竟依靠着门框，双手插兜地质问他是否知道后悔。闻声的上官毅再也顾不上尊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泪俱下的表示自己已经知道错了，求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我吧！冯晴见状也是无可奈何，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随即便对他的断臂施展了素日。上官毅原本残缺的肢体瞬间就恢复如初，完毕后他头也不回的径直朝门外走去。临出门时还不忘提醒，这次是你运气好，中原不想当着众人的面杀人，如果你下次还敢作死，那到时谁也救不了你。最后一点，别忘了履行约定，你的手能恢复，全是因为他妹妹不想要3条腿的瘸狗。男人居然一觉睡了7天7夜，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甚至动都不带动一下。中原这家伙也太能睡了吧！这么久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真的没关系吗？学校警务室里，几个人正为头一次遇到这么能睡的人而议论纷纷。我几次送饭过去叫他，他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该不会呜呼哀哉了吧？突然大门被人打开，一个男人满脸怒气地走进办公室。军区都已经调查完资料归档了，你们怎么还不把人给放出去？不是我们不放，是他自己不肯出去啊！警务人员一脸的委屈，随即几人便来到了囚禁中原的禁闭室，将灯光全部打开后，男人靠近他床前表示，上官毅的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你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可叫了半天在床上躺得板正的中原却没有丝毫反应。男人用手轻轻碰了下，发现中原身体格外冰冷，随即叹了下气息，顿时惊恐不已。不好了，他气息都没了，赶紧呼叫医疗人员。警卫瞬间被吓得冷汗直冒，要不直接叫冯晴来素日营救吧？可旁边的同事却表示，冯晴跟中原是什么关系？你又不是不了解，要是让他知道中原在禁闭室变成这副模样，我们整个警卫科估计都得被他掀了。还是叫成英的首席医师吧。不多时，医师便骂骂咧咧地赶到，我这刚稳住上官毅的命，好不容易下个班想小酌一杯，又被你们召唤过来，可真会折腾人啊！众人表示，实在是情况紧急，不然也不会这么着急的呼叫，还请您赶紧抢救吧。随即医生便给中原发动了生命共享。可许久后，中原仍是丝毫未动。突然医生口吐鲜血，一阵虚脱，差点瘫倒，还好旁边的警务人员及时扶住。中原情况怎么样了？可怎料医生却一脸惊恐，已经凉透了，没法救了，你们还是赶紧通知家属料理后事吧。告辞了各位。说罢便径直朝门外奔去。这下众人都没办法了，只好打电话给高层汇报。可那头的安司令却异常镇定，从之前冯晴提交的资料上看，中原同学以前也出现过假死的症状，实际上只是一种类似于冬眠的状态，不需要特别处理，等时间到了他自然会苏醒。此话一出，禁闭室里的众人这才放下悬着的心。可我们也不能让他这么一直睡在禁闭室吧？初中生物课教过，气温升高后动物们就会结束冬眠，要不咱升高室温看看？于是他们便扛来了一堆取暖设备，对着中原的脸就是一阵乱吹。冬天已经过去了，中原同学你快醒醒啊！春雷响了，冬眠的动物都该起床觅食了。中原同学，你上次击杀到猎贼的任务表现得非常出色，上面决定给你颁发奖章和锦旗，还有丰厚的马内，你赶紧起来领奖。中原同学，我这里有几10个剧的高清无码珍藏教育片，只要你起来，我立马全考给你。可任凭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中原依然纹丝未动。众人挠头顿足，表示已经无能为力。事到如今，咱也别死要面子硬撑了，赶紧呼叫冯晴吧，大家做好被 K 的准备。而此时的中原正沉溺在自己的神识中，那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是生死境界的彼岸。他就这么安静飘荡着，仿佛要与周遭的一切融为一体。就在这时，耳边隐约传来一道声音：中原，你妹妹被华陵学院的人打了。中原，你妹妹被华陵学院的人打了。听清声音的内容后，中原立马睁开双眼，蹭的一下坐起，
反手就将旁边的冯晴衣领揪住。你说什么？兰兰被谁打了？男人一觉睡了7天7夜，甚至都没了呼吸和心跳，可却只因一句话就苏醒。中原，你妹妹被华陵学院的人打了。此话一出，刚还在床上躺板板的中原瞬间坐起，一把揪住冯晴的领口。你说什么？兰兰被谁打了？见他苏醒，众人瞬间激动的感激涕零。中原同学，你没事吧？要不要去做个检查看看？冯晴见状拉起中原就要往外走。你们不用担心，他好得很，不用做什么检查。圆圆走，咱们吃夜宵去。而此时的中原还在懵逼状态，看了下手机上的时间，才知道自己居然睡了这么久，而且睡前开启的超级感知也没让他苏醒。他疑惑地询问冯晴校长，怎么就这么轻易地放过自己了？上官毅可是他的亲外甥呀。冯晴表示，区区一个校长哪敢为难他，有司令撑腰呢。见到中原仍是一脸迷茫，他接着解释，华东区的司令安冠峰啊，就是上次跟你出去夜不归宿的安彩哥他爹。我也搞不明白这只老狐狸为什么会向着你，该不会是你对他女儿做了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吧？闻言的中原陷入了沉思，原本他还想着，要是万一他们包庇上官毅，他就用暴力直接把学校给推平。可现在看这情况，貌似是自己心中狭隘了，这些话还是让他烂在肚子里好了。突然他猛地回头质问冯晴，对了，我想起来了，刚才好像你说过，我妹妹被华陵学院的人给打了。冯晴摸着脑袋有些不好意思，这事情得从程英跟华陵两学院相互踢馆切磋的传统说起。12个小时前，钟兰跟其他新生一起代表程英去华陵学院进行比武切磋，可却全员惜败。回来的车上，坐在座位上的钟兰一脸沮丧，旁边的同学连忙安慰，华陵的学生都是富贵出身，也比我们更早接受训练，所以我们输了也很正常，特别是那个叫崔胜师的实力相当强悍，你能跟他对上好几招已经很了不起了呢。输了就是输了，我才不会像你一样找借口，分明就是我不够强，回去后我一定要加倍努力。教导员闻言倍感欣慰，这次去华陵切磋虽然败了，可却激发了学生们的斗志，也算是达到此行的目的了。钟兰随即掏出手机拨打电话，冯晴哥哥，我有个请求，我哥说你特别能打，所以我想请你帮我特训。说到这，冯晴摆了摆手，表示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此时的中原脸色瞬间阴沉，兰兰竟然瞒着我去打架，而且特训也不找我，而是找你，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冯晴汗颜，你别这样看着我呀，我可什么都没干，而且所有的一切都跟你坦白了，怎么看都是向着你的好吧。不过说正经的，你妹妹她虽然没受什么外伤，但幼小的心灵却被华陵学院给了一记沉重的打击，她一定很希望有个 Superman 哥哥去帮她报仇雪恨。不过可惜这次切磋只能1年级参加。此时的中原已经气得青筋暴起，摩拳擦掌就要去找那个打自己妹妹的人算账。与此同时，华陵学院的宴会厅里，被一群人围在中间的小白脸正举着酒杯嚣张地表示，灯塔国的人个个都壮得跟牛一样，我照样能轻松1v5不损，而这里的人全是豆芽菜若坤，我一只手就能吊打10来20个。不远处的江天硕跟同学闻言气得牙痒痒，这姓崔的开口闭口吹嘘灯塔国贬低华国，难道我们就这么让他嚣张下去？这小白脸有一半的泡菜国血统，来华国的目的就是参加高校联赛，他们家甚至不惜花了2个小目标，还跟校董会有其他利益交换，所以学校上层也想借着跟程英学院的切磋比武来给他造势。为了这个目的，甚至还让我直接绕过程英的学生会，直接找导师谈。只可惜程英的1年级新生们都没人有能力压得住这家伙。正说着，门口突然传来声音，华陵学院的小卡拉姆们都给我出来挨打！什么情况啊？这是好像是程英学院的人过来踢馆，现在才11点，还没过切磋时限。江天硕率先推门而出，可刚出门却又瞬间呆愣在了原地，清纯纤弱黑长直，怎么会是他？只见门外2个相当帅气的身影赫然耸立，妹妹只是在比武时擦破了皮，哥哥就要将对方置于死地。来自宠妹狂魔中原的爱是如此的简单粗暴。华陵学院的小垃圾们，赶紧出来挨打！华陵学院的学生会长江天硕率先冲出大门，可当看到来者之后，却又呆愣在了原地。清纯纤弱黑长直，这不就是他日思夜想的一见钟情吗？可此刻为什么看起来越来越像男孩子？他随即询问旁边的秋人，你看冯晴旁边那个黑长直是男生还是女生？这怎么看都是男生好吧？现在这世道男生留长发也很常见的，所以会长您也不要以发型取人了。闻言的江天硕仍抱有侥幸心理，怎么会是男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此刻泡菜小白脸崔胜是一脸不屑地走了出来，哟呵，这不是程英的废物吗？被我1v15团灭还不认输，又来2个送分的，打了我妹妹的人就是你啊！中原苍白的脸上瞬间开始变得狰狞，双手蓄力迸发出蓝色的能量，不知死活的崔胜师仍在叫嚣，打一个来一窝。
不讲武德的家伙，刚才不算，我们重新再打一次。崔胜师还在叫嚣，下一秒却被江天硕制止。他走到冯晴面前，询问他旁边的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冯晴回道：中原1年级新生，我们可没违反约定。他是男生？冯晴疑惑：你瞎吗？当然是啊！原本心里还抱有一丝希望的江天硕瞬间如同遭受晴天霹雳，不，他居然是男生，真的是男生 ！No， 等等，他刚才说妹妹被崔胜师给打了，意思是说他妹妹也是成英学院的1年级新生，兄妹同级，而且发型不太一样。难道说那天的黑长直软妹子其实是他的双胞胎妹妹？随即他走到中原面前，行了个非常礼貌的鞠躬。中原同学你好，我叫江天硕，今年18，身高180，体重78。我对你妹妹一见钟情，我想以结婚为前提，正式和你妹妹交往。闻言的冯晴倍感不妙，这家伙是不是不要命了？老虎的屁股都敢摸。中原脸色阴沉，好家伙，别人开玩笑也就罢了，你居然敢给我来真的？自己的妹妹才12岁，居然就提出这种禽兽不如的要求，简直是畜生！此人绝对留不得。站在不远处的崔胜国见状，继续叫嚷：好你个江天硕，怪不得一直拦着我不让上，原来你跟他们是一伙的。随即发动泡菜国独有技能模拟。中原是吧？刚才是我大意了，这回轮到我偷袭你了。我可是有3个能力的天选之人，你刚刚那一拳即便再厉害，也不可能发动超过3个技能吧？可他万万没想到，刚刚中原发动了4个技能，已经超过了他能承受的最大技能数量。果不其然，崔胜国瞬间瞳孔急剧收缩，紧接着7窍流血，砰一声仰倒了过去。他以为自己还有机会出手，可这又不是回合制游戏。男人上一秒还在猖狂叫嚣，怎料下一刻却7窍流血不省人事。原来是他刚发动了泡菜国独有技能模拟，可以直接复制对方使出的所有技能为己用，上限不超过自身技能个数。可他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黑长直，就在刚刚打他的一瞬间发动了4个技能。由于模拟技能个数超过自身上限，受到了反噬，众人连忙上前搀扶。冯晴，你到底对崔胜师做了什么？他为什么突然就倒地不起了？而他却只是悠悠说了句：关我屁事，我要搞他还用得着偷袭吗？旁边的江天硕连忙呵斥：愣着干嘛？还不赶紧送他去医务室！冯晴见状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说江会长，要不你代表华陵学院认个输，我可以考虑出手帮你们救救他。江天硕闻言错愕，我为什么要认输？切磋战总共打了16场，我们学校可是赢了15场啊！冯晴却说，你放屁，谁战到最后谁才是赢家。可他们却忘了，此时站在他们身旁的中原脸色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看。你们够了，岔开话题是吧？以为我好糊弄是吧？想跟我妹妹在一起，就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他周身瞬间散发出恐怖的戾气，突如其来的威压把众人都吓了一跳。此刻冯晴才意识到情况不妙，糟糕，刚被小泡菜那傻叉打岔，忘记给中原顺毛了。火山就要喷发，世界即将毁灭，我还是先溜为敬吧。而此时的江天硕仍是一脸疑惑，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中原会这么反对他跟他妹妹在一起？难道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吗？开溜的冯晴正幸灾乐祸，江天硕，你好自为之吧。如果你能活下来，我愿称你为世上最强人渣。我父亲可是江氏集团董事长，而我本人是华国青年富豪榜第1名，全球年轻富豪榜前100名。此时的中原手上已经抽出6把飞刀，脸色阴沉恐怖。即使你是全球首富，也改变不了禽兽不如的事实。话音刚落，他瞬间就将手中的飞刀以极快的速度朝江天硕射出。金碧磐石，铜皮铁骨。江天硕见状连忙使出各种防御技能，就在飞刀将要把他贯穿之时，他赶紧发动磁原力，这才将距离自己仅有5公分的飞刀定在了空中。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究竟说错了什么？为什么中原一上来就对他发动杀招？仅仅一瞬间，中原便闪身来到了面前，发什么愣呢？紧接着一记蓄足10成力道的勾拳劲直朝他脸上砸去，只听哐当一声响，江天硕便被击飞数十米。中原有些错愕，这家伙究竟是什么玩意？打起来跟揍龟壳似的，哐哐一顿响。与此同时，在场的华陵学院学生们无不为刚才的一幕感到震惊。江天硕不仅是学校的学生会会长，实力也是荣居青年榜前100名，而且他学习的都是防御技能，一般虚能者就算拼尽全力也难伤他分毫。可眼前的1年级新生，仅是简简单单的一拳就能将他击飞数十米，简直不可思议。随即连忙呼叫警卫队过来帮忙。而江天硕此刻脸庞已经肿成了猪头，冷汗不停从面上冒出。他没想到中原实力居然如此强悍，要是刚才没有护体技能加持，这一拳下来估计自己就要凉了。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阻止我追求你妹妹？此刻的中原脸上充斥着满满的杀意。我妹妹今年才12岁，你说为什么？江天硕震惊，那个黑长直女生怎么看也不止12岁吧？难不成自己那天在转角撞到的就是中原本人？中原表示，那不然呢？不就是不小心撞了你一下吗？居然记仇到现在，还敢打起我妹妹的主意，不想活就直说。江天硕瞬间石化，万万没想到自己日思夜想的清纯纤弱黑长直，居然就是面前这个要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中原本人。心里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碎了，都毁灭吧！这残酷的现实，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突然，中原掏出飞刀，锋利的刀刃上闪着渗人的寒光，这回无话可说了吧？那么话音未落，不远处突然传来声音：少侠，刀下留人！原来是华陵学院请来的救兵。而此时的中原却只是微微扭头，用犀利的眼神看了他们一眼。
有个宠妹狂魔的哥哥究竟有多可怕？男人只是说喜欢他妹妹，就差点被打死。中原抽出散发着渗人寒光的飞刀，正要对江天硕就地正法，突然从不远处传来声音：“手下留情！”原来是华陵学院的警卫队。他们靠近后便立马对中原发动控制技能，原本坚硬平整的地面瞬间就变成了泥泞的沼泽。中原起身后跳轻松躲过，见状的警卫队有些错愕，目标已经脱离了泥沼范围，为什么没有释放精神囚笼？警卫表示已经发动了，可对中原压根没用。医疗系警卫见江天硕正一点点慢慢陷入泥潭中，赶紧对其发动生命共享。中原随即发动民兵，把江天硕死死冻在了地下，头朝下困在地里，估计要不了几分钟就会死掉了吧。只要这几个警卫别出来碍事，随后朝着警卫队方向射出飞刀，准确无误地击在了警卫面前的地板上。好险！要是再上前半分，他们的身体铁定就会被飞刀给贯穿。中原此刻冷峻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我不喜欢滥杀无辜，所以请你们别轻举妄动。当下的警卫们无不为中原的实力所震惊，实在太强了，即便是他们几个加起来，也完全不是此人的对手。如果他铁了心要置江天硕于死地的话，再怎么拦截也没用，反而有可能连自己也给搭进去了。而此刻的医疗系陈军仍然在与江天硕进行生命共享，身旁的队友纷纷劝阻，要他赶紧断开连接，否则很有可能连他也会阵亡，别为此而丢了性命。你不是说过想进夜鹰小队吗？可陈军却眼神坚定，我要是连一个学生都救不了的话，还有什么资格进夜鹰小队？站在不远处的中原感觉面前的场景似曾相识，好像在哪见过。原来此人正是上一世妹妹的医疗系队友，那时候他和异族奋战到最后一秒也不曾退缩，为了个人渣而把这么好的虚能者给拖死，实在是不值得。于是他便起手解除了冰冻，这人渣的狗命先留着，下次再来取。随后便转身离开。警卫们一脸迷惑，他怎么就走了？要不要追啊？还追个土豆，嫌自己命长吗？救人要紧。中原刚走出校门，坐在不远处墙角上的冯晴就出声调侃，还以为江天硕今天必死无疑呢，真没想到你在最后关头居然手下留情了。中原则表示自己只是困了，懒得再打了。可他这话连鬼都不信。冯晴继续说道，因为有个医疗系的给他上了生命共享，你是不想伤及无辜吧？真是人善被人欺啊。中原也不再理会，掏出手机就要呼叫出租车，可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信号。冯晴，和我一起加入上东市夜跑大队吧。冯晴闻言虎躯一震，夜跑？大哥，你知道从这里到成英学院有多远吗？可中原却只是极为轻松的比了比，不就区30公里吗？30公里啊，大哥，爱跑你自己跑，反正我是不跑，我还是用卫星电话摇人吧。不久后，他们便坐在了返程的车上，可气氛却略显尴尬。开车的是个长相姣好的大姐，明明是专程过来接人的，可一路上却半句话都没说。把人摇来的冯晴也似乎不想跟他闲聊，难不成是因为此时车上自己长得像个电灯泡？大姐似乎听到了中原的心声，扭头向他投来无语的眼光。到学校后也不做任何逗留，把人放下便开车离开。中原打趣地说道：“真是没想到啊，原来你背后居然也有富婆。”冯晴连忙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那不是什么富婆，就是我妈的一个朋友。你该不会是看上她了吧？”中原无语，那倒不至于。随后便表示时间不早了，他得回去睡觉了。说完转身就要离开，冯晴连忙制止：“你个路痴，你宿舍在这边，那边是禁闭室，你走反了。”可怎料中原却表示他要去的正是禁闭室。此话一出，冯晴满脑子问号，真搞不懂中原这家伙又想搞什么飞机。男人放着800平的大别墅不住，却要跑到专门关押犯人的牢笼。中原看着跟自己到禁闭室的冯晴表示无语。我说冯会长，我来这里是睡觉的，你怎么也跟着过来了？顶着2个冒蓝光的眼睛，就跟个夜灯似的。冯晴解释道，他这是为了以防万一，万一中原一睡下去就跟个死人似的，怎么叫都叫不醒，到时又麻烦。要不先给你妹妹钟兰打声招呼。闻言，中原一把坐起，现在都凌晨1点多了，他早睡觉了，而且这2天估计他也不太想见我，因为妹妹从小就很要强，每次比赛输了都会自己一个人躲起来哭，说什么都不肯让哥哥看到他不甘心的样子。随后中原又想到了冯晴给他特训的事情，眼神犀利地表示，妹妹瞒着自己找他做特训，这事情他不会干涉，但最好别教他奇奇怪怪的东西，否则……冯晴顿时感觉背后一凉。你放心，这点原则我还是有的，更何况有你这么个哥哥，我也不敢随便乱来呀。中原这才放心，随后往背后一躺，以防万一，睡觉的事情先做个实验吧，我小睡5分钟，你试试看能不能把我叫醒。冯晴看着秒睡的中原表示无语，看来今晚的战斗确实让他疲惫了不少。之后在旁边静静等待。过了几分钟后，他便开始故技重施。中原，你妹妹被华陵学院的人打了。可床上的中原却纹丝未动，这招居然没奏效。看着躺着跟死人似的中原，冯晴有些慌了。江天硕把你妹妹拐跑了。圆圆，我被华陵学院的人给打了，快醒醒！林栋梁又在叫你妹妹吸收虚精了。圆圆，快醒醒！兰兰要跟我私奔了。可奈何他使出浑身解数，中原仍没有分毫动弹。真是奇怪了，这招居然不奏效，难不成他即便睡着了也能判断事情的真假？不行，一定要想办法帮帮他。他是异类，自己也是异类，好不容易找到的同类，绝对不能让他出任何意外。与此同时，华国顶级私人医院里，小泡菜崔胜师正戴着氧气罩躺在医护室里，隔离玻璃外，医生正在跟一个中年妇女道歉：“夫人，真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可少爷却未见苏醒，很有可能他是中了虚能者的精神攻击，我们无法解除。”闻言的妇女一脸严肃：“儿子可是他掌控崔氏的底牌，绝对不能有事。泡菜国这2个废物医疗系，关键时刻屁用没有。”
正想着，突然灵光一闪，对了，华国有个专门管制犯罪虚能者的虚管局，自己可以利用泡菜国的名义对他们施压，让他们替自己找华国最好的虚能者来救人。随即便大步向前走出了医院。当下的成英学院女生宿舍，江思源的手机突然响起，还在电脑前忙碌的他拿起电话后没好气的说：“老弟啊，你也不看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给我打电话，该不会是喝醉酒被人给捡尸了吧？对了，上次你让我帮忙找的那个黑长直女生，我翻阅了整个学校所有女生的资料也没找到。”而电话那头的江天硕却只是扶着缠满绷带的额头表示：“不用找了，他已经知道是谁了。”江思源疑惑，自己黑进学校档案库找了几遍也没找到，那个把自己弟弟迷得神魂颠倒的人究竟是谁？江天硕一脸悲伤的解释：“那人叫中原，是特殊班的一名旁听生，这个名字好耳熟。对了，那不就是校花素婉莹前几天找过的风纪小哥吗？”于是他便再次黑进学校档案库，调出中原资料，可照片上怎么看都是个男生啊！难道说老弟其实喜欢的是男生？腐女之魂再度燃烧。紧接着他把中原的照片放到软件里，加上长发后才发现，怪不得能把老弟给迷得神魂颠倒，这清纯纤弱黑长直，谁看了不迷糊啊？他把照片发给江天硕让他确认，可刚点开照片，江天硕脸上瞬间就泛起了红晕。就是他，冷静，我究竟在想什么呢？这特么是个男生啊！虽然但是这照片也太好看了吧！先设个屏保，就当追星了。对，没错，是追星。之后他又询问老姐还有没有其他照片，可怎料江思源狮子大开口，500个 W 一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概不赊账。而财大气粗的江天硕也不吝啬，立马就给他转了5个小目标，并表示先给他来100张先。这个男人只要睡着，即便是在他耳边打仗也无法唤醒，可一旦听到妹妹的声音就会立马起身。早晨的女生宿舍内，一缕阳光洒在钟兰床头，伴随着闹铃声，她从睡梦中清醒，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后，她差点没被镜子中的自己吓死。因为昨天比武输掉了比赛，哭了大半天，卡姿兰大眼睛直接肿成了金鱼眼，这下没法出去见人了。突然旁边的手机响起，是学生会长冯晴的电话。钟兰错愕，一大早就给他来电，该不会是哥哥出什么事了吧？电话接通后，他连忙询问，冯晴解释，他哥哥没事，就是打完狂犬疫苗后有些过敏，需要留院观察几天。才12岁的钟兰闻言满脑子问号，什么是过敏？要不要紧？冯晴继续解释，这个等你过2年就学到了。总之你哥一切安好，就是现在睡得太死了，怎么叫都不醒。钟兰表示自己哥哥一向都是这样的，只要睡着了就很难叫醒，可他怎会晓得？冯晴昨晚为了叫醒中原，可谓是使出了他毕生所学，可他仍是直挺挺的躺着，连动都不带动一下。所以他建议让钟兰试试，让他像在家那样叫中原看看，哥起床了，太阳晒屁屁了，你快起床给我做早餐。没想到这招还真奏效了。中原闻言立马睁开双眼，迷迷糊糊的出声询问早餐想吃点什么，他马上起来去做。电话那头的钟兰听到哥哥醒来后满脸的幸福，笨蛋哥哥，你都睡迷糊了，人都还在医院躺着呢，还怎么给我做早餐呀？快去好好休息吧。还有这2天哥哥就自己安排哦，不用管他，他跟室友约好了一起吃饭。挂掉电话后，中原责备冯晴大半夜的还给妹妹打电话，自己只不过才眯了几分钟而已。冯晴也不多解释，递过手机让他自己看。中原看到时间后满脸不可置信，这怎么可能？明明感觉自己只睡了1-2分钟而已，怎么就到早上了？冯晴扶了扶眼睛，一副看透一切的模样，大概是你的时间观念跟别人不一样吧。刚才的电话录音我剪辑一下，现在发给你当闹铃。没想到下一秒中原居然又躺回了床上，闹铃已定，我再睡个回笼觉先。如果万一到时候闹铃不管用，你再想想其他办法。之后便再次进入了梦乡，刘冯晴一人在那心慌意乱。与此同时，司令办公室内，虚管局局长王破敌跟司令安冠峰正面对面坐着。王破敌出声：“司令啊，你该不会是中了中原的卖萌技能吧？”此话一出，安冠峰差点没被一口水呛死，随后大笑不止。可王破敌却一脸愁容：“你别笑了，我认真的。中原的档案问题可把我折腾了一宿，思密达国的小泡菜被中原给打了，他老母亲都闹到虚管局来了，还换着法子给我们施压。局里的人一看中原档案，好家伙，最高保密级别，就连我这个局长都无权查阅。好不容易通过关系看到了，才发现他居然获得了卖萌技能。安大司令，你可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萌萌熊是禁止猎杀的，而且卖萌技能的吸收成功率有多低你也了解。中原这小子拥有卖萌技能，这个本身就非常可疑，但安冠峰却只是很轻松的表示，这些我都知道，结论没什么问题啊。而且比起这点小事，中原跟上官义对战的时候使出的类似鬼豪王欢的10倍返还能力，才是真正值得去在意的事情。随后表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中原这小子的实力远远不止在档案上看到的那么简单，我已经决定了要把他推荐去9区，所以还请王局长成全，可千万别在他的个人履历上增添败笔。小小泡菜国财阀居然敢对泱泱大国言语威胁，然而下一秒就被啪啪打脸。华国顶级私人医院内，小泡菜的老母亲泪如雨下，旁边的随从连忙安慰：“夫人，我们已经向华国提出抗议，等他们明天上班，肯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可夫人却厉声呵斥：“你懂个鸡腿，一定要今天！华国的素日只管24个小时，超过时限，就算华佗在世也无力回天了。”就在这时，病房门被打开，走进来2个步履铿锵的人，随从出声询问来者何人。个头稍矮的人介绍，他们是华国军区的，旁边这位正是司令安冠峰。听闻泡菜国有人受伤，前来慰问。妇人闻言激动不已，
居然连司令都亲自前来，看来他利用财阀的抗议是奏效了。随即便将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小泡菜情况一一陈述，并迫切地要求安冠峰立马安排素日前来救治。可安冠峰却不着急答复，开启识破技能观察。片刻后，他询问妇人小泡菜一共拥有几个能力，妇人傲娇回答3个，其中1个是你们国独有的技能模拟吧。这孩子被模拟技能反噬了，他只有3个能力，却对拥有超出这个数量的人施展模拟，大脑持续遭受虚能破坏，才会变成现在这样。此话一出，妇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安司令，还请你立刻安排那个素日前来营救，不论多少钱都可以。可安冠峰却不买账，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他们比试的监控你应该看过了吧？崔胜师原本已经输了，可他却还想使用模拟技能进行偷袭，结果却惨遭反噬，多行不义必自毙，他这是活该，我们华国概不负责。闻言，妇人怒火中烧，不负责？你们知不知道，他背后可是思密达国只手遮天的崔氏财阀，你们得罪不起。可此时的安冠峰心里却毫无波澜。那你知道中原的背后是什么吗？妇人一脸迷惑，表示不知。随即安冠峰便要转身离开，临行前霸气回应：中原的背后是整个华国。说完便径直朝外走去。刘小泡菜几人呆愣在原地，手足无措。电梯上，安冠峰表示这个小泡菜好对付，江天硕那边才是真正的麻烦。随从表示不解，江天硕不是说了不追究了吗？安冠峰解释，麻烦就在这里，江家小子说他喜欢中原的妹妹，现在这态度明显是不想放弃追求。对了，副官，等会儿你去买本刑法，好好敲打他一下，那是要用物理敲打还是精神击打，混合双打？次日早晨，中原和妹妹还有冯晴3人正走在去饭堂的路上。兰兰，你还在长身体，早上要多睡一会儿。我宿舍那边的厨房明天就装好了，以后我做好早餐给你带过来就行。可钟兰却摇头拒绝。中原错愕，难道妹妹是嫌弃自己做的早餐不好吃吗？钟兰连忙解释，不是这样，哥哥做的早餐最好吃了。可是如果哥哥每天都起那么早给自己做早餐的话，会很累的。而且学校饭堂的早点种类既丰富又好吃，他也想带哥哥去品尝一下。此刻的中原虽然没了味觉，可心头却泛起了些许甜味，宠溺地抚摸妹妹的小脑袋。突然，不远处一人正手提蒸笼，急速朝他们飞奔而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昨天刚感受完断臂之痛的上官逸。看清来者样貌后，中原便警惕起来，这上官逸该不会是想对他们使用烫属性的远程攻击吧？随即便摆出防守架势，将妹妹护在身后。可怎料他来到面前后，居然扑通一声双膝下跪，然后毕恭毕敬地将手中的蒸笼打开。您的小笼包，旺旺！不明所以的钟兰见状满脸震惊，我的天哪！食堂门口居然有个怪人用大笼包向我哥求婚。旁边的冯晴闻言连忙解释，小兰兰，那是你的狗狗啊，要不是你出生，它早就是只残狗了。他是学校里嚣张跋扈的太子爷，可却甘愿给一个旁听生当奴仆使唤。中原一行人刚靠近饭堂，上官逸就顶着一提特制的小笼包迎面跑来，随后更是直接双膝下跪，对着钟兰毕恭毕敬地表示，这是他特意为主人准备的大笼包。餐厅里，上官逸胆战心惊地坐在角落不敢吱声。钟兰狼吞虎咽地把一整笼包子消灭后，发出惊叹：上官哥哥送的大笼包也太好吃了吧！随后跟中原撒娇，哥，拿人家当狗使唤怪不好意思的，你还是让他做个人吧。上官逸闻言赶忙解释，没关系，我觉得当狗也挺好的。旺旺见哥哥不吱声，钟兰起身来到他身后，把他绑头发的束带拆下，然后就开始在他飘逸的长发上群魔乱舞起来。你看，我哥虽然不爱笑，但是他人超好的。对此中原没有半分不满，脸上洋溢着宠溺的笑容。他抬头看向上官逸，叫你别怕就别怕。闻言的上官逸差点被吓尿，哆哆嗦嗦地表示，我都懂，中原同学就是天底下最温柔善良的人，但是人要有敬畏之心啊。把哥哥绑成淑女发型后，钟兰满意的比出胜利手势，状态转换发动，哥哥今天一天都要温温柔柔的，不许欺负同学哦。中原随即起身与钟兰追逐起来，状态转换的效果是互换2个人的状态。兰兰的发型也要变一变，我不要，我才不要。看着跟小孩子一般打闹的兄妹2人，冯晴和上官逸汗颜，谁能想到让人闻风丧胆的中原在妹妹面前居然是这副面孔，简直太幼稚了呀。与此同时，在不远处有个人正举着手机对着中原疯狂拍照，原来是江天硕的双胞胎姐姐。此时的他心里可乐开了花，单抽一张 SSR 中原，卖给老弟的价格不得来个终极祈愿448%超级增幅啊！随后他又将拍好的照片在手机上一顿操作，换装美颜加滤镜，原本刚柔兼并的中原瞬间就变成了清纯可人的大妹子。不多时，教室里班主任指着旁边的上官逸表示，最新通知，文化课成绩低于85分将无法毕业，也不能参加高校联赛，所以文化课不好的同学赶紧加把劲，不然就要像这位同学一样被迫留级了。因为钟兰属于特招生，且年级尚小，所以不需要跟其他人学习一样的文化课，直接由专人辅导。于是上官逸便被安排到了他原本的座位上，也就是中原的旁边。而面对中原恐怖的威压，上官逸被吓得冷汗直冒，看着老师在讲台上唾沫横飞，他心里却泛起了嘀咕，什么补级、空级，这都什么鬼？留级的我压根都听不懂啊。教导主任说中原是学霸，那如果我问他问题的话，会不会被打死呢？对了，早上钟兰小姐给他转换了温柔状态，要不试试？随即脸上露出比午后阳光还要灿烂的笑容，扭头询问中原同学，那个能教我这道题怎么解吗？中原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整得一脸懵，随后便开始解答起来。得到回应的上官逸感动得稀里哗啦，感谢上帝，他居然真的愿意教我，而且认真起来的样子也太温柔了吧。
中原见他心不在焉，低声询问他是否在听。上官逸连忙应答。见到此景此景，班主任露出欣慰的笑容。没想到上官逸这孩子居然知道直接去求教学霸，这倒也不失为一种学习方法。那就随他去吧。可奈何他前几年光顾着玩，基础实在太弱。中原刚教了他10分钟，就已经磨掉了所有耐心。5遍，你是猪吗？同样的题型你问了5遍了。随后缓缓将头发绑起，眼神开始变得犀利。我最后再教1遍，如果再不会，我就杀了你。随后便对着他就是一记肘击，完了，全完了，温柔状态解除了，这下要呜呼哀哉了。可祸不单行，下一刻他居然又被老师点名上讲台解题。他站在黑板上，仿佛能感受到中原如刀般犀利的眼神，颤颤巍巍地写出答案后，便匆忙回到座位。还好最终解答正确，中原这才缓缓放下沙包大的拳头。此刻的上官逸被吓得冷汗直冒。我刚才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吗？怎么有一种立马要死掉的感觉？她只是年仅12岁的小女生，却把18岁的高中生打得哭爹喊娘。下课后，中原跟冯晴正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奇怪了，今天怎么不见你跟兰兰一起下课？中原一脸幽怨，妹妹从今天开始就要单独接受文化课辅导了，以后基本上只能在饭堂才能见到。她也慢慢长大了，开始不需要哥哥陪伴了。随即她想到这几天似乎也太过平静了吧？按理说那天把华陵学院的人给打了，他们应该过来找麻烦才对。冯晴解释，他们确实来过，可都被老狐狸给摆平了。中原错愕，怎么又是安司令？冯晴猜测，8成他是看中了中原的能力，跟林栋梁一样，想把他忽悠进军区去给他们卖命。看来他们也不尽相同啊。林栋梁当初就是用自己车祸的事情连哄带骗，想把还未成年的妹妹忽悠上战场。可这安司令却不对自己做任何要求，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冯晴表示，管他呢，见招拆招呗。先不说这些，我给你看个东西。于是便将手机递给中原，是华国虚能者青年榜第137名，中2。此刻冯晴正为自己明智的举动沾沾自喜，哈哈哈！怎么样，这次的名字合你心意了吧？2个名字都上榜了，以后你想是玄冥就是玄冥，想中2就中2。可他却没注意到此刻的中原脸色阴沉，满脸的黑线。话音刚落，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他脑袋上就长出了个馒头大小的鼓包。挨了一记爆酥的冯晴连忙拨打电话，不是2，是袁，2下边还有一撇一竖钩。对，就是中原，你们也太粗心大意了吧，名字都能给人家打错，简直太过分了。挂掉电话后，他摸着生疼的脑壳提醒中原，现在他真名也上榜了，就意味着正式走到了公众面前，随之而来的就是源源不断的麻烦，提醒他得随时做好心理准备。学校的训练场里，钟兰正在冯晴的指导下努力训练，而愿赌服输的上官逸此刻则安安静静地蹲在角落，如同一只温顺的小猫咪。他奋力地击打着沙包，时不时扭头询问冯晴自己刚刚的动作是否标准。冯晴满脸欣慰地夸赞，比他哥哥学得快多了。回想当初给中原训练那苦不堪言的画面，至今仍历历在目。闻言的钟兰更加卖力地挥舞起来，我要趁我哥还不知道的时候，悄悄地超越他。之后，冯晴终于想起蹲在角落里的上官逸，走到他身后，不怀好意地给他戴上可爱的兔耳朵。上官旺旺，你去跟兰兰过2招试试。闻言的上官逸顿时受宠若惊，这不太好吧？万一有个磕碰，我小命可就不保了呀！可冯晴却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不用担心，别怕受伤，这里有我呢。你尽管使出全力。这下上官逸才放下忐忑不安的心，随即走到训练场中央，和钟兰面对面摆出战斗姿态。那我上喽，钟兰小姐要小心了。夜里，中原正在宿舍里认真的学习，突然门铃响起，他疑惑的起身去开门，这大半夜的，究竟是谁啊？大门刚被打开，一道黑影就飞速将他的大腿抱住。中原同学，我求求你，教教我吧，我想变强。这一阵操作让中原完全摸不着头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给了你我会教你的错觉。怎料上官逸哭得更加声嘶力竭，我知道的，你就跟钟兰小姐说的一样，人超级好的，数学题教了5遍才发火。可中原明显不想理会，我一点都不好，还超级凶的。可上官逸却仍是如牛皮糖般死死抱住他。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对不起中原同学，是我狂妄自大，有眼不识泰山，还非要挑战你。其实我弱爆了，连钟兰小姐都打不过。听到妹妹的名字，中原心里霎时一震，拎起已经被甩得头晕目眩的上官逸询问，你跟兰兰打过了？堂堂成英学院校长的亲外甥，居然给一个旁听生下跪，并祈求能让他给自己训练。冯晴让上官逸给钟兰当陪练，原本他还担心自己会误伤到钟兰，可没想到却被钟兰暴揍了几十次，毫无还手之力。再这样下去，我连给你们当旺财的资格都没有了。我不想这样，我想变强，求求你了，中原同学，我特能吃苦，什么都听你的。再三思索后，中原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其实他的目的也很简单，既然是给妹妹当陪练，那起码能力不能太弱，其次也可以让他帮自己监视妹妹，别给冯晴那家伙带坏了。闻言的上官逸更是感激涕零，我一定不辱使命。那可以现在就开始训练吗？大半夜的，你不怕猝死啊？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虚能者的提升主要在体能、格斗技巧、精神力和能力的使用效率这几个方面，而上官逸原本底子就不差，如果中原不使用能力的话，还真没办法跟他过招。但如果使用格斗大师，又担心一拳把他给打死。
所以只好先从格挡开始，自己站在原地不动，让上官逸使出全力朝自己发动攻击。可经过长达2个小时的奋战，中原也没感觉出上官逸的能力有丝毫提升，反倒是自己的格斗大师运用的越发熟练，可以精准控制到不打死对方的程度。此时的上官逸蹲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实在是打不动了。但是我感觉到自己似乎变强了。中原闻言错愕，强你个鬼啊，连我的衣角你都没碰到啊！可上官逸却悠悠地站起，指着他表示，之前的我根本没办法让你离开原地，但就在刚才，你不得不跨出一步了，你的一小步就是我的一大步。这个月我的目标就是要让你离开原地1米。见此情形，中原欣慰，如此可教也。与此同时，上京市九虚院子内，中年男子和一曼妙女子相对而坐。老八退役了，女子疑惑，怎么回事？老八不是在协助虚管局查案子吗？是啊，最近跨国偷猎案件频发，还带出了一些陈年旧案的线索。老八刚准备深入调查，就被打成了重伤，最终也错过了素日的救治时效。对方疑似有个等级很高的隐狐，而且在我方军区也有内应，但目前也只是猜测，缺乏可靠证据。那第8席位置空缺，您有适合的人选顶上吗？安冠峰给我推荐了一个人，今年16岁，还在成英学院念书，可实力却不俗。女子错愕，难道是冯晴的同学？或许我见过他。无论如何，考核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好他这2天用真名上了青年榜，就让我那不成器的学生去会一会吧。次日的成英学院内，一个身穿军装的男子找到中原，同学你好，我是华南军区长风小队队长严拓，青年榜第150名，今日慕名而来，向你发起排名挑战。旁边的教导员见状，连忙给中原解释，你现在是第137名，如果不接受挑战，你们的排名就会交换位置。可为了13名的差距，特地从华南跑到华东来挑战自己，这明显不合理。看来要想知道他的目的，只能跟他打一架了。随即中原便接受了挑战。最强陪读生第一次将真正实力展现在众人面前，究竟会掀起多大的波澜？中原同学你好，我是华南军区长风小队队长严拓，青年榜第150名，今日慕名而来向你发起排名挑战。此刻的中原有些疑惑，为了区区13名的差距，特地从华南跑到华东挑战自己，实属不正常。看来要想知道他的真实目的，也只能奉陪一下了。训练场的方界已经展开完毕，不会有其他同学来打扰到你。这场排名战由我来做见证人，你们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随即中原和严拓便走到场地中央，摆出战斗姿态。中原同学，你不用武器吗？严拓举起自己随身武器询问，而中原只是摆了摆手，表示你排名比我低，所以我让你一支箭。严拓闻言也不再过多推辞，挥舞宝剑就朝中原身上劈去，可都被中原轻松闪躲。而此刻他也感觉到了异样，这家伙光用剑术而不使用虚能，不知道究竟是想搞什么。这货不是奇书的学生吗？是被小破院子那群人派来试探中原实力的吧？此刻不远处的上官逸正在卖力吆喝，中原威武，中原霸气，中原加油，努力使劲揍，别怕苦，别怕累伤了，还有逢晴素日呢。场中央的气氛慢慢变得焦灼起来。经过刚才剑术试探后，严拓发现中原实力远远不止于此，才137名，你的排名低了。接下来我可要动真格了。随后他便拉开身位，一跃而起，施展他独有技能风莲，伴随手中宝剑的挥舞，一道道剑气朝着中原袭去，可每一刀都恰到好处的与他擦肩而过。中原有些疑惑，这家伙难不成是想向我展示他人体描边大师的实力吗？正思索着，突然严拓再次跳跃起身，中原同学，你可要小心了！2连风，随即更多的剑气径直朝中原袭来，可却依然是擦着他的身旁飞过。打得这么小心，你是看不起我吗？落地后的严拓自豪地表示，他的剑最快可以达到5秒18剑，就怕中原接不住。可中原此时已经渐渐失去了耐心，大声表示不需要手下留情，让他有什么杀招只管使出来。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紧接着便使出绝招5连风，无数道强大的剑气纵横交错，径直朝中原袭去，角度相当刁钻，所到之处甚至连苍蝇都无一幸免，被斩成无数段。中原双脚发力，高高跃向空中。好家伙，居然选择上天！可我的风莲会持续绞杀3秒，他现在起跳落下来依然会中招。不好了，冯晴，快给他生命共享，不然他落地后恐怕小命不保。而冯晴则一脸冷汗，开什么国际玩笑？跟中原这活死人共享生命，那自己还要不要活了？见冯晴没有丝毫动静，严拓这下彻底慌了，完蛋了，这次自己真是闯了大祸。老师只是让他来试探试探，要是把中原给打残了，自己回去后铁定没好果子吃。正想着，突然发现形势不对，还在半空的中原居然使出了凝冰技能，将周围的一切包括他的剑气全部冻成了冰雕。与此同时，校门外一群人正径直朝学校内走来。会长快上，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立马将中原给抢回华陵。走在最前面的江天硕一脸绯红，我们华陵可是正经学院，压寨夫人什么的你们可不要乱讲，我就只是单纯的欣赏他，仅此而已。会长你不用解释，我们都懂。今天我们来成英的主要目的是向他道歉，挖墙脚什么的全靠缘分，不可强求。男人面对朝自己急速袭来的1秒18刀，却只是高高跃起。健壮的严拓慌了，开什么玩笑？这家伙该不会以为上天就没事了吧？要知道我的风莲会持续绞杀3秒，他就算高高跳起，可落下后仍会中招。可怎料中原居然直接施展凝冰技能，将周围的空气连同飞向自己的剑气全部冻成了冰雕，之后缓缓下落。教导主任错愕，冻结了空气就能让他下落的这么慢吗？冯晴见状也是一脸懵逼，或许是他体重较轻吧，这家伙1只手就能提起来的体重，已经超过了人类范畴。可上官逸却提出质疑，我物理学的不好。
好你别骗我，课本上说自由落体的速度根本不受重量影响。既然你这么说，我就跟你普及一下常识。中原冻结了上方的空气，上层空气降温收缩密度变大，和下层空气形成对流，因强对流形成的风阻抵消了它部分的重量，使得它下降速度减小。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中原现在的落地速度为多少？闻言上官毅瞬间崩溃，你别念了，我承认自己是学渣。严拓表示，中原谁能不心动呢？也不知道中原接下来会如何抉择。自己的学生被别的学校挖墙脚，可指导员非但不生气，反倒还乐开了花，而过来挖墙脚的人更是吓得撒腿就跑。10分钟前，华林学院一行人利用超能力进入成英学院，找到中原。学生会长江天硕更是不惜开出天价，可面对所有虚能者都无法抗拒的条件，中原却不假思索果断拒绝。此刻他心想，要不是当下有这么多人，他非直接把江天硕给撕了不可。江天硕，你做人可不可以有点底线和原则？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江天硕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草率了，刚被秋人打了一下岔，居然忘记先道歉了，随即摆手否认。中原同学，我为之前的事情向你道歉，一切都是误会。我以为那天在转角撞到的人是你妹妹，所以才说出要跟你妹妹交往的话，可实际上我对你妹妹没有任何想法。中原闻言思索片刻，那天这货在转角撞到的明明是自己，可却以为是他的妹妹。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对，眉头一紧，随即怒火中烧，厉声呵斥：限你们3秒内消失，否则格杀勿论！感受到中原前所未有的杀意，华林学院一行人连忙拎起还不知所以的江天硕，撒腿就跑。在场的众人纷纷感慨，要是刚比试的时候中原有这股杀气，估计严拓早就凉了。华林这群人也太无法无天了，必须加强学校的安保力量，可不能让他们把成英的尖子生神不知鬼不觉的给挖走了。顾主任，你也太小看中原了，他不会去华林的。刘文随即拍了拍中原询问，是吧中原同学？而此刻的中原心想，自己要是转学了，妹妹钟兰肯定也会跟着转。虽然成英学院的校风也不怎么样，但至少比华林那种流氓聚集地要好。为了妹妹的身心健康，绝对不可以转学，开再好的条件都不行。回宿舍的路上，中原询问冯晴过来挑战的严拓是不是他朋友。冯晴疑惑，为什么他会这么认为？中原表示，因为在救治他的时候，没听到冯晴有半句挖苦的话，算不上是朋友，顶多就是打过几回架，碰巧认识罢了。不过他这次跑来挑战，应该不算是坏事，但也说不上是好事。中原见他又要开始王八念经，连忙制止，那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随便他吧。与此同时，酒店里，严拓正在写这次挑战的报告书，中原的各项能力都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结论处甚至就连体温异于常人和颜值颇高也被写上。他考量片刻后，还是决定将这2条删掉，毕竟中原是冰系虚能者，体温异于常人也算正常，更不可以貌取人。完毕后，他轻点鼠标提交报告，这样的人才简直是可遇不可求，只要上边审核完毕，他就是9序的候选人才了。饭堂里见中原闷闷不乐，钟兰连忙询问哥哥为什么不开心，原来是之前把他砸死的黄金棺会在这一周放出来展览，可因为看到新闻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就没能抢到门票。你想
想去上博看黄金棺材，那还不简单，直接拿着虚能者青年榜的排名徽章去就可以了，无需预约就能入场。中原错愕，万万没想到上个榜还有这特权。冯晴接着表示，那是自然，你要是拿上玄冥的徽章去，就算是包场都没问题。中原顿时喜上眉梢，虽然包场不太厚道，但黄金棺涉及到他重生的秘密，因此还是谨慎些的好。简直离了个大谱！阳光大男孩居然要去参加学院校花选举。此刻，中原一行人正在学校饭堂用餐。由于没抢到黄金棺的入场券，中原显得闷闷不乐。冯晴见状安慰道：“那还不简单，你只要拿着虚能者青年榜的排名徽章，就可以直接进入，甚至还能包场。”说罢便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妈，让博物馆清场的事情就拜托你了。我的好大儿长大了，今儿个还是头一回为了帮别人来请我帮忙呢。那你到底帮不帮？帮，当然要帮。上次你让督造局寄去学校的样品寄到飞刀，也是给你这个学弟的吧？你最近的信息真是每一条都离不开他呀。”冯晴有些疑惑：“你到底想说什么？”“也没什么，就是想让你黄金周回一趟上京，跟妈妈说到你这学弟。”这头的冯晴瞬间火冒三丈，暑假都不叫我回家，现在才叫，你老实交代，是不是齐叔的小破院子又折人了，急着抓壮丁啊？可妈妈却卖起了关子，你回家了我就告诉你。与此同时，某个写字楼的办公室内，一男子正在一边认真地查阅中原的个人档案，一边打着视频电话。根据911给出的情报，在神农架方界杀死罗布斯并取走他体内一种虚晶的人，就是这个叫中原的高中生。这枚一种虚晶要么在他手上，要么就是被他给吸收了。罗布斯唯一的女儿乔安娜已经放弃了继承权，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回收那枚虚晶。此次行动代号涅槃。男子领悟后便挂掉了电话。罗布斯的女儿也太愚昧了，子女吸收一种虚晶的成功率将近100%，而他居然放弃了成为顶级虚能者的机会。这些年，他潜伏在华国开公司，为灯塔国的虚能者提供保护和伪装。但近日华国突然开始严查各种境外势力，估摸着他的公司迟早会被查出问题，于是他便打算干完这票拿了灯塔国给的奖金后，就隐退回到贝南国养老。可这次的任务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倘若中原没吸收掉那枚虚晶还好，可万一吸收了，还得把他抓起来囚禁几年。等他接触一种虚晶后再挖出来，但不管怎样都不能直接杀了他。突然他发现资料里显示中原还有个12岁的妹妹，脸上随即露出阴险的笑容。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与此同时，特殊班级的咖啡店里，初次来到的钟兰对这里的一切显得格外稀奇。这就是3年级的女仆咖啡店了，布置得真好，女仆装也好可爱啊。穿着女仆装的素婉莹跟姜思源询问主人和小姐今天想喝点什么呢？咖啡、红茶、果汁都有。见状的钟兰瞬间脸色阴沉，原来是那个终极祈愿，突然就觉得女仆装不可爱了呀。中原表示，我们要一杯草莓气泡水和一份草莓蛋糕就行。钟兰闻言一脸担忧，哥你怎么光点我爱吃的东西啊？你以前饭量就很小，最近吃的东西还没我一半多，这样下去可不行，身体会垮掉的。随即跟女仆点单，再加一份冰激凌双拼，要薄荷跟巧克力味的。突然他瞄见站在不远处的上官逸，哎呀，原来上官逸哥哥也在呢，随即拿出相机对着他疯狂拍照。哈哈哈！上官姐姐风华绝代，倾国倾城，今年的校花选举必将有你的一席之地。见状的姜思源也连忙掏出手机，要说穿上女装去参加校花选举，怎能少了将自己老弟迷得神魂颠倒的黑长直呢？随即便将中原的照片 P 成女生，然后发到成英学院校花选举论坛上。乍一看，在众多女生里，中原却显得尤为突出。阳光大男孩只是留了一头齐腰长发，居然就被人偷拍发到了校花竞选榜，而且获得的票数还远远超过了全民女神。成英学院的女生宿舍里，上铺的女同学看着竞选论坛的投票结果惊呼：天哪，大家快看，这黑长直女生到底什么来头？婉莹的校花宝座要不稳了呀！闻言的婉莹顿了顿手中的钢笔，都是些毫无意义的虚名而已，不必太在意。说罢便起身前往训练场。同学见状不禁感慨，这也太卷了吧，校庆期间还要训练。见状的姜思源顿感心虚，虽然婉莹嘴上不说，但她心里肯定也很在意的吧。就连她也想不到自己偷拍的中原照片居然抢走了闺蜜的校花宝座，随即便开始在键盘上疯狂敲击起来，打算利用骇客技术帮苏婉莹刷些票数，稳定一下局势。与此同时，中原兄妹2人正走在校园里，看着妹妹身上依然单薄的衣裳，他心疼不已。兰兰，天气已经入秋了，就算你再怎么喜欢这身衣服，也该换一换了吧。可闻言的钟兰却嘟着小嘴表示不满，换你给我买的那些童装吗？哥，我已经长大了，现在是一个成熟的淑女，才不要穿你那些童装然后梳着幼稚的双马尾呢。中原见状心里一阵自责，上一世自己一直忙于打工养家，却时常忽略了妹妹在成长过程中的变化，一厢情愿地认为她跟小时候一样温软柔弱，谁曾想4年后她竟变成了战狂少女。或许这样的结局并非偶然。与妹妹分别后，她便去搭车前往博物馆，公车上心里一直在思索，由于最近没事，她经常到禁闭室去睡觉，现在精神力已经比之前增加了不少，各项技能的虚弱时间也减少到了24小时，暂时也没有再缩短的迹象。按照上
样一世的时间，4年后的博物馆会天降虚动，并出现巨爪一族。即便这一世他和妹妹的命运有所改变，且产生了蝴蝶效应，但也应该影响不了这件事情的发生。等下研究黄金棺的时候，说不准会出现什么突发情况，而他自己又总是一睡不醒，以防万一，还是先把妹妹的语音设置成电话铃声比较稳妥。刚下公车，馆长史瑞文便带着2个随从前来迎接，欢迎大驾光临，我代表上东市博物馆全员同仁在此迎接您的到来，并表示已经按照要求关闭了所有的监控设备，如有需要还可以给中原单独安排讲解员全程为他解说。可中原闻言却果断拒绝，说他自己一个人进去就可以了。刚走进馆里，便看到一副巨大的黄金棺材摆在大厅中央，他仔细端详了一番，可却未看出任何异样。无论怎么看，都还是转生前的老样子，盖子和主体之间严丝合缝，也探测不出里边究竟有什么。随即他便伸手轻轻触摸棺壁，心想摸一下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可怎料下一秒，指尖居然出现了一个紫色漩涡。中原错愕，这到底什么情况？但还未等他来得及反应，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明明是校花选举，可同学们却纷纷给一个男生投票，甚至还有人为了帮他拉票而重金悬赏。看着巨型荧幕上的选手相片，秋人感慨：不是吧？怎么连上官仪也参加了校花选举？成英学院的思想果然前卫，简直是吾辈楷模呀！而此时的江天硕却红着脸掏出了手机，这也太离谱了吧！我要给中原投一票。看着投票页面，他突然发现了端倪，苏婉莹的票数怎么比成英的总人数还多？随即他恼羞成怒：好你个苏婉莹，居然敢刷票！立刻动员华陵的所有人都去给中原投票，每拉100票，奖励1个学分绩点。随后他们便拎着蛋糕打算去找钟兰会长，我们这样做会不会显得太刻意了？万一弄巧成拙怎么办？而江天硕却满怀信心，我有70%的把握。独家信息：中原是个超级妹控，他本人喜欢巧克力和薄荷味的冰激凌，而他妹妹则喜欢草莓蛋糕。我们先去博得他妹妹的好感，然后再通过他挖角中原。交谈中，突然身后急速闪过一道人影，速度之快，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可却无法躲过江天硕敏锐的洞察。走路就走路，居然还要动用虚能。紧接着他便施展磁元力，并大声呵斥：给我出来！校内禁止滥用虚能，你不知道吗？见状，身旁的秋人连忙制止：会长大人，这里是成英，不是华陵，咱管不着吧？江天硕闻言一脸尴尬，抱歉，一时间忘记了。看着面前身穿迷彩服的人，他心生迷惑，真是奇怪，这人全副武装的样子，完全不像是来参加校庆活动的，反倒更像是个危险分子。只见那人愤愤不平地朝他怒吼：你要作甚？话剧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快赶不上了！说罢也不等江天硕反应，转身就朝前方跑去。片刻后，男子掏出对讲机，隐形人呼叫变色龙，我刚才被2个学生发现，虽然糊弄了过去，但不排除暴露的可能性。那头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监视画面的阮凯出声责备：怎么这么不小心？那个人的能力刚好克制我。与此同时，围墙外代号超能战士的李明志询问那边状况如何，自己这边已经布置完毕，把整个学院都拉入了坊间。另一边站在墙上代号黑寡妇的女子表示，她这里出了点状况，也不知道学院里的男生发什么疯，校庆活动不去参加，跟蝗虫似的拉着横幅到处乱跑，根本找不到下手时机。闻言的阮凯连忙改变策略，叫他们去校门口免费发放带有毒素的奶茶，先把人都给吸引过来先。不多时，黑寡妇便支起了奶茶摊位，并吆喝路过的学生过来品尝。不到10分钟，过来免费领取奶茶的学生便排起了长队。与此同时，江天硕他们也找到了钟兰同学。你好，我叫江天硕，是你哥哥的朋友，想趁着校庆来拜访他。说罢便将手中的蛋糕递了过去。钟兰看着他手中精美的包装，嘴角不自觉流出了口水。原来是哥哥的朋友呀，他今天去博物馆了，可能要很晚才回来。要不你们先在学校里玩一会儿，告诉你们哦，话剧社团的表演超赞的，可惜昨天已经演完最后一场了。闻言的江天硕顿感不妙，什么？那我们刚才遇到的是？拥有上千学生的学院遭到了恐怖组织的攻击，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仅是为俘获一个年仅12岁的小女生。听到钟兰说话剧表演昨天就已经结束，江天硕顿感不妙，因为刚才遇到的隐形人明明说赶着去看，他连忙让秋人给学校领导打电话求助，可怎料此时手机根本没有信号，他这才反应过来，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察觉异样？因为此刻处在方界中的学院就跟现实空间一样，太阳依然在东升西落，猜想这应该是外国人的技术。而这时黑寡妇正端着奶茶四处寻找，发现目标人物钟兰，位置就在食堂门口。对讲机里传来指令，让他尽量牵制住对方，支援马上赶到。随即他便大步流星径直朝钟兰所在的方向走去，接着对着附近的学生施展精神污染，放大他们的负面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受自己控制。随后又施展纠滑技能，使目标产生强烈幻觉，被控制的学生瞬间目光呆滞，下一秒便面露狰狞的朝钟兰一步步靠近，嘴里发出悠悠的声音：小姑娘这么可爱，哭起来一定很动听。紧接着越来越多被控制的学生朝着钟兰的方向聚拢，秋人连忙将她护在身后，这要是让中原知道他的宝贝妹妹在自己身边受伤，非把她的皮给扒了不可。江天硕也看出了这些学生异常的举动，猜想一定是受到了某种能力的控制，随即连忙让秋人施展回春给他们解控，可却丝毫没起作用，因为控制这帮学生的人能力等级比他高，所以刚解除立马又被控制了。黑长直的小美女，我来了，嘿嘿嘿！江天硕此刻也无法再犹豫，虽然被控制的都是无辜的同学，可要是不出手阻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刚想上前，怎料身后的钟兰就率先冲了出去，旋转跳跃一记360度回旋托马斯，直接将前面的同学踢了个人仰马翻，随后更是扬言让江天硕他们先走，
自己留下来对付这群丧失理智的同学。秋人见状惊掉了下巴。万万没想到，年仅12岁的钟兰如此迅猛。江天硕汗颜，果然是有其兄必有其妹啊！这简直就是赤果果的狂战少女嘛！随后他们也走到了钟兰身旁，谢谢你小钟兰，不过我和秋人还不至于弱到需要让你一个小孩独自战斗。紧接着他直接发动磁原力3倍重力，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面前所有的同学仿佛被重物击中一样瞬间倒地，连同钟兰怀中包装精美的蛋糕受到3倍重力影响也差点掉落。小吃货钟兰见蛋糕不保，连忙蹲下将礼盒死死抱住，大哥哥好厉害，一下子就把敌人给打倒了。可是蛋糕说罢，眼泪居然开始如瀑布般飞流直下。见状，江天硕连忙安慰钟兰别哭，回头我再买100个给你。随后他们便冲出人群，想到广播室去通过广播告知全校的师生。突然一道身影急速朝江天硕进攻，他仿佛感觉自己被火车撞了一样，身体瞬间被击飞10几米。刺客就在附近，大家千万别离开我磁原力范围。倒地后，秋人连忙发动治愈之风技能给他进行治疗，钟兰则满脸担忧地蹲在他身后。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前方传来，想施展治疗简直做梦。循声望去，此人正是罪魁祸首阮凯。来到众人面前，他直接施展封禁技能，将秋人的治疗术封禁了起来。学院发生危险事件，乱作一团，众人反抗遭人偷袭，身负重伤。危难时刻治疗技能又被封禁，中原头号迷弟就要呜呼哀哉。放弃抵抗吧，少年，或许我可以大发慈悲饶你一命，没有治疗你铁定是撑不住的。身体传来的剧痛让江天硕表情越发扭曲。钟兰，我缠住他们，你赶紧去广播室呼叫救援。可身后的钟兰却表示自己是绝对不会丢下同伴不管的。突然他想起自己的手机是卫星电话，应该还有信号，或许可以电话摇人。当前局势相当严峻，强大的敌人不止1、2个，即便他们的个人能力再强也很难发挥优势，所以最好的求救对象应该是身在军区，能随时叫来更多支援的林栋梁。可此刻的林队长正在会议室开会，电话响起后却只是拿起查看，见到是钟兰，他却没有选择接听，因为之前中原跟他闹翻的事情，他此刻心里依然耿耿于怀。之后便直接挂断了电话，猜想反正不会是什么要紧事情，等开完会再回拨过去。可他万万没想到，电话那头的钟兰却急得快冒烟了。听到手机里传来无法接通的提示音，他瞬间表情凝重，之后又拨打了好几次，可都是无法接通。见他着急的样子，阮凯更是小人得志般嘲讽，小孩子就是没常识，方界里面怎么可能打得通电话？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时间紧，任务重，他只好拨打了哥哥的电话。就在这时，江天硕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随着一声咳嗽，他嘴里直接喷出半斤番茄汁。可即便联系上了哥哥，他叫救援赶过来也还需要时间。看着蹲在地上呕了2斤半番茄汁的江天硕，钟兰也是满脸担心，想要活下去，当下只能想办法先解决掉发动封禁技能的家伙。于是他便把还在等待接通的手机递给了秋人，他知道哥哥一定会接听，交代秋人等电话接通后就让哥哥喊救兵过来。随后他便转身急速朝阮凯的方向狂奔。此刻他心里回想起冯晴曾经教过他的必杀技，当面对实力远超自己的敌人时，不要害怕，只要抓住一次机会就能将其放倒。阮凯万万没想到，这个年仅12岁的小女孩居然速度这么快，瞬间便来到了自己面前。还未等他反应，钟兰立马发动天元，然后将右脚蓄足力道狠狠地踹向他的重要部位。同一时刻，阮凯撕心裂肺的嚎叫就响彻云霄，紧接着他便握着裆部蹲在地上瑟瑟发抖。封禁技能已破，秋人急忙对江天硕施展治愈之风。此时江天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流氓的招数绝对不是中原所教。此刻钟兰正沾沾自喜，突然身后闪出2道黑影，还未来得及反应，黑寡妇直接施展禁锢技能牵丝把他牢牢捆住，随后双手抱胸，阴阳怪气地表示：“你们就这么忽略人家，不太好吧？”突如其来的袭击让钟兰惊恐万分，可来者似乎并不想过多的浪费时间。超能战士李明志直接施展跟江天硕一样的技能磁原力，并猖狂的叫嚣：“统统给我臣服吧，少年们！”受到3倍重力的影响，江天硕跟秋人瞬间就扑倒在了地上，真是该死！没想到对方也有磁原力，如果状态完好，我还能跟他一战。可现在身负重伤，根本无力反抗。与此同时，博物馆内的黄金棺里传来手机铃声：“哥，起床了，太阳晒屁屁了，你快起来给我做早饭。”妹妹被捆迷地遇刺，中原却在棺里睡觉。手机响起，如梦初醒，拿起接听，情况不妙，快说，中原在哪里？此刻的钟兰被黑寡妇牢牢捆绑悬在空中，小小年纪却承受着大大的伤害。可即便如此，她依旧眼神坚定，我才不会告诉你们哥哥在哪。身后的江天硕已经摇摇欲坠，身体极度虚弱，此时正被李明志如拎鸡仔般拎着。小朋友年纪不大，嘴巴倒是挺硬，你不说可是要吃骨头的。随即黑寡妇手指轻抬，捆在钟兰身上的蜘蛛丝立马就把她的指头掰直，只听咔的一声，关节处硬生生被折成不可思议的角度，十指连心。手上传来的钻心疼痛让钟兰心如刀割，脸色开始变得狰狞，眼泪也不自觉地从眼角滑落，手指弯折的角度在继续加大，可她却依然坚毅。黑寡妇扬言：“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与此同时，身后的李明志看着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可却在强撑的江天硕，命令隐形人上去给他最后一刀。突然阮凯厉声阻止，他这次的目的只是为了找回罗布斯的虚金，然后拿上赏金回老家安享晚年。可当下情况却愈演愈烈，他有些胆怯，害怕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更害怕他们遭到华国追杀。可即便现在放过他，我们照样会被华国追杀。听说华国刚死了一个九虚，阵脚大乱，估计不会有闲工夫理会咱们的，那就更加不能把事情闹大呀。
听着几人在议论纷纷，江天硕这才搞清楚他们此次的目的竟是中原。随后他踉踉跄跄地站起，扶着还在渗血的腹部，极力克制摧心剖肝的疼痛，心想钟兰现在在他们手上，倘若中原知道后肯定会受他们胁迫，所以无论如何都必须得先把钟兰救出。紧接着拼尽全力使出磁元力10倍重力，势必要跟这帮人同归于尽。技能作用下，众人纷纷倒地。李明志见状立即发动磁元力抵消重力技能，周身瞬间形成结实壁垒，将他牢牢包裹。他万万没想到，已经油尽灯枯的江天硕居然还有力气反抗。突然江天硕嘴里再次喷出番茄汁，刚才使出的技能已经耗尽了他所有力量，此刻他全身瘫软，砰的一声便重重倒在了地上。他好不甘心，还没能见到中原最后一面，难道自己就要这样死掉了吗？他努力抬起头，发现身前不远处钟兰的手机居然接通了，于是便缓缓伸手想拿起告诉中原这里的情况，可近在咫尺的距离现在对他来说却如千里般遥远。终于在他不懈努力下，颤颤巍巍的手就要触碰到，可突然咔的一声，手机被技能击中，应声碎裂。与此同时，还在无尽空间里的中原听着手机里传出最后一道声音，心急如焚，真是该死，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没有边界，没有出口，就连从虚晶里吸收的能力也全部失效，该不会是在黄金棺材内部吧？他对着如死寂般的空间大声呼喊：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回学院救我的妹妹。就在这时，学校禁闭室里一缕缕白烟从床上冒出，紧接着中原就如雨后春笋般从床板上慢慢浮现，等整个身体全部冒出，他瞬间坐起，惊恐不已地呼喊妹妹的名字。缓过神后，这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学校的禁闭室。万般疼爱的妹妹正被坏人无情折磨，百感着急的中原却被困在无边虚境。一阵白烟后，他被传送回学校禁闭室，蹲坐门前认真思考，仔细研究对敌之策。这群危险分子的目标是罗布斯的虚境，所以中原猜想他们在达到目的之前肯定不会杀害兰兰。现在最主要的是得先找到他们的位置，可中原即便是发动超级感知也没能感应出来。沉思片刻后，突然想起电话里头似乎听到鸽子的叫声，而在学校里有鸽子的地方就只有饭堂门口。随即他便悄无声息摸索过去，果然在饭堂附近发现正准备撤退的阮凯一行人。江天硕跟秋人已经躺在地上不知死活，突然他瞳孔放大，心里一震。此时的钟兰双眼被黑布遮住，嘴里也被塞进了东西，而更让中原心疼的是，这群人居然折断了兰兰的手指。此刻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要知道这个妹妹连擦破点皮自己都会心疼不得，这群人渣必须得死。他瞬间朝人群发射出6把飞刀，超能战士李明志率先察觉到异样，嘴里大喊不好，有人偷袭，同时向中原所在的方位发动磁元力7倍重力，而身上正散发着恐怖戾气的中原依然在步步逼近。李明志错愕，为什么他在7倍重力下仍然能行动自如？黑寡妇见状率先上前，接着便紧紧抓住自己衣裳大喊掩护，随后竟滋啦一声将他那傲人的欧派展现在中原面前，发动精神污染。他本以为全天下没有任何男人能躲得过这招，可怎料中原却脸色阴沉，丝毫不受影响，继续前行。不知何时隐形人已经来到他身后高高跃起，只要此刻的中原有一瞬间的失神，他便能一招制敌。紧接着他迅速挥刀刺进中原背部，锋利的刀刃更是直接穿透中原身体。可万万没想到，中原居然没倒下，还未等他反应，中原突然转身手起刀落，直接将隐形人一刀封喉。隐形人瞬间便倒在了血泊中，身首异处。但中原脸上那副冷峻的表情却未发生丝毫变化，他缓缓将手探向后背，然后抓起刀柄直接拔出，可被刀刺穿的地方居然没有流出半滴鲜血。见自己心上人被中原解决的黑寡妇，此刻终于意识到事态严重，可死人已逝，他也无力回天，瞬间化悲愤为力量，势必要让中原陪葬。他朝着中原便发动灸化，你居然杀了隐形人，我要杀了你！中原感应到灸化之毒后，立马发动食毒者技能，将毒素化解，顺带所有能力提升至102%。看着步步紧逼的中原，黑寡妇此刻无比绝望，这究竟是什么怪物？怎么会所有控制技能都对他无效？中原厉声询问，折磨我妹妹的人就是你吧？我要让你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紧接着他挥舞手中利刃，施展和岩拓同样的刀法，1秒23刀，无数道剑气随着他的挥舞径直劈向黑寡妇。黑寡妇无处可躲，身体瞬间被剑气分割成无数段。随后中原立马转身继续前行，头也不回，因为真男人从来不回头看爆炸。发动了超伪装，以为中原没发现的阮凯惊慌失措的劝阻李明志赶紧撤退，但李明志却表示他们现在手上有人质，为什么要撤？随后便抓起钟兰掐着他的脖子威胁道：中原，你如果不想看着你妹妹死，就乖乖放下武器投降，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千万别轻易触碰一个人的逆鳞，因为他不接受任何方式的投降。李明志捏着钟兰的脖子威胁道：如果不想你妹妹当场去世，就乖乖放下武器。眼看兰兰表情越来越痛苦，中原急忙乖乖扔掉手中的匕首，然后将双手举过头顶。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我倒要看看你现在还有什么能耐。可此刻的阮凯却感觉不妙，明明自己的超伪装还在发动，但中原的架势明显已经知道他们的存在，这家伙的能力绝对在他们2人之上。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先跑为妙。随后转身扭头就要朝远处撤离，可李明志却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依然在那沾沾自喜。他抬手就朝中原发动自己的必杀技，磁元力10倍重力。阮凯这时不禁汗颜，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磁原力刚才就已经对中原不起作用了，现在还要再放一次，这头猪要找死可别拉上自己，保命要紧。再见。虽然磁原力对中原本人不起作用，但却会影响他飞刀的准头，而现在自己的妹妹又被他捏在手上，所以要出手就必须精准到一击必杀。随即他便双脚发力，发动冰血爆，瞬间所有能力都被提升1200%，周围温度瞬间下降。这下李明志终于感觉到了异样，豆大的汗珠不停从脸颊滑落，但中原可不会给他反应的机会，随即直接发动热爆压，仅仅一瞬间，刚还在嘚瑟的李明志就化为了乌有，甚至连渣都不剩，就如同从来没出现过这个人一样。此时中原自己也被这次的技能效果吓了一跳，在上次使用热爆压对付盗猎贼的时候，他就发现它的效果不仅仅是字面上说的抽取空气中的温度这么简单，果然温度即是内能，内能被超越常规物理学的虚能抽走时，本质就会由质量转换成能量，最后被一并抽走，彻底湮灭。钟兰受到能力波及，在李明志消失那一刻也急速朝着另一面飞跃，将要落地的瞬间，中原闪身过去将他牢牢接住。刚跑出没几步的阮凯见状更是被吓得瘫软在地瑟瑟发抖，太可怕了，这家伙绝对不止资料上说的仅仅吸收了一些低级能力那么简单，如此恐怖的能力下自己根本就没有逃走的可能，于是便开始求饶，中原我投降，我可以为华国提供。可还未等他把话说完，中原头也不抬直接打断，自己不接受任何投降，让他死去吧。接着便发动永恒冰域，四周空气瞬间又骤降几十度，所及之处更是直接凝结出厚厚的冰层。而此次作乱的始作俑者阮凯也被永远定格在惊恐之中。次日，上京市某高档公寓内，冯晴正在房内认真看书，而他从未离身的墨镜也被随意扔在桌上。回家后，他自然不必再为自己与众不同的眼睛所困惑。突然房门被打开，见状他略带抱怨的呵斥：“说了多少次，就算你是我妈，进来前也请先敲门。”可他的母亲却不以为意，举着手机让他快来看看。被他时常挂在嘴边的学弟中原把人给削了个干净，可却未让他断气。这虚能者身上的皮肉都被削得一干二净，透过肋骨还能清晰看到虚筋在心脏中凝结的状态，简直太有研究价值了。另外还有一个被速冻成冰雕一直没化掉，正在打包，稍后就会送来科学院。闻言的冯晴蹭一下从座位上站起，紧紧抓着母亲的肩膀，关切地询问到底学校那边发生了什么事。以他对中原的了解，他不会无缘无故做出伤人的事情。母亲表示现在华东军区那边正在讨论这件事情该如何处理。冯晴这下待不住了，抓起桌上的墨镜就要回学校，母亲连忙制止，说好了今天要陪他去逛街的，到底是学弟重要还是自己这个老娘重要？冯晴表示学弟比较重要。母亲闻言便开始使出苦肉计，你个没良心的小坏蛋，枉费他怀胎10月生下，一把屎一把尿的喂大。冯晴无语，连忙打断，自己小时候明明是在营养液里泡了2年才出来，既没拉屎也没拉尿，可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亲妈呀，是亲妈就别瞒着我了。军区那边到底准备怎么处置中原？听说大概可能也许会给他申请个2等功吧。冯晴闻言更是满脑子疑惑，这什么情况？把人都给削成骨架了，非但不会受到处罚，而且还要给他申请功绩？小样，要想知道一手内幕消息，就老老实实陪本娘逛街。16岁高中生 1v4团灭危险组织，时隔2天以为事情已经就此平息，可怎料第3天中原就被传唤询问，而且还是华东军区最高指挥亲临。此刻坐在办公室的他已想好各种借口，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关于罗布斯的虚惊，等会儿要是问起来他就直接装傻充愣。关于怎么从博物馆瞬间传送回到学院，干脆就直接答非所问或者一问三不知。就在这时，办公室大门被推开，走进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自带威慑力的中年男人，室内的气氛随着他的走近而瞬间变得庄重起来。可万万没想到，此人走到中原面前后，居然直接朝他深深鞠了个躬。中原同学你好，我是华东军区司令安冠峰，因为我们的失职，让你和妹妹在学院里遭受危险，我代表军区全体官兵向你们兄妹郑重道歉。见状的中原心里先是一愣，随后想起此人正是自己痛打小泡菜后暗中帮他善后的大人物，随即他立马起身，然后也朝安冠峰深深鞠了个躬。该道歉的人应该是我，前些天由于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把泡菜国的小泡菜打成重伤，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实在抱歉。见状，安冠峰接着表示，这事情不怪中原，而且他除了道歉外，现在还想道谢，感谢中原在神农架方界救了自己的女儿，他以一名父亲的身份跟他表达谢意。中原则表示，安采哥也给了自己很多虚惊，所以应该道谢的是自己。这一来一回，把站在一旁的助手都给整震惊了。从他进入军区开始，就从没见过安冠峰对一个人这么客气过。而当下两人相对鞠躬的场景，他甚至恨不得拍照下来记入史册。良久之后，见二人还未结束，只能出声打断，要不二位先坐下再聊。安冠峰这才反应过来，于是他便让助手小秦先到门口守着，他要跟中原单独聊会儿，没有他的指令，任何人都不准进来。中原同学，你不必拘谨，今天请你来军区，不是调查，也并非追责，只是想简单的和你聊聊关于你身上的能力。参谋部已经分析过你战斗的视频，发现你的实际能力和档案上的略有不符，再加上此次学院事件已经惊动科学院，如果他们来调查，我又给不出合理解释，到时候你就可能会被他们直接带走。所以中原，你是不是已经从那1000多枚普通鬼豪欢虚惊中得到了鬼豪欢王的10倍返还能力？此刻的中原心想，从刚才的话里听出，安冠峰并非试探，而是直接跟自己讲出事实，表明了利害关系。他这人如此坦诚，而自己却还想装傻充愣糊弄过去，感情还是狭隘了。本来他努力变强就是为了打败异族，守护自己的妹妹，
而一味的隐瞒实力只会适得其反。现在既然军区愿意对自己以诚相待，他此刻将能力如实相告又有何不可？于是便对安冠峰说道：“其实那个能力不叫10倍返还，而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而且他大部分能力都是如实汇报，只是他本人早就已经突破了8个能力的上限。我能通过吸收同种虚晶升级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只要有足够数量的虚晶，就能将身上所吸收的能力全部提升至顶级，并获得新的能力。我的其他能力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不断吸收相同虚晶而把等级一级一级升上去的。另外我还……”可中原还未讲完就被安冠峰打断，他激动地抓着中原的肩膀：“你确定只要给你足够的虚晶，就能将现在所有的能力都升到顶级吗？太好了，简直是天佑华国！我们终于又多出了一位定海神针级别的超级强者。”这些年来，世界各国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向公众透露了虚洞相关的事情，但唯独华国隐瞒了所有不利于国家稳定的消息，甚至就连虚能教材上都编写了很多不符合实际的内容。罗布斯的一种虚晶涉及保密问题，所以并没有记录在案。灯塔国能得到关于你的情报，这足以说明在华国已经有卧底潜伏在内，但现在还没有足够证据证实到底是谁。中原闻言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于是便说：“敌暗我明，要不就以他为诱饵，引魅鬼现身。”此话一出，身的安冠峰赞许，随即便一拍即合，然后让中原先回去休息，自己安排好后再通知他。中原起身将要离开的时候，安冠峰欲言又止：“对了，中原，还有件事情，就是关于你的父母。”话还未说完就被中原打断：“这个我早就已经知道了，他们已经牺牲了，不是吗？”随后便走出了办公室，独自坐在沙发上的安冠峰陷入了沉思。10年前，上东市内出现了虚洞，很多普通民众遭到祸害，而其中也包括中原的父母。可军区为了隐瞒事实，一直都以父母的名义向他们兄妹发放生活费。可现在看来，这孩子早就已经猜到真相了呀。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块草莓蛋糕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块。因为父母早逝，年幼的中原早早就肩负起照顾妹妹的重任，小小年纪就要到处打工维持生计，甚至就连妹妹的生日蛋糕也是打工店老板送的。钟兰看着桌上只有1块的蛋糕，失落的表示：“哥，爸爸和妈妈今年也不能回家给兰兰过生日吗？”而每每这个时候，中原都是很耐心的给他解释，因为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所以没时间回来，但是他们大人能做的事情，他也能做。闻言的钟兰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那明年生日的时候，我想要那种大大圆圆的，周围摆满一整圈草莓的蛋糕。”医院门口，教导主任告诉中原，他妹妹身上的伤已经完全治愈，但心里的创伤可能还需要多花些时间才能恢复。中原了解自己的妹妹，知道她肯定会自己好起来，随即便拎着草莓蛋糕走进病房，看着蹲坐在床上把头埋得很低的钟兰，他心里五味杂陈，可还是佯装镇定：“兰兰，感觉好些了吗？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特地买了你最爱吃的草莓蛋糕，要现在吃还是一会儿再吃呢？”可钟兰却头也不抬：“哥，我的伤早就好了，可现在心里堵得很。”于是中原便坐到床边，让他把疑惑都说出来：“我看过很多的漫画故事，可大多都是邪不胜正的。虽然看起来很幼稚，但我却一直很向往能成为主角那样的人，守护世界和平，维护正义。因此我一直觉得，虚能者都是正义的同伴，是能一起对抗异族的战友。虚能者之间不应该是自相残杀的关系。”说罢，眼泪便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中原心疼地用纸巾帮他擦拭眼角的泪水，安慰他：“不同的人心里所谓的正义也有所不同，当不同的正义无法共存时，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矛盾，从而成为敌人。那兰兰心里所谓的正义是什么呢？”可怎料钟兰却表示，她心里的正义就是草莓蛋糕。此话一出，中原哭笑不得。钟兰接着说：“做蛋糕的人，制造食材的科技，能开蛋糕店的和平世界，草莓蛋糕和它背后的一切，全部都是我心里的正义。可是我还是太弱了，连守护住草莓蛋糕的能力都没有。”中原宠溺地给他梳起披肩的长发：“因为我们的兰兰还小啊，在你没有长大之前，就先让哥哥暂时来帮你守护住草莓蛋糕吧。兰兰只需要像小时候一样，等着哥哥把蛋糕带回来就好。”可钟兰闻言却满脸的失落：“但我终究还是会长大的呀，只要有哥哥在，兰兰想当多久小孩都可以，即便是永远都长不大也没关系，哥哥会一直守护在兰兰身边。”钟兰摸着哥哥给自己绑好的双马尾，心情瞬间好了许多。既然这样，那我就再多当一段时间的小孩子吧，直到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守护住草莓蛋糕为止。随后他突然想起，对了哥，隔壁还有个草莓蛋糕的同伴，也不知道身体好了没，我们要不去看看他吧？于是他们便来到了江天硕的病房，见中原兄妹俩来到，江天硕连忙从床上坐起。中原有些不好意思的感谢他救了自己妹妹，还为之前在华林学院差点把他给打死的事情跟他道歉。可江天硕此刻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没想到中原会亲自过来看望自己，还跟自己道歉，连忙表示之前也都怪自己才造成的误，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随即伸手与中原握手：“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算朋友了？”“那当然，不过事先说好，既然是朋友，那以后就别再提什么挖墙脚之类的话。”之后中原便走到蛋糕前切出一大块，然后递给江天硕。兰兰说：“他的草莓蛋糕可以分你1块。”万万没想到，中原只因打败了袭击校园的阮凯一伙人，竟然就直接一跃成为青年榜第2名。老狐狸还真是简单粗暴，
这么一来，你的玄冥称号就直接出圈了呀。可中原却不以为意，表示都是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不过好在他们还给他颁发了3级启明奖章、2等功以及少校军衔。另外袭击校园的团伙里有2个还是国际通缉犯，高额的奖金也发了。对了，说起来那天博物馆的人都快把我家里电话给打爆了，说你进了展厅后就没再出来不知所踪。还好我跟他们解释说，虚能者本来就来无影去无踪，不用大惊小怪，这才忽悠了过去。不过最近你天天不在仓库宿舍睡觉，老往禁闭室跑，该不会是得了幽闭依赖症吧？是不是只有在阴暗狭窄的地方才能睡得着？中原表示或许可能应该也许是，果然你只有待在密闭的黑色长方形盒子里才能安心。随后更是表示自己可以帮他定制一款专属他的方盒子，询问中原喜欢什么款式，最好是能够按照黄金棺的样子来稍作调整，把盖子做成能打开的。材料如果是纯金的话太贵了，而且不耐磕碰，还是选用合金好了。风清扬言这些都是小问题，请问你是要翻盖的还是滑盖的？中原认真考虑后还是觉得翻盖的比较实用。没问题，过几天做好了给你送过来。饭堂里，上官义一边吃饭一边说道：“还好冯晴这阵子没在学校，成功躲过了一劫。那天饭堂门口有人免费发放过期奶茶，喝了的人全都中毒了，集体到厕所泄洪，结果祸不单行，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把学校的下水道全给冻起来了。厕所门一开就跟走进了黄金屋一样。他这一阵说辞瞬间搞得钟兰没了胃口。中原闻言一阵心虚，因为那个把下水道给冻起来的王八蛋正是他本人。冯晴也听不下去了，连忙开口阻止。闻言的上官义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不义，连忙尴尬地摸着后脑勺，随后转移话题，那就说说我因为穿女仆装照片而被怀疑取向的事情吧。家里人因为害怕断后，竟然连夜给他安排了3门相亲。冯晴疑惑，他不是都有青梅竹马简柔了吗？可上官义却说，因为家里人觉得他们2门不当户不对。这话说的没毛病，毕竟人家简柔那么漂亮，成绩好，屁股大，跟他站在一起就是鲜花与狗头。钟兰闻言一脸迷惑，屁股大难道也算是优点吗？当然是啊，在医学上，盆骨越宽生育难度越低，所以古人才说屁股大好生养。中原赶忙制止，让他别教坏了自己妹妹。可冯晴仍继续滔滔不绝，我们虚能者随时都有可能遭遇灾难，所以遇到喜欢的人就别墨迹，早结婚早生娃，还能给国家增添劳动力。霎时间空气突然变得好安静，他顿感不妙，可为时已晚，下一秒就迎来了中原一顿爆酥。次日学校的操场上，同学们整齐地站作2排。指导员刘文发话：从今天起，我们将进行2周1次的实战训练，具体内容包括鼓舞修炼、军体锻炼和精神冥想。随后朝身后几人指了指，今天的训练，军区特派了几名现役虚能高手过来教学。中原这才发现，特派的人员中居然有2个熟悉的面孔。发现来者的钟兰也有些不安，为什么实战训练的教官偏偏是林叔叔？如果有天你被最信任的人抛弃，会是怎样的心情？成英学院的操场上，学生们整齐地站作2排。接下来他们将进行为期2个星期的实战训练，而这次训练的教官则是由华东军区的4位虚能者担任，他们分别是夜鹰小队的指挥系虚能者林栋梁、战神小队攻击系虚能者展宏、金铁小队防御系虚能者向冲以及神木小队的辅助医疗系虚能者穆红。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教官们便开始自由选取要指导的学生，但林栋梁却退到了队伍后边，脑海中回想起前天的事情。那天安冠峰把他叫到了军区办公室，在沙发上相对而坐，气氛显得格外严肃。小林，成英学院发生袭击的时候，钟兰最先打电话求救的人是你啊，你断掉了他的资源，可他却没有断掉对你的信任。林栋梁这才反应过来，那天他居然挂掉了钟兰的求救电话，差点酿成大祸。多机灵的孩子啊，危急时刻还能冷静判断，向军区求救，可你却因为他仅有2个能力就否定人家，心胸略显狭隘了呀。闻言的林栋梁蹭一下从沙发上站起，为自己之前的鲁莽而懊恼不已。安冠峰也看出了他的悔意，随即表示现在刚好有个机会可以让他修复和中原兄妹俩的关系，那就是1对1指导他们实战训练，希望他自己能抓住这次机会。操场上，林栋梁走到中原兄妹面前，表示这次将由他亲自来负责2人的训练。可钟兰此刻却紧紧抓着哥哥的手臂，一脸要哭的神情。中原见状更是心疼不已，妹妹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这种状态了，被自己信任的人抛弃，那种感觉让他产生了很强烈的应激反应。中原义正言辞地对面前的林栋梁表示，林教官，你不适合指导我们，还是换其他人来吧。中原，请你不要把私人情绪带到课堂上来，我虽然是指挥系虚能者，但指挥你一个外行还是绰绰有余的。此话一出，站在他身后的展宏不淡定了，他曾在神农架方界中见识过中原的恐怖，要是他还算外行的话，那这里就没哪个是内行的了。中原眼神变得更加坚定，指导我，你还不够格，而且更换教官是我的合理诉求，也请林教官别把私人情绪带到课堂上。见他油盐不进，一旁的向冲忍不住了，每年实战训练都会有几个刺头，没想到今年的会这么蛮横，你什么意思？林队长战功累累，实力更是有目共睹，你区区一个新生凭什么这么狂？林栋梁见状连忙把就要向前冲的向冲拦住，让他不要再说了。本以为他肯定会因此恼羞成怒，可谁曾想他居然朝着中原兄妹俩深深鞠了个躬，然后非常正式的开始道歉。中原，我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是我对不起你们兄妹，我在这里郑重的向你们道歉，但这不是你拒绝接受我指导的正当理由。你在课堂上就应该虚心求教，而不是耍脾气使小性子。闻言的中原满心不悦，道歉还要顺便踩人一脚，你这人品我着实不敢恭维啊。不远处的穆红见状心
心想，从没见过如此无理取闹的学生，简直太不像话了。再看防御系虚能者向冲，他更是怒火中烧，摩拳擦掌起来，还从没见过这么狂的刺头。今天要是不给他点教训，恐怕将来在战场上不出2秒就得呜呼哀哉。中原好心提醒他别多管闲事，可向冲却认为他只不过是个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子，今天就非得让他接受一下社会的毒打。见战火一触即发，钟兰连忙拽着哥哥劝阻，可中原却无比温柔地跟他表示没关系的，之前还没有给他展示过自己的真正实力，刚好趁此机会给他露一手。随后便满脸自信地朝钟兰比出一根手指，表示自己打败这人仅仅只需要1招就够了。本来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实战训练，却即将成为学生与教官的对决战场。向冲摩拳擦掌就要让中原感受现实的毒打，可中原却不以为意地跟身后的妹妹比出一根指头，并表示打败他只需要1招就足矣。从没见过如此狂妄的学生，向冲表示自己就站着，先让中原1招，不管有什么能力尽管使出来就是。见状的钟兰赶紧掏出安司令给的军用卫星手机开始录像，势必要把哥哥威武的一刻记录下来，也不怕告诉你，我在军区可是数1数2的防御高手，我的近反能力还能反弹受到攻击的80%伤害。随即他朝中原勾了勾手指，自信满满的表示让中原尽管使出全力。中原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不知死活的家伙，再三确认他是否真的要让自己使出全力，随后扭头看向旁边的医疗系教官穆红，询问他是否有生命共享。穆红还以为中原有先见之明，知道自己一会儿可能会受重伤，先提前告知一声。得到肯定答复后，中原也不再啰嗦，扬起拳头就开始发动能力，无畏、格斗大师、以血还血、食毒者等等技能全开，他周身瞬间爆发出史无前例的恐怖能量，如同一只被囚禁多年的猛兽被释放般蠢蠢欲动。紧接着他将所有能量汇聚于拳头，朝着向冲挥去。眼看中原急速靠近，向冲瞳孔瞬间急剧收缩，连忙开启近反能力。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刚入学1个来月的高一学生竟然会有如此恐怖的能力，可为时已晚。下一秒，中原的拳头便来到了他的面前，提升至10倍力量，而后又被近反弹回来8成。这些力量再被中原以血还血能力加强了3倍反弹，最终他这一拳打出的就是24倍的力道。这谁挺得住啊？包裹着向冲周身的防御屏障瞬间就被击碎，整个人直接朝天空飞出几百米，形成一道美丽的抛物线。飞行了数秒后，向冲才砰的一声落回地上，随后嘴里直接喷出半斤番茄汁。穆红见状连忙上前施展生命共享，他也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了，万没想到竟然有人仅凭一拳就能使一个防御系强者生命直接见底，简直离了个大谱。在经过一阵生命骤降后，穆红终于把向冲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随即也昏死了过去。看着眼前的一切，一旁的展红也是被吓得冷汗直冒。他本来还想借着支教的时间向中原请教打飞碟机的技巧的，可当下被他们搞成这样，估计实战演习能否进行下去都成问题了。以防万一，他连忙施展伊顿把重伤昏迷的2人扛起，飞快地朝医院跑去。第一次见到自己哥哥真正实力的钟兰此刻心里早已乐开了花，恨不得告诉全世界，看见了没有，刚才一拳把教官打飞的人就是自己最爱的哥哥。把用卫星电话录下来的影像简单处理后就发到了朋友圈。此时中原再次走到林栋梁面前询问，林教官，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有能力指导我吗？而当下的林栋梁早就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因为吸收了红级的虚能感应能力，所以除了能在战场上快速寻找异族中能级达到红级的王族之外，也能感应到普通人的虚能天赋，所以之前在遇到钟兰的时候，他的虚能感应才会自动开启，那时很明显感应到他对虚能的亲和能力远远高于普通人，猜想将来一定能成为华国最顶尖的虚能强者。而相比之下，中原的能力就逊色好多了，甚至都还不如普通人。为此他还一度怀疑他们俩是否真的是亲兄妹，苦于一直没有机会接触钟兰。还好不久后中原就出了车祸，钟兰一个人蹲坐在医院门口不知所措，从而才威逼利诱让他进入了成鹰学院。可谁能想到，原本被他认为天赋极差的中原，仅在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内变成如今这般模样。不能说全国顶级，可就放在整个高校界也是史无前例的强悍。此刻他开始怀疑自己虚能感应的能力，也开始对自己一直凭借虚能感应而评判一个人价值的做法产生质疑。难道一直以来都是自己错了吗？一条平平无奇的朋友圈，竟引得整个华国为之轰动。华林学院内，江天硕正坐在座位上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突然发现100年没发过朋友圈的钟兰居然发表了最新动态。点开查看后才发现，原来是中原跟教官比武的视频。他脸上不自觉地泛起了红晕，中原还是一如既往的帅气，而且从视频上看，他的实力似乎又增长了不少。不管3728，先把视频另存3份再说。与此同时，冯晴也看到了这条朋友圈，于是他反手就给转发了，并附言：我学弟厉害吧，就是不介绍给你们。炫耀之意简直不要太明显。没一会儿功夫，就收到了好几条点赞评论。老妈说，下次一定要找机会带上这个小学弟回家吃饭，他想看中原现场消灭。督造局局长王佛表示，新版的抗磁原力飞刀送到他手上没，要不要他亲自来趟？安冠峰则比较含蓄，询问他有没有原片，谎称虚能教材需要用来研究。与此同时，学校的教导主任办公室内，顾炎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好家伙，安司令竟然也转发了这条中原战斗的朋友圈，向冲这下在整个华东地区社死了呀！不过还别说，他这颜值也太上镜了吧！
话说回来，当选校花的人都会得到招生大使的称号，在招生简章上刊登照片，中原又是得了180万票的史上最强校花。要是由他来担任今年的招生大使，说不定效果会不错呢。随即他便叫来中原，二话不说就把他拉到聚光灯前，咔咔一顿乱拍。我真的是太机智了。中原可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少校，拿他当招牌简直不要太合适。好一阵折腾后，中原又恢复了原本丧里丧气的神情。顾言见状为之一振，刚才不还是精神抖擞的样子吗？怎么才一会儿功夫又丧起来了？中原表示，刚才那是营业专用表情，当演员很累的。他此刻心中也有些担心，自从获得了超级卖萌技能后，周围的人总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产生好感，而且这能力还不受他的控制，想想都觉得可怕。看来回去还是得好好研究这项技能才行。夜里，苏婉莹正一脸沮丧地在校内小道上行走，先是邀请中原加入自己队伍被无情拒绝，而后又是校花宝座被他给抢走，想想就觉得难过，害得他现在白天都不敢出门，只能趁着夜色抱着猫粮去焚化炉附近撸猫解闷。可还未到焚化炉，在转角处却发现惊奇的一幕，原本从不会主动靠近人类的流浪猫，此时正围着一个人死命撒娇。苏婉莹有些不好意思地上前拍了拍那人的肩膀，同学，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让这些猫如此亲近的呀？那人猛然转头，他瞬间被吓了一大跳，又是中原这个冤家，本就千疮百孔的心理再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中原这才反应过来，这人不正是那天骗他去校门口吃麻辣烫的终极祈愿吗？苏婉莹连忙用讨好的语气纠正，他姓苏名婉莹，不叫终极祈愿。接着便好奇地询问中原，难道也是来喂猫的吗？可中原却说，他就住在隔壁的仓库宿舍，这些猫整天半夜鬼叫，自己是来制裁他们的。突然他意识到刚才的用词似乎不是很恰当，苏婉莹这么晚还抱着一大堆猫粮过来，很明显就是个猫奴，所以不能在他面前说猫的坏话。随后他便转移话题，询问苏婉莹刚是不是在问自己怎么才能跟这些猫亲近。苏婉莹连忙承认，接着中原就表示教他没问题，但今晚的事情必须保密，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其实想让这些猫听话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对他们卖萌就可以了。也是，他使用了超级卖萌技能，这话说的倒是没毛病。而闻言的苏婉莹此刻却是满脸问号。可当他看到中原肩膀上从来不给人靠近的大花猫此刻正无比享受的让中原挠着自己的下巴时，他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这家伙说的是华国语言吗？为什么自己一句都听不懂啊？原本桀骜不驯的夜猫，竟对着中原又是撒娇又是讨好。苏婉莹见到此情形，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嘴角更是不自觉地流出了口水。中原，你让我摸一下呀！他突然的一句话吓得中原连忙后退2步半。学姐，我是正经人，你可别乱来呀！苏婉莹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脸色羞红，连忙摆手解释，我不是要摸你，我的意思是，我是说猫，你能不能让我摸一下你肩上的大花猫呀？他一解释，中原这才放下心，随即将肩上的大花猫放到地上。其实在他刚才发动超级卖萌的时候就发现，除了能让夜猫们完全臣服于自己外，似乎还可以跟他们进行情绪上的简单交流。于是他便闭上眼睛，施展能力与夜猫们建立思想链接，并对他们下达了简单的指令。夜猫们瞬间就跟变了性子一样，两眼放光地盯着苏婉莹，之后便齐刷刷地将她团团围住，有的甚至直接爬到她身上。苏婉莹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猫咪们对自己的热情与友善，与此同时她心里也不禁迷惑，中原到底给这些猫咪施了什么魔法？之前可是连碰一下都不给啊！感受来自它们身上松软的触感，她终于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撸猫快乐。中原看着苏婉莹心想，现在看来她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麻烦和糟糕，之前自己那样对她是不是有点残忍了？就在这时，安冠峰给他的卫星电话突然响起，这么晚了还给他打电话，该不会是出了什么大事吧？随即他便跟苏婉莹道了声别，然后径直地朝自己仓库宿舍走去。而此刻看着蹲在面前正大口朵颐的猫咪们，苏婉莹心里开始打起了小主意，这种被猫咪主动亲近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再约中原一起过来。这时他突然想起中原跟他说的，之所以夜猫们能亲近，是因为卖萌，要不自己现在试一试。虽然有些匪夷所思，可最终还是没能按耐住好奇，他把比成剪刀的手举过头顶，学着幼儿园老师模拟动物的神情，朝猫咪们施展出了物理卖萌。可见状的猫咪神情却开始变得严肃，然后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之后便开始接二连三地朝他身上扑。不多时，他的脸上、手上还有身上便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抓痕。这个死中原又骗人，这下好了，脸都被抓伤了，还得去找人治疗。他摸着脸上生疼的爪痕，对之前17年的人生感到悲哀。枉费自己空有最强辅助能力终极祈愿，可却连一个猫爪的小伤都没办法自己治疗，真是可悲啊！曾经他花费高价从同学手中购买带有治愈之风的风角鹿须晶，希望能通过吸收使自己变得更强大些，可迎来的却是父亲的一记耳光。他怒不可遏地责备自己简直愚蠢至极，本身就拥有了最强的辅助类技能，战斗的时候只要远远地站在后方，然后让人用协同复制终极祈愿，他就不用出生入死，而后更是能够名利双收。终极祈愿的一种虚晶，是素家荣华富贵的本钱，是万万不能够被治疗之风这种垃圾能力所污染的。幸好你只是个没有天赋的废物，除了一种虚晶什么都吸收不了。在你凝结一种虚晶传给下一代之前，老实待着。
别做多余的事情。一直以来，他都知道自己那些所谓的追求者，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他的终极祈愿罢了。只要能力时效一过，他就没了任何作用，成为队伍中的累赘。之前他曾试图让刘雯帮忙启能吸收虚晶，可却被告知家里人已经跟学校交代过，不能给他提供帮助。所以至今，他感觉除了身上的终极祈愿能力外，自己就再没有别的任何价值了。作为一个虚能者，他也渴望能够跟同伴们并肩作战，而不是做一个只能让别人保护的累赘。看着手上的虚晶，他委屈的泪水不停从脸庞滑落。如果虚能的世界里真有神明存在，请您回应我这微不足道的祈愿吧。就在这时，一滴眼泪滴落到绿色的虚晶上，紧接着一道绿光射出，恭喜你获得新能力治愈之风。6个训练有素的队伍都难以战胜的强敌，居然要靠一个年仅16岁的高中生来扭转局势。深夜11点的天空被一架急速飞行的直升机划破。中原，实在抱歉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休息，主要是精灵市那边事态紧急，突然出现的虚洞即将失守。卫星电话里传来安冠峰着急的声音，而此时坐在直升机里的中原已经换好了战斗服，还是之前跟安采哥去对付盗猎贼的那套。客套话就别说了，安司令你直接把战况跟资料发给我就行。好的好的，你现在这部卫星手机可以直接连接战场通讯频道，等会儿记得连一下。这时中原才注意到，飞机的驾驶员竟然是经常给他送快递的兔儿郎小哥。小哥自豪地表示，他们公司本来就是专门负责给虚能者当后勤的，人均身兼数职，机操物六，相对而言，你才是值得夸赞的。小小年纪就要担负起保卫国家、守护人民的光荣使命。与此同时，金陵市的牛头山上，连接方界与现实的虚洞已经在4小时前开启，无数太古赤莲如潮涌般从洞口飞出，6支蓄能者队伍正手持火焰喷射枪奋力的对抗，可根本就消灭不完。个头足足有一个成年人大小的太古赤莲正疯狂地朝蓄能者小队成员攻击。随着一声惨叫，荒天小队里的最后一名队员也光荣牺牲。此时，其他小队的成员通讯仪里传来了连接断开的声音，其中一名队员得知消息后伤心欲绝，因为黄天小队里有他刚预定下月结婚的表妹。队长见状连忙提醒他别分心，先解决眼前的虫子再说。突然，通讯仪里传来指挥部的命令，让所有人员现在马上撤退到安全区域，保存战力。一名队长闻言厉声质问：要我们撤退？那不管外面老百姓死活了吗？我们死了，让下一批人在顶上啊！12年前那场战役，太古赤莲咬破方界，阵亡了100多名战士，方才镇压成功的历史，如今仍历历在目。此刻司令部内的安冠峰表情严肃，方界已经紧急加固到了9个锚点，没那么容易突破，能扭转战局的战略级强者已经快到了，叫大家撤退是不想再让悲剧重演。与此同时，在这中原的直升机已经来到了牛头山上空，快递小哥连忙呼叫指挥部，请求下一步指示。通讯仪里传来声音：方界将在30秒后打开，请在一瞬间全速飞入。30秒钟后，包裹着方界的屏障缓缓打开一个洞口，驾驶员小哥油门直接踩到油箱里，直升机瞬间就飞进了方界内。指挥中心的对讲机内同一时间便传来声音：牛头山通讯塔收到陌生链接请求，登录人名叫玄冥，请问是否同意链接？安冠峰连忙让其同意，并给他最高权限。随即他开始呼叫中原：玄冥玄冥，收到请回答。此刻正站在直升机上认真观察局势的中原却有些不耐烦，听到了，而且很清楚，就是讲话声音能不能小点，耳朵都要炸了。因为是同一频道，其他参战的人员也听得到他们的对话。小队里的成员小声议论：这玄冥声音听起来可真年轻，猜测他年龄不大，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战略级强者是否真的能扭转战局。另一个队长也发出质疑，他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会嫌弃通讯仪的音量太大，这人该不会是还没上过虚洞的战场吧？与此同时，不计其数的太古赤莲正朝着直升机急速飞来，驾驶员小哥连忙呼叫指挥部，可还未等指示，中原就让他立即上升高度，直到他喊停为止。这时中原的识读者技能也感应到了毒素，发现太古连毒是否吸收。中原不耐烦的示意别再问了，都不吸收。当直升机升至4000米高空时，耳边的提示音这才消失。随后他便跟司机小哥表示，这个高度可以了，下面都是太古赤莲释放出的毒气，所以一定要保持高度飞行，不然会中毒。司机小哥闻言一愣，原来中原让上升高度是为了他，于是便对着正要往下跳的中原大声说道，自己会在这里等他凯旋归来，之后亲自送他回学校。而中原却只是朝着小哥说了声好，之后便背着登陆包一跃而下。由于小日子一意孤行地将核废水排入海洋，地球上的物种纷纷发生变异，随处可见的小强经过辐射污染后，甚至都长到了2米高的个头。他们如潮涌般朝人类发动攻击，就连训练有素的虚能者队伍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就在大家以为这将成为人类灾难之时，一个年轻人的出现却将局势彻底逆转。就在刚刚，中原两手空空，仅是背了一个登陆包就从400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这一操作把指挥部里的众人都给惊掉了下来。我去，他怎么直接跳下去了？那可是4000米的高空，登陆包的最大使用高度也只有1000米而已。参谋长解释，或许是因为他有着特别的登陆技巧。当下落至3000米的时候，中原呼啦一声把降落伞打开，随后更是直接一脚踏在展翅飞翔中的小强背上。此时通讯仪里再次传来惊呼：不是吧，这家伙怎么一言不合就滞空了呀？这一声惊呼让中原也吓了一跳，大叔你没事能不能别动不动就大吼大叫的，吵死人了。而另一边的参谋长居然没有生气，而是轻声细语的跟中原道歉，对不起，我以后注意点。对了，请问一下你是用的什么能力停留在高空的呀？而其他人见状更是满脸错愕，这都什么情况？
玄冥胆子也太大了吧，居然敢指责参谋长说话声音大，关键是参谋长居然还给他道歉。再看中原，他竟然直接将登陆包一把甩掉，之后稳稳坐在巨型小强的背上，没用能力就是搭个顺风的士。不说了，他们要攻击我了，一会儿再聊。随即他直接转身面对数十只朝自己飞来的小强，然后发动超级卖萌。与此同时，退到安全区山洞里的虚能者小队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听着通讯仪里传来的声音。可怎料刚过2秒，就听到里边传来中原的声音：搞定，这些虫子的智商还没夜猫高。众人错愕，这怎么可能？才2秒他就把几十只小强给消灭了。参谋长也是一脸懵逼，转头询问安冠峰玄冥说的夜猫是什么梗。安冠峰不假思索，一脸镇定的从嘴里蹦出几个字：那是战略级。周围的同事闻言纷纷表示：好一个战略级，这波绝对稳了。原来中原经过试验后发现，卖萌能力虽然对人类时灵时不灵的，但是对动物却是一放一个准，而且只要释放过一次后，就能让他们持续听话。随即他掏出卫星手机查看，参战的6支虚能者小队目前仅剩5支了，总计30人，都躲在半山腰的山洞里。可突然他就意识到情况不妙，只见山洞不远处密密麻麻无数只巨型小强正直奔洞口而去。这些小强的脑子都相当简单，应该是察觉不到他们的藏身位置才对。难道说在他们当中还存在着智慧较高的个体，并且还能相互传递信息？随即他在通讯仪里告知虚能小队，有一大群小强正朝他们飞来，自己现在马上过去协助撤离。可其中一位小队长却扬言，那些虫子他们自己解决，让中原先执行自己的任务线。虫群不太正常，让你们慢慢杀只会坏事。闻言的虚能小队瞬间就不淡定了，这叫什么话？竟然还嫌弃我们杀得慢，未免也太狂了吧！你别过来了，我们还能再战。刚才失去表妹的队员正憋着一肚子气，他立马就提起枪要跑出去，都把武器拿起来，我们去跟那些虫子拼了。可队友们却无动于衷，队长此时却指着洞口若隐若现的人影对他说，好像没这必要了，因为玄冥已经来了。此时背后跟着数十只巨型蟑螂的中原朝着洞内大喊，你们有没有人恐高的？如果没有的话，我让小强们把大家都送到安全区域去。看清中原身后整齐划一的巨型蟑螂，众人瞬间瞠目结舌，不是吧，他竟然一次控制几十个目标，这就直接打破了华国最高纪录呀！难道这就是战略级虚能者的实力吗？也太强了吧！同时也有人发出质疑，但这些虫子都有毒，让他们载人应该没问题吧？中原解释道，这些小强的毒囊都在腿部，他们依靠爬行摩擦地面释放，排泄物也有毒，但起飞后就无害了。时间紧，任务重，所有人听指挥，马上更虫。不多时，所有虚能者便乘着小强直接在天上飞行。此情此景简直堪称震撼。把人送走后，中原连忙从地上捡起太古赤莲的虚晶，了解他们所拥有的能力。原来他们除了4个基本能力外，还有一个虫族意志，可以通过释放出来的毒气进行思想共享。此时正在被小强载着自由飞翔的虚能者小队成员们不禁疑惑，玄冥把大家全部送到半空中停着，可他自己却一个人在地上，到底想干什么？战略级的世界我们是真的不了解啊！突然其中一人瞳孔放大，厉声呐喊，我勒个去，你们快看，这又是什么情况？只见半空中无数小强居然整齐划一地排列出了3个大字：加班费。简直太丧心病狂了！在硝烟弥漫、生死攸关的战场上，中原竟公然讨要加班费，而且他讨薪的方式也非常特别，居然是驱使身高足足2米的小强在1000米高空中排列成文字。指挥室里的参谋长看到传回的相片后，满脸写着震惊加错愕。玄冥他怎么能同时控制那么多的虫子啊？此刻站在他身后的安冠峰心里也是大大的疑惑，他也不敢确定中原到底是不是用了超级卖萌技能，只能尴尬的咳嗽2声。别问，问就是战略级。参谋长随即拿起对讲麦克风，那个玄冥啊，加班费好商量，就是能不能先请求你个事，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打开你的卫星手机的直播功能，让我们看看里边的具体情况。不多时，指挥室的大屏幕上便出现了方界中的实时画面。只见被打开的虚洞附近，空中密密麻麻飞着无数只巨型小强，众人全都2只眼睛惊掉了3只，这也太夸张了吧！这么多的虫子，数量完全不输12年前啊！安冠峰不禁发出感慨，之前他们还是太乐观了，竟妄想单凭几支小队就能解决。参谋长拿着麦克风继续对中原说，必须赶在这些虫子繁殖到无法控制之前，出动燃烧弹进行地毯式轰炸。可中原闻言却表示，现在暂时还用不着燃烧弹，因为他刚才已经试验成功，只要控制住小部分虫子，就能利用他们靠毒素传播的虫族意识，让所有虫子乖乖听话。随即他便朝着虫群发动超级卖萌，并下达让他们退回虚洞的指令。无数巨型小强在接收到指令后纷纷散发出毒气，将撤回信号快速传播给更多的同族。霎时间，原本还如潮涌般冲出虚洞的虫子便调转了方向，径直爬回了虚洞。众人再次被他的逆天操作所震惊，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来没听说过异族还能自己退回虚洞的，这简直就是奇迹，将被永久载入史册的奇迹。而此刻正举着手机直播的中原却突然发现了问题，在所有虫子都在往回爬的时候，竟有一小撮虫子待在原地，似乎不受毒气信号的影响。而在它们中间，有只个头稍小但触须比所有虫子都要长的小强，此刻正在啃食一只断臂，猜想这应该就是虫王。就在这时，通讯仪里传来其他虚能队员的声音：玄冥，杀死那只虫子，为荒天小队报仇，求你了！而紧接着又出现另外一个声音：喂，你别自说自话，影响到玄冥发挥。那个人再次出声，地上
上那支火焰枪就是我表妹的武器，她原本打算下个月结婚的，可就在不久前被这些虫子无情的杀害了，甚至就连尸首都找不到。闻言的中原倍感同情，之后直接掏出2柄飞刀，蓄足力道后径直朝虫王飞射，可下一秒居然从地下钻出来2只，将原本射向虫王的飞刀给挡了下来。中原见状顿感错愕，没想到这只虫王智商这么高，竟还能指挥躲在地下的虫子钻出来帮他挡刀。而此时虫王似乎也感受到了危险，立马埋头就要朝地下钻去。于是中原直接发动民兵技能，将周围的空气全部冻结，随即捡起地上的火焰枪，朝着虫王身上奋力砸去。只听砰的一声，虫王瞬间被砸得4分5裂，并爆出了虫王须鲸。耳边立即传来提示音，发现太古赤莲须鲸拥有超级思考能力，轻级不可升级，超级思考可大幅度提高思维能力，是否选择吸收？中原连忙表示不吸收。他看着地上虫王的残肢，这下终于搞清楚为什么他不受超级卖萌技能影响了。突然他发现不远处的地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正一闪一闪的，随后他走近将其捡起，竟是一枚钻戒。此刻他终于明白之前冯晴跟上官逸说的那句话，我们虚能者随时都有可能遭遇大恐怖，所以遇到喜欢的人就不要墨迹，赶紧结婚生娃。原来这都是经历了无数生死离别后才感悟出来的呀。16岁少年仅凭一己之力便拯救了成千上万个无辜的生命。就在刚刚，中原把重达79公斤的虫王砸成了2半。他看着地上的残骸，心想：这虫王体型要比其他的虫子稍小，且触须更长，而且还拥有超乎寻常的智力，能够指挥其他虫子的行动，怪不得这么难搞。猜测很有可能还有其他的虫王也用相同的方式埋伏在地底，需要仔细侦查一下才行，以免有漏网之鱼。随即他便坐到一只小墙背上，驱使它在周围上空不停盘旋。期间他便发动超级感知，查找藏匿在地下的虫王。果不其然，很快他就发现了目标。这虫王果然狡猾，躲在10几米深的地底，以为这样就能躲过侦查。接着他就把坐标发给了指挥部，然后对着通讯仪说道：藏匿起来的虫王坐标已经发给你们了，他在地底已经产卵筑巢，请求发动燃烧弹灭杀。参谋长闻言小声嘀咕，还以为你压根用不着我们呢。话音虽小，可全都被中原听到了。他无比认真地说道：我又不是超人，毕竟能力有限，在力有不逮的时候当然需要依靠你们。虚洞战场上，个人英雄主义可万万要不得，遇到困难要找军区，要知道我们背后还有强大的国家给咱们做支撑。此话一出，指挥部在场所有人都开怀大笑起来。这玄冥的觉悟很高啊，我差点就因为什么加班费、嫌太吵之类的小事而轻视了他，看来还是自己格局小了呀。接着安冠峰立马拿起对讲机开始调动武力，火箭炮装甲部队注意，马上进入方界与玄冥协同作战。不多时，方界内便传来了阵阵爆炸声。中原沿着地形用超级感知仔仔细细探查了5遍，把所有的虫王都消灭后，这才放心。当下虚洞已经进入了稳定状态，方界内剩下的最后几只虫子也留给了科学院做研究。一段时间没有异族通过，虚洞就开始慢慢关闭。中原来到虚能小队面前，从口袋掏出之前捡到的戒指，询问有谁认识。很快一名黄头发的小队长便健步向前，激动地对着中原行了个军礼，然后说道：报告，这个戒指我认识。此时中原也听出了这人的声音，就是之前在通讯仪里请求他杀了虫王的人，伸手把戒指递给他，然后说道：非常抱歉，我只能找到这样东西。而小队长早已激动得泪如雨下，非常感谢你，我表妹在天之灵也能得到安慰了。与此同时，指挥室里的大屏幕正时刻监视着虚洞的变化。没多久，通讯仪里就传来声音：报告指挥部，虚洞波动消失，虚洞消失，虚洞镇压成功。经过1夜的奋战，终于成功将虚洞关闭。众人见状顿时欢声雀跃，高呼万岁！成功了，我们不用像12年前一样付出惨烈代价了。这是人类对抗虚洞历史上的奇迹啊！战斗结束后，虚能者们纷纷要求跟中原合影留念，可都被他以闪光灯过敏推掉。因为今晚一直在使用能力，他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此刻他只想尽快睡觉。飞机上看着正闭目养神的中原，司机小哥都为他感到心疼。他只不过是个16岁的孩子，就被派上如此危险的战场，一定是累坏了吧。随即油门踩到底，急速朝成英学院飞去。刚回到学校，中原就马不停蹄来到禁闭室。一夜的奋战，他感觉身体都要被掏空了。闭上眼睛后，不多时他便遁入了暗世界。现在是凌晨3点，定个5点的闹铃，还能睡2个小时。可怎料刚闭上眼，手机闹铃就响了。明明刚闭上眼，结果就已过去2小时，难道这就是融入暗世界后的时间吗？中原刚定了2个小时的闹钟，想小睡一会儿，可刚闭上眼睛，手机就响了。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饭堂，钟兰看着满脸倦意的哥哥，心疼不已，询问他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和上次的野女人一起通宵峡谷求生了。冯晴也在一边包着鸡蛋一边阴阳怪气：圆圆，你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吧，免得小兰兰伤心。中原汗颜，他一个连新陈代谢都没有的死人，怎么可能有黑眼圈？这帮人净说瞎话。于是他又指着自己的眼睛询问旁边的上官逸。上官逸先是一愣，接着连忙表示似乎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他虽然看不出来，但这个时候站在钟兰这边肯定没错。这下搞得中原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早上明明照过镜子，没见有什么明显的变化，难道现在自己没精神的状态都这么明显了？随后他为了打圆场就解释道，其实是因为昨天晚上房间里突然冒出好多蟑螂，一共7、8窝，密密麻麻的，多的都望不到边，最后还是出动了杀虫剂方才全部消灭干净，所以就奋战了大半夜。他也并不是瞎说，
因为昨晚他确实是打小强去了。此时有轻微洁癖的钟兰实在听不下去了，拿着辣椒油的手突然一抖，让哥哥不要再说了。见到他满满一大碗辣椒油的早餐，冯晴瞬间不淡定了，要死要死，这辣度谁吃谁爆炸！就在这时，从不远处走来一个靓丽的身影，是终极祈愿素婉莹。她走到几人餐桌前，一一给他们打了招呼，可唯独却漏了冯晴。冯晴便满脸不悦地表示，他们这桌已经满员了，让他自己找空位去。素婉莹见状，虽然心里很不爽，可还是佯装镇定，我已经吃过了，只是看到学弟，所以过来打个招呼而已。随后他便蹲到中原耳边，轻声询问他今晚有没有空，能不能陪自己一起继续昨晚那个。此话一出，餐桌上的5人石木顿时都想歪了。昨晚那个？难道说昨天晚上？此刻每个人各自都开始思绪乱飞起来。中原赶忙表示自己没空，因为他本来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还要刷题训狗写作战报告，另外还要每天观看妹妹的训练视频，还撸猫呢，不把他们全给嘎了，就算他慈悲了。素婉莹心想，难道是因为学校出了必须每科考85分的规定，中原要忙着刷题？于是他便表示晚上可以陪他一起刷题。可怎料此话一出，坐在对面的上官毅就不淡定了，指着素婉莹就开始轰炸。中原晚上要和自己一起刷题，不带这么玩的，居然还搞第三者插足。可素婉莹却不以为意，他个5科全挂的学渣，居然还好意思跟中原一起刷题。上官毅继续抗议，自己啥优点都没有，就是脸皮厚，咋地？有本事咬我呀！钟兰此刻也不开心了，将面前装满辣椒酱的早餐推给哥哥，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说罢就要起身离开。中原疑惑，妹妹这是怎么了？才吃这么一点点就饱？于是连忙说一会儿帮她打包小笼包，上课饿了就能吃。可钟兰此刻却气嘟嘟的起身，头也不回，径直朝卫生间走去。上官毅跟素婉莹还在桌上唇枪舌战，中原毫不避讳的将妹妹的早餐一饮而尽，看得冯晴佩服的五体投地。好家伙，这碗死亡豆花最后还是进了可怜的中原肚子。去教室的路上，他关切地询问中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毕竟一碗死亡豆花下去，是个人都顶不住啊。见他脸色这么差，就建议给他刷个素日，可中原却会错了意，以为他是看出了自己没精神的状态，索性就同意了。随即冯晴就朝着中原发动素日，可眼前的中原却有那么一瞬间似乎变成了虚影，他以为是自己的素日出了问题，但也不好直说，只能在技能施展结束后捏了捏中原的脸，感觉确实是实体，这才放心。可随后他又大喊不妙，因为他突然想起昨天这个时候中原也吃了妹妹的死亡豆花，这回素日算是白刷了。万万没想到，虚能者青年榜医疗系第1的冯晴，居然是时间管理大师，而他独有的素日能力，实际上并不能治疗伤患，只不过是把人的身体状态恢复到24小时前而已。如果一个人24小时前受了伤，现在治好了，倘若再对其发动一次素日的话，反而会让他变回受伤状态，并且他的素日只影响身体状态，对精神状态没有效果。因此他在给刚干掉满满1碗辣椒油的中原刷完素日后就反悔了，因为昨天这个时候中原也同样消灭了1碗辣椒油。中原想了想，可是不对啊，精神的物质基础是大脑，应该也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恢复了身体，精神上理应也会受到影响才是。冯晴接着解释，其实虚能的出现推翻了大量传统的生物学理论，虚能意义上的生命本质究竟是什么，至今都还在研究中，哪怕是最新的理论也存在各种错漏。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虚能意义上死亡了的人，即便是用素日强行恢复身体状态，也无法做到让他起死回生。此刻中原陷入了沉思，这样看来，冯晴的素日本质上应该算是时间能力，而他自己重生回到4年前，却仍然是死亡状态，或许也是因为受到了某种类似于素日能力的影响，有可能令他获得重生的，不仅仅是因为黄金棺材。几天后，身兼数职的兔二郎快递小哥扛着大件包裹来给中原，见他单手就能轻松扛起上千斤重的包裹，中原尤为吃惊，真没想到快递小哥居然也是虚能者。将包裹打开后才知道，原来是拜托冯晴帮忙定制的黄金棺材。看着材质和做工，中原表示很满意，外形跟黄金棺简直一模一样。这下他就不用再偷偷摸摸跑去禁闭室了，在自己宿舍就能睡个好觉。打开黄金棺后，发现里边还放有一些东西，拿起查看，原来是发票说明书以及一些清洁剂和搞怪小贴纸，还挺贴心。中原心情大好，直接将所有贴纸一股脑全贴到棺材上，不吸血，不怕阳光，能吃大蒜，战略级金属单人床。黄金棺上瞬间就变得花花绿绿起来。次日，安冠峰把中原叫到了军区办公室，他跟中原解释，叫他过来一共有2件事。第一件就是帮中原申请的加班费到了，太古赤莲虚洞一战，如果没有中原的鼎力相助，精灵氏大概率就得全城迁徙，损失不可估量。随即他将装有奖章的盒子递给中原，除了军功和奖金之外，上面还特别给你颁发了一枚炎黄奖章。可面对就连安冠峰都可望而不可及的勋章，中原居然询问能不能不要。他说宿舍里已经有2个了，放着碍地方。这下把安冠峰的脸都给气绿了，义正言辞地表示必须拿着，不然不给加班费。中原这才搞清楚，原来除了奖章外还另外有加班费，他还以为所谓的加班费就是奖章而已。随即安冠峰便扛出一个大大的保险柜，这就是给你的加班费，总共是12000枚双血蛇须晶。中原惊呆了，这次上边可是下了血本了呀，相比那些不实用的奖章名头，须晶简直给的太合他心意了。安冠峰表示这些都是给他的，能吸收多少就拿多少，之后还另外提醒要中原牢记，这些从须晶上吸收的能力都是国家和人民给他的馈赠，希望他不忘初心，将自身的能力用在救世济民上。中原极其认真地表
表示自己明白，也感谢国家和人民的信任。随后他脑子里就想起提示音，发现双血蛇须晶是否吸收，他小手一挥，表示马上吸收，瞬间无数蓝色能量径直朝他身体里汇聚。这下中原真的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级了。安冠峰为奖励他帮忙对抗异族，竟直接给他调集了12000枚双血蛇须晶，并表示能吸收多少拿多少。于是中原便当着他的面毫不客气地开始吸收起来。随着须晶能量的不断涌入，他的各项能力也在飞速提升。你的能力超级感知已得到升级，你获得了新能力空气弹；你的能力空气弹已得到提升，你获得新能力热爆压；你的能力民兵已得到提升，你获得新能力极寒。刚吸收完1箱，他立马又让安冠峰扛来一保险柜。安冠峰有些担心地提醒他要悠着点，千万别贪，一会儿搞不好会爆体的。而中原则胸有成竹地表示他心里有数，绝对没问题的。紧接着他又继续吸收起来，你的能力极寒已得到提升，你获得了新能力永恒冰玉；你的能力再生已得到提升，你获得新能力生生不息；你的能力生生不息已得到提升，你获得新能力不死之躯。半小时后，他的能力热爆压、永恒冰玉和不死之躯都已经全部出来，而热爆压在升到灾厄级之后，似乎就受到了某种力量的阻止，便很难再往上升了。还有他的永恒冰玉已经升到顶级，只有不死之躯还在红级，但是他本就是个死人，这个技能似乎对他没有多大意义。接着他又朝安冠峰比了比大拇指，让他再来1箱。此刻安冠峰已经被彻底震惊了，这小子难不成是头披着人皮的吞金兽吗？随着最后1箱须晶的吸收，中原耳边再次传来提示音：你的能力不朽之躯已获得提升，你获得新能力生命权柄。生命权柄技能说明，发动后立即获得不朽之躯，并且使最大不超过1000米范围内的任意目标立即获得重生能力。吸收完毕后，中原有些不好意思地扶了扶额头。安冠峰见状连忙询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不要联系医疗系的过来帮忙看看。可中原却表示现在他自己就是医疗系了，而且他刚获得了新的能力，发动后能让别人也获得再生效果。安冠峰闻言二话不说，拿起桌上的水果刀就往自己手掌上扎。这一幕把中原都给整懵逼了，连连惊叹安司令果真是个狠人，一言不合就拿刀扎自己。紧接着他举着血流不止的手掌，叫中原发动技能给自己见识见识。见状，中原赶紧朝他发动生命权柄。一阵绿光之后，安冠峰的手掌瞬间便恢复如初。他惊奇地看着刚还血淋淋而瞬间又恢复完好的手掌，惊叹这个技能简直逆天了呀，而且速度极快，就相当于自己拥有了高级再生一样。接着他又询问中原这技能叫什么，有没有使用限制。中原回答技能叫做生命权柄，目前看来暂时没发现有使用限制，就是使用起来有点费精神力，用多了需要补充睡眠。随即他根据自己的时间感知表示，起码要睡上2天。此刻的安冠峰就像中了大奖一样高兴的手舞足蹈，真是太好了，我们华国又有一个战略级的医疗能力诞生了，比素日用途更广的医疗能力终于是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上了。见状，中原连忙提醒他，不是说还有一件事吗？安冠峰闻言瞬间又恢复了严肃认真的神情，之后清了清嗓子表示，这第2件事就是引出华中军区内鬼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可以开始执行了。与此同时，某个别墅内，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跟一窈窕妇女正在推杯换盏。妇女对男人说道，华东的司令安冠峰提议让学生进入方界打须鲸，以此进行高校联赛的团队赛选拔，显然是想勾引我们对中原动手。男人闻言表示，安冠峰这钓鱼手法勾直而闲的，傻子都能看得出来，而故意答应他的提议也不过是将计就计罢了。女人端起酒杯提醒他，你把中原的信息卖给登联，引来校园袭击的事情，首领已经察觉，他让我提醒你，别忘了身为华国人的底线。可男人却不以为意，察觉了又怎样，翻脸不过是迟早的事。从封家弃子决定投奔九曜开始，我跟他便决定无法共存了。女子不解，你说的是那个因为吸收了双血蛇须晶而治好癌症的封家弃子？是啊，要不是他弟弟找来双血蛇须晶让他这么快病愈，我也不会急着把他卖给铁塔国，防止坏我大计。如果真有所谓的命运存在的话，那他一定就是在命运分歧点扇动蝴蝶翅膀的那只蝴蝶。随即二人碰杯对饮，女子不禁调侃他居然还有心思聊命运，是不是已经想好对付中原的招式了？男人则自信地表示，那当然，中原再怎么说也只不过是个16岁的高中生而已，纵使他能力再强，在鬼眼瓢虫面前依旧是不堪一击。吊车尾学长因成绩太低被学校强制降级，终于在新一轮考试中不负众望获得全科及格。此刻上官逸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因为这将直接决定他能否报名参加高校联赛。可他过于夸张的表情也引来了一众学霸的白眼。冯晴吐槽，你个留级生，考个高1的试卷也才勉强及格，居然还在那洋洋得意。最大功臣中原表示，这种成绩你就别拿出来炫耀了吧，我都觉得丢脸。萝莉妹妹钟兰也紧跟其后，有本事你别叫我哥帮你押题啊。可面对众人的白眼，上官逸却不以为然，别光说我呀，你们敢把成绩单亮出来吗？可怎料下一秒却被啪啪打脸。冯晴高3题目全科及格，中原更是拿到全部满分，就连年仅12岁的钟兰考高1试卷成绩也比上官逸高出许多。此刻上官逸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躲在角落画圈圈，表示他想一个人静静。接着冯晴就询问中原这次高校联赛他是不是个人赛和团队赛都要报名。中原表示自己个人赛已经报了，可团队赛还没组队。上官逸见状赶忙举手出声，希望能抱上中原大腿。
小可爱钟兰虽然还没弄清楚是什么状况，但也跟着举手表示要和哥哥一起。中原宠溺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高校联赛限定要16岁以上才能参加。钟兰闻言一脸不悦，可一旁的上官逸就开心了，询问中原那自己应该没问题吧？看着他一脸虔诚，中原心想，组队之后还要进入方界进行校内选拔，而自己现在身上还有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可上官逸却是典型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还容易冲动，跟他一组说不准会出现意外。再三思考后，找了个富丽堂皇的理由，随即跟上官逸表示，他如果跟自己一组，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水平，所以建议他还是自己另外找队伍吧。上官逸闻言伤心欲绝，说这么多其实就是嫌弃自己菜呗。于是冯晴就理所当然的跟中原组上了，中原让他再随便找2个就行，能力无所谓，主要是人必须聪明冷静。冯晴极力抑制心里的激动，表示没问题，包在他身上，一定抓2个成绩好的壮丁。没过多久，他便找来2人，一个是梳着披肩发、戴着眼镜、满脸羞涩的女生，叫张蕊，是特殊班2年级辅助系学生，能力是祝福精神囚笼和想读迷雾；另一个叫谢意涵，是特殊班3年级控制系学生，能力是分析催眠音波和交换位移。这时中原突然想起，他不就是入学时接待自己还跟妹妹各种献殷勤的萝莉控学长吗？谢意涵连忙解释，一切都是误会，自己就是自来熟，没有半点别的想法。可谁都不知道他此刻心里正瑟瑟发抖。之前那个要跟他妹妹在一起的江天硕的惨状至今仍历历在目。冯晴询问中原是不是看他不顺眼，要不要换个？还好中原不计前嫌，而且现在妹妹也不在队伍里，他没什么好顾忌的。这天安冠峰找来中原，表示本来是想让他再去一趟神农架方界，把罗布斯的虚金给带出来，但华东那边不给开放，想询问一下中原觉得去哪个方界能方便发挥，可以帮他稍微操作一下。中原表示不用刻意安排，躲在暗处的人目标是他而不是方界，所以其实到哪里都一样。次日指导员刘文办公室里，所有组好队的人轮流进行抽签，抽到哪个方界就进入哪里，只有在方界中获得虚金数量最多的2支队伍，才能够代表学校去参加高校联赛。此时中原握着冯晴的手表示，听说你的手是回回都能抽中最强队伍的神之一手，所以快上，我相信你的好运。可这话就连冯晴自己本人都不相信，他迟疑2秒半后询问中原，圆圆，你摸着良心再说一遍，我这是真的好运吗？再次得到中原肯定的答复后，他便走向了刘文的座位，紧接着点击鼠标，电脑上的抽签程序开始转动。与此同时，同队伍的谢意涵正双手合十祈求苍天能降下一块陨石砸晕倒霉鬼冯晴，结果不负众望，他抽到了地势最险峻、生态最复杂且一族最诡异的张家界方界。他这运气连指导员都惊叹不已。此刻谢意涵恨不得直接上去一锤子把冯晴敲晕，可再看中原，却只是淡淡问了一句，那个方界里的异族多不多？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又扭头询问张蕊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一直被人当成小透明的张蕊闻言脸上瞬间泛起红晕，连忙表示只要能跟大家一起上刀山下火海他都愿意。千呼万唤终于拉开了高校联赛的帷幕，可刚开始冯晴就展露出他神之一手的实力。在抽取校内赛方界的时候，直接抽到地势最险峻、生态最复杂且一族最诡异的张家界方界。对于这个结果，除了中原外，其他队友们无不想把冯晴给敲晕。还好有中原这个超级大腿，他这才免遭其难。在进入方界前，为防止类似上次校园事件再次发生，中原就让安冠峰把妹妹接到了军区，也只有确保妹妹安全了，他才能够毫无顾忌的去更好的执行任务。车上小晴给安冠峰打了电话，告知人他已经接到，现在正在返回军区的路上。此刻坐在办公室的安冠峰这才放下心。之前因为林栋梁跟中原兄妹俩发生了点小矛盾，他一直担心钟兰会因此对军区产生抵触心理，而这次中原把妹妹托付给他，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妹妹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妹妹能够在这段时间内好好在军区学习其他的体术技能。因为自打校园事件之后，年仅12岁的钟兰似乎就患上了后遗症，无法顺畅的使用虚能，就连冯晴看过之后也表示，她确实存在心理上的问题，得需要时间来慢慢治愈。不久后，一架军用飞机划过天空，飞机上承载的是中原一队人。此时中原正在闭目冥想，从前几天吸收了安冠峰给的1万多枚双血蛇虚晶后，他的实力又有了很大的提升，现在能在不开启冰血爆的情况下，就可以正常使出热爆压和永恒冰玉，而且这些技能的下级能力，只要精细操作，也都能够施展出来。就目前他的个人实力而言，不仅是在整个华国乃至全世界都很难遇到对手，所以这次抓内鬼行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不成问题。随即他又调整了一下塞在耳朵里的通讯仪，想着一会儿再用卫星电话跟参谋部保持实时通讯，这次任务就稳了。而他这一个小动作也成功引起了旁边冯晴的注意，他扭头询问中原，这次方界之行是不是还有隐藏的队友？中原有些诧异，没想到这都被他看出来了。冯晴满脸委屈的表示，我人就坐在你旁边，你居然还要跟别人双排。中原好一阵无语，接着直接将另一只耳机塞进他耳朵里，耳机分你一只，你自己听指挥。可这一举动却遭到了冯晴的一顿鄙视。我说圆圆啊，现在都2042年了，你怎么还在用这种土办法分享通讯呢？中原一脸疑惑，那不然呢？冯晴接着给他解释，现在流行蓝牙音频共享，卫星手机自带的范围对讲，或者直接把我拉进指挥频道里就行了。你别看我平时戴的耳钉平平无奇的，其实它是个卫星通讯仪，又隐蔽又不怕掉，要不回头我也让督造局给你造一副。中原连忙拒绝，
真是差生文具多。就这样，在他们打打闹闹中，不多时就来到了张家界方界洞口。此时迎面走来的是驻守方界的天晴小队，队长宋建国上前招呼表示欢迎，随后便径直走到冯晴面前与他握手。今天已经很晚了，要不你们就先在营地里休息一晚先，明天一早再进入方界也不迟啊。冯晴一口回绝，并表示这次方界之旅关系到他们能否参加高校联赛，所以还是尽早进去熟悉情况好些。之后他神秘兮兮地凑近宋建国，想打探一下这次一共都有哪几支队伍进入这个方界，可宋建国却含糊其辞。之后冯晴也不再勉强，提醒队员们带好腕表后，便开始陆续走入方界。进入方界后，中原连忙联系指挥部，表示这个驻守小队的队长宋建国他有印象，在之前那个遭遇到猎贼的神农架方界也有遇到过。天晴小队原本不是驻守张家界方界的，在昨天才被临时调任过来。参谋部刚刚已经进行了声纹对比，确实是他本人。冯晴连忙补充，我刚也偷偷给他刷了几次回春，并没有发现他遭到任何精神控制。好，那我们就先监视着，静观其变。少年不仅因一头黑长直迷倒万千少男少女，甚至就连穷凶极恶的方界异兽都对他俯首称臣。中原队伍在进入方界后便开始研究起策略。从卫星电话上的分布图可以看出，张家界方界内一共豢养了3种异族，分别是月光狐迷迭兔和双头鹫。其中月光狐的能力是风镜和暗夜壁虎，数量稀少且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溶洞里，捕抓难度很大。迷迭兔的能力是加速迷迭喷雾和群体效应，它们繁殖能力极强且数量众多，只要沿着它们的粪便走就能找到巢穴，较容易捕抓。最后一个是双头鹫，它们的能力是一心两用降空鹰眼和钢筋铁爪，一般都群居在地势较高的山洞里，以迷迭兔为食，捕抓难度较大。冯晴表示，学校队伍选拔标准是根据获得须鲸的数量来决定。从刚才的分析来看，杀迷迭兔是最简单高效的。谢一涵也同意了这一说法，可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中原却突然举手表示，那我们就去杀双头鹫。这一下可把冯晴给整不会了。中原随即看向张蕊，因为迷迭兔须鲸的价值并不高，而且要杀它们还得文史尸皮，队伍里还有女生，大家应该照顾一下。这解释把小透明张蕊给弄得一阵小鹿乱撞，心里暗想中原这也太温柔了吧。而冯晴却早已看透了一切，圆圆这家伙找了一堆富丽堂皇的说辞，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就他这24K 纯妹控会照顾别的女生，明明就是自己有洁癖吧。接着他便扭头询问张蕊，你觉得需要被照顾吗？可此刻张蕊脸上早已泛起羞涩的红晕，轻声表示他一切都听中原的。这下旁边的谢一涵坐不住了，喂大家，照顾女生的同时能否照顾我呀？我天生恐高，超过2米高度就开始腿软，3米以上直接傻掉了呀。中原接着解释，其实杀双头鹫的打精效率并不比迷迭兔低，因为异族不吃须鲸，而双头鹫又是以迷迭兔为食，所以他们的巢穴里肯定有大量迷迭兔须鲸。冯晴这下彻底被中原给折服了，这套策略简直堪称完美，凭我们的实力就得整点不一样的花活，如果按照常规思维来打精，反倒不够高效了。突然谢一涵流着2行老泪，一把搂住冯晴的手臂，要死了，你们能不能顾及一下人家的感受呀？冯晴见状立马把他的手给甩开，真男人就要克服恐惧。这张家界方界高山耸立，绿树环绕，原本是要打造成旅游景点，可由于不通电，最后项目就搁置了。所以现在随处可见已经修建好的观光梯。面对耸立在面前的100米高山，众人开始犯愁，这要怎么上去啊？中原表示，大家就沿着观光梯的架子往上爬就行了。谢一涵依然心情忐忑，那万一双头就朝我们发起攻击怎么办？可对于中原而言，这双头就远远比险峻的地势要好对付得多。他表示这些他自有妙计。随后走到山脚，又扭头询问张蕊他爬不爬得上去。这已经是中原第2次关心他了。闻言他立马表示自己没有问题。可再看谢一涵，此刻已经瘫软的被冯晴拎着走了。冯晴一脸鄙视的对他说，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连女生都比你有能耐。谢一涵一脸委屈，我也不想啊，可恐高是天生的，我能有什么办法？中原见状表示，要不他来背着谢一涵上去。谢一涵闻言立马蹭的一下站起，不，我没问题的，千万别背，我自己能爬上去。他心想，敢让黑长直校花背，自己这是嫌命长吗？中原说了句那他就先上去给大家拴好安全绳线，之后直接飞身起跳，3下2下就爬到了几10米高空。到达半山腰时，头顶传来了双头鹫厉厉的叫声。中原抬头看去才发现，原来双头鹫个头还真大。此时他心里有了个大胆的想法，或许可以利用它们成为载具。于是他便朝着离他较近的双头鹫飞身跳去。这一下可把站在底下的队友们给整懵了，大声询问他这是要作甚。下一秒，只见他双脚稳稳地踩到了双头鹫宏伟的背上，随后朝他们大喊，我已登救，感觉良好。这也太帅了吧！方界里的空中主宰双头鹫竟然成了中原的免费载具，简直难以置信。上一秒还在为遭受袭击而担心的众人，此刻却已经坐到了双头鹫背上，在空中自由翱翔。患有恐高症的谢一涵惊恐的呼喊，太高了，受不了了，救命啊！我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被他猛拽裤子的中原万般无奈的表示，只要他老实待着，就一定不会掉下去。但是如果他把自己的裤子拽掉了，保证立马让他变成高空抛物。跟冯晴同坐一只双头鹫的张蕊一脸迷惑，冯晴学长，为什么双头鹫不攻击中原，反而还任由他差遣呢？因为他长得帅啊！中原可是招生大使选举上得了整整180万的选票了，有目共睹的实力。张蕊连忙纠正，那是校花选举，
冯晴狡辩，不，那是招生大使选举。气氛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张蕊为打破尴尬只好妥协。但是人跟人的审美尚且有千差万别，异族的审美不是应该差别更大吗？冯晴看着前面的中原若有所思，随后非常认真地说道：“其实中原的帅是一种虚能意义上的帅，异族在感觉到这种帅之后，就会本能地喜爱他。”闻言的张蕊顿时茅塞顿开，原来如此。冯晴见状汗颜，这么离谱的瞎掰他居然也信。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中原不会像自己那样，小时候因为天生异类，所以即便是在战场上异族也不会攻击他，而且有时还会反过来保护他，所以他一直遭受同龄人异样的眼光。每这个时候，齐修就会帮他出头。你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辞。异族之所以不攻击冯晴，是因为受到了精神系能力的影响，如果再敢胡乱造谣，军法处置。而闻言的同龄人立马被吓得屁股尿流，连滚带爬的逃跑。可冯晴心里却有股莫名的悲伤，自己明明为人类治疗伤势，可他们却都害怕自己，还叫他怪物。反倒是异族灵智越高越懂得过来保护他，讨好他，所以有时候他甚至想，要不干脆直接跳进虚洞里投奔异族算了。没过多久，他们便来到了双头鹫群居的山洞。刚到洞口，大家就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撼到了。深不见底、暗无天日的山洞里，居然密密麻麻闪烁着无数光点，而这些光点正是迷迭兔的须晶。中原刚从背上下来，双头鹫便不停地用2颗脑袋在他身上蹭，仿佛在争宠一样，嘴里还不时发出厉厉的叫声。中原也不生气，就如同对待自己宠物一样，温柔地抚摸着。双头鹫把捕抓到的迷迭兔带回山洞吃掉后，就留下了大量的须晶。这里的须晶加起来起码有上千枚了吧？谢一涵一边不停地往背包里塞，一边说道：“这回校队选拔稳了，捡完这里的须晶，我们就能回学校了。”可中原却表示，才1000枚哪里够，好歹也要打够1万枚再走。但其实他心里在想，自己还有正经任务没完成呢，怎么能这么快就回去？谢一涵闻言直接就想给中原下跪了，这个大腿也太粗了吧，自己一定要好好报警了。冯晴提醒众人，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了，让大家赶紧休息，养精蓄锐，明天再战。接着中原表示，就往把巢穴让出来了，让谢一涵跟张蕊先休息，他则和冯晴守夜。不一会儿，谢一涵就钻进了睡袋里，可他此刻却面露惊恐。中原，能不能麻烦你叫他们走开？被2颗脑袋直勾勾盯着，心里慌得很啊。中原见状无奈地扶了扶脑袋，随后让双头鹫们去其他地方玩一会儿先，这里不需要他们来守护。双头鹫一脸不舍，可萌王发话，也只好接受。随后便纷纷展开翅膀，飞上天空。冯晴见中原一直盯着双头鹫离开的方向，有些担心地询问：“双头鹫须晶也是你此次行动的目标之一吧？他们这么讨好你，一会儿你还舍得下手吗？”小时候的冯晴居然想跳进虚洞里去投奔异族，齐修知道后厉声呵斥：“你小子翅膀硬了是吗？居然都学会拿头敌来吓唬人了！”可当时的冯晴才不会管那么多，你就不怕我来真的吗？异族就连你最喜欢吃的菠萝味水果夹心糖都给不了，我就不信你真的会投。冯晴满脸的不服气，那如果万一假设他们不但真的能给，而且还一次就给1万颗呢？光吃糖你不腻吗？齐修如父亲般抚摸着他的脑袋，语重心长地说：“冯晴啊，人类的世界里比糖果更有意思的东西多了去了，具体是什么，你不妨自己去寻找答案。可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至今也未找到答案，但绝对不会是辣子鸡。”旁边的中原一阵无语，下次我还是请你吃草莓蛋糕吧。江天硕那货整天给我送蛋糕券，用都用不完。随即冯晴往地上一坐，看着中原非常认真地说：“圆圆，你该不会混着混着就跑到异族的阵营里去了吧？”中原立马否认：“这怎么可能？我才不会像你那样为了菠萝味水果夹心糖就投敌呢！我有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种族。这些双头鹫之所以会臣服于我，是因为我对他们发动了超级卖萌能力，他们在虚能的影响下才会奉我为王，且对我百般讨好。他们已经被虚能造成的假象给彻底迷惑，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但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因此而得意忘形、迷失自我的。”就在这时，从双头鹫巢穴里传出震耳欲聋的呼噜声。躺在谢一涵不远处的张蕊此刻已经被吵得脑壳剧透，他极力压抑着心中的怒火，可没过2分钟，实在是忍无可忍，蹭的一下从睡袋里钻出，气呼呼地朝谢一涵走去。他飞快地扒下谢一涵的鞋子，然后脱掉他的袜子，随后啪的一下把散发酸臭味的袜子一下就塞进了他嘴里。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了。站在洞口的中原和冯晴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切，简直难以想象此刻谢一涵嘴里的酸爽。豆大的汗珠从冯晴额头滑落，他讪讪地跟中原说：“圆圆，假如，我是说假如万一一会儿我打鼾，你能不能？”还未等他把话讲完，中原就面无表情地说道：“他今晚不睡了，让冯晴放心，不会遭到毒手的。”就在这时，通讯仪突然响起，里边传来安冠峰的手下小秦的声音：“神明，最新情报，刚刚有一支来自翰林学院的小队到达了张家界方界外部，估计不多时就会进入方界，你们小心防范。”中原询问有没有他们腕表的定位。有的，我这就把他们的资料和定位共享给你。说起来，我们现在带着的腕表做了特殊处理，只能定位不能通讯，对吧？身旁的冯晴看着他逐渐阴森的面容，瞬间被吓得冷汗直冒，忐忑地询问中原想干什么？没什么，就是想确认一下对方有没有我们的位置而已。毕竟大半夜进入方界，相当可疑，不是吗？对了，你的腕表借我一下。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冯晴心头，将腕表递给他时不减地说：“蛇门山你没玩够啊？张家界还想梅开2度呢。”中原则一脸无辜地表示：“蛇门山的时候自己可是很老实的。”随后就朝远处走去。冯晴问他想把自己的腕表丢到哪，但中原说还没想好，然后把在空中盘旋的双头就召唤下来，出去飞一圈，先再想也不迟。
少年只是轻轻朝空中一跃，身后竟然就长出了翅膀。就在刚刚，中原拿上冯晴的手环后，便把双头鹫召唤回来。不多时，几十只双头鹫便各自叼着食物返回了巢穴。他们将捕抓到的猎物扔在空地上，没一会儿就堆成了一座小山，里边除了肥美的迷迭兔外，居然还有月光湖。鹫王满怀期待地推了推中原，意思很明显，表示这些都是他们献给王的食物，还请萌王趁新鲜享用。中原汗颜，这些家伙还真把他当成同类了呀。可面对这堆野生异兽，他真的下不了口。冯晴把月光湖的须鲸掏出后就扔给了中原，刚接过须鲸，他脑海中就响起了提示音，发现月光湖须鲸是否吸收。月光湖须鲸拥有以下能力：风镜，黄级可升级，封禁目标的指定能力持续5分钟，目标能力等级高于封禁等级时失效。暗夜庇护，红级不可升级，暗夜里所有能力提升至200%。听完能力介绍，中原心想，黄级的封禁对自己用处不大，而且月光湖的数量稀少又不能升级。至于暗夜庇护，方界里连黑夜都没有，用途更为有限，所以还是不吸收的好。随后直接将须鲸扔给冯晴。对抗异族讲究的是团队协作，而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所以这枚须鲸或许在他人手里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你是队长，还是由你来安排吧。说罢便走到双头鹫面前，像对待自己的宠物一样宠溺地摸了摸他们的头，随后跳到他们背上向空中飞去。此刻手捧月光湖须鲸的冯晴无语，要知道这枚须鲸起码价值一套3房2厅，且还有价无市。可中原这家伙居然就这么随意乱扔，简直是暴殄天物啊！中原本想让双头鹫带他去找其他的同类巢穴，可怎料他们却把他带到了一座不知名的山头。下降后才发现，在山坡空地上居然密密麻麻堆积着数不清的双头鹫骸骨。落地后，中原从他们背上下来，猜想应该是双头鹫看出自己想要须鲸，所以才把他带到堆积同类尸骸的坟场。接着双头鹫便用他们的爪子在地上开始使劲刨，不多时便出现了一颗颗正泛着光的须鲸。中原伸手去摸，耳边立即传来提示音，发现双头鹫须鲸是否吸收。双头鹫须鲸拥有以下能力：一心两用，红级不可升级，降空；黄级可升级，鹰眼；青级不可升级，钢筋铁爪；黄级可升级。听完能力介绍后，他便选择了吸收。须鲸立马迸射出一道道能量光芒，不断涌入中原身体。你的能力钢筋铁爪已获得提升，你获得了新能力穿透。中原对这个能力很满意，因为穿透技能是攻击系能力中最实用的，消耗小且效果好。如果搭配格斗大师使用，以后就只需消耗很少的力气就能打出非常强力的攻击了。你的能力降空已获得提升，你获得新能力裂空。你的能力裂空已获得提升，你获得新能力空域主宰者。空域主宰者，你是这片天空的无冕之王，在你面前，一切生物禁止飞行。中原感慨，这能力也太霸道了吧！没过多久，他便把能够升级的能力全部升到了满级，随后就把剩余的须鲸都塞进了背包，打包带走。他对这次吸收到的新能力相当满意，且对其中的一心两用尤为好奇。自从他在博物馆被黄金棺吸入其中后，本体就已经和里面的暗世界同化了，所以一直都没有真正离开过。在外边活动的他，也只不过是由里面的暗世界力量投影出来的，所以并非正常的人类身躯。倘若他开启一心两用，那岂不是就能利用暗世界力量投影出2个自己？不过这些得等回到学校试验过才能知道可不可行。随即他朝空中纵身一跃，身后便长出了一对无形的翅膀。可低头才发现，刚载着他过来的双头鹫此时却蹲在地上瑟瑟发抖。原来他的降空技能升级成空域主宰者后，下级能力就使不出来了。最后他还是选择乘坐双头鹫返回。途经一个距离入口最近的双头鹫巢穴时，他便从口袋里掏出腕表扔了下去。看来用不了多久就能知道那支将要进来的队伍是否有问题了。这是一个满是凶残异兽的方界空间，可学校却把它当成学生的试炼之地。殊不知居心叵测的组织已悄然进入，他们妄想通过定位对学生图谋不轨。可这一切早就已经被萌王中原知晓。他把自己跟冯晴的定位手环扔在距离入口最近的异兽巢穴，然后若无其事地返回营地。刚从双头鹫背上下来，冯晴就冷不丁地调侃道：“一看就是刚刚干了几百件坏事的样子。”中原让他大胆一点猜，不止几百件。冯晴表示：“反正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随即便掏出卫星手机查看起翰林学院一伙人的定位。果不其然，他们进入方界后就直奔手环的定位去了。中原望着远方悠悠地说道：“这样就说明了对方确实是冲着他们来的，并且手上还有他们的定位。”可冯晴却说中原的猜想没毛病，但是不全面。你刚才飞在天上，行动轨迹明显不合常规，但这群人一进方界就奔着定位去了，足以说明他们没拿到一手情报，只不过是一群送人头的炮灰罢了。老狐狸把玄冥这名字的排名直接调到了青年榜第2名，其实就是想告诉所有人，中原是华东军区的重点栽培对象，敌人在暗他在明，这些人肯定已经对他的实力有了一定的了解，可却仍选择顶风作案要对他下手，足以说明这些人多半性格激进，而且有能击杀中原的绝对自信。照惯例，这几个炮灰一旦出事，接下来就会出动救援人员，敌人如果智商一般的话，大概率会把重头戏安排在那几个救援人员身上。中原被冯晴缜密的推理能力震惊，略为好奇地询问他：“那如果这帮人智商不一般会怎样？”冯晴闻言扭头看向中原，依然是那副丧里丧气的表情，完全看不出他此刻的情绪。真正聪明的人肯定是先选择从做朋友开始。中原瞬间就有种被耍的感觉，举起手就给了冯
冯晴一记脑瓜崩，原来睡眠不足是真的会让脑子变笨。你如果不想更笨，最好是现在马上去睡觉。冯晴无奈，是不是如果他不睡，中原就直接让他物理变笨了？几个小时后，张蕊从睡梦中醒来，伸了下懒腰后便起身朝洞口走去。见中原独自一人守护着大家，他心里说不出的感动。中原见他朝自己走来，提醒他可以先去洗把脸，附近水源很多，如果用完了他再去取就行。随后他便到一旁开始洗漱起来。中原万万没想到，平时默默无闻的张蕊摘下眼镜撩起头发后，颜值居然这么高，完全不输校花苏婉莹。明明长得这么好看，为什么要用头发遮脸，还特地戴上呆呆的眼镜扮丑呢？张蕊闻言只是深深叹了口气。中原此时正拿着刀处理迷迭兔肉，见他不吱声，便表示不想说也没关系，当自己没问过就好。张蕊走到他旁边跟他解释，原来他小时候有次差点被坏人拐跑，最后好不容易逃出来才报了警。那人说是因为他长得太可爱了，所以才动了歪脑筋。自那以后他就故意把自己伪装了起来。中原安慰他，那都10几年前的事情了，早就该忘记了。更何况你如果长得不可爱，被拐了说不准就没法活着逃出来了。保护可爱的东西是生物在千万年间进化出来的本能，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美丽还可以当成你的武器和力量。其实比起美或丑，最重要的是做最真实的自己，别为了一些因素而去刻意的伪装。他这一番言语把张蕊给听得面红耳赤，真不愧是获得180万选票的传奇人物。而且他刚刚居然还夸自己可爱，这谁受得了呀？之后两人便开始生起火，烤起了兔肉。不多时，扑鼻的烤肉味就把沉睡中的谢意涵给弄醒了。迷迷糊糊间，他闻到除了烤肉的香味外，还有一股酸臭味，仿佛自己置身于天堂和地狱之间一样。随即伸手把堵在嘴上的东西取下，他立马就瞬间清醒了。我了个大槽，这谁干的？是不是你冯晴？张蕊听到他鬼哭狼嚎似的叫骂声，赶紧上前，对不起啊学长，是我做的，因为您打呼太响，我实在睡不着，迫不得已才把您的嘴巴给堵上了。而此刻见到摘掉眼镜梳起头发的张蕊后，谢意涵早就口水流了一地，凶手竟然是你。虽然但是摘掉眼镜后也太可爱了吧，反正是自己的袜子，吃一下又死不了。话说昨晚他居然亲手帮自己脱袜子。在经过短暂的头脑风暴后，他不以为意地对张蕊表示，其实应该道歉的人是自己才对，影响到了他休息。冯晴见状冷哼一声，真是个见色起意的家伙。学校安排4名学生到方界进行打金试炼，可他们不但把穷凶极恶的异兽当成宠物，甚至还霸占了人家的巢穴，美美的睡了一觉。次日起来更是直接整起了 barbecue， 这确定是来狩猎而不是郊游吗？此刻在双头就巢穴洞口，中原一队人正围着火堆烤肉。谢意涵心里有些忐忑，你们到方界狩猎居然还带有盐和胡椒粉，而且这些是迷迭兔的肉吧？异兽的肉真的能吃吗？会不会一会儿吃完后原地去世？冯晴拿起肉串咬了一大口，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就算有毒又怎样，有我这个医疗系给你们刷回春，还担心中毒？难道你不知道毒性越强越好吃吗？此时中原把自己烤好的肉串递给冯晴，让他拿去躲。可冯晴却记得中原自始至终都没吃过一口，连忙表示让他留着自己吃。此刻中原心想，虽然自己是个死人，但当下这么多人看着，如果一直不吃不喝，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怀疑，所以只好勉为其难佯装啃了2口。见到二人如此甜蜜，张蕊瞬间腐女上身，这也太甜了吧，简直要腻死人了，这对 CP 必须磕到结局啊！而旁边的谢意涵在刚才听完冯晴一席话之后，便放下了戒心，吃货本性暴露无遗，他把嘴巴给塞得满满当当，一边啃着外焦里嫩的兔肉，一边表示，跟中原大佬一起行动也太香了吧，不光拿异族当宠物做起，而且须鲸还白拿，最重要的是还有烤肉可以吃。此刻感觉自己已经到达了人生的巅峰。接着听到中原满不在乎地说，我已经让双头就把附近的须鲸全都扒拉到了一起，以下吃饱记得去捡一下。随后谢意涵便跟张蕊前去查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面对被堆成比3层楼还要高的须鲸山，惊呼，我的天啊，这也太夸张了吧，昨天还以为这里顶多有个几千枚，现在看来少说起码有几万枚吧。紧接着谢意涵更是直接发动风息技能，速度全开，然后扛着睡袋就使劲扒拉起来，嘴里不停地叫喊，这次我们不但能拿到联赛选拔的头名，估计还能创下打金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啊！而就在他们奋力把须鲸塞满睡袋的时候，冯晴却默不作声，拿着之前中原给他的月光湖须鲸定定发呆。中原见状便上前询问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冯晴解释道，没什么问题，就是觉得异族们向你献上的这些须鲸看着晶莹透亮的，就像是水果夹心糖一样。张蕊闻言疑惑地询问，难道须鲸也能吃吗？此时正忙得不亦乐乎的谢意涵则表示，须鲸虽然不能直接啃，但拿去换糖果的话可就不得了了。就拿放屁兔须鲸来说，市面上价格大概5位数，一枚就能换好几万颗糖果呢。张蕊闻言赶紧比划手指开始计算，吃1颗糖会胖半两，1万颗就胖500斤。看着团队里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原此刻内心也发出感慨，比起自己一个人，还是小队一起行动会更加有趣些。不多时，4个睡袋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谢意涵擦拭着额头不断冒出的汗水，看着地上还有一大堆须鲸没装，表示很不甘心。张蕊则非常满足，因为里边品质较高的都基本被他们装完了。随即冯晴掏出须鲸询问，昨天圆圆打到了1颗月光湖须鲸，你们谁要？谢意涵第一个表态，因为大家吸收月光湖须鲸基本上都是冲着封禁能力去的，而以他自己的体质是肯定吸收不到。
到的，所以他放弃。冯晴接着询问张蕊，并表示感觉他的体质挺合适的。张蕊则立马扭头询问中原的意见，试试吧，万一成功了你就换个发型庆祝一下。其实他一直觉得张蕊明明这么漂亮，却不敢大胆的表现自己，实在太可惜。于是冯晴便把须巾递给了张蕊，接过须巾后，他仍感觉心里没底。那我就试一下吧，不过先说好，万一失败了，你们可别怪我哦。随即他便双手握着须巾开始启能吸收，只见无数道金色光芒从须巾中迸射而出。等光芒散尽后，他缓缓睁开双眼，众人连忙关切地询问他是不是成功吸收到了。谢意涵也表示，刚他都看到有黄色光芒飞进张蕊体内了。张蕊满脸沮丧地说道，他吸收成功的能力是红级的暗夜壁虎，这能力根据描述只有在暗夜里才能生效，感觉没啥作用，还不如不要呢。冯晴跟谢意涵立即安慰，别太伤心，好歹你现在也算是有4个能力的大佬了，其实也不用太惋惜，毕竟能成功吸收到封禁的成功率只有1000万分之一，放眼整个华国都没几个有呢。而坐在不远处一直默不作声的中原突然起身，我在想，暗夜庇护的发动条件或许并不只是夜晚。张蕊，你的想读迷雾不是能遮蔽光线吗？万万没想到，仅是中原的几句话，就让原本看起来毫无用处的能力成了神迹。张蕊在吸收了月光胡须金后，获得了被公认最没用的暗夜庇护。据解析，此能力只有在暗夜里才能生效，在平常的战斗过程中丝毫起不到任何作用。中原在思索片刻后表示，暗夜庇护的发动条件或许并不一定非要在夜里。张蕊还有个能力叫想读迷雾，也能遮蔽光线。被他这么一说，张蕊似乎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是说让我试着在想读迷雾里面使用暗夜庇护吗？谢意涵闻言发出质疑，可光在迷雾里只是发生了散射，实际亮度也并没有降低到像夜晚那么昏暗了。但冯晴却不那么认为，因为想读迷雾的性质跟普通雾气是不一样的，最终还是要看发动后能否达到虚能意义上的遮光效果。此刻张蕊似乎也看到了希望，迫不及待的就要试一试。接着中原、冯晴和谢意涵3人便做到了双头就宽广的背上飞到空中，而张蕊则一脸严肃地站在地上。他的想读迷雾能力等级是轻级 LV4，正常情况下的作用范围是50米，等下只需要观察雾气的范围就知道暗夜庇护的加成是否生效。随即他便张开双手发动想读迷雾，四周立刻弥漫起滚滚毒烟。紧接着他又发动刚吸收的暗夜庇护，耳边立即传来提示音，暗夜里所有能力提升200%。之后就看到原本只能蔓延到50米的毒雾范围瞬间就扩大了1倍。此刻空中3人同时发出惊呼，还真的成功了。冯晴立马趁机像撸猫一样摸了摸中原的脑袋，夸奖他脑子真是好使。对这一举动，中原也是哭笑不得，只能愤愤不平地扬言，要是冯晴再揉他的头发，分分钟就要把他踹飞。还有你，别拽我裤子，我恐高，我克制不住啊！为摆脱这2个坑货队友的魔爪，中原直接纵身一跃，从100米高空跳下。这下有恐高症的谢意涵瞬间就不淡定了，被吓得瞳孔急剧收缩，接着就死死抱住冯晴的腿。咋就直接跳下去了呢？冯晴都怪你没事乱摸他的头。冯晴无语，让他有本事把手放开。眨眼间，中原就跳入了毒雾里，耳边立马传来提示音，发现想读是否吸收。识读者已启动，所有能力提升至122%。从识读者提升能力的比例可以看出，张蕊此刻发动的毒雾要比往常猛烈了不少。这下他可以确定成功了。张蕊见中原跳入毒雾，急忙朝他跑来。中原，你怎么进来了？会中毒的。接着只听见哎呀一声，他直接扑倒在了地上。中原见状，赶紧上前伸手搀扶，并询问他有没有事，需不需要治疗。他心想，反正也就是刷个生命权柄而已。这一下把张蕊给弄得一阵羞涩，以为中原的意思是要让冯晴给他刷素人，连忙表示自己没事，贴个窗口贴就好了。此刻他心跳频率起码250，完了，要沉沦了怎么办？中原太暖了，我好像喜欢上他了，怎么办？中原见他并无大碍，于是就告诉他，为了以后交流方便，最好是给组合记起个新的名字。张蕊还在迷惑，表示组合是中原想出来的，名字还是让他帮忙起就好。于是专属张蕊的能力毒影重重就此诞生。之后众人便开始讨论下一步计划。谢意涵提议，虽然规定的时限还未到，但他们也没办法再捡更多虚金了，要不就直接返回学校算了。可冯晴却知道中原还有任务未完成，于是便表示再稍等一会儿先。此时中原通讯仪里传来声音，最新消息，那4个翰林学院的学生是假冒的，用假证件骗过了天青小队进入的坊间，他们失联时的定位跟你腕表的定位高度重合，你那边什么情况？中原解释，他之前只是把腕表丢进了双头鹫的巢穴里。干得漂亮，我们这边已经抓到伪造证件的相关线索，正在调查中。中原询问给这帮人收尸的人是不是准备到了，那头的安冠峰表示对的，冒充救援队的4个人已经到了坊界门口，而中原的任务就是要尽量活捉他们，实在不行的话，起码要保证他们大脑完好。接收到命令后的中原表示无奈，真是的，现在又要考虑该怎样才能不至于一下子把人给弄死了。这是一帮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却有人花大价钱雇来对付一个高中生，可还没见到目标，他们就打起了退堂鼓，只因此次的任务难度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中原跟安冠峰通完话后，便找理由支开了张蕊和谢意涵，你们先坐着双头就在坊界里到处逛逛吧，我跟冯晴有点事情要办。张蕊闻言瞬间瞳孔放大，开始各种脑补 CP 画面，随
随即便拽起谢意涵飞速撤离。没问题的，你们放心办事。谢学长恐高症，我来帮他治好。看着两人身影消失在远处，中原顿感欣慰，跟聪明人组队就是好，一点就通。可却不知冯晴此刻已是满脸问号。不多时，张蕊跟谢意涵便坐着双头就飞到了高空。张蕊满心欢喜，询问谢意涵想去哪里转转，可此刻谢意涵却趴在那死死抓住双头鹫的羽毛，要死要死要死，我要掉下去了，怎么办呀？张蕊见状连忙安慰学长，你冷静点，不然还没等到他们办完事，你就要先吓死了。谢意涵瑟瑟发抖地表示，中原的能力那么强悍，处理事情岂不是分分钟就搞定了？可张蕊早已被自己脑补的画面搞得面红耳赤。不一定哦，正所谓能力越强，办事越久嘛。谢意涵不明所以，一时间没听懂张蕊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过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不会吧不会吧，听说女生这种生物，人均科学家，张蕊该不会也在磕中原跟冯晴的 CP 吧？之后试探性的询问他觉得谁是零谁是一，张蕊不假思索地表示中原肯定是零啊，毕竟是获得180票的校花黑长直嘛。谢意涵闻言不敢苟同，可是中原明明就很强势啊，冯晴看着就像个小媳妇一样。突然张蕊阴沉着脸扭头看向谢意涵，把他给看得一阵发毛。完了完了，他被我发现了秘密，该不会要杀人灭口吧？看他这眼神，感觉分分钟就要把自己给扔下去的样子啊！随即他急中生智，一把抓住张蕊的小手，极致的求生欲让他说出了这辈子最难以启齿的谎言。其实我也是同道中人。与此同时，中原二人正拿着卫星电话时刻关注着那帮假扮医疗队的定位。他跟冯晴说道，敌人已经进入了方界，直接过去截杀就行。张蕊他们在天上飞着，暂时也不会有危险。不过参谋长想要留活口，所以一下万一自己出手过重的话，还要让冯晴帮忙治疗下。冯晴表示没问题，一下他直接用生命共享把人像糖葫芦一样串起来，这样一来只要有一个不死，他们全员都可以活命。中原接着又表示，如果万一他一下子没收住，把所有人都弄死了，叫冯晴也别急，因为上面说只要保留脑子完整就行。冯晴一下子就明白了其中的用意，跟中原解释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虚管局局长王破敌对他们施展虚印，而所谓的虚印就是可以读取死亡不超过24小时的人的记忆。经过他这么一解释，中原就全了解了，于是便发动超级感知和鹰眼，观察那几个人的动向。此刻4名假扮医疗队的匪徒正跟着卫星定位走，看着其中飘忽不定的2个定位，老开表示，就算是降空能力也不可能这么持久，估计是把定位手环绑在了双头鹫身上。此话一出，叼着烟的瘦马杆就开始打起了退堂鼓。没想到这次的目标不仅实力强劲，而且还早有防备，要不大家还是放弃任务吧，用金虽然香，但也得有命拿才行。段勇闻言连忙制止，这就怂了，不就是个乳臭未干的高中生，有什么好怕的？而且你不还等着这笔钱给女儿治病吗？就在这时，一只巨型双头鹫突然从他们头顶掠过，众人还未来得及反应，就有无数空气弹噼里啪啦朝他们射击，突如其来的袭击把他们搞得慌不择路。神秘组织进入方界执行暗杀任务，可还未见到目标就惨遭袭击。原来他们的行径早已被中原洞悉。此刻他站在双头鹫背上，发动空气弹和穿透能力，将手指滑枪空气为弹，连瞄准都不用，直接在100米高空朝地上的一伙人射击。他这一阵操作把身后的冯晴看得满脸震惊，他根本不知道中原什么时候又获得新的能力。而此时地上几个人正在仓皇逃窜，无数空气弹如雨点般密密麻麻地朝他们射击。因为中原发动了穿透能力，所以普通的防御能力根本抵挡不住。其中有人叫喊让段勇还手反击，可段勇却表示距离实在太远了，根本攻击不到对方，因此他们也只能边撤边治疗。瘦马杆一边发动治愈之风给段勇治疗，一边调侃，就这实力居然还敢自称是西北军区的野狼皇，简直笑死个人。而段勇则在一边躲避空气弹一边回怼，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不赶紧想办法，居然还有心思说风凉话。而远在100米高空的中原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心里一震，随即询问冯晴，刚才那个叫段勇的真的是西北军区的人吗？冯晴回答道，应该是已经退役的，因为军区不会让有重大伤残的虚能者继续参加战斗。中原闻言冷冷地表示，是军人还自甘堕落，那就是罪加一等。冯晴连忙劝说，毕竟他也曾经为国家做过贡献，要不还是轻点打吧。此话一出，中原一脸迷惑，扭头询问他今天是怎么回事，居然帮着坏人说好话，难不成里边有他的亲戚不成？冯晴连忙解释，倒不是什么亲戚关系，只是猜想这段勇之所以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多半是因为自己，因为小时候的他一直被关在研究院，每天不是被研究就是要他救人。有天母亲想让他帮忙救治一个西北军区的战士，那人为了镇压虚动而身负重伤，可正值叛逆期的小冯晴却说什么都不愿意救治，并抱怨这些人整天就知道把他当成工具一样使唤，没给过他做人的权利，却整天要他承担做人的义务。从未见过自己儿子这样的冯竹真有些疑惑。自从他跟齐修去了虚动战场后，整个人都变了，不配合试验，也不救人，整天就只知道搞破坏。他随即警告冯晴，要是再这样下去，上级部门可能真的要对他采取极端措施了。可冯晴却不以为意，往床上一躺，被子一盖，直接就睡起了大觉。次日早晨，从睡梦中醒来的他发现自己床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放满了他最喜欢吃的糖果。看着糖果，他突然想起了齐修之前在虚动时跟他说的话，冯晴啊，人类的世界里比糖果更有意思的东西多了去了，具体是什么，你不妨自己去寻找答案。随后他只是轻微用力就将捆绑的铁链崩断，然后走到实验室找冯竹珍。他询问妈妈昨天那个断了手要他帮忙治疗的人在哪。
可妈妈却表示因为超过了素日的救治时效，已经被送回去了。冯晴顿感失落，然后询问妈妈她房间里的糖果是谁送的，是西北军区的杨司令买的，说想跟你交个朋友。冯晴低着头有些落寞，可人没救成，还是退回去吧。但冯竹珍却表示，就是因为人没救成，所以才买的糖果。之后冯晴便扭头有些失落地走回了房间，坐在床上就开始大口地吃起来。那一刻她下定决心，自己不能这么一直待在研究院里，她要走出去，去体会人类的人情冷暖和酸甜苦辣。她想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听完冯晴一席话，中原却表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今他堕落到这般田地，根本就不值得冯晴为此感到愧疚。可冯晴却说，其实这句话还有后半句，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群人有什么苦衷，我只知道现在的我们是受害者，而他们是加害者。和一个死人共享生命，究竟是死人即活，还是活人即死？中原站在双头就被上朝下边的雇佣兵发动空气弹，雇佣兵们根本无力反击，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逃窜，眼看就要逃出方界。中原当机立断，拉着冯晴就从100米高空一跃而下。他交代冯晴等会儿降落就立即发动生命共享，把几个敌人串到一起。懵逼的冯晴此时很懵逼，刚落到地面，他就马不停蹄直接发动生命共享，小手一抖，一条无形的细线便将中原跟跑在最后面的瘦马杆连在了一起。就在连接成功的一瞬间，瘦马杆扑通一声径直倒下，队友们见状为之一振，小小的脑袋里大大的问号，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其中一人猜测，难道是有人对他发动了传说中的急死？另一人却不敢苟同，那可是铁塔国的国宝级能力，一个华国的高中生怎么可能拥有这么逆天的水平？身后的队友见状连忙催促，管他是什么能力呢，保命要紧，赶紧撤。此时的中原有些疑惑，他根本不知道那帮人口中所说的急死是什么能力，而且就在冯晴刚刚发动生命共享的瞬间，他仿佛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一样。之后疑惑地看向旁边的冯晴，这家伙该不会把他跟敌人连在一块了吧？冯晴感受到他炽热的眼神，一脸黑线，连忙解释，刚刚一不小心小手一抖给连错人了。中原询问他那刚才倒地的人现在究竟是死是活，冯晴说应该还有一口气吊着命。随即中原便直接发动空域主宰者，一边提着冯晴的裤子，一边交代让他继续用刚才那招把自己跟另外3个敌人连起来。而被提着的冯晴嘴里骂骂咧咧，要死要死要死，别提裤子，腰带要断掉了。中原闻言立即把他提起，然后换了个诡异的姿势，虽然姿势看起来很怪，但冯晴感觉起码比提裤子要舒服些。紧接着他便再次发动生命共享，把中原跟仓皇逃窜的3人串到了一起，仅是一瞬间，3个人便应声倒地。中原见状赶紧落地上前查看，冯晴这才敢提出脑中的疑问，圆圆，你这异于常人的生命力，真不打算避讳我呀？中原闻言直接白了他一眼，我是死是活难道你看不出来？他可记得冯晴自己说过，他那双眼睛是可以看到人的剩余寿命的。只见冯晴推了推墨镜，意味深长地表示，这叫看破不说破，还有让中原以后当着别人的面可别再随便叫他使用刚才那招了。中原不解，这招多好用啊，在战场上只要使用生命共享把敌人连接到尸体，就能杀人于无形，简直就是妥妥的大杀器，应该大力推广才是。冯晴给他解释，因为普通的生命共享只能连接自己跟别人，而他情况比较特殊，可以直接把别人相互连接起来，也因此成了科学院的保密事项，所以不宜泄露。中原表示了解，不过话说起来，这帮人不是打算对我使用杀招吗？可按刚才的局势看，这几个人完全不够格呀。冯晴解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强得太离谱呢？他们都还没来得及发动杀招就被你给一锅端了。突然中原脸色骤变，只见其中一人的脑袋上竟然钻出只虫子，他扬起飞刀，噗呲一声直接把虫子钉到地上，然后上前查看。真是奇怪，这虫子怎么会从他的脑袋里钻出来？一般普通的虫子根本就不可能钻破人类的头盖骨，看样子很有可能是异族啊。而就在他认真查看的时候，又一只虫子从另一个人额头钻出，之后拍打着翅膀径直朝着中原飞去。这时中原也突然意识到了不妙，原来这些人就是个幌子，真正的杀招其实是这些虫子。但为时已晚，那只虫子此时已经稳稳落到了他头上。这是一种专门寄生在脑袋里的昆虫，每天以啃食人类大脑为生。当它感受到宿主已逝，就会从脑袋里出来，寻找下一个宿主。一只鬼眼瓢虫从匪徒脑袋里钻出，然后径直地飞向中原。他还未来得及反应，便直接钻到了他耳朵里。本以为萌王定会就此陨落，可万万想不到，这刚好正中了他的诡计。此刻的鬼眼瓢虫似乎进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迷宫，死命扇动着翅膀四处乱窜。可这里的空间却远远比他想象中的要大。进入到中原的暗世界里，他即便是扇断了翅膀，也不可能走到尽头。没多久，他的身体便噗呲一声分崩离析，融入了无尽的黑暗里。随着他的消逝，无数生前片段开始在中原脑海里闪现。原来这就是段勇的生前记忆。曾经他也是一个兢兢业业为国效力的虚能者，在一次对抗虚洞战争中意外失去了手臂，前往科学院却未能治愈，最终只能从一线退役转为文职。后来他还拒绝了军区提供的多功能义肢，选择了赔偿金，给身在枫叶国的妻子买了豪华别墅。可他自己却因为身份关系无法移民，祸不单行，他那不争气的儿子还不慎误入歧途，欠下巨额债务，最后因盗窃军区公款未遂，遭到处分，失去了工作。为帮其偿还债务，不得不当起了雇佣兵。这次他是从暗网上接到的来自灯塔国的委托，收了定金和假证件之后，跟其他人组成队伍进入张家界方界对付中原。当所有记忆都读取完毕后，中原无比震惊，原来这些异族虫子寄生在人脑中，能够获取宿主的记忆，而且
他们的智慧超高，居然还知道杀人灭口。他猜测其他几个人脑袋里很有可能也有虫子，必须赶紧找出来，不然无论是他们在这里繁衍，还是飞回去跟敌人通风报信，都有可能出现大问题。就在这时，又有一只虫子飞到了冯晴头上。中原刚想告知他，怎料下一秒冯晴直接一巴掌拍了过去。看着手上被拍得四分五裂的虫子，他好奇地询问：“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咬人还这么疼？”中原走到他身后，撩起他后脑勺的头发查看，发现刚被虫子咬的地方居然破了皮，头发也秃了一块。冯晴闻言就要给自己发动素日，并义正言辞地表示头可断，发型不可乱。中原看着刚才被虫子咬的地方，对他说：“没想到你脑壳还挺硬。”冯晴自豪地表示：“那必须的，聪明人通常都头铁。”这话虽然没毛病，可怎么感觉听起来怪怪的？见冯晴并无大碍，中原立马发动空域主宰者，展开隐形的翅膀，一边向空中飞去，一边回头叮嘱冯晴，让他把手里的虫子多拍几张照片传回参谋部，让他们查查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很快参谋部就查到了信息，这是灯塔国特有的一族，名叫鬼眼瓢虫吸食脑子，还能够寄生在动物脑中，但是具体能力和其他的信息，灯塔国并没有共享出来。中原跟冯晴此时坐到了整整齐齐躺板板的几人旁边，跟参谋部汇报，一共有8只虫子，4只寄生在双头鹫脑袋里，2只活捉了，另外2只已经干掉了，因为已经对他们使用了超级麦蒙，估计暂时不会发动袭击了。做得很好，科学院的人已经出发往你们那边去了，虫子和被寄生的双头鹫等下直接交给他们就行。结束通话后，中原这才发现冯晴一直盯着躺板板的几人看，他安慰道：“人都已经死了，你再怎么看也不可能活过来的。”冯晴戴着墨镜，看不出是喜是悲。我知道，就算他现在还活着，等审讯完后也是一样会判死刑。其实他此刻心里有些自责，倘若当年给段勇治疗，或许结局就会跟现在不一样了。中原安慰道：“我们是人又不是神，不可能所有的结果都提前预料到，所以何必为已经过去的事情而懊恼，做好当下的事情，问心无愧就好。”听了中原的话，冯晴深深叹了口气，接着嘴角微微上扬，看来自己是越来越像正常人了。既然如此，那就继续做个人吧。堂堂华国顶尖虚能者组织的老大，居然被区区保卫队给拦在了方界门口。此刻氛围剑拔弩张，因为情况紧急，几位科学院的研究员没有携带任何文件，宋建国率领的天青小队就死活不给他们进入方界。各位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有关紧急情况的指示，所以按照规定不能放行。就在这时，从几位研究员身后走出一中年男子，研究员询问他这该怎么办。中原他们还在方界内等着呢。男子走到队伍面前，冷冷地表示：“既然装睡的人叫不醒，那就只能动手敲醒了。”见他来势汹汹，还带着武器，天青小队立马摆出防守阵型。男子见状，询问他们队伍里有没有医疗系，建议他们赶紧第一时间挂好生命共享。随即他直接从腰间抽出软件，并同时发动风吸和穿透能力，紧接着开启能力风连20连风，挥舞软件，无数剑气以肉眼都难以捕抓到的速度径直朝天青小队飞去。眨眼间，天青小队坚硬的防御壁垒就如弹壳般分崩离析。不多时，小队长宋建国身上就出现了密密麻麻无数剑伤。面对完全不是在一个实力层面的男子，他依然镇定自若。就算你们是科学院的人，也不能这样横行霸道吧？我要去虚管局举报你们。可中年男子却不以为意，让他尽管去跟虚管局局长王破敌举报，直接报他的名字就行了。他叫齐修。宋建国听到他名字的那一刻，整个人直接瘫软在了地上。齐修，那不是华国最强虚能者组织9虚的实际掌舵人吗？可齐修和研究员们此时却不再理会，径直地走进了方界。与此同时，方界内冯晴正双手捏着鬼眼瓢虫，无助地抱怨：“人怎么还没来啊？他手都快举断了。”坐在旁边的中原连忙安慰，让他再坚持一会儿，估计科学院的人应该快到了。因为鬼眼瓢虫智力太高，他自己也不确定超级卖萌的效果如何，万一放下后他们飞走了，可就麻烦了。就在这时，冯晴的电话传来提示音，他让中原掏出来查看，原来是齐修发来的信息。冯晴万万没想到抓个虫子的事情，自己老妈竟然把虚管局老大都给叫来了。刚才被天青小队的人耽误了一下，所以来晚了。安冠峰的人已经接手了方界，还给他们特意准备了回学校的专机。我进入方界了，你们还在原来的坐标吗？中原直接简单回了个在字。此时冯晴那颗堪称高达250智商的小脑袋开始飞速运转，感觉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齐修先是安排岩拓来试探中原的实力，后来又把自己叫回上京市问东问西，很明显是逮到了机会，随时准备过来动手挖人呀。进了9虚就得天天奔波劳累，累死累活的干到最后还没个善终。等会儿就算是齐修锄头舞得再好，也要阻止圆圆糟蹋的贼手。没几分钟，科学院的人终于来到，把鬼眼瓢虫装进了特制容器。齐修走到中原面前，开始自我介绍：“中原同学你好，我叫齐修。”是。冯晴见状连忙接话：“是我妈的老相好，我一般叫他齐叔。”中原闻言连忙跟他握手，也跟着喊了声齐叔。这一叫齐修就郁闷了，他本来还想着以后跟中原是同事，现在可以先称兄道弟的，结果冯晴这倒霉孩子直接把他的辈分给抬了一手，于是他只能尴尬的干咳2声，对中原说：“我听说华东最近横空出世了一位少年天骄，一直想抽空过来跟你喝杯酒唠唠嗑。”冯晴见状连忙走到2人中间阻止：“圆圆还是未成年，不能喝酒。”
而且酒精是一类致癌物，所以齐叔您自己也要少喝。齐修闻言连忙改口，那喝果汁也一样吗？冯晴见他不依不饶，赶紧把他往方介入口方向推。行了行了，拿了虫子就赶紧回你的小破院子烤红薯去。齐修顶不住冯晴一顿推脱，只能悻悻地掏出名片递给中原，让他如果去上京师的时候，记得要到自己的院子里坐坐。中原接过名片后表示，以后有机会一定前去探望。见齐修走远，冯晴连忙拉着中原小声提醒，让他可千万别去齐修的小破院，那里的人都年纪一大把了，而且专修脸皮，每次3缺1都拉着自己过去凑数，结果输了吃烤串还要让他掏钱。可中原闻言却忍不住地笑出了声。冯晴问他在笑什么，他一把将冯晴的墨镜摘下，仔细看了看他的面相，然后调侃，长得一点都不像，果然不是亲生的。惊险的方介之旅就此结束，中原一行人带着满满当当的收获坐上了返程的飞机。他拿出装有虚金的袋子递给张蕊和谢意涵，每个人10枚双头就虚金，自己吸收或者卖钱都可以。谢意涵见状无比震惊，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的虚金呀，可中原居然说给就给，而且还一次10颗。更纳闷的是根本就不知道他去哪里弄的，总不可能是双头就在他面前直接恣意爆出来的吧。随后连忙表示这么珍贵的虚金自己不能收。张蕊也附和他除了捡虚金外什么忙也没帮上，因此这么珍贵的东西他万万拿不得。中原见状略带严肃地跟他们说，虚能者与异族的对抗处处充满了危险，所以我们必须抓住一切能够变强的机会，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更好地保护身边的人。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在座的所有人都敬佩不已。他明明就是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可却像长辈一样处处为大家着想，虽然能力很强，但却没因此而狂妄自大。之后众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心虚地收下了。张蕊见中原没给冯晴，便询问他为什么不给冯学长一份，中原则解释他根本用不到虚金，给了也是浪费。旁边的冯晴也表示，对他来说最没用的东西就是虚金了。很快飞机便飞到了学校上空，中原让大家把虚金扛去教务处上交，他自己则马不停蹄地去往安冠峰办公室，坐在沙发上。中原询问安冠峰查出那几个雇佣兵的身份了没，安冠峰起身递给他一叠资料，并表示虚管局的王破敌已经对那几只鬼眼瓢虫使用了虚印，从他们的记忆片段里查到了一些信息。中原瞟了一眼上面的内容，说看来直接读取虫子的记忆的确可行，虽然可以，但都比较零碎，效果也没有直接读取活人的记忆好。进入方界的8个人里，有一个是登莲在华国潜伏多年的暗桩，也是这次袭击行动的组织者。中原有些疑惑，登莲是什么？安冠峰给他解释，登莲就是灯塔国的虚能者联盟，是世界10大非官方虚能者组织中的一个，并不受灯塔国官方的管辖。队伍里的暗桩是一个华裔灯塔国人，曾经还参加过灯塔国的火焰巨人试验项目。看过记忆后，我们已经确认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每个国家用于豢养异族的方界都不相同，都各自独占了一些战略级的能力，而华国最为神秘的战略级能力就是萌萌熊的卖萌。萌萌熊因为数量稀少且繁殖困难，所以严禁狩猎，他们的虚金也没有库存，因此登莲国为了能得到它，铤而走险派遣罗布斯来到华国跟九曜合作，勾结华中军区内鬼潜入神农架方界偷猎。就在中原杀死罗布斯之后，登莲为了回收他的虚金，派出阮凯一行人制造了上次的学院袭击事件，可惜最后被反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回收火焰巨人虚金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已经远远高出了这枚虚金本身的价值，所以对登莲而言，放弃才是最明智的选择。这时中原却提出质疑，可这次他们为什么仍然要选择出手？安冠峰接着说，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次潜入张家界的行动，虽然各方面的线索都指向登莲，但我认为他们都只是帮凶，真正的幕后主使应该是那个在华中的内鬼。之后他看向中原，义正言辞地表示，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你所表现出的强大实力和智慧，以及揪出华中内鬼的明确意向，哪怕只是为了自保，他们也必须对你采取行动，要么拉拢，要么消灭。根据鬼眼瓢虫的特性，不难推测这是一种可以被驯化的异族，他们可以杀人、刺探情报，甚至还能当成培养死士的控制手段来使用。这次他们放出来，毫无疑问就是想借此来控制或者直接消灭你。好在你拥有反制鬼眼瓢虫的能力，否则这次事情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原闻言只是微微一笑，手里没点底牌，我也不会提出把自己当作鱼饵。安冠峰则表示，大家都很相信你的判断，但是请你记住，你本人的战略意义远远高于这些事，保全你的性命优先级永远排在第一位。之后中原又询问那个华中的内鬼是否跟九曜有关系，安冠峰不假思索地表示必然有关，但是具体的关系现在还没能确定。还有驻守方界的天青小队现在已经被拘留在虚管局，等稍后审讯。随后中原便从沙发上站起，这么多线索应该够你们查一阵子了吧？安冠峰拍着胸脯表示，后续事情由他们来处理就好，让中原安心去参加高校联赛。一切都沟通完后，中原便要去看自己的妹妹。安冠峰闻言就要让助手小晴带他去，可中原却表示不用麻烦了，他自己去就行。随后直接从窗户一跃而出，背后立即展开隐形的翅膀，径直飞向空中。安冠峰见状虎躯一震，这也太离谱了吧，就去了趟方界，没想到中原竟然直接学会了飞行。
来了来了，中原的第二形态终于来了。训练馆里，钟兰正在练习扎马步，豆大的汗滴不停从脸颊滑落，虽然看起来有些吃力，但他那圆嘟嘟的小脸上却满是坚毅。站在旁边的教官看着手中的计时器，给他倒计时。30秒后，他摆手告诉钟兰时间到了，让他先休息下。钟兰一屁股便坐到了地上，大口喘着粗气。教官告诉他，这个动作叫做马步，坚持训练可以让他的下盘更加稳固，发力更快更猛。随即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他，你目前暂时无法顺畅的使用虚能，但这样反而有利于训练，让你的基础打得更牢固。等你过段时间克服了心理的障碍，重新掌握神速和天元能力，实力就会迎来飞跃式的提升。钟兰接过水表示明白之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对了教官，我哥过2天来接我的时候，能不能先别告诉他我做了特训呀？因为我哥实在太天才了，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学就会，每次跟他比，我就觉得自己笨得要死，还一点忙都帮不上他。教官闻言发出爽朗的笑声，原来是这样啊，正所谓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的天赋并不比你哥哥差，只是晚出生了几年而已。更何况你哥哥他再厉害，也不可能一个人做尽天下所有事，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你帮忙才行呢。钟兰认真地听完教官说的话，脸上终于露出了高兴的笑容，我一定会努力的，绝对不会拖哥哥的后腿。而此时远处的楼顶上，中原正开启鹰眼看着训练场内发生的一切，身边的展宏有些疑惑，玄冥你这离得也太远了吧，确定能看得清吗？要不我们还是走近一点。可中原却表示就这么远远看着挺好，她是我妹妹，不是我的附属物，迟早要学会独立，站得太近了反而会阻碍到她的成长。展宏闻言干咳2声，随后告诉他妹妹这几天在军区学到的东西可多了呢。见中原一脸不解，他便接着解释，装甲车、超音速战斗机、战列舰、中蓝都是一学就会，就连指导员都说他驾驶载具方面的天赋极高，想问问你的意思。闻言的中原瞬间惊讶不已，真没想到平时文文弱弱的妹妹居然有这方面的天赋，看来自己还是对她的了解太少了呀。随后只能尴尬地扶着额头表示，妹妹的人生由她自己决定，但有一点你们必须注意，别太操之过急，拔苗助长，要一步一步来。说罢便放心地收回了鹰眼能力，正准备离开，却见展宏一脸诚恳地看着他，那个我还有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打飞碟机？除了我之外，军区还有好多人都想跟你学呢。中原汗颜，接着表示自己很忙的，估计抽不出时间。展宏见状却不依不饶，1节课就好，求求你了。最后中原实在拗不过他，只能答应，行吧，就1节课，不能再多了。不久后他终于回到了宿舍，看着摆在卧室的黄金棺材，他心头瞬间涌出一阵强烈的困意。这几天先后吸收了大量的双血蛇须精和双头鹫须精，其中的负能量持续影响着他的精神状态，让他变得暴躁易怒，随时都想揍人。这下总算可以安安静静的睡上一觉了。随后他想起双头鹫的一心两用能力，不知道启动后能不能分裂出第2个自己，如果可以，那不就能够一个在棺材里睡觉，一个在外面活动了。之后他躺进了棺材里并盖上了盖子，打算试一试。他先开启一心两用能力，把身上的意识一分为2，接着再将另一半自己投影在棺材外面，之后缓缓睁开眼，很好可以看到周遭的环境，就是这视角似乎有点奇怪，原本只到腰间高度的黄金棺此时看上去却高大无比，而且为什么感觉自己走起路来奇奇怪怪的。随后低头一看，瞬间无语，这什么情况？自己的手怎么变成毛茸茸肉嘟嘟的爪子了？然后试着说话，却发现居然只能发出喵里喵气的声音。万万没想到，中原的分身形态居然是只萌萌的喵星人。此刻他看着站在肩膀上的自己一阵无语，原来从双头鹫须精吸收到的一心两用能力确实可以制造出第2个自己，在已经有了一个中原形态的情况下，第2个形态会默认投射为黑猫。然而分身和主体间的意识是共通的，并且还能够各自独立思考。其实第2形态也可以投影成其他的人或者动物的样子，但唯独就是不能是他自己，包括其他在他的主管认知中可以被算作是自己的形象。当其中一个他进入暗世界睡觉时，在外面活动的另一个形象就会被强制认定为第2形态，无法再维持他自己本来的外貌，而是直接变成黑猫。在经过长达2个半小时的思想斗争后，中原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形态。可当下他又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在黑猫形态下，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说话，从嘴里发出的声音只能是喵里喵气的喵星语。于是他便掏出手机查找猫为什么不能说话的原因，很快他便找到了答案。首先是因为猫咪的大脑中没有语言中枢，其次是因为它们的声带在喉部呈钝角，无法发出人类特有的音节。随后黑猫便从肩膀上跳下，他盯着地上的第2形态思考，因为现在的投影图有其表，内部完全是由暗世界的能量构成，如果他改变了投影的内部结构，是不是就能让猫咪说人话了呢？但很快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即便他憋出了一身汗，也无法从猫形态的嘴巴里蹦出半个字。中原心想，会不会是因为自己现在的精神力还不足以做到那么复杂的事情？不过随后他又释然了，毕竟没有人会去要求一只猫开口说人话。之后他再次掀开棺材盖躺了进去，我先睡会儿，明早6点起床，晚安。说罢还跟猫咪形态击了个掌。等本体睡下后，猫咪中原便开始查看自己的能力属性。虽然在开启一心两用后，它的能力强度会全部减半，但本质却没有发生改变。第2形态依然可以正常使用各项能力，而它现在的能力一共有14个。除了热爆鸭和永恒冰玉能通过精准的控制使出升级前的能力之外，其他都没法降级来使用。查看完能力后，喵脸上突然露出邪恶的笑容。很好，趁着猫奴素婉莹还在方界辛苦打精，这下终于可以执行他的野猫制裁计划。很快他便来到了野猫们经常聚集的地方，
可没想到却被人捷足先登了。站在围墙上，他远远就看到一个长得跟江天硕一样的身影正蹲在地上喂猫。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人就是江天硕的双胞胎姐姐江思源。曾经中原在特殊班3年级教室里见过他。而就在这时，江思源也发现了猫咪中原，眼睛瞬间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心里忍不住惊呼：好可爱的猫咪！这优雅的步伐，高贵的姿态，简直就是喵中王者呀！但为什么以前从来没见过呢？不会是新来的吧？随即他便拿出准备的猫棒递到中原面前，像对待其他野猫一样对他说：喵喵，快过来，姐姐这里有好多好吃的哦。而此刻中原却是满头黑线，阻碍他制裁野猫就算了，他居然还想撸自己，简直是在做梦。不过现在也没人知道眼前的黑猫就是中原本源，就算当着别人的面干坏事也不会被发现。可随后他又发现了问题，这些野猫似乎没有像上次那样亲近自己了，不知道是时间太久了超级卖萌失效了，还是因为换了形态的原因。于是他便当着江思源的面再次发动超级卖萌，刹那间原本昏暗的角落便迸发出无数肉眼看不见的能量，朝着四周不断扩散。他再次低头查看，却发现眼前的夜猫们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眨巴着看傻子的眼睛看着自己。中原疑惑，超级卖萌能力怎么会失灵了呢？而就在他思索之时，却没发现，在他身后有一道黑影正在悄然靠近。猫咪形态下的中原竟差点惨遭毒手，危难时刻他奋力一跃，让扑来的江思源直接扑街。看着他如痴汉般的表情，中原满脑子迷惑，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按照先前的经验，超级卖萌对人类根本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可为什么当下的局势完全让他始料未及？那些原本奉他为萌王的野猫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就只是站在那静静的看着。可另一边的江思源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脸颊绯红，双眼变成爱心形状，口水更是流了一地。良久后，他猛然一惊，难道之前的理解其实都是错的？超级卖萌并不是目标智力越低越有效，而是一族之间使用效果最佳。这样一想，所有的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当下他是猫咪形态，所以对这些野猫卖萌仅仅只是消除了他们的敌意，让他们对自己产生了少许的好感。可对人类卖萌却能直接让人彻底臣服，甚至还可以利用虚能进行简单的情绪交流，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随即他又转头看向江思源，这货现在对自己完全到了痴迷的程度，嘴里不停念叨着：肯定是我的猫条入不了萌喵的法眼，所以才被他嫌弃。等明天一定要给他带顶级的三文鱼。中原被吓得冷汗直冒，这种操控人心的能力也太可怕了，以后变成猫咪形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使用才行。他边思索边扭头就要离开，就在这时，突然一阵闪白让他不由得喵身一颤，随后径直来到江思源面前，高高跃起抢过他的手机，小爪子快速点击将刚才偷拍的相片全部删掉，之后急速消失在这可怕的女人面前。整个操作过程仅用了2-3秒钟。江思源握着手机看着猫咪远离的背影，心里无比震惊，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这只猫咪居然还会动手删除相片，该不会是在做梦吧？随即他翻阅手机，发现刚才被删除的照片赫然留在回收站，这才相信这确实不是一场梦。紧接着赶紧备份3份珍藏起来。次日一大早，中原就收到了张蕊发来的简讯，里边说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让中原赶紧到饭堂一趟。剪了头发并摘掉呆呆眼睛的张蕊瞬间像变了个人，刚走进饭堂就引来了一堆同学围观，众人纷纷交头接耳。这小姐姐好漂亮，之前都没见过，应该不是本校的同学吧？有人甚至觉得她是继中原之后唯一能够跟苏婉莹抢夺校花宝座的人。而此时张蕊则是满脸羞涩地走到中原面前跟他打招呼：是这样的，我答应了你，虚惊吸收成功就换个新的发型，所以今天是特地过来兑现承诺的。虽然中原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可当焕然一新的张蕊站在自己面前，还是忍不住的被惊艳到。他连忙称赞：这样很漂亮啊，非常适合你呢。张蕊闻言，本就绯红的脸颊更是变成了熟透的苹果，而四周吃瓜群众却无比震惊，这个美女居然是张蕊，真没想到她摘掉眼镜剪掉头发后居然这么漂亮。而有些人则开始八卦起来，看中原跟她讲话的样子，该不会他俩正在交往吧？随后又有人表示，之前听说中原跟苏婉莹在一起了，可怎么现在又跟张蕊不清不楚的？难道他脚踏两条船？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把二人都吓了一跳。冯晴站在他们中间，一脸不怀好意的询问：他来的不是时候吧？张蕊闻言慌忙解释：没有，来的刚刚好，正是时候。随即三人便端着早餐坐到餐桌边开始躲移起来。冯晴像饿死鬼投胎一样夹起一个包子就一口闷掉，可下一秒他就感觉像是吃了原子弹一样，嘴里不停向外喷着浓烈的火焰。我去，这川香酱肉包怎么这么辣呀？食堂阿姨居然又骗人。过了好一阵，他这才缓过来，随即就要把剩下的包子拿去扔掉。中原在一边指责他一点都不懂得粒粒皆辛苦。冯晴闻言扭头指着自己的包子，一脸无辜地盯着他：那我又能怎么办？要不你帮我吃掉吧。中原见状赶紧挪到半米开外，并极其厌恶地表示他又不是自己的妹妹，让他有多远滚多远。可冯晴却不依不饶，直接张嘴就开始对着中原喊起哥哥。中原见状鸡皮疙瘩落了一地，扬起巴掌就朝冯晴脸上招呼，嘴里咯咯咯的，你以为是老母鸡抱窝呢？而对面的张蕊则掩面偷笑，这两个人简直也太般配了吧。
输惨了，输惨了！自命清高的校花这回着实输惨了。经过3天2夜的奋战，苏婉莹一队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学校。这次他们在龙须山方界打了足足139枚虚惊。此时心想，即便是排不到全国前10，也起码能把倒霉蛋冯晴按在地上摩擦。于是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推开了教务处的门，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却完全让他始料未及。只见原本宽敞的教务处里，此刻已经被数不清的虚惊填满，所有老师正在热火朝天的清点，时不时就跟教导主任汇报清点的情况。顾主任，这里点出了1000多枚放屁兔，不是迷迭兔虚惊，都是品质比较高的。闻言的教导主任则头也不回，都包起来，和点好的放在一块。突然，一位老师发出惊呼：“这枚虚惊怎么看起来这么像月光湖的呀？”众人闻言立马放下手上的动作，齐刷刷来到他面前。我去，还真是，这可比迷迭兔虚惊的价值高多了。邱主任愤愤不平地表示：“这么贵重的虚惊就不会分开来存放吗？这群人简直就是欠收拾。”话虽如此，可下一秒他脸上就浮现起抑制不住的笑容。大家辛苦一下，把已经点过的重新再清点一遍，不要漏掉任何一枚月光湖虚惊。而已经在门口站了10几分钟的苏婉莹此刻已经满脸黑线，这究竟是什么情况？教务处全是虚惊，搞得跟批发市场一样。旁边的上官一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把手里的背包扔给苏婉莹后说：“我先走了，报道的事情你瞧着办。”之后便自顾自地转身离开。而教务处里依然时不时就传来老师的惊呼，又发现2枚月光湖虚惊，紧接着就是顾主任的声音：“加班费翻3倍，大家争取明后天完成工作，点完后就开庆功宴。”闻言的苏婉莹被气得咬牙切齿，这也太假了吧！开挂都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获得如此多的虚惊，他们肯定是造假了。夜里，姜思源便带着闷闷不乐的苏婉莹前去撸猫。昨天我在焚化炉那边遇到一只超级可爱、超级貌美、超级聪明的黑猫，我已经和它约好了今晚带好吃的给它。我相信你见到后一定也会被它给迷住的。与此同时，猫咪形态下的中原正站在屋顶上看着2人。姜思源终究还是来了，难道超级卖萌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消退吗？于是等2人走近后，他便从墙上一跃而下，打算凑近感应一下，看看卖萌能力到底还残留多少。见到黑猫的那一刻，姜思源和苏婉莹脸上同时浮现起粉色的红晕。这只猫咪也太可爱了吧，怎么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它呢？中原一屁股就坐到姜思源带来的猫窝上，这个看起来还算干净，本喵就勉为其难当凳子坐一坐吧。姜思源见状连忙把精心准备的高档食材递上，这是我特意从维京帝国给你空运过来的帝王龟。而猫咪中原却不为所动，依然在自顾自的思索。虚能本身已经消散了，但留下的痕迹却无法抹除。看姜思源这状态，对自己的痴迷程度丝毫没有因时间而降低。最终他得出一个难以置信的结论：超级卖萌能力对人所造成的影响或许是永久的。就在这时，突然一张嘟着嘴闭着眼的大脸悄然靠近，中原顿时被吓了一跳，二话不说直接开启格斗大师，紧接着就朝来者脸上疯狂输出。仅用了短短2秒半，苏婉莹就被打得面目全非，而中原则趁机溜之大吉。次日，苏婉莹把冯晴约到医务室，冯晴看她本身的伤情都已经治好了，只是因为拖的时间太久了，所以脸上才留下了猫爪形状的淤青。随即他询问苏婉莹是不是吸收了别的治疗能力，然后给自己治疗过。得到苏婉莹肯定的答复后，他心里一颤，这女生居然自己毁掉了她最大的价值，究竟图的是什么呀？终极祈愿最强的地方就在于她没有别的技能，如果利用指挥系人手一个的协同100%复制能力，达成超长无敌时间的战略目的，可她如若身上还带有别的能力，那无疑就把原本100%能协同到的终极祈愿概率降到了50%了。可这些似乎与冯晴并没有其他关系，于是他便给苏婉莹刷了素人，随后头也不回的走了。离开后，他脸上一阵凝重，看着猫爪印，明显不是普通的猫咪能拍出来的。学院里该不会出现了什么不得了的家伙吧？这也太舒服了吧！因为妹妹还在军区进修没回学校，中原本尊便可以一直待在黄金棺材里睡觉，而猫咪形态则趴在大树上打着瞌睡，享受双倍睡眠的感觉，简直爽得不要不要的。而遭到重度卖萌影响的姜思源更离谱，居然在校园论坛上高价悬赏神秘黑猫的踪迹。百无聊赖的冯晴正一边看着论坛上的内容，一边思索，这该不会就是打伤苏婉莹的那只猫吧？就在他经过一棵大树底下时，居然发现树上蹲着只超级可爱的黑猫，四目相对，空气瞬间变得好安静。他此刻只感觉从黑猫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跟某人特别相似，于是便摘下墨镜，抬头仔细凝视。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猫咪头上的寿命数字赫然显示着大大的0，而世上没了寿命却依然活着的人，除了挚友中原外，再无他人。圆圆，你在这干嘛？说好的凑合做个人呢？而闻言的中原心里一震，没想到自己的猫咪形态竟被冯晴一眼就看穿了，于是他便疑惑地发出了喵喵声。其实冯晴压根听不懂他喵来喵去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他却双手插兜，极其严肃地质问起来：在问我为什么要看一只猫的寿命之前，你是不是应该先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不做人，还有为什么要用虚能打人？可闻言的中原却依然只是发出了几声喵喵，而冯晴则有模有样的回答：不，我听不懂猫语。从学术角度来说，猫连语言中枢都没有，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猫语。中原这下明白了，冯晴压根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为了不再对牛弹琴，他只能深深叹了口气，解除一心两用之后，从树枝上一跃而下，身体瞬间恢复成人形。冯晴，人类的能力是有极限的呀！可冯晴仍在不依不饶，你扯犊子呢！明明就是因为妹妹不在，所以你就在这开始摆烂，对吧？夜里2人躺在仓库宿舍的屋顶上聊天，冯晴询问中原：在你看来，到底究竟怎样才算是个人？
即使这个人独具人类的外形，本质却和异族一样，无法吸收虚精，只能自主进化，而且还不会被异族所攻击。你说这样算是个人吗？中原很清楚冯晴这是在说他自己，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算了。所谓的人类其实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随即他扭头看向冯晴，对了，说起来，你的能力好像一直都只有素日治愈之风回春和生命共享4个吧？那能看到寿命的眼睛算不算是一种能力呢？其实素日是我与生俱来的能力，另外3个是我在科学院的实验中自主进化出来的，而眼睛则是生物特性，所以虚精对于我而言就像普通的石头一样，就算是吃到嘴里，也会像双头鹫一样吐出来扔进骨头堆。说罢，他便抬头45度仰望天空，发出感慨：圆圆啊，你到最后也没有对那几只双头鹫下手呢。中原则若有所思地表示，虚精已经够了，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其实就算是对待人类，他也从不会心慈手软，更何况是对待异族。他只是在想，人类和异族之间的博弈就是纯粹的竞争关系，一方的收益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损失。哪怕进入方界猎取豢养的异族，人类也同样背负着被反杀的风险。但如果改变了这场博弈的本质，从竞争变为合作，那么人类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然而，要促成这种合作关系的重点，就在于如何保证互不背叛。与此同时，张家界方界内，几个男人正抬头死死盯着在天空翱翔的双头鹫王，而站在中间手拿重型武器的正是中南学院的校长白显礼。身边一人跟他解释，在天空飞翔的就是双头鹫王，他见了人类不但不攻击，反倒还会主动示好，甚至还愿意载人飞行。白显礼闻言微笑道：真是愚蠢的畜生，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屠宰场，竟然还跑来向屠夫示好。没一会儿，双头鹫王竟然直接降落到他们身旁，任由众人抚摸。有人发出感慨，他看起来真的好乖巧啊。可此时白显礼却已经架起了武器。菜市场里鸡鸭也很乖巧，可他们依然会成为人类的盘中餐。王族的虚精可是能让人类都愿意为之而自相残杀的珍贵资源，就算今天我不杀他，也会有其他人来抢着要他性命。话音刚落，他便扣动了扳机，瞬间整个方界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是华国虚能高校的校长白显礼，也是和九虚齐名的神秘组织九妖中的罗侯。因为策划暗杀中原的行动失败，不仅让辛苦培养的异族鬼眼瓢虫落入虚管局手里，甚至就连天青小队也搭了进去。此刻在他私人别墅内，同伙的女人正满嘴抱怨：你逼的首领不得不亲自出手收拾烂摊子，他现在对你意见很大。之后更是直言：我需要提醒你一下，我的目标一直都是成为九妖的首领夫人，至于首领是谁我根本不在意，但如果你尚未失败，我可不打算跟你做一对亡命鸳鸯。罗侯闻言一脸的无奈，真是个冷血的女人，我本来还想告诉你一个惊喜的，可女人显然已经没了耐心，让她要说就说，不说拉倒。封家弃子已经在广远市发现了铁塔国死神的踪迹，等拿到了他的虚精，获得即死能力之后，便再也没人能够阻止我成为新的九妖首领了。女人提醒道，即将开始的高校联赛举办地点就在广远市，届时会有大量虚能者聚集于此，在那里动手恐生意外吧。而此刻的罗侯则一脸自信，正所谓富贵险中求，危险和机遇总是并存的。我已经有了一个万分周密的计划，只要能够顺利执行，便可一举解决所有潜在的威胁。与此同时，安冠峰办公室内，中原跟他对立而坐。安冠峰表示，虚管局已经彻查了守卫方界的天晴小队，可最终也没查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由此判断，敌人要么手段极其高明不留痕迹，要么就是运用了特殊的方式直接规避掉了王破敌的虚应探查。中原则说，以他现在的实力，很明显已经对敌人产生了一定的威胁，所以猜想他们早晚还会再次出手。既然现在无法找出更有用的线索，那就先静观其变吧。说罢，他便起身要去接妹妹回校。安冠峰见状，连忙把他叫住：你还没登录过虚能者的官方商城吧？一般来说，要先正式加入虚能者小队才能有资格登录上去。但你几次任务已经累积了150多万功勋点，我们索性提前帮你把账号给注册好了。中原拿到账号密码后说等下他再看看，随后便出门找妹妹去了。在回学校的车上，钟兰一个劲地跟哥哥诉说自己这段时间里在军区学到的本领。哥，开飞机真的超级有趣，要不是教官说我需要先打好其他方面的基础，我真想现在就直接转职驾驶员。见妹妹如此高兴，中原满脸欣慰，于是便温柔地提醒她，如果想当驾驶员的话，就必须好好保护好视力，千万不可以看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后他话锋一转，对了，说起来马上就到年末了，该给你买新衣服了，你老说我挑的衣服幼稚，今年就让你自己挑吧。钟兰闻言欣喜若狂，我觉得军区的作战服就很好看，帅气又利落，集美观和实用于一体，可惜没有我能穿的尺码。他话音刚落，中原就掏出手机打开虚能者商城给他看，只要有军衔就可以在上面定制专属的战斗服。说罢，他便把每种现成款式全部都按照妹妹的尺码定制了一套，之后有些伤胆地对妹妹说，兰兰，自从进了成英学院，你就一直在学习和训练，要不我们找个周末一起出去玩一下吧？可闻言的钟兰却严词拒绝，她眨巴着大眼睛，极其认真地跟中原说，我现在除了变强什么都不想做，哥哥这么厉害，如果我再不努力，以后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是你妹妹了。而且我已经跟军区的教官说好了，以后每个周末都过来训练。中原汗颜，这辈子的妹妹怎么也开始在成为狂战少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回到宿舍后，中原就拿着手机开始研究起虚能者商城。他150多万的功勋点，给妹妹定制了一大堆衣服和鞋子，
子，可就连零头都没有花完。他想找找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翻找中他居然看见之前他们小队上交的那批放屁兔须鲸竟然已经上架了，真没想到携带这么垃圾的能力竟然还有这么多人购买。随后他又查看了武器类目，上面类别还真不少，刀枪剑戟应有尽有，100万功勋点即可定制专属武器。可他已经有了格斗大师能力，所以使用什么武器都感觉没多大区别，定得起但没必要定。突然一个熟悉的物品出现在了他眼前，特制超合金单人床，价格是10万功勋点加10万华国币，新品大酬宾，买2送1，买4送2。万没想到，当初他让冯晴帮忙定制的黄金棺，都造局居然真的上架了。16岁高中生居然给自己定制了6口棺材，究竟是为自己提前打算，还是送人寓意升官发财？就在刚刚，中原在研究虚能者商城的时候发现，他之前拜托冯晴帮忙定制的黄金棺居然出自都造局，而这个都造局正是华国顶级的高新技术综合研究中心。此刻冯晴在他心里的形象瞬间又高大了些，真没想到他居然跟都造局关系匪浅。看着跟自己房间里一模一样的黄金棺，中原有些心动。他本体现在正在博物馆的黄金棺里，而他常常睡觉的禁闭室跟合金棺也都能成为他制造投影身体的媒介。随后他有了个大胆的想法，如果在其他地方也留下一丝暗世界能量的话，或许他就能通过暗世界来实现瞬间移动了。想到这，他二话不说，手指轻轻点击屏幕，便直接定制了4口都造局出品的黄金棺，买4送2，一共是6口。就在他确认订单的同时，远在上京市的都造局里便炸开了锅。一个年轻的研究员急急忙忙地给局长王佛汇报：王局，大事不好了，我们放到虚能者商城上炫技的那口黄金棺，被人一口气订了6口。此话一出，头顶比100瓦灯泡还亮的王佛直接把隔夜的枸杞茶给喷了出来。研究员继续说道：订购人的名字叫做中原，因为资料保密等级非常高，所以底下的人无法查阅，因此才着急忙慌的过来汇报。这个复刻版的黄金棺材原本是科学院院长的儿子下的单，他一开始只是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制造技术，所以挂到了虚能者商城。可万没想到，居然还真有人订购，而且一次就要6口。此刻豆大的汗珠从王佛脸上滑落，他根本想不通这个名叫中原的人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口，难道是要送人吗？中原还说等东西全部做好了再联系他发货时间和地点。王佛表示，既然人家已经下单了，那就按他说的照正常流程走，还有做完这单后记得赶紧把棺材下架，可别再胡闹了。与此同时，中原还在拿着手机翻阅商城，上面除了可以用功勋点和华国币购买东西外，还接受其他类型的交换。他看着一个白鲸豚须鲸，停止了手上的动作。白鲸豚须鲸蕴含能力有体能潜水和超级声波，出售方是华北军区的后勤部，不接受直接购买。交换条件是需要代表华北军区出战3次，体能应该就是指导员刘文用来帮大家提高吸收须鲸成功率的能力，而且似乎并没有等级高低的说法。至于潜水和超级声波，也不知道能不能升级。不过即便是最低级的潜水，对中原而言也是够用了。随后他便打算先联系出售方。不多时，华北军区司令部助手火急火燎地来到贺继辉办公室。贺司令，我们挂在虚能者商城的那枚白鲸豚须鲸被人询问交易了，对方名字是中原，资料保密等级太高，我无法查阅。贺继辉闻言摸着下巴思索，总觉得中原这个名字很耳熟，随后便打开电脑查阅起他的个人档案。原来是他，拥有超级卖萌的战略级能力，不久前协助军方在牛头山力挽狂澜镇压虫洞的玄冥。看完档案后，他心里便开始打起了算盘，像玄冥这样的人留在华东军区简直是大材小用，要是他能换个没有地域限制的单位，随时支援全国就好了。突然他想到了九虚，因为这个单位不受任何地域管辖。接着他便起身前往九虚的小破院，想询问一下齐修的意见。没想到他刚跟齐修简单说明了情况，齐修居然就直接表示，其实中原现在已经是九虚的第8系候补了。闻言的贺继辉有些不满，责备齐修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他不先提前说一声？齐修表示，具体情况比较复杂，而且他本人现在甚至还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之前冯晴就跟他说过，圆圆这人做事一向不走寻常路，而九虚的陈规陋习又那么多，他如果知道不把小破院给直接推平，就已经给足面子了。说罢，他又提醒贺继辉，九虚的内部问题他会处理好，让贺继辉不要再插手进来了。贺继辉闻言也是无可奈何，毕竟九虚并非他的管辖范围，当务之急还是先跟中原谈妥关于虚惊的事情先吧。位高权重的司令仅是送给男孩一枚虚惊，男孩竟然就回赠他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贺继辉在跟齐修争取中原失败后，只能先电话联系沟通白鲸豚须鲸的事情。中原刚拿起电话接听，对面就自报家门：你好，我是华北军区司令贺继辉，我该称呼你玄冥呢还是中原？中原表示叫他玄冥就行。好的，玄冥，你在虚能者商城上下单的那枚白鲸豚须鲸，我们可以免费送给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交易。其实也并非是我们不想跟你交换，而是你常住的上东市距离华北实在是太远了，而虚洞从出现波动到开启，通常用时不超过半小时，可从上东市赶往华北最快也要2-3个小时，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么长时间的等待。中原闻言似乎嗅到了一丝套路的气息。贺司令，按照您的说法，只有华中的人才能跟你们交易了，但是华中并不临海，
白鲸豚须鲸中蕴含的潜水能力，他们怕是用不上吧？贺继辉没想到自己拐弯抹角的表示，竟然就这么轻易的被中原看穿，之后也只能坦白：玄冥，你是个聪明人，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我们将这枚须鲸挂在商城的本意是为了招揽其他军区的人来华北。中原疑惑，既然是这样，那刚才为什么说要把那枚须鲸直接送给自己？贺继辉表示，中原的实力放在整个华国都难逢敌手，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高的境界，将来必定会有所成就，而他这么做也只不过是想交个朋友而已。闻言的中原表情耐人寻味，手指轻轻敲击桌面，没想到贺司令如此大气，难道就不怕他拿了须鲸后翻脸不认人吗？贺继辉连忙解释，就算是翻脸，他们无非就是损失了一枚须鲸而已，但要是自己舍不得那枚须鲸，很可能就伤了中原对军区的感情了。一枚须鲸换一个战略级人才的信任，这买卖绝对不亏。中原此刻心想，不愧是军区司令，果然是胆识过人，气度非凡。既然他如此坦诚，自己要是还遮遮掩掩，反倒显得小气了。其实我有一种可以瞬间移动的能力，从上东市到华北只需要短短几分钟，跨区帮忙镇压虚洞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难。贺继辉闻言心里一震，从没听说过有什么能力能够让人短短几分钟就能瞬移几百公里的，不由反问中原他所说的是否真实。中原认真地表示自己句句属实，不过在发动这种能力之前，我需要先给你邮寄一样东西，作为瞬间移动的媒介。不多时，胖嘟嘟的快递小哥就来到了中原的宿舍，看着面前的黄金棺材，他一脸难以置信，再三询问中原是否真的确定要把这口棺材寄给华北军区的贺司令。中原斩钉截铁地表示确定，之后更是从口袋直接掏出青年榜第2的黑徽章，让快递小哥火箭加急送达。见到他手中的徽章，快递小哥差点惊掉下来，卧槽卧槽卧槽！之前只知道这个中学生实力不俗，怎想他居然就是排名第2的玄冥大佬，怪不得敢寄这么晦气的东西给司令。仅用了2个半小时，运送快递的车子就到达了华北军区大院。当快递小哥从车厢里扛出那口金灿灿的棺材时，军区职员彻底懵逼了，这玩意怎么看都是棺材吧？果然大佬的世界不是我们这种小卡拉米能懂的。而当他把棺材送到贺继辉办公室时，健壮的贺继辉也是满脸问号，迷迷糊糊就把到付的邮费给付了。看着摆在地上的棺材，他左思右想，思前想后，也搞不懂中原把他寄来究竟是何用意。这啥玩意儿？怎么那么像督造局新上架的那个货？玄冥为什么会有？而他又为什么要把它寄过来？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快递小哥收到邮费后便转身离开，留贺继辉茫然地站在原地。他上前把棺材盖打开，发现里边空空如也，心想这该不是玄冥搞的恶作剧吧？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响起，他拿起接听，正是中原的来电。玄冥，你给了我好大一个惊喜啊！而那头的中原却只是轻声说了句那就好，之后便挂断了电话。贺继辉听着耳边传来嘟嘟的忙音，心里五味杂陈。与此同时，背后的黄金棺突然打开，他警惕地扭头查看，竟发现原本空无一物的棺材里出现了一个长相秀气、身材略微消瘦的男孩。男孩走出棺材后，直接朝他行了个标准的军礼。贺司令您好，我是玄冥，很荣幸见到您。贺继辉当下只感觉自己心跳突然漏了半拍，紧接着赶紧从口袋掏出速效救心丸，抓了一把塞进嘴里咽下，这才把心跳的频率恢复了正常。原本空荡荡的棺材突然冒出个活人，差点把位高权重的司令给直接送走。还好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连忙服下方才保住了小命。中原从棺材里悠悠地爬出，贺司令，您说的可以到付，所以我就直接让快递公司火箭加急了，您不介意吧？贺继辉此刻大脑还处于卡机状态，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作答。缓了数秒后，他方才想起中原此行的目的，随后他便打开保险柜，把里边的白鲸豚须鲸拿出，然后递给中原。中原刚触碰到须鲸，脑海中立马就响起了提示音，发现白鲸豚须鲸是否吸收。白鲸豚须鲸拥有以下能力：启能黄级不可升级，潜水黄级可升级，超级声波黄级可升级。听完能力介绍后，中原却没有立刻选择吸收，因为他提交的个人档案上已经写满了8个能力，如果现在就直接当着别人的面吸收的话，估计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他便打算回去再说，随后将须鲸装入口袋，顺便跟贺继辉握手并询问：对了，贺司令，您这边还有更多的白鲸豚须鲸吗？贺继辉连忙回答：因为白鲸豚是罕见的水生异族，在华国仅出现过2次，科学院也曾经有过设立水中方界豢养白鲸豚的计划，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因此白鲸豚须鲸在华国的库存加起来总共不超过100枚。中原没想到这须鲸这么稀有，如若是吸收了它上面的能力，那升级能力等级倒是成了很大的问题。看来回去后还得好好考虑一下是否真的要吸收。之后他便跟贺继辉道别，然后掀开棺盖欲瞬移回去。贺继辉见状赶忙上前把他叫住，好不容易来一趟上京，吃个饭再走吧。可中原却表示其实他来一趟还是挺容易的，不费什么劲。此话一出，贺继辉差点再次掏出速效救心丸。他本以为这么远距离的传送一定会消耗大量的精神力，可没想到中原对此却只是轻描淡写。他当即发出3连问：你的瞬移代价真的很小，会有时间之类的限制吗？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实现瞬移？一脚已经踏进棺材的中原也没想到贺继辉突然反应这么强烈，刚抬起的脚立刻又放了下来。他扭头告诉贺继辉，就是必须把棺材的盖子给关好，不能透光，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条件限制了。贺继辉闻言强装镇定，再次开口挽留。话说你真的不留下来吃个饭吗？上京市的特色果木烤鸭，原汁原味古法烤至外酥里嫩，离这里也没多远的，听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中原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询问贺继辉可不可以打包带走。成英学院中原的仓库宿舍里，钟兰正一口烤鸭一口辣酱吃得不亦乐乎。冯晴见状一脸迷惑，这烤鸭他从小吃到大，可还是头一回见有人还要蘸辣酱的。钟兰则表示他无辣不欢，不蘸辣椒酱的食物是没有灵魂的。而坐在旁边的中原则是在不停埋怨自己只不过跟妹妹吃个外卖而已。结果这两货居然厚颜无耻的跑来蹭饭，已经跟他们混熟的上官毅面对中原也不再那么胆颤心惊了。你们没来食堂，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就跑来宿舍看看了。闻言的冯晴连忙点头赞同，随后他夹起一块烤鸭仔细品尝。话说这烤鸭的味道怎么跟我家出门往东2公里的那家老字号这么像呢？中原将烤鸭送到嘴里假装咀嚼，然后咽下，之后心虚的表示他也不知道，反正自己没吃出来。就在这时，旁边的窗台上突然窜出2只小猫。钟兰见状连忙护住桌上的烤鸭，哥，有夜猫要跟兰兰抢吃的，你快赶走它们。中原闻言头也不回，只是对着窗口轻轻弹了下手指，2只野猫就应声摔出。刚夹起一块烤鸭想细细品尝的上官毅见状被吓得冷汗直冒，连忙出声提醒中原，他这种用虚能揍猫咪的行为可千万别让猫奴看见，否则分分钟会成为公敌。可钟兰闻言却不以为意的表示，即便是让他们看见了又能怎样，自己哥哥这么厉害，才不会害怕他们呢。猫这种动物可恶心了，它们经常会用舌头把全身上下都舔不遍，而且还舔脚舔蛋蛋舔粑粑，看起来可爱，其实脏得要死。中原闻言瞬间石化，心里立刻打定主意，自己能变成猫咪形态的事情一定不能让妹妹知道。钟兰见哥哥不出声，连忙询问他应该不会是猫奴吧。冯晴赶紧帮他解围，小兰兰放心，你哥他才不会是猫奴呢，他只是特别招猫奴喜欢而已。钟兰一脸不悦，比如那个终极祈愿吗？冯晴汗颜，对啊，他因为这个事情还被你哥狠狠扇了一巴掌呢。此刻冯晴为中原捏了把汗，还好他妹妹不喜欢猫，不然这终极妹控绝对会变成猫咪形态，然后扑到他身上撒欢。但是一想到黑猫的本质是个人，自己除了关好门窗外还能做什么呢？与此同时，方界狩猎的学院排名也已经出来，冯晴跟刘博2个小队都进入了前10，其中冯晴小队以86619枚虚金取得压倒性胜利，第2名甚至连他们的零头都不到。为此还有不少人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甚至还举报到了虚管局，可最后也证实了数据完全真实无误。而此刻正躺在床上看手机的苏婉莹瞳孔却急剧收缩，本以为他们打了100多枚虚金铁定能够入围，可怎料最终却排到了全国第11名，校内排名甚至排到了第3。按照每个学院只能取2个名额的规定，他的小队已经没有资格去参加高校联赛了。在高校联赛中拿过最多 MVP 的学院最强辅助，如今竟沦为连替补都没人要的烫手山芋。学校操场上，顾主任正给参加方界狩猎的学生宣布比赛结果。成绩经过联赛组委会的核准，这一届我们代表学院出战高校联赛的队伍是冯晴小队和刘博小队。结果一公布，众人惊讶不已，冯晴小队无疑成了本次狩猎比赛里的最强黑马。根据赛制规定，每个队伍都可以补充2名替补队员。苏婉莹小队的同学如果愿意，可以作为参赛队伍的替补队员参加比赛。而作为排名第1的冯晴小队拥有优先选择权，他想也不想直接表示，上官毅和陈旭2人我们队要了。不愧是智商高达250的队长，挑选的这2人如果同时上场，伤害直接爆炸。闻言的刘博瞬间就不淡定了，2个攻击手被挑走了，剩下的就只有辅助和医疗。于是他连忙上前，顾主任，我们小队不想要苏婉莹，他的2个能力我们小队都不需要，我们要打手。顾主任看了他队伍的配置，4个人合计14个能力，一半都是精神控制，确实缺少输出能力。但一旁的苏婉莹瞬间就不淡定了，自己再怎么说也是学院里参加高校联赛拿过最多 MVP 的最强辅助，如今竟然沦落到连当替补都要被人嫌弃，越想越气，于是便上前跟刘博理论，你凭什么说我的能力对你们小队没帮助？刘博解释道，苏学姐，并非是我瞧不上你，而是我们小队走的是速战速决的路子，开局直接控制，然后一波带走对面，你的终极祈愿跟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配合。而治愈之风我们小队也已经有了，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苏婉莹厉声呵斥，学弟，你们这套战术对付异族固然好用，但团队赛却未必吃香。刘博也不甘示弱，既然如此，那我们队伍就来比试一场，你如果输了就主动退出补习。见状，了解刘博能力的冯晴连忙凑到中原耳边跟他解释，圆圆你看，等一下刘博就会跟苏婉莹握手。中原不解，原来刘博是指挥系，更是拥有协同能力，可以通过触摸随即复制目标的一个技能。果然下一秒，刘博就上前向苏婉莹伸出了手，脸上更是洋溢起38度半的灿烂笑容。学姐，我们都是为校争光，点到为止就行，可别伤了和气。苏婉莹没想到刘博竟会如此绅士，也只好迎上握手，并表示友谊第一，比赛第2。这一切完全在冯晴的意料之中，看他笑得这么灿烂，多半是已经协同到了终极祈愿。圆圆，防火防盗防协同啊，以后你可千万别随随便便跟人握手了。中原第一次知道有协同这种逆天技能，而他这一身的能力秘密太多，确实得防着，不能随便让人给协同了去。比试结果显而易见，还没过2分钟，苏婉莹一队人全部都已经被刘博队伍给控得死死的，跪倒在地上动弹不得。苏婉莹这时就像丢了魂似的，木讷的呆愣在原地。原来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终极祈愿，在没有队友协作的时候竟如此的不堪一击。就在这时，刘博居然看向中原，学弟，要不你干脆来我们队吧，只要你加入，我们队拿冠军简直毫无悬念。冯晴万万没想到刘博居然敢当着他的面挖角，连忙上前制止，圆圆在我们队拿冠军更加没有悬念。刘博闻言继续言语挑衅，我不信，有本事你就跟我们打一场啊！
冯晴怎会不知这货心里的小九九？他刚才协同到了素婉莹的终极祈愿，还没用出手，现在肯定手痒的不行，笨蛋才会现在跟他打。刘伯见冯晴未上当，继续扬言：“你们肯定是怂了，所以才不敢跟我们打。既然这样，那就把中原让给我们，对吧？”一旁的中原实在听不下去了，于是便抬起头，面无表情地说：“我们接受挑战。”此话一出，冯晴也有些惊讶，不过他对中原有100%的信心，很快便调整了心态。行吧，既然圆圆想打，那我就跟你们过2招。如果你们队输了，就全员承认自己是狗。刘伯信心满满的表示没问题，但要是冯晴小队输了，就让中原去他的队伍。2个队长就像小学生一样在那谈判胜负条件，而中原则径直走到素婉莹面前，弯腰搀扶她起身。素婉莹被他突如其来的关心整得面红耳赤，小鹿乱撞，心想中原明明就可以不接受挑战，可却还是接了。他这样做该不是为了我吧？不多时，2支队伍就整齐地站作2排相对而立，大战一触即发。素婉莹满眼担忧，刘伯小队的实力他是亲身经历过的，也不知道中原是否真的打得过。万万没想到，2支参加高校联赛的队伍居然为争夺中原而大打出手。对此，指导员刘文也是无可奈何，他深深叹了口气后便宣布比试开始。刘伯闻言迅速发布战斗指令，让队员们率先控制冯晴，以免他用回春给其他人解控。而冯晴却丝毫不慌，脸上露出咧咧的笑容，然后慢悠悠地让队友施展交换位移，把他跟对面的治疗系胖子位置交换，同时再让张蕊施展毒影重重。刘伯小队一股脑就朝着冯晴发动精神囚笼、昏厥等各种控制。可就在这时，操场上突然开始弥漫起浓重的烟雾。就在他们的控制技能将要打到冯晴身上时，他迅速地跟对面的黄毛交换了位置，而被交换过来的黄毛始料未及，连忙发动防御能力磐石抵挡。此时操场已经彻底被迷雾所笼罩，视线被阻挡，冯晴又被换位。刘伯所有队员发动的控制技能全部被躲过。突然一人惊呼完蛋，紧接着刘伯小队便接二连三地栽倒在地。刘伯大惊失色，万万没想到他引以为傲的一波带走策略竟被如此轻易破解。治疗系黄毛还在依靠磐石苦苦支撑，并出声提醒队友这是想毒迷雾，只要一出声就会中毒，让大家赶紧站在原地别动别出声。就在这时，一直没有动过的中原出声提醒：“你们已经来不及了，治疗失去了视野，只能自保，没法给队友解毒。”随后他走到满头大汗的刘伯面前表示：“你们的一波流战术太容易被破解了，棋手一旦失利，后续直接就翻盘无望了。如果现在施展刚才协同到的终极祈愿，无敌3分钟的话，或许还有机会跟我过2招，不然都不用我出手，你们就已经败了。”刘伯这下终于意识到自己队伍的问题，的确如中原所说的，他们最大的弱点正是一波带不走就会后继乏力，即便对手只是简单的保住治疗，不断给他人刷回春，也能够轻易破解他们的战术。接着他便直接双手举过头顶，并表示自己队伍确实输了。待迷雾散尽才看清，冯晴小队4人完好无损，甚至有2人都没有挪动过位置，而刘伯小队则几乎全军覆没，知错就改，挨打立正。刘伯随后便走到素婉莹面前跟她道歉：“素学姐，实在对不起，刚才我不该那么说的，我们其实非常需要您的能力。”素婉莹没想到他的态度竟然转变得这么快，连忙摆手表示没关系，他不介意的。随后刘伯还深深朝着他鞠了个躬，并诚挚地邀请素婉莹加入他们的队伍。而站在不远处的上官毅见状，突然对冯晴说：“他想去刘伯的队伍。”冯晴有些疑惑：“你不要中原带飞了吗？”中原刚才的话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合适的搭配比强大的个人实力更加重要。高校联赛是比赛，更是让我们展现团队意识的舞台。说完后，他便直接搂着刘伯的肩膀开始嬉戏打闹，场面一片祥和。冯晴看着眼前的一幕，意味深长地对中原说：“比起竞争更倾向合作，比起个人更倾向团队。圆圆，这就是你的做人之道吧？”而闻言的中原却依然一脸丧气看不出任何表情。但冯晴也不再过多解释，直接走到刘伯面前，让他兑现比试前约定好的承诺。刘伯闻言便有些不好意思地让身后的队友去把战旗给拿来。不多时，操场上出现了令众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只见刘伯一队人拉着印有女装中原的横幅，然后大声宣布：“中原粉丝俱乐部正式成立，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人都是中原的舔狗。”而冯晴已经彻底被刘伯这一操作给整无语了，搞了半天，原来这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啊！再看中原，睁着灯笼大的眼睛拍了拍冯晴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表示：“冯晴，你的战略意识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这样的兄妹情也太让人羡慕了吧！”代表成英学院参加高校联赛的学生正在候机厅里等待登机。钟兰此时看着手机里哥哥的照片，满脸骄傲，不愧是我哥，即便是穿上校队的队服也是一样帅气的。而站在他面前的中原则低着头，一脸宠溺地看着他，随后轻声询问：“兰兰，你真的不打算到现场去观赛吗？只要我跟军区打声招呼，他们就可以给你安排特等观众席的。”可钟兰却头也不抬地表示：“才不要给哥哥添麻烦，他和大家一起远程观赛就好。”话音刚落，钟兰便垫着脚，双手抚摸着哥哥冰冷的脸颊，深情地看着他的眼睛说道：“哥，你的世界太空旷了，不应该只容纳我一个人，我自己待在里边会很孤单的。人世间还有那么多的风景，你来都来了，为什么不多去看一看走一走呢？”言语间充满了对哥哥的疼惜与不舍。而此时中原脸上一颗眼泪悄然滑落，他不明白妹妹到底是知道了他的秘密，还是真的长大懂事。一瞬间，他感觉钟兰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他无时无刻呵护的小女孩了。良久后，眼看登机时间就要到了，钟兰便匆忙转身，一边朝门口走，一边对中原说：“哥，
我跟秦叔叔回军区过元旦去了，我不在的时候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哦。中原看着妹妹渐行渐远的身影，心里泛起一阵失落。回到座位上，他耳边依然不断回荡着妹妹刚才说的话，心想我人都已经死了，还能算是在人世间吗？随后便询问冯晴他妹妹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而闻言的冯晴依然看着手上的杂志，用略微调侃的语气说应该可能也许大概是发现他是个妹控了吧。话音刚落，中原连忙绝口否认，我哪里妹控了，这只是正常的兄妹情而已。此话一出，冯晴立马放下手中的杂志，死死盯着他。这时正被一对泛着紫光的双眼凝视的中原只感觉周身发毛，连忙询问冯晴干嘛一直这样盯着自己。冯晴无语，你是心里真的没数，还是拿我寻开心呢？讲道理，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就跟个行尸走肉似的，除了妹妹以外什么都先不动你的棺材盖，直到最近你妹她一心想要自立自强，故意远你这才终于迈出脚步走向人世间，我都看得出你的变化，难道你妹妹会看不出来吗？说罢直接伸手开始在中原脸上一阵揉捏，而脸庞差点被捏变形的中原却只能眨巴着眼睛无助的看。你给我放开，说话就好好说话，能不能别捏我的脸？冯晴收回手后便开始有理有据起来，你看看，妹妹就捏得，我就捏不得，你居然还有脸说自己不是妹控？就在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时，中原的手机突然响起，他看到来电号码是军区的贺司令后，连忙起身走到没人的地方接听。玄明，实在不好意思，5分钟前我们监测到一个红级虚洞即将在大京市出现，预计再过2个小时就会开启。此时的中原也听出了那头的贺继辉着急的心情，直接询问他具体地点是不是在市区内。是的，我们需要你，能来一趟吗？中原表示没问题，让他稍等几分钟。他现在已经完全掌控了一心两用，可以随时幻化出分身，然后一个去镇压虚洞，另一个就替自己坐飞机去广远市。但如果军区那边用别人的面孔出现，定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思索片刻后，他决定还是由本体亲自过去协助镇压，而学校这边则让分身代替。于是他便叫醒正呼呼大睡的冯晴，拉着他径直朝卫生间走去。这一举动让坐在后面的谢意涵和张蕊瞬间思绪乱飞，而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冯晴则是一脸的懵逼。中原二话不说便直接递给他一个背包，情况紧急，我没法以现在的样子跟你们坐飞机了，帮我打掩护，马上就要登机了，我先躲进包里混上去再说。紧接着直接当着冯晴的面施展一心两用，瞬间就幻化成了那只学校的黑猫。看着喵里喵气的猫咪中原，冯晴立马想出了个妙招，于是低头对猫咪说，一声喵代表肯定，2声就代表否定，这样方便交流。达成一致后，黑猫便直接钻进了包里。冯晴随后一把拿起背包背在身后，并开始调侃起中原，论会整活还得是你啊圆圆。男孩上一秒还在跟挚友相爱相杀，可下一秒却已瞬移到了千里之外。贺继辉正在办公室里紧锣密鼓的电话部署，身后的黄金棺突然传出异响，紧接着盖子被缓缓打开。当看到中原出现的那一刻，办公室里的小职员差点就见到了自己的奶奶。贺继辉见状连忙上前安抚，你别大惊小怪的，这是督造局最新研发的高科技翻盖式金属床。随后叮嘱他去给玄冥取一套虚洞战场专用的装备，所有事情由自己来沟通就行。待小职员离开后，贺继辉一脸苦相的看着中原，心想上次刚送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这玩意儿的外形给迷惑了，当时差点以为玄冥是想把自己给送走，所以同样的错误他绝对不会再犯第2次。与此同时，远在千里外的飞机场里，冯晴背上装着猫咪中原的背包上飞机，而跟在他后面的谢意涵却总感觉这背包鼓囊囊的有些奇怪，随即询问冯晴他背的是不是中原的包。冯晴连忙解释，因为中原临时有事，所以让自己先帮忙把东西给带过来。见背包的拉链没拉紧，热心市民谢意涵果断出手上前一把将拉链关紧。就在这时，千里之外贺继辉正在询问中原需要整备什么武器，而在他背后的中原却顿感不妙，紧接着就唰的一下直接变成了猫咪形态。可爱的黑猫一脸疑惑的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他当下也整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再看贺继辉，他扶着生疼的脑门，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怎么可能？玄冥居然变成了猫咪，肯定是自己眼花了。最近压力实在太大，竟然都产生幻觉了，该不会自己其实已经凉了吧？等他再次睁眼，哪有什么猫咪啊？只见中原正若无其事地站在面前，他表示武器的话还是用极道系列的偃月刀就行。这下贺继辉更加笃定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了，他转过身子不敢再看中原，怕一会儿又看到他变成猫咪。中原不解道，贺司令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贺继辉连忙表示自己没事，他这就叫助手小徐把武器拿来，随后赶紧掏出速效救心丸抓上一把送到嘴里，这才放下心，悠悠地跟中原说，真的是不服老不行啊，现在不仅心脏不好使，就连眼睛也出问题了。闻言的中原心里一阵尴尬，还好有惊无险，没把司令给吓出毛病，要不然他那翻盖的金属床就真的得送给司令睡一睡了。原来是装着猫咪分身的背包密封效果太好了，拉链只要一关上，背包里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黑暗密闭空间，而暗世界首先把那边的分身认定成了主体，这才导致这边的形态被强制变猫。还好刚才自己及时把拉链给拉开，要不然贺司令这边估计就真的解释不清了。与此同时，飞机上谢意涵发现上一秒刚被他拉上的背包拉链又莫名其妙被打开了，于是他便再次伸手，可就在他手即将触碰到背包的时候，却突然被一只柔软无比的肉垫给顶住了。他万万没想到冯晴居然敢带猫咪去参加联赛，于是便开始大叫起来。闻言的顾主任立马呵斥，冯晴你这也太不像话了，
我们是去比赛，不是去旅游。你带只猫来到底想干嘛？此刻猫咪中原也不想再躲藏了，既然都被人发现了，干脆就破罐子破摔吧，爱咋咋地。于是他便跳上冯晴肩上，四目相对，先对他喵喵几声。冯晴见状询问他是不是不打算继续伪装下去了，猫咪中原则是淡定的喵了一声表示赞同。得到肯定答案后，冯晴干脆就直接把猫咪拖到手心，然后大大方方的解释道：顾主任，实不相瞒，这只猫就是中原同学。闻言的顾主任立马被气得青筋暴起，冯晴这家伙去年比赛就一直在闯祸，今年更加变本加厉，刚上飞机就故意对着猫咪指鹿为马，他这简直就是在作死边缘疯狂试探。于是飞机上就传出了声嘶力竭的呵斥声：冯晴，趁着现在飞机还没起飞，请你立刻马上把这只可爱的猫咪给送下去。古有赵高指鹿为马，挟天子以表权势，今有学生指喵为援，逼老师留下猫咪。顾主任在知道冯晴擅自带猫上飞机后怒不可遏，说什么都要他立刻马上把可爱的猫咪送下去。可没想到这一举动却引起了所有学生的不满。中原头号粉丝上官毅拍着冯晴的胸脯表示，学生会长说这猫是中原，那就一定是，我们绝不可以把重要的队友干下飞机。张蕊也急忙站出来阻拦，冯晴这么做一定是中原的要求，他绝对没有在无理取闹，还请顾主任手下留情。而此时的猫咪中原却有些心不在焉，他仔细回想了一下，既然刚才背包能被暗世界认定为密闭空间，那岂不是只需要他留一点暗世界的气息在里面，就能像黄金棺一样把它当成传送点？这样一来，就连一心两用都可以省了。同学们的抗议还在继续，刘博代表中原粉丝俱乐部意见力挺中原，这么可爱的喵喵，顾主任肯定不忍心把它赶下飞机去的，对吧？张蕊表示他虽不是猫奴，但他也觉得刚才中原喵的很有道理。这时还站在冯晴肩上的猫咪中原汗颜，这群人都疯了吗？自己明明就没有开启卖萌能力，怎么一个个看起来都像是脑子瓦特了一样？而冯晴的想法刚好跟中原相反，他此刻非常肯定地认为圆圆100%开启了卖萌能力。见学生们都在拼命维护猫咪，顾主任尤为惊讶，但又无可奈何。这帮学生都是代表学院去参加高校联赛争夺荣誉的小祖宗，现在可得罪不起。就在这时，坐在后排的苏婉莹也发现了冯晴肩上的黑猫，身为资深猫奴的她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正是那天晚上她和姜思源遇到的那只。于是她便走到顾主任面前，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兮兮的祈求：顾主任实在是对不起，这只喵喵是我养的，它的名字就叫中原，还请您不要赶走它好吗？说罢也不等顾主任反应，他便转身看向黑猫，伸出双手让中原快点到他怀里来。见状，冯晴一阵无语，这妞怎么就不长记性呢？脸上的猫爪印至今还历历在目，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圆圆是你想撸就撸的吗？估计一会儿就有他好受的。而肩上的中原则被气得冷汗直冒，你不要过来啊！就在苏婉莹将要触碰到他柔软的小肚皮时，中原直接开启格斗大师无敌喵喵拳，1秒20掌，柔软的小肉垫瞬间化作几道无形的残影，朝着苏婉莹脸上疯狂输出。仅仅用了2秒半，苏婉莹就被打得面目全非，口吐白沫，昏死了过去。冯晴无奈表示，都说了是圆圆是圆圆，你还硬要撸。这下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再看顾主任，他此刻已经被猫咪中原的残暴给吓住了，连忙转身表示让冯晴给猫咪系好安全带，乖乖坐好，他就不打扰了。之后匆忙离开。与此同时，大京室内，中原已经跟前来对抗虚动的虚能小队会合。一名头顶蹭亮的小队成员指着他手里的偃月刀表示，小兄弟有点彪啊，看这身板斯斯文文的，竟然还会使用这种大家伙。而中原则是一脸的严肃，红级的一族体型普遍都偏大，对付他们的武器当然也是越大越好了。光头男闻言有些惊讶，莫非小兄弟会使的武器不止这一种？而中原则不以为意的表示都会一丢丢。为减少人民损失，这边已经早早开始了群众撤离工作，现在连5毛方界都布置好了。可虚动的能级波动却发生了异常，看样子似乎有延迟开启的倾向。光头表示他有股不祥的预感，因为虚动出现延迟开启，往往会伴随着各种无法预料的意外状况。尤其是这次的初始波动就是红级，危险系数本就极高。此时指挥部里，职员正在给贺继辉汇报当下的情况。根据最新数据分析，这次的虚动有66%的概率是一个核动。贺继辉连忙下令马上调拨防护服到前线，职员们则建议他求助九虚来帮忙镇压，可他却说不用了，因为只有他知道九虚的第8席已经在现场了。所谓的核动，就是遭受过核污染的虚动。早年间，因为人类之中还没有虚能者诞生，所以镇压虚动的主要手段就只有热武器。但是热武器对于红级和以上的异族，甚至就连防御都破不开。因此，为了尽快的镇压他们，某国就直接把核弹扔进了虚洞里。虽然得到的效果显著，但也因此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因为那时候的人类还不知道同一个虚洞是会反复开启的。愚蠢的某国为快速压制异族，竟直接往虚洞里丢进了核弹。可当时的他们却不知道，同一个虚洞是会反复开启的。这样做无异于自取灭亡。但才上高1的中原还未学到这些内容，闻言心生疑惑。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虚洞会反复开启。坐在他旁边的光头继续跟他解释，一部分虚洞会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随机反复开启，而另外一部分则会沿着特定的规律，持续在世界各地进行迁移。当核弹镇压过的虚洞再次开启时，人们才发现里面的异族因为核污染而发生了变异。他们不但基础能力变得更强，而且还进化出了新的
的能力。而比这些更可怕的是，在核洞开启的时候，核污染也会被释放出来，往里边投放核弹所造成的反射性污染，会随着核洞开启全部都返还给人类，就连里边的异族也变成了行走的污染源。而遭受到核洞污染的人类，即便是能够幸存下来，最终也会因核污染而疾病缠身。所以这就更加体现了虚能者的重要性，因为一旦没有虚能者阻挠，异族便会直接摧毁方界，然后直接将污染带到外面的世界去，那么对人类造成的危害绝对是致命的。听完光头的解释后，中原沉默了许久，随后出声询问他，那现在既然各国都有组建用于阻止虚洞开启的虚能小队，应该都已经停用核武了吧？光头表示，在人们意识到核洞的危害后，各国就达成了不再对虚洞使用核武的约定，但却仍有个别国家明知故犯，仗着虚洞会迁徙的规律，直接将危害转嫁给了倒霉的邻国。光头越说越激动，直接起身朝着天空大骂：“这群混蛋玩意儿，简直就不配当人！”就在这时，通讯仪里传来指挥部的指示：紧急通知，虚洞预计还有半小时开启，并且有90%概率为遭受过污染的核洞。现在请所有参战人员立刻穿戴好防护服，做好战前准备。特别要注意，即便是身穿防护服，也绝对不可以在污染中作战超过半小时。倘若战斗过程中防护服不慎磨损，则一定要在1分钟内撤退更换。中原看着大家都在忙碌地更换防护服，心里五味杂陈。话虽这么说，但等到真正打起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时间去顾及那么多呀。他看着手上的防护服，询问光头：“既然核洞对人类存在如此大的危害，那我们能做的难道就只有这些吗？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来说，还没有办法能够清除核洞中的污染，因此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有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挡在人民群众的前面了。”此刻中原突然灵光一现，要是按照常规的思维，确实无法处理，但连他自己都能从4年后重生回来，完全已经违背了正常的逻辑，而且身上还有好几个超越传统物理学的战略级能力，科学做不到的事情，或许可以使用虚能做到呢。飞机上，黑猫突然一爪拍在了冯晴的书本上，冯晴抬头询问：“你是不是闲不住了，想跟我一起看书？”猫咪中原则喵喵2声表示否定，然后小爪子开始在书本上指指点点。很快冯晴就理解了他的意思：“你是想问我关于核污染的问题？”猫咪喵了一声，冯晴沉默了。圆圆肯定不是想问他书本上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书就在他手上，如果有疑惑直接翻看答案就知道了。他难道是想询问关于对付核洞的方法？此时猫咪中原似乎听到了冯晴的心声，在旁边不停的喵喵喵催促冯晴赶快跟他讲。冯晴表示，黄级 LV3以上的再生能力就可以消除核污染对人的影响，但目前仍未发现可以处理污染源的虚能，不过要是你的话就说不定了。猫咪中原此时听得无比认真，因为科学院已经研究过你之前冻住的那个人，他的身体内外全都被虚能给隔离了，内部温度更是无限接近了绝对0度，在这种状态下，即便是光子也会被降到极慢的速度，理论上看应该可以暂时冻住核污染所产生的电离辐射。与此同时，大金市那边光头已经穿好了防护服，他看到中原还没穿戴，便询问他是不是不会穿。中原则表示他不需要这个。随后他朝着通讯仪呼叫指挥部，让所有人全部退下，我自己一个人单挑虚洞。此话一出，那头的贺继辉瞬间就不淡定了。玄冥，对付异族关闭虚洞不可儿戏，我绝对不同意你一个人去冒险。中原解释，因为其他人进场会影响他使用战略级技能，可贺继辉仍言辞拒绝。那也不行，如果你失误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绝对不能拿整个大金市的人民生命去冒险。此刻的中原表情严肃，语气决绝，给我1分钟，如果我不能在1分钟内结束战斗，你们就马上进来救场。16岁高中生竟然想独自单挑被核辐射污染过的虚洞，此刻正在门口随时准备应战的虚能小队闻言都纷纷劝阻，可在知道他就是青年榜第2后，却又瞬间惊讶不已。中原义正言辞地让所有人立刻撤离，这里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贺继辉看着一脸坚毅的中原，却无可奈何。虽然本人还不知情，但他现在已经是9虚的后补，真要论指挥权的话，他与自己平级，自己现在已经无权阻止。而且从中原的个人档案上得知，他拥有黄级 LV4的再生能力，所以并不会受到核污染的伤害。而核洞中的异族虽然异常强悍，但数量基本上都只有个位数。如果中原的超级卖萌奏效的话，的确有可能单独对抗虚洞。随即他便在通讯仪里下令，让全部虚能小队成员都配合玄冥的行动，顺便也提醒中原，叫他上去之后就直接对异族使用战略级能力，如果万一不奏效，立马就撤出等待支援。中原眼神坚定表示了解，他看着逐渐扩大且不断向外释放闪电的洞口思索，虚洞附近数十米范围都是禁区，空间扭曲且所有虚能都会失效，因此如果自己要出手的话，就必须等到异族全部出来。不多时，一头巨大的猛犸象便从黑漆漆的洞口钻出，它们是灯塔国特有的异族，但又跟普通的异族有所区别，因为经过核污染后，它们已经发生了变异。除了身形异常巨大外，头顶上还闪烁着9只看起来非常诡异的眼睛。等待良久后，见不再有异族钻出，中原立刻发动空域主宰者朝他们飞去，来到他们面前便直接施展超级卖萌。虽然虚能反馈回来显示猛犸象们已经完全被收服，但是没想到他们表现出来的情绪却充满了痛苦和暴躁，而且依然在不断朝他发动攻击，就像是卖萌能力未奏效一样。他思索片刻就下定了主意，时间紧，任务重，必须速战速决。既然他们不受驯服，那就只能将其全部斩杀。于是他便朝着猛犸象直接发动极寒能力，虽然只能对单体生效，但和永恒冰玉的效果相同且消耗更低。刚还凶猛无比的猛犸象瞬间就被冻成了冰雕，无法动弹。
可下一秒中原就发现被他冻住的9眼猛犸象居然没有直接死掉。果然红极一族实力远比之前他所遇到的一族要强悍不少。既然如此，只能使用物理斩杀了。紧接着他就开启格斗大师以血还血和穿透能力。只听咻的一声，一道巨大的刀光从猛犸象脖子掠过，他瞬间伸手一触，看着巨大的头颅掉落到地面后，中原便再次手起刀落，顷刻间就将全部一族屠戮殆尽。此时通讯仪中传来贺继辉的声音：玄冥，玄冥，1分钟时间已经过去，请报告一下当下的战况。中原回答道：一共有3只9眼猛犸象，现已被全数击毙。贺继辉闻言惊讶无比，支支吾吾表示：玄冥，你做得非常好，现在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侦察部队会持续监测虚洞的情况，后勤部队也会即刻进入战场处理污染。可中原却表示污染也是核动的一部分，他说了单挑就是单挑，让他们先不用进来，因为他发现极寒能力虽然能冻住污染，但也只是一时的，所以想要彻底消除，还得从空气中直接抽走能量才行。而他的热爆压能力正好有此作用，于是他在方界里直接施展热爆压，顿时狂风大作，气温骤降。刚进入方界的侦察部队所有人瞬间满脸问号，这又是刮风又是爆炸的，也不知道玄冥到底在做什么。而下一秒就发现，从设备中监测到的数值看来，侵蚀方界的电解辐射已经消失，所有监测点的污染指数也全部都已经降至了最低点。与此同时，中原向指挥部汇报，大金市的核动已经镇压完毕。中原又再一次创造了奇迹，他孤身一人镇压大金市核动，总共耗时仅6分23秒，并且无任何人员伤亡，也没有一丝污染泄漏，直接就打破了青年榜第1将不忧创下的最快纪录。此刻指挥部内，众人欢声雀跃，无不为他这逆天操作而震惊。贺继辉总司令脸上也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虽然他早猜到玄冥肯定藏着一大堆的底牌，可这也太夸张了点吧，会飞行也就算了，居然就连清除核污染都能做到，简直就是行走的战略级啊！与此同时，在驶离方界的直升机上，大家都在为自己能幸存而感到庆幸，同时也在痛哭流涕地感谢玄冥的仗义相助。我差点就以为今天自己要为国捐躯了，虽然我不怕死，但能活着真好呀。而此刻旁边的医护人员正一脸担忧地看着中原，玄冥，你在辐射区里待了这么久，真的不要紧吗？健康问题可马虎不得，还是到我们医院来做个全面的检查吧。中原闻言立即婉拒，并表示他有着很高级的再生能力，这点污染完全伤不到他分毫。很快直升机便飞出了方界，下来后，中原边走边思索着，等下直接跟贺司令打声招呼，就找机会跑路，然后传送回高校联赛会场那边签到。可万万没想到，有人早已等候他多时，刚走出没2步，就有个一身白大褂的人朝他走来，嘴里还非常熟络地喊他圆圆。中原有些疑惑，也不知道此人是谁，才初次见面就这么轻易地喊自己圆圆。走到面前后，女人连忙自我介绍，她就是科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冯晴的母亲冯竹珍。我儿子说你老厉害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就在这时，贺继辉也跟了上来，他摆了摆手跟冯竹珍说，玄冥刚刚结束了战斗，此刻身体一定很虚弱，还希望冯院长先让他休息一下。而冯竹珍脸上依然洋溢着无比灿烂的笑容，对，圆圆，咱们吃饭休息去，车已经在外边等着了。中原一阵尴尬，没想到冯晴的妈妈这么自来熟，冯阿姨，要不您还是先让我换身衣服吧，穿这身战斗服出去吃饭有点社死呢。冯竹珍闻言一脸不怀好意，也对，圆圆长得这么俊俏，一看就贼合适咱们科学院的制服。与此同时，九须掌门人齐修满脸黑线的走到贺继辉面前，质问他为什么把还未成年的中原给派去对应核污染，这么做严重违反了军事条例，是要上军事法庭的。贺继辉也不甘示弱，连忙解释中原拥有很高级的再生能力，根本不会受到污染。随后脸色变得严肃起来。3年前，灯塔国的奥城核动失守，带污染的一族突破了方界，祸及了数以万计的普通人。我绝对不允许同样的悲剧发生在大金市，而且执行高难度任务本就是九须的职责。再说了，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保护他，就不会让他当第8席了，不是吗？齐修原以为贺继辉是想挖角中原，经过他这么一说，反倒是感觉自己狭隘了。之后转身表示，中原现在还只是个候补，因此转正之前的所有调遣以后都必须先征得他的同意，这次就不追究了，但下不为例。不多时，中原就从战斗服变成了一身白大褂，胸口挂的胸牌上赫然写着华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分院荣誉院士的称号。他与冯竹珍相对而坐，冯阿姨，我这荣誉院士的荣誉应该不是被研究的那种荣誉吧？冯竹珍连忙解释，瞧你这话说的，科学院是那么可怕的地方吗？现在的技术先进得很，不需要把人切片也能够看清内部结构。中原闻言以为他真的要被绑去研究，蹭的一下从座位上站起，询问他现在逃跑还来得及吗？冯竹珍解释道，已经来不及了，你用虚能消除核污染的成果已经被记录在案，这个荣誉院士你不当也得当。自核动出现以来，科学院的人一直没有停止过相关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提出了一大堆，就缺乏一个能够证明的人。中原听完这才放下戒心，不是要把自己拉去切片就行。随后他挠了挠头表示，其实理论是冯晴跟自己说的，他只不过是实践了一下而已。就在他说话期间，冯竹珍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给他加了满满当当一大盆的菜，赶紧吃，吃不完哪怕是剩着也别放回菜盘子里。你就别谦虚了，理论和实践同样重要，该你的功劳就不要推辞了。如果后来者看到你做出成果却拿不到功劳，他们就会失去搞科研的动力。毕竟在这世上，追逐名利的人远比寻求真理的人要多得多。
中原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研究的命运。饭后，冯竹珍便带着他来到研究院，看着各种各样被泡在营养液里的异族，他一脸的稀奇。冯竹珍则给他一一介绍：圆圆，你看，这是在牛头山方界被你驯服的太古赤莲，还有你从那几个雇佣兵身上缴获的鬼眼瓢虫。调查完后就一直养在科学院里。随后他们来到一个巨型的营养管面前，这个就是那时候被你削成仅剩骨架的女人。她目前已经帮我们解决了3个课题的关键问题，另外还有那个冻成冰雕的人，这会儿还在实验台上摆着呢。说罢，冯竹珍便极其认真地盯着中原询问：你用来清除核污染的能力和把人冻结的能力应该不是同一个吧？让我猜猜，是超级感知进化后的能力吗？中原一脸惊讶，没想到冯竹珍连这个都能猜到。然后他有些担心地询问：冯阿姨，关于我的能力，你到底知道了多少啊？他这一说刚好证实了冯竹珍的猜想。他表示，只要是中原留下过数据记录的能力，在自己眼里基本上都不是秘密了。中原闻言，内心更加忐忑不安。这样一来，自己身上的秘密岂不是已经全部暴露了？冯竹珍此时也看出了中原的顾虑，安慰道：你也不用紧张，你的个人档案已经受到最高级别的保护，等级比我低的人，就连你的数据都查不到。圆圆，你身上的秘密太过逆天，或许这能成为人类解开虚能之谜的关键。所以只要你愿意帮我们，无论你提出怎样的条件，我们都可以接受。中原一脸不可置信，虽然你说什么条件都任由我提，但我想也不是完全没有底线的吧？冯竹珍眨巴着跟冯晴一样的紫色眼眸看着他，底线肯定是有的，那就是最终的研究成果必须对人类有利。中原这下终于放下了心防，外界一直传言冯竹珍是个研究狂魔，当下看来他目的也是造福人类为主。随后他便表示，帮忙是可以，但绝对不卖身，一根头发都不卖。冯竹珍见他同意，立马询问：圆圆，那你告诉冯阿姨，再生能力进化之后会变成什么样？是不是成了可以治疗别人的能力啊？中原心里一震，轻声表示：原来安司令没有告诉你啊。话音刚落，冯竹珍立马满脸不悦：你居然告诉过安冠峰司令了？好吧，那就不说了。中原汗颜，这阿姨怎么跟小孩子似的？这也要争个先后啊！之后，冯竹珍便掏出手机打开相册，然后一脸期待地跟他说：圆圆，你刚杀的9眼猛犸象尸体已经送过来了，要不你趁凉帮我做个实验好不好？此话一出，中原心里立马涌现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果然自己还是太年轻。前面铺垫了这么多，终于提到重点了。不多时，他们便来到了实验室。被冻成冰雕的猛犸象已经用机械摆正，跟身体分开的头颅也被吊车给吊了起来，和身体拼在一起。中原见状，心里仍有些疑惑：冯阿姨，你确定我对他们使用生命权柄不但能清除他们体内的核污染，还能让他们复活吗？冯竹珍表示，理论上是可行的。你没有使用热爆鸭处理掉他们，是不是担心能量消耗太大，负担不起？对啊，热爆鸭实际操作起来能让物质变成能量被抽走，直至彻底湮灭，但这种用法消耗太大，所以我只用它清除了空气中的污染。冯竹珍闻言，脸上一脸坚毅。热爆鸭、永恒冰玉、生命权柄、死亡豁免和冰血豹，这5个来自双血蛇的能力虽然形式不同，但在物理变化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将再生的力量直接作用于不稳定的原子核，能让它的衰变过程比像冰血豹一样瞬间放出，辐射出来的粒子就会像中了热爆鸭一样彻底湮灭，而且接近绝对0度的状态冻结了由生到死的过程。此时发动再生，会产生类似于死亡豁免的效果。虽然他乱七八糟讲了一大堆，但中原一句也没听懂，眨巴着迷茫的大眼睛表示：总之我直接发动生命权柄就行了，对吧？得到冯竹珍肯定答复后，他便走到猛犸象面前施展生命权柄，覆盖在他身上的冰霜瞬间消失，随后头颅与身体的断口开始快速愈合，瞬间一股磅礴的生命力朝着他们的身体涌入。短短几秒钟后，猛犸象就发出了强劲有力的嚎叫，死而复生的奇迹在眼前出现，在场的研究员们都无不为之震惊。成功了！猛犸象不仅复活了，而且还消除了污染。我们的理论果然是正确的。而中原万万没想到双血蛇的能力居然还能这样用，不禁感慨这才是真正的生杀予夺呀。随后猛犸象来到他面前，开始对着他各种撒娇。虽然经历了由生到死又起死回生的过程，但超级卖萌的力量却没有丝毫消退。冯竹珍走到他身边询问他这次又立了大功，想要什么报酬。中原则表示他只需要科学院所有关于虚能资料的查阅权限。之后他便径直地朝门外走去，这来来回回又耽搁了半天，也不知道高校联赛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了。而就在这时，他发现门口处一道身影已经等候他多时，走近才看清原来是九虚的掌门人齐修。齐修看见中原，连忙上前邀约：中原老弟啊，我的小破公司就在隔壁，过去喝杯茶，现在走呗。可中原却严词拒绝，表示他现在要着急回去参加高校联赛，没时间了，下次再说。齐修似乎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连忙表示高校联赛今天只有签到和表演赛，你的认证信息我已经处理过，随便找个阿猫阿狗代签都可以的。中原闻言一脸坏笑，这可是你说的，阿猫阿狗都可以。那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真找个猫咪去代签了。简直离了个大谱，可爱的猫咪居然能代替人进行刷脸签字。广远市蓝天大酒店内，联赛组委会的成员早已等待多时。成英学院的代表队刚到，专员便热情地上前跟领队的顾主任握手攀谈。这次你们成英学院的方届狩猎成绩斐然，不知道惊掉了多少人的眼珠子呢？可顾主任却不以为意，那都是学生们正常发挥而已，不值一提。他心里可比谁都清楚，之前举报他们成绩作弊的就是这帮家伙。一阵寒暄过后，便开始了签到。冯晴立马站到队伍前面，举手示意让大家按照年级排队，高年级的站前面，低年级的在后面依次进行刷脸签到。其实他此刻心里也没底，
中原迟迟未归，他这么安排只是想尽量拖延时间，希望中原能及时赶来，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出现。10来个人仅仅用了几分钟就全部签到认证完毕，眼看着就要轮到中原，冯晴此刻心里也有些忐忑。签到需要刷脸签名，还有指纹认证，圆圆敢让自己配合他用黑猫签到，难不成已经有人帮他修改了认证信息？而有这么大能耐的，估计也就只有九虚的齐叔了吧。就在这时，负责签到的专员说话了。成英学院只差中原一个还没签到了，他人没来吗？关键时刻，猫咪中原从张蕊身后探出可爱的小脑袋，朝着专员奶声奶气的喵了一声，随后一道黑影急速跳到签到桌上。专员顿时被吓了一激灵，疑惑地询问着是什么情况。可还未等他反应，猫咪已经开始刷脸认证。就在这时，系统居然滴的一声提示认证成功，专员惊恐万分，这又是什么情况啊？只见猫咪竟然直接用嘴叼起签字笔，在签到系统上签下了中原的大名，字迹工整有力，行云流水。紧接着，猫咪便举起小肉垫，摁在指纹系统上进行认证。不出所料，系统提示认证成功。此刻专员已经呆若木鸡。虽然每年的高校联赛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离奇的状况，可让一只猫咪参赛，估计100年难得一遇吧。签到结束后，众人也不再理会，径直朝着电梯走去。就在这时，背后传来一道声音：“让他们等一下。”专员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快速走到他们面前质问：“参赛的中原应该是个人吧？刚才一定是设备出了问题。”他要求大家再认证一次。冯晴见状表示，猫咪都已经通过了认证，这说明大赛组委会的后台数据已经认可他就是中原，所以专员同事，你最好想清楚后果，别多管闲事。专员被他这一顿说辞搞得哑口无言，心里虽有不甘，但也不好再过多追究。此刻他心想，这成英学院的人简直无法无天了，不但猫仗人势，而且还敢拿权势来压自己。猜测他们方界狩猎的8万多颗须鲸，一定也是用了非正常的手段整出来的。随后便打定了主意，今晚的表演赛一定要让这帮人感受一下社会的险恶。冯晴帮中原把行李搬进房间后，便要转身离开。圆圆，你的行李放这了，我就住在隔壁，有事就直接过来找我。突然，他神秘兮兮地凑到中原耳边，对了，还有那啥，齐叔要是欺负你的话，你就跟他说。与此同时，被齐修拉到九虚小破院的中原脸色一阵尴尬，他一句秘密都没跟冯晴说过，但冯晴不仅猜到了他能变成2个，而且还知道他本体正在跟齐修待在一起，不愧是智商高达250的天才啊，跟他母亲一样夸张。齐修给中原倒了一杯茶，说道：“中原老弟，冯晴说你未成年不能喝酒，所以我就擅自主张以茶代酒了。”而中原此刻却有些漫不经心，没关系，反正你自作主张的事情也不止一件了。此话一出，刚坐下的齐修心里咯噔一下，一时间竟不知道他此言何意。中原见他一脸迷惑，接着解释：“你把我的档案调进九虚的事情了。”齐修这才恍然大悟，连忙表示这件事情他又没跟冯晴说过，中原是怎么知道的？中原继续解释：“但你告诉了贺继辉司令，贺司令是个看见棺材都会生气的老古板，对待军阀想必也是一样的严肃。但他在不了解我真正实力的情况下，不仅允许我面对合动，还同意了我的单挑申请，这已经能说明很多问题了。还有青年榜第150位的严拓也是你派来测试我实力的吧？当然，凭他的一面之词还不够，所以黄金周你就把冯晴叫回了上京。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冯晴应该还劝阻过你，让你别来招揽我，对吧？毕竟我最讨厌的就是自作主张帮别人决定人生的人。”堂堂华国顶尖虚能者组织九虚的掌门人，竟然只因为中原的一句话而被吓得冷汗直冒。看着依然在镇定自若喝着茶的中原，齐修此刻心里七上八下，简直太糟糕了。自己暗中调动他档案的事情惹他不高兴了。这么强的战略级虚能者，如果对九虚产生厌恶情绪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啊！随即他连忙跟中原表示，调动档案的事情，我郑重地向你道歉。中原见他一脸紧张，连忙解释：“齐叔叔，你别这么紧张，我这人还是很爱好和平的，至少现在没有用暴力把九虚院子给推平的打算。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的力量已经远超人类的极限，能对我构成威胁的人寥寥无几，核弹也都还有2把钥匙呢，而比核弹更强大的力量却掌握在我一个人的手里。换作是谁都无法安心，但其实我的弱点也很明显，眼睛没瞎的都能看出来。你们并没有因此而去打扰到我妹妹，这样看来，你们的人品还勉强合格。”齐修这才松了口气。中原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不可否认都是事实。如此强大的能力掌握在一个年仅16岁的高中生手里，换作谁不慌啊？见齐修不吱声，中原继续说道：“齐叔，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拦着不让我去打比赛，非要过来喝茶，总得是有话想说吧？”齐修闻言尴尬的干咳2声，随后从口袋掏出一张卡片放到桌上，缓缓推到中原面前。卡片上仅有九虚第8席5个大字和一张大头照。他害怕中原拒绝，连忙解释：“这是九虚第8席的证件，你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用它来解决。虽然你现在名义上只是九虚第8席的候补，但实权和转正之后没什么差别，只要你还挂着候补的头衔，军区那边就无权越过我直接给你派任务。”中原盯着卡片上的照片，满脸疑惑，道理我都懂，可这张照片是几个意思？齐修表示，这是他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刻意选择的，具有战略忽悠的意义。
9序一共只有9个人，每一席都有一个故意对外显露的特征，这也是为了方便利用流言来塑造出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形象。而第8席最为特殊，他是神秘莫测、变幻无常的，任凭谁都无法真正击败他。话音刚落，紧盯着卡片的中原无奈地表示：“你们9序的规矩还真的是又多又啰嗦。”齐修知道他最不喜欢条条款款的规矩，连忙安抚：“你也不用刻意的做什么，只需要保持现状就好，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待遇吧。”中原此话一出，齐修瞬间呆若木鸡，这孩子的脑回路还真的是异于常人呀！有了9序的卡片，走到哪刷到哪，还要什么工资啊？中原见他一脸苦相，以为他想让自己当免费劳动力，表情立马严肃起来：“我现在可是全职给你干活，工资、年假、社保补贴，该不会一样都没有吧？”齐修汗颜：“好吧，好吧，1个月基本工资5000，年假120天，五险一金，所有补贴按照国家最高标准来计算。你看这样成不？”中原这才勉为其难的把卡片收下。这还差不多，那这玩意儿我就先收下了。你最好保证它真的有用。对了，还有，别总叫我老弟，我不喜欢当弟弟，可让冯晴管你叫叔叔，你也不亏啊。突然中原脸色一变，我看冯阿姨挺中意我的，你也不想冯晴管我叫爸爸，管你叫伯伯吧？此话一出，齐修立马哑口无言，不敢吱声。于是中原成为第8席候补的事情就此落定。随后他便取消1心2用，本体瞬间回到广远市蓝天大酒店房间内。他此刻才感觉拥有瞬移能力还真是挺方便的，只要让衣服和随身物品染上暗世界的气息，就能让他们隔空转移到黄金棺里，之后想用的时候直接投影出来就行了。与此同时，冯晴的房间内几人正在讨论晚上表演赛的事情。组委会让他们队伍在表演赛中对战风龙小队，而且还特别强调不能上替补，签到的黑猫必须上场。很明显就是想搞事情。就在这时，中原推门而入，表示歉意后，连忙询问表演赛怎么安排。见中原本体终于现身，房间内的3人瞬间高兴万分。谢意涵一脸坏笑的询问：“同学，你谁啊？中原不是只黑猫吗？冯晴的猫咪变成人了呢？”而冯晴也是一脸的不怀好意：“圆圆，今晚你还是老实当猫吧。”组委会要求必须猫咪本猫上场，中原瞬间满头黑线。这帮人也真是的，指猫为园的事情还有完没完了？开始了！万众瞩目的高校联赛终于开始了。伴随着数万名观众的欢呼声，参加表演赛的2支队伍以及裁判员来到了赛场中央。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2043年虚能者高校联赛。本次比赛将面向各大军区高校全程直播。年轻主持人程云和华南军区高级指战员崔曲生坐在导播室里激情昂扬。本次比赛将由我们2人担任解说，与大家一同见证参赛者们的精彩时刻。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本次赛事的揭幕表演赛。此次首类方是来自华南军区的现役虚能者，由风雨墨带领的风龙小队。主攻手带了2个辅助和1个治疗，而挑战方则是成英学院的冯晴小队。他们因为在方界狩猎中获得了8万多枚虚金的惊人成绩，因此还未开始比赛就已经备受关注。当看到冯晴肩上的黑猫时，崔曲生瞬间满脸问号，程云则只能硬着头皮卖力解说。目前在场的3人，他们分别是医疗系选手冯晴、控制系选手谢意涵以及辅助系选手张蕊。而他们的主攻手中原，就在他不知该如何讲解时，助手连忙举起梯次板。程云见状立马改口，中原选手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无法参加节目赛，他甚至连签到都没能赶上。成英学院用了1只黑猫给他代签。此时猫咪中原从冯晴肩上一跃而下，摆出优雅的姿势，仿佛在跟现场的观众打招呼。广播里则继续传来程云的声音：“根据本次的赛程规定，代签的黑猫也必须出征揭幕战。”此刻黑猫选手看起来斗志昂扬，颇有大地之姿啊。与此同时，旁边的崔曲生早已化身猫奴，双眼放光地盯着场中央的猫咪，感慨：“这也太可爱了吧！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猫走进了现实。”而在观众席上的江天硕却倍感失落，他满心期待的以为今天能够在此见到黑长直中原的风采，可怎料最终上场的居然是只黑猫。他低声抱怨组委会这是故意闹着玩吗？旁边的秋人闻言表示，反正就是表演赛而已，怎么好玩怎么来呗。此时赛场上，冯晴和风雨墨已经相对而立。冯晴心里有些疑惑，往年从来没见风雨墨主动报名来打表演赛，可今年怎么这么特别？莫不是他有什么目的吧？随后他便出声跟风雨墨打招呼，可风雨墨开口便询问玄冥怎么没来。闻言的猫咪中原连忙举起小爪喵了一声，可喵里喵气的风雨墨根本就听不懂，于是他便伸手跟冯晴握手。算了，没来就没来吧，先说好了，我可不会因为你们少个人就放水啊。而就在他们2人手掌相握的时候，风雨墨偷偷塞给了冯晴1张纸条。程云继续解说，2支队伍都不约而同地摆出了121阵型。冯晴小队的前锋竟然是黑猫选手，如果风龙小队的成员对这只可爱的猫咪痛下杀手的话，怕是会遭到所有爱猫人士的谴责吧。旁边的崔曲生连忙补充，成英学院奇招迭出，真令人大开眼界啊。此刻场上的冯晴正在研究战术，他的素日能让所有打消耗的战术失去意义，所以风雨墨他们如果想赢，就只能用影仆把人一个一个扔出场外。但只要张蕊能及时的开启响毒迷雾遮住光线，影仆就会失效，胜局就定了。随后他看向地上的猫咪，圆圆，你看这个风雨墨他竟然想以多欺少，你想不想教他做人？猫咪闻言立马喵了一声表示赞同。冯晴领悟，随即开始安排战术。好的，那就这样，圆圆你就待在原地不动，做好随时出爪的准备。谢意涵等下不管风雨墨攻击谁，你都要在他出手的瞬间把被攻击的人和猫咪换位。至于张蕊嘛，你就啥都不做，定定站在那看戏就行。闻言的张蕊有些小失望，不过最终还是听从了队长的安排。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
风雨墨率先发动攻击，他急速朝冯晴小队飞来，祝福风息加速金币能力全开。此刻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冯晴小队的其他人员打出场外，不让冯晴有施展素日的机会。就在来到距离冯晴小队还有1米距离的时候，他立马开启影仆，打算由本体去攻击谢意涵，而影仆则负责把张蕊甩出去。眼看已经近在咫尺，谢意涵立马发动交换能力，把自己和猫咪中原位置对调。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风雨墨挥出的长矛扑了个空，而猫咪中原在成功躲过他的一记攻击后，连忙发动能力无所畏惧，喵天喵地喵到癫狂致死方休。他身后瞬间就出现了一道巨型虚影，紧接着他便朝着风雨墨脸上施展无敌喵喵拳，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风雨墨竟直接就被小肉垫给击飞了数十米。堂堂青年榜第68名，居然被一只黑猫给一爪子打出几十米。此刻电视上正在同步直播高校联赛的表演赛，黑猫选手一击无敌喵喵拳，直接让风雨墨失去了战斗能力。丰隆小队被迫无奈认输，冯晴小队获得压倒性胜利。这到底是黑猫的实力所向披靡，还是风雨墨的演技堪比影帝？就在刚才，华南军区出具了一份风雨墨的精神鉴定报告。原来他已经罹患恐猫症多年，见猫就晕。而此刻坐在沙发上的展红已经被这荒谬的解释笑得花枝乱颤。神特么恐猫症，这明显就是为堵悠悠众口才编造出来的说辞。自高校联赛举办至今，也就属今年的表演赛节目效果拉满了。而此刻站在一旁的小钟兰则一脸担忧，明明哥哥也去参加了高校联赛，可表演赛却不见他人影。之前还说因为他临时有事，就连签到都没到场，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情吧？他越想越担心，于是便转身离开了奶茶店。他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到处都能听到关于高校联赛的声音。黑猫选手在本场战斗中起到了战略级的作用，真是当之无愧的 MVP 啊！当走到一个转角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把他吓了一跳。钟兰抬头朝黑影看去，这才看清，这人正是之前把他跟哥哥弄进成英学院的林栋梁。林栋梁此刻正满目凶光，对着小钟兰就厉声呵斥：“你哥哥到底是什么回事？”他口口声声说要在个人赛中打进前10，结果呢？这才开幕赛就开始消极怯战，居然还找只猫来代打。小钟兰闻言，本就闷闷不乐的心情更加失落，他委屈地抓着裙摆，眼里的泪花呼之欲出。我哥他才不是那样的人，他肯定是临时有事，所以才没能出场。可林栋梁此刻就像吃了火药一样，根本听不进任何解释，就像严苛的家长在训斥犯错的孩子，做错了事情就该老老实实的承认，好好改正，而不是在这里给我强词夺理。钟兰连忙摆手否认。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他闻声扭头查看，只见刚还在奶茶店跟自己一起看表演赛的展红，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跟前。他紧握着拳头朝林栋梁高高跃起：“林栋梁，我特么已经忍了你很久了。”话音刚落，他那蓄足10成力道的拳头就不偏不倚地捶在了林栋梁48码的大脸上。只听砰的一声，林栋梁应声倒地，可展红却仍未停手，他一把就跨到林栋梁身上，左右开弓，拳头就如同雨点般一下一下地捶在他脸上。他一边奋力挥舞着拳头，一边大声说道：“玄冥兄妹到底是哪里惹到你了？你非要这样咬着他们不放，支教时你就害我错失了跟玄冥请教的机会，现在还来，简直没完没了了你！”可已经被打成猪头的林栋梁此刻却是满脸的问号：“你到底在说什么呀？玄冥是谁？钟兰的哥哥不是中原吗？”此时同样满脑子问号的还有一旁的钟兰，他闻言连忙询问：“展红叔叔，难道那个被你天天念叨的玄冥就是我哥？”展红闻言转头看向钟兰，尴尬的挠了挠头：“小钟兰，你居然不知道？”随后他突然意识到，或许中原是刻意对妹妹隐瞒，可当下也已经百口莫辩，于是他干脆就直说了：“反正你哥就是玄冥，玄冥就是你哥。”话音刚落，顶着满脸包子的林栋梁立马起身，举起拳头开始反抗。他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依然在强词夺理。既然中原已有军衔在身，那就更不应该了。展红见状，连忙侧身闪躲：“我去你的道德绑架！人家玄冥怎么打比赛干你屁事？”可林栋梁仍然在不依不饶：“展红，你为了私人恩怨动手打人，已经严重违反军纪，我要向上级举报你！”钟兰看着当下打得不可开交的二人，手足无措。就在这时，身后走来一道亮丽的身影，他走到钟兰身旁，立马出声制止：“都给我停手！”两个人年纪加起来都快70岁了，还跟小孩一样，不觉得丢脸吗？二人闻声立马停止了手上的动作，并齐刷刷朝出生者看去。安采哥见二人停手，便朝钟兰微笑说道：“没事了，钟兰不用害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以跟姐姐说说吗？”随后二人便回到了军区宿舍，在2楼露台上席地而坐。钟兰把跟林栋梁的事情陈述了一遍，单纯善良的他把所有的错误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安采哥闻言也开始愤愤不平起来：“小钟兰，你没有错，都是林栋梁的错，他触犯了法律，即便是你哥给你赔毒，可他依然逃脱不了制裁。可就算是他这么说，钟兰却依然还在极力为林栋梁袒护。林叔叔他也是为国家招揽人才，他还给了我那么珍贵的虚金，所以非要深究孰是孰非的话，还真的说不定呢。”安采哥闻言不禁感慨：这兄妹俩真不愧是一个妈生的，处事的方式都一样，喜欢逆来顺受，该不会这就是上东人的固有属性吧？突然钟兰一脸欣喜：“不过都不重要了，因为我哥已经和他约定好了，只要他能在高校联赛的个人赛里打进前10，那所有的事情都将一笔勾销，恩怨两清。”
妹妹只是说了句冠军奖杯很漂亮，哥哥就要把她迎回家给她装头绳。跟中原连夜双排过的安采哥对她的实力深信不疑，而他在听到钟兰说已经跟林栋梁有了赌约后，则是一脸无奈。明明就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可玄冥却非要搞得这么复杂。但既然他决定了，自己也不好再说什么。不过这个林栋梁最喜欢在普通人里寻找有虚能天赋的人，说不定还做过其他见不得光的勾当。所以等他跟中原兄妹的恩怨两清后，一定要好好查查他的老底。安采哥在心里默默打定主意。这时钟兰突然出声：“对了，我发现我哥就是玄冥的事情，还请姐姐千万别告诉他。”安采哥闻言有些摸不着头脑，这兄妹俩怎么就这么喜欢你瞒我瞒呢？钟兰见他不吱声，支支吾吾的想要解释，可最后也没说明白。哎呀，反正不告诉他就是了。安采哥见状连忙答应，随后便起身离开。待他走后，钟兰抬头看着漫天繁星，想着宠爱自己的哥哥，喃喃自语：哥哥真是大笨蛋，怎么就那么害怕我看见你不温柔的一面呢？清澈的眼眸仿佛那璀璨的星河一般闪耀。良久后，他又默默低下了头。算了，我也没有资格去怪哥哥，毕竟自己也是一样，害怕哥哥看到自己不温柔的一面。于是他便掏出手机，开始给中原发信息：哥，高校联赛的冠军奖杯好漂亮啊，你帮我把它迎回家好不好？与此同时，身在千里之外的中原看到妹妹的信息后，脸上充满了温柔。没问题，两个我都给你迎回家，一个装头绳，一个装发夹，哈哈。对了哥，那只黑猫其实是你养的吧？养猫可以，但必须每天洗澡，不许用嘴去亲猫哦。看到信息的一刻，中原心头突然一惊，瞬间化身纠结地。兰兰竟然不讨厌自己的猫咪形态，难道是因为受到超级卖萌的影响吗？还是说害怕打击到自己才这么说的呢？还是算了，就算问兰兰，她一定也会说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讨厌猫。内心纠结了2分半后，中原还是放下了手机，然后拉开窗户，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尽快去处理。接着他便化身猫咪形态，朝对面窗口一跃而上。此刻正在认真看书的冯晴突然听到窗台传来一阵喵喵声，他抬头看着站在窗上的中原，调侃：下次麻烦进来前请敲门，就算你现在不是人也要讲礼貌。中原从窗上跳下，同时收回一心两用，重新化为人形，出声回对冯晴：你这么强调要敲门，难道说是在看什么不良书籍吗？冯晴闻言连忙解释：这可是正经又健全的骨骼医书，要不要一起看？中原无语，赶忙停止了这东拉西扯的交谈。差不多得了，你不关窗不就是已经猜到我会过来找你吗？赶紧把赛场上风雨墨给你的纸条拿出来看看。冯晴当即把纸条拿出，上面就写了今晚12点白鹅989的大字。夜里，风雨墨正闷闷不乐地在酒吧包间里喝酒。快12点的时候，冯晴跟中原终于来到。他们在风雨墨对面坐下后，便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连电话都不敢打，还要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见面。风雨墨淡淡的说了句：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吧。随后便起身带着他们一同离开。不多时，载着3人的车子便停在了一个叫清河古园的墓园门口。冯晴震惊：好家伙，你换的这个迪厅够狂够野啊！等下是不是还有骨感美女接官而起，跟我们斗舞啊？同样震惊的还有中原，这可真是宾至如归的体验啊！可风雨墨并没有过多的理会他俩的无厘头，径直走到围墙下，朝里边奋力一跃。紧跟其后的冯晴还在调侃：圆圆，你说哪天我要是想去你家玩，你是不是也要给我来个宾至如归啊？中原表示：有本事你就来啊！等你睡着后，我再帮你钉上7颗大铜钉，保准你立马跟我一样成为起床困难户。翻过围墙后，3人又在墓园里穿行了许久。冯晴又开始作妖了，他佯装一脸惊恐，然后轻声朝旁边的中原表示：圆圆快保护我！中原无语，他此刻只想快点远离这个二货朋友。最后他们终于在一座新建不久的墓碑前停下。风雨墨拿着手机朝墓碑上照，碑上简洁无比，就只有一张黑白照片以及叶真2字。风雨墨解释道：这就是我前不久刚去世的哥哥叶真。男孩只因不是正妻所生而惨遭家族抛弃，可同父异母的欧豆豆却一直对他心存愧疚。叶真，我已经知道了，我全部都知道了，你就是我亲哥。这些年是风家对不起你，我代他们跟你道歉，你回来吧哥。可叶真又怎会不知这仅是愚蠢的欧豆豆单方面的想法呢？他脸上毫无波澜，安静的不带一丝情绪。你如果做不到，就不要轻易许诺。于是风雨墨便不断在家里跟父亲争执，叶真那么优秀，无论是学习还是战斗都比我厉害，而且他身上同样流着你的血，你为什么就不肯认他？我妈全都告诉我了，当年就因为他生不出孩子，你就在外边找人代生，生完之后就将他们接回了风家。可后来我出生了，你竟然就直接把他们给赶出了家门，明明是你有错在先，为什么要让一个无辜的孩子来承受这一切？再怎么说他身上也流淌着风家的血，你这未免也太偏心了。而风家家主才不会理会风雨墨的无理取闹，他只需要确保家族的基业不被外人夺走就行，因此牺牲一个血统不纯的嫡系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可年幼单纯的风雨墨才不管这些什么立场什么家族，他只想让自己的哥哥回来。见自己极力争取，可父亲却依然无动于衷，于是他便气呼呼地表示，如果是这样，那他这个继承人不当也罢。说罢便起身离开。外面天空下着瓢泼大雨，风雨墨孤独地蹲坐在门口，即便是已经饥肠辘辘，可他却仍然不肯屈服。他无比坚定自己的决心，势必要让叶真名正言顺地回到风家。许久后，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抬头看去，来者正是叶真，他手里提着热乎乎香喷喷的饭菜。风雨墨此刻一脸惊讶，叶真将手中的食物递给他后说道：你终于赢了，你爸为了让你回家，就勉为其难承认了我这个儿子，但仅仅是对外承认了血缘关系而已。我依然不能回到风家，也不能改回姓氏，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认我这个话都没说过几次的哥哥？
风雨墨捧着热腾腾的饭菜，一脸满足地询问叶真饭是不是他买的。叶真不解，是又怎样？可闻言的风雨墨却笑得无比灿烂。你是一个会在弟弟饿肚子的时候给他买饭的哥哥，这个理由足够充分了呀。叶真心里涌起一阵暖意，真是个蠢得无可救药的欧豆豆。风雨墨在讲述完关于叶真的事情后，便举起酒瓶将酒倒在了他的墓碑前。我哥毕业后便加入了华南军区的虚能小队，并立下赫赫战功，眼看着他的生活越来越好。可怎料在3年前却不慎患上皮肤癌，且病情急速恶化，很快便无药可救。在某天夜里，他自己拔掉了生命维持器，一个人默默地死去了。回想这些年来，他不知道为封家做了多少事，可家族的人竟连他的遗体都不放过，居然还拿去做交易。这个墓碑下面什么都没有埋葬，都是空的。旁边的中原闻言感觉有些蹊跷，他猜测这所谓的皮肤癌很有可能是遭受到了核辐射的影响，但按照科学院的理论，这类病症也并非绝症，只要拥有再生能力就能够自愈，所以他需要的并不是死亡豁免，而是再生。而风雨墨给他带回的双血蛇须经少说也有近100枚，他怎么也该吸收到了才对。因此推断，叶真要么死因并非皮肤癌，要么就是并没有死。高中生为寻找自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哥哥，竟深夜拉着2个好友到坟头蹦迪。中原不玄冥，我想请你帮忙以青年榜第2的身份出面，取回我哥的遗体。他的一生太过坎坷，我不希望他连死后都不得安宁。中原闻言不假思索，果断答应。不过他提前声明，最终能否找到他也没有把握，因为这件事情太过蹊跷，估计另有隐情。当下也只能先回去想办法，先查查叶真的档案，了解他的经历，再做打算。不多时，他们便回到了蓝天酒店。中原直接掏出手机登录华国虚能者官网，因为他现在成为了第8席候补，所以齐修已经把他的查阅权限提升成为了最高级。而他第一次干这种事还是有点心虚，于是便询问冯晴自己这么做算不算是公器私用。冯晴则给他解释，要是连这点方便都不给的话，那这9虚的破工作不干也罢。再说了，倘若叶真还活着，就算他不查也会有别的人来查。于是中原便心安理得地点开了叶真的个人档案，上面显示他在3年前曾参与过灯塔国的奥城河洞战役，而这刚好跟他患上癌症的时间吻合。但随后他就发现了异常，叶真前往奥城河洞的派遣记录已经被人删除，而记录编辑者正是青年榜第1的江不忧。冯晴见状略微沉思后表示，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麻烦了。虽然圆圆你的实力完全可以吊打江不忧，但是他背后所牵扯的势力则不容小觑，如果硬要查下去，估计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要不咱还是别趟这趟浑水了吧。可中原闻言却义正言辞，怕什么？我这刚换了9虚的马甲，怎么能受这等委屈呢？与此同时，高校联赛的方界会场门口，一男一女声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漏在了会场内，正在恳求安保放他们进去。而脑子不好使的安保并没有丝毫犹豫就同意了。进入会场后，女生倍感好奇地对旁边长得很像叶真的男人表示，这方界内不分昼夜，如果长期待在里边肯定会作息混乱，影响肤质。可男人闻言却一脸严肃地提醒他要小心谨慎，毕竟现在他们是潜入敌营，别搞得像逛街一样。来到会场中央后，他们便将一群蚂蚁放到了地上，但这些可不是普通的蚂蚁，而是灯塔国的蚁神无人机，通过高超且复杂的工艺，完全能够以假乱真。女生表示这也太像真蚂蚁了，真不知道这些华国的学生看见之后到底能否认出来。对此长得像叶真的男人却表示，如果这都认不出来，那也不会成为他们的目标人物了，毕竟聪明人都喜欢多想，发现这些东西的人想得越多，对他们越有利。次日早上，会场内便响起了解说员的声音，欢迎收看2043年虚能者高校联赛。按照赛程，我们将在上午进行团队赛，下午进行个人赛。团队赛将按照方界狩猎的排名依次来进行抽签，决定自己当轮比赛的对手。下面首先有请的是在方界狩猎中取得8万多枚虚惊傲人成绩的冯晴小队上台。此刻素有神之一手称号的冯晴早已跃跃欲试，中原做出击拳姿势，上吧队长，最好是首战就抽到最强队伍，然后打趴他们，这样后面的队伍看到我们就会主动认输了。冯晴闻言自信一笑，我就欣赏圆圆你这种富有竞技精神的做法。随后他便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向了抽签台，他这神之一手的美誉早已响彻整个高校界，大家都在拭目以待。随着他手指轻轻按下抽签按钮，联赛大屏幕上立马就出现了抽签结果。成英学院冯晴小队接下来要对战的是去年的冠军队伍，来自上京大学附属虚能者学院的苏哲小队。见状，观众席立马炸开了锅，纷纷表示看冯晴抽签简直比看比赛本身还要刺激。刚回到休息室，中原便对他的抽签实力表示赞许，果然不负众望。冯晴则满不在乎地表示机操勿六。荧幕上再次传来解说员的声音，昨晚在表演赛中大发神威的猫咪选手因为蒙力过高被组委会永久禁赛，因此从今天起冯晴小队的主攻手中原顺利归队。与此同时，荧幕上便出现了中原的个人信息，可相片却依然是那只黑猫。后台见状慌忙操作，把黑猫替换成中原本人，但这照片怎么看起来怪怪的？见状，中原粉丝俱乐部的成员立马就沸腾了起来，举着巨型横幅不断呐喊中原的名字。而不远处的中原看到这一幕，则是一脸的黑线，这还不如放黑猫照片呢。开打了，开打了！高校联赛的正式赛终于开打了。所有小队都抽签完毕后，首战的冯晴小队和苏哲小队就来到了赛场上，而2支队伍都不约而同地换上了替补。
作为去年冠军的苏哲小队更是连队长都没上，这一举动足以证明他们对冯晴小队实力的轻视。苏哲坐在观众席上，双手抱胸，一脸无奈。冯晴这家伙，叫他跟自己一起来上京大他不来，非要去成英学院那种不入流的学校。念在相识一场的份上，今天首战就不让你输得那么难看。此时场上，冯晴和苏哲队伍的代表正在进行垃圾话环节。苏哲小队的代表自信满满的出声调侃：“本来你们还能凭着积分来争个第二的。”可惜运气不好，抽到了我们。冯晴闻言则不以为然地表示：“你放心，我们不跟你争第二，我们只要拿个第一就行了。”与此同时，队伍里中原正在安排战术，他让陈旭开战瞬间就开启传导，把对面的4个人都串起来，然后再发动锁定，随便锁住其中一人。谢意涵就负责保护陈旭就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开始瞬间，苏哲小队4个成员便摆出2阵型，然后高高跃起，朝着冯晴小队急速飞来。陈旭见状，连忙开启传导能力，空中的4人瞬间就被一道无形的铁链给串了起来。紧接着，他立即开启锁定能力，锁定了为首的大个子。见状，中原立马开启空域主宰者，改变视线范围内的气流，随后以手指做枪，空气为弹，都不需要瞄准，直接发射。随着一阵清脆的爆炸声，苏哲小队1人中弹，全队遭殃。他们这才感觉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他们就像是被收割的麦子一样径直倒下。见此情形，冯晴立马扭头朝场内裁判高喊，让他赶紧判定对方输掉比赛，再晚可就有生命危险了。可裁判对于他的话却充耳不闻，几秒钟后才开始慢悠悠的倒计时。而拥有生命窥探能力的冯晴在看到对方4人急速消失的生命血条后，瞬间脸色凝重，真是糟糕，对面几个人的生命根本就撑不到读秒结束。于是他便径直朝几人走去，可不明所以的裁判却误以为他这是要追击倒地的对手，连忙出声制止，并扬言如果冯晴再靠近就要给他吃红牌了。但冯晴却没理会他的逼逼赖赖，过去直接一拳把脑子不好使的裁判抡飞，然后径直朝苏哲小队走去。就在这时，坐在观众席上观赛的苏哲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立马出声表示自己小队认输，让裁判赶紧判。而刚爬起身的裁判此刻正一脸懵逼，摸不着头脑。不过既然队长出声认输，他也只能判定冯晴小队获胜。冯晴在千钧一发之际，终于来到4人身边，开启了素人。所有人都知道，刚才这种情况，要是他再慢几秒钟出手，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无知的裁判却还想恶意阻挠。中原捡起掉落在地上的红牌，走到裁判面前，冷言调侃：“就你这种水平，也配当高校联赛的裁判？”被一句话对得哑口无言的裁判支支吾吾地对中原说道：“你居然敢恶意辱骂裁判，罚黄牌1张。”与此同时，电视上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就在刚刚，战斗已经结束，本场比赛的获胜者是来自成英学院的冯晴小队。这场战斗总耗时仅用了37秒，只比少帅江不忧当年创下的纪录慢了2秒而已。这时，旁边的崔曲生则是一脸震惊，因为他收到最新消息，成英学院向组委会提出了申诉，而给冯晴发出红牌的裁判却被人给带走了。此刻，华南军区办公室内，一人正在愤怒地用手敲击着桌子，放着人命不顾，想方设法也要整个37秒出来。你们还真的是给我面子！可刚被从赛场上带过来的裁判却没听出此人的言外之意，脸上露着奸猾的笑容，洋洋得意地表示：“那必须的，哪能让一个3流学院的新人随随便便就破了您的记录呢？您说是吧？”出现了！长期霸占华国青年榜第1宝座的江不忧，他终于出现了。华南军区办公室内，江不忧正用手托着俊俏的脸庞，玩味地调侃自作聪明的裁判：“在你看来，中原就只是个无名小辈，谁都可以随便踩上一脚的蝼蚁是吗？”此时正站在他面前的联赛裁判还在窃喜，自己帮江不忧保住了他联赛最快击败对手的记录。那倒不至于，但咱们华南可是最讲人情的，这个傻嗨嗨一来广远市就损了您的面子，当然得帮他收收皮才行啊！闻言的江不忧瞬间脸色阴沉：“你说他损了我的面子，那你又知不知道你损了谁的面子？”说罢，他便愤怒起身，继续表示：“高校联赛背后是整个华国的虚能者势力，裁判的权威就等同于华国的权威。”随后，他将手掌狠狠搭在裁判肩上：“你故意吹黑哨打压人才，这么做简直就是把整个华国的面子摁在地上摩擦。这么大的面子，我江某人可要不起啊！难道说我在你们眼中就是那种小肚鸡肠、追名逐利的人吗？”感受到来自华南最高司令的恐怖威压后，无知的教练这下终于绷不住了，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紧紧抱着江不忧的大腿，声嘶力竭地祈求：“少帅，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求您饶过我这一回吧。”而江不忧虽然表面冷酷，可却不是个滥杀无辜之人。他盯着哭得梨花带雨的裁判，悠悠地表示：“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饶。既然你干不好裁判这份工作，那就回乡下种田去吧。”下午比赛还未开始，大赛直播的电视台便发出了通告，给冯晴选手误判红牌的裁判因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引咎辞职。但遗憾的是，根据大赛原则，已经发出的红黄牌无法收回，因此下一场团队赛冯晴选手将无法上场。在今天下午将会进行个人赛的角逐，个人赛则是采用的双败淘汰机制，但因为人数众多，所以无法让每位选手都上台抽签，所以组委会决定邀请1名嘉宾进行统一抽签。而此时观众席上，中原正在给自己的黑猫形态梳毛。
看到他无比惬意的神情，好奇宝宝冯晴都有些按耐不住了。他轻声询问中原用这玩意儿梳毛是不是很过瘾？中原表示简直爽的不要不要的。而就在这时，广播里突然传来声音：“神之一手冯晴在哪？冯晴选手在不在现场？”闻言的冯晴无奈起身，用手稍微捋了捋发型，真是无语，怎么老叫我抽签？难道大家都这么想看我先打苏哲后再战圆圆吗？见状的陈旭顿感不妙，因为成英学院除了他们几个，还有好多人也报名了个人赛。如果让冯晴这倒霉蛋负责抽签，大家铁定完蛋，说不准还会自相残杀，得赶紧想个办法阻止他才行。随后他把目光投向正在感受撸猫惬意的中原，脑子里瞬间有了主意。紧接着他赶忙施展交换位移能力，刚走到抽签台前，正要按下抽签按钮的冯晴突然感觉身子一阵飘忽，随后他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台上，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只萌萌的黑猫。这一幕可把场下的猫奴们给激动坏了，特别是骨灰级猫奴苏蛇，他双眼泛光站起来高呼让猫咪代表去抽签。其他人见状也纷纷表示虽然但是，好吧，我也觉得让猫咪去抽签要比冯晴更好。猫咪中原没想到让自己代表抽签的欢呼声这么强烈，最终只能无奈答应。于是他便抬起小肉垫按在了抽签按钮上，大赛中央的巨型屏幕滚动数秒后便得出了最终的个人赛对战图，而冯晴首战的对手竟然又是苏蛇，这两人简直就是宿命冤家呀！与此同时，刚被交换过来的冯晴现在正在代替猫咪感受中原爱的梳毛，虽然他本人表示此刻他无比惬意，可画面也太过血腥了点吧。他原本俊俏的脸庞现在已经被中原用钢钉梳子给梳得血肉模糊。梳毛结束后，冯晴立马就给自己刷了素日。中原表示因为冯晴脑壳太硬，把梳子上的钢钉都给梳掉了，害得他这会儿还得找钢钉。随即他便发动超级感知和鹰眼在地上寻找起来，两个能力同时开启。中原的双眼此刻就如同显微镜般，就连灰尘都无法逃脱。突然他就发现地上有只非同寻常的蚂蚁，他的体内居然都是机械机构的。之后他连忙拿起手机拍照发给齐修，询问他是否认识这玩意是干嘛的。不多时齐修便发来了答案，初步判断这是灯塔国生产的无人机，它具有录像和简单的寻路功能，是最常见的间谍机种之一。而高校联赛都有向虚能者进行同步直播，因此猜测应该不是本国人所为，此事定有蹊跷。于是他便交代中原让他去调查清楚。当下正紧盯着手机的中原瞬间无语，他原本只不过想询问一下这东西是什么，可却平白无故的被安排了任务。此刻在他心里仿佛有10000只羊驼在狂奔。高校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而此刻中原却在用超级感知给联赛方界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因为齐修安排他查明那些蚂蚁无人机的事情，但是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他作为间谍手上拥有这样的无人机设备，可目标却只能在高校联赛现场才能获取到信息，那最好的做法肯定是潜入到监控室或者挂在重要人员的衣服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到处乱爬。还是说其实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被人发现？旁边的冯晴见中原一直在那呆呆坐着，看起来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还以为他还在寻找从钢刷上掉下的铁钉，于是安慰道：“圆圆没找到就别找了，我赔给你一把新的。”可中原闻言却头也不回，只是淡淡的回了句随便吧。同穿一条裤子的挚友冯晴一听就感觉他不对劲，连忙询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需不需要自己帮忙。可中原却不想让他过多插手九虚的事，毕竟自己已经是第8席的候补，做这些事情理所应当。可冯晴却只是个局外人，一点小事而已，我让猫咪形态过去解决就行了，咱还是准备进场比赛吧。与此同时，猫咪中原正在场内四处查找，不多时他又看到了一只蚂蚁无人机，这已经是几分钟内发现的第5只了，而他们却没有明确的目标，都是在场内到处乱爬。这要是换做一般人，肯定认不出来这些小东西，即便是有内行人发现，也会以为是发明他们的灯塔国在窃取情报。但别的不说，到时候就算其他人不查，联赛的主办方也肯定会被清查和追责，难不成是冲着主办方来的？随即他一爪子将地上的蚂蚁踩得稀碎，虽然现在还搞不明白幕后主使的用意，但管他呢，先拍碎几只再说，制造点危机感，看他们会不会做出应对。此时场地内响起了解说员的声音，经过刚才黑猫神之一手的抽签，让冯晴选手首场比赛就直接对上了蝉联2届冠军的苏蛇。众所周知，他是青年榜排名65的高手，一手战略级能力极阵至今仍然无人能破。此刻冯晴和苏蛇已经站在了赛场中央，苏蛇开口表示感谢冯晴上午对他队友的及时营救，这场比赛他认。可话还没说完就被冯晴打断，赛场上没战斗就认输，排名不变，你给我挨完打再下去。闻言的苏蛇立马黑脸，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站在旁边的场内裁判也看不下去，连忙出声警告冯晴不可以怂恿对手打假赛。随后苏蛇双手一摊，无奈的表示那就这样吧，今天我不会使用极阵能力，但至于能不能打得赢我就得看你的本事了。与此同时，旁边的3号场地内，中原也已经站在了赛场中央，跟他对战的是来自培真学院的女同学，名叫蓝苍。这个蓝苍是一名擅长使用精神控制能力的选手，他最多能够一次性控制19个人。可按照虚能者学院3+2的学制，他如今已经是4年级了，可却还没有到正规的虚能队伍去实习，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仍没有加入编制。中原看了看对手，心想这女生看起来就很不耐揍的样子，总感觉自己只要稍微一用力就有可能把她给打死。
冯晴虽然在隔壁赛场，可也不好过来救急，但当下又没人能给他进行生命共享。考虑良久后，他最终还是决定一会儿挑个不足以致命的部位攻击，最好是直接能把他给打出场外。随着裁判倒计时结束，比赛正式开始。一瞬间，中原便消失在了对手的视野范围内。蓝苍见状不禁面露恐慌，豆大的汗珠不停从脸庞滑落。下一秒，中原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还未等他来得及反应，屁屁上就挨了重重的一脚。还好他及时开启能力坚韧，只要是遭受到非致死的攻击，就会在原地屹立不倒。中原见状闪身远离，此刻他心里也有些错愕，万万没想到这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女生，居然在挨了自己一击后，竟然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简直离了个大谱。中原只是朝对手的屁屁上踹了一脚，竟又一次收到了黄牌警告。中原选手，请你尊重女生，请勿骚扰对手。此刻中原一脸尴尬，他明明是为了不伤害对方才踢了最耐揍的地方，合着只要对方是个女生，自己就连物理攻击也没法使用了呗。与此同时，蓝苍刚从惊恐中缓过神，立马朝中原发动精神控制。你哀伤，你悲痛，你感觉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人生的希望，你已经无法再继续战斗。而就在他发动精神控制能力的同时，中原明显的感受到自己身上的无畏能力被动触发，可明明已经知道对方使用精神控制，他却不好直接上去揍他，万一一不小心又吃黄牌就糟糕了。于是他打算也如法炮制，用精神反击一下，接着便丧里丧气盯着蓝苍，你偏瘦，你贫血，你来姨妈了，建议多喝热水。蓝苍错愕，这家伙居然没有受到自己精神控制的影响，而且竟还反过来开始朝自己喷起了唾沫。于是他便调动全身精神力再次出口，我漂亮，我美貌，你已经对我痴迷不已，无法自拔，你已经深深爱上了我，你什么都听我的，你快认输。此话一出，中原彻底无语，这同学虽然长得不难看，可也没到特别好看的程度，怎么能说出如此厚颜无耻的话呢？而见他依然无动于衷，蓝苍更加的震惊与彷徨，这个中原该不会是妖怪吧？为什么自己平时能同时控制十几号人的精神控制，对他却起不到丝毫作用？他两人这一阵操作彻底把旁边的裁判给整懵逼了，这可是全国高校联赛啊，整个华国10几亿人都在看着呢，他们到底是闹的哪出啊？随即直接对还在口吐芬芳的中原口头警告，消极战斗一次。再一次收到警告后，中原满脸委屈，立马发出抗议，自己这是结合了心理学、文学和表演技巧才施展出来的精神攻击，是用来反击对方攻击的能力，怎么就成消极比赛了？而此时，导播室内的2个讲解员也说出了自己的分析。根据上报道大赛的个人资料显示，蓝苍选手并没有免疫精神攻击的能力，而中原的精神攻击由此可见应该是属于物理层面的。突然，赛场中的蓝苍突然惊恐地倒在了地上，一个劲地向后倒退，嘴里还喊着你不要过来。此刻他脸上难以掩饰的悲伤，2颗豆大的泪珠垂在眼角呼之欲出。他拼尽最后一丝精神力朝中原发动了精神崩溃，而有着无畏能力的中原却可以抵御住所有精神类的控制。此刻他只感觉好像有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嗖一下从他头顶飞了过去。再看蓝苍，他在消耗完最后一丝精神力后便一头栽倒在了地上。裁判见状便开始读秒，可中原却懵了，自己明明就没有对他进行什么实质性的攻击。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对手，他总感觉对方是在表演。与此同时，蹲坐在不远处的黑猫正若有所思地看着场中央发生的一切。就在刚才，他已经成功破坏掉了17只蚂蚁无人机，眼下还剩最后1只了。可幕后操控的人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难不成那人并不在现场吗？这蚂蚁无人机虽然体型微小，可五脏六腑却应有尽有。黑猫中原故意弄断了最后那只的通讯元件，想用此来骗对方出面回收数据，但他总感觉好像漏掉了什么关键的信息。算了，还是别想了，慢慢守株待兔吧。另外一边，冯晴用一记正宗的北派腿法，成功的把对手苏蛇给踢出了场外，获得了个人赛首战的胜利。随后他便走到苏蛇旁边给他刷了个素日，紧接着得意洋洋的表示，让苏哲下次尽管使出他的战略级技能急震，自己一点都不慌。今年的高校联赛能战胜他的就只有一个人。结束后，他走到休息区，可却没见他最爱的中原。询问才得知，原来是组委会认定他恶意使用了精神攻击能力致人重伤，在比赛结束后就把他叫去了办公室。此时顾主任正在跟蓝苍所在的培真学院的人理论，于是冯晴便发信息询问中原是否需要帮忙。中原表示让他帮忙看下蓝苍死了没有就行，不用理会组委会，他自己能搞定。当下正面对培真学院一众同学责问的中原，脑子里却在寻思另外的事。无人机是他在抽完签后才发现的，所以应该跟眼前的培真学院无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能从时间顺序上去调查无人机的来历了。中原被一群其他学院的学生狂轰乱炸，可他却丝毫不慌，因为此刻他脑子里全是蚂蚁无人机的事情。高校联赛的方界其实就是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通过拷贝地形而得到的新空间，而在这个空间里的所有地形和环境都是由方界的能量所模拟出来的，因此能从方界里带出去的物品只能是在开启之后才放入的。由此推断，蚂蚁无人机肯定是在联赛方界开启之后才带进来，这么一来排查的范围就小很多了。现在只需要调取方界内的监控就能知道他们的活动轨迹，再结合方界外的城市监控，便能够得到很多重要的线索。思索片刻后，中原便摆手让一直在他面前唾沫横飞的众人闭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前天齐修给他的九须证件，说道：“九须办事，希望各位配合一下。”可这些涉世未深的中学生们哪有机会接触到华国最高虚能者组织，纷纷质疑中原手上证件的虚伪。当看到上面的照片后，他们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测。中原，你骗小孩呢？要不是看到上面的照片，我差点就信了。
好你个中原，你伪造九虚证件性质极其恶劣，我要上报到军事法庭，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当初齐修给他证件的时候，他就觉得上面的照片不妥，这下好了，被众人这么一顿输出，他此刻只觉得自己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于是便怒火中烧，原地起跳，恶狠狠地将假证件一把甩到地上，紧接着掏出手机拨通齐修的电话，还不等对面有所反应，他直接表示齐老板，我要炒你鱿鱼。与此同时，方界门口，江不忧发动超伪装，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进来。在去往联赛会场的路上，他对这里的治安表示堪忧，自己只不过是随随便便开了个超伪装就顺利溜了进来，看来还是得好好整顿一下安保工作才行。他猜想早上那个自作聪明的裁判肯定让中原对自己产生了偏见，因此他想当面道歉。毕竟再怎么说，中原也是排名仅次于自己的战略级，而且目测他的真正实力很有可能还在自己之上，所以即便是当不成朋友，也绝对不能结怨。虽然但是现在自己贸然的前来找他，会不会显得太高调了？可如果开启超伪装，又显得太过可疑。话说他今年16岁，自己也才25，跟他聊起来应该不会有代沟吧？听说这个年纪的高中生见面都要尬舞一下，可自己今天没穿背带裤，也不会打篮球，略微懂点抖肩舞，如今也已经过气了，怎么办？谁能想到称霸青年榜第一数年的江不忧其实是个实打实的纠结地。走在路上，他还在考虑，听说那只超级萌的黑猫是中原养的，但总感觉他身上有很大的秘密，能一爪干翻风雨墨的猫咪估计世上也仅此一只了吧。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下了脚步，等等，刚刚躺椅上那团黑乎乎的是什么东西？随后他立马转身，悄咪咪地凑近正在晒太阳的猫咪中原。此刻四目相对，空气瞬间宁静，猫咪中原被他盯得汗毛直竖。江不忧这下也认出来了，那团黑乎乎毛茸茸的东西正是那只在联赛上萌翻全场的黑猫。于是他连忙开启理性通识，和黑猫进行无障碍交流，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签字笔和小本子，脸上扬起无比灿烂的笑容，非常客气的双手递给猫咪说道：“你好，可以给我签个名吗？我看了联赛直播，是你的忠实粉丝呢。”猫咪错愕，这老兄到底演的是哪出啊？求签名就求签名呗，还发动虚能。要知道论虚能，自己可从来没怕过谁呢。来呀，互相伤害呀！随后伸出小爪子接过江不忧的笔，与此同时直接发动超级卖萌，最后他才叼着笔在江不忧的本子上签下了大大的中原2字。青年榜第一的江不忧万万没想到，一只萌萌的黑猫居然会写字，而且签的还是中原的名字。当下他心里的震惊无以言表，猜想应该是这黑猫曾经受过专业的训练，只要一看到笔就会写这2个字。于是他便举起本子，试探性的询问黑猫：“你能不能再帮我写一句话？魔术是骗人的，但看魔术的人喜欢被骗。”闻言的黑猫中原直接给了他一个白眼，这不是白衣怪盗的经典台词吗？眼前这家伙瞬间肥宅浓度直线飙升啊！于是他便举起小爪，把江不忧递过来的本子一把推开，并喵喵2声，表示太多字了，自己不想写。江不忧见自己奸计未能得逞，随即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这是我身上最后一块巧克力了，我把它送给你，求求你了，我会把你的墨宝好好珍藏一辈子。见状，黑猫中原更是一脸错愕，巧克力含有可可碱，猫吃了可是会嘎的。但江不忧显然没有养猫的经验，慌忙解释这个自己是真不知道，因为他老是看到很多人都喜欢给猫咪起名叫巧克力啊、香草什么的。猫咪中原瞬间无语，然后用幽怨的眼神看着他，随后一想，算了，还是给他写吧，反正自己也不是什么正经猫，赶紧给他写完，让他走人，别打扰自己晒太阳。不多时，江不忧的本子上便被猫咪工整有力地写下了他最喜欢的白衣怪盗的名言。他拿起本子仔细查看，这字迹即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猫咪也不可能写得出来。看来眼前的黑猫果然不是猫，难道是人类幻化的？会不会是中原呢？猫咪中原在给他写完字后，立马表示让他赶紧离开，别打扰自己晒太阳睡觉。而已经被成功勾起好奇心的江不忧又怎会轻易放手？随即他灵光一现，趁着黑猫不注意，把手上的笔给弄坏，然后走到黑猫面前，指了指坏掉的笔，表示：“你把我的笔给咬坏了，就是这个坑，你看。”黑猫此刻已经被他给整得有些生气了，心想这人怎么这么麻烦呢？不过自己现在是猫，干脆学真猫那样随便喵喵2声把他给应付过去算了。可这下他却失策了，因为江不忧开启了理性通识，随时都能洞悉到他的想法。知道黑猫是在装傻后，他立马就蹲下，也对着黑猫开始学起猫叫。就这样，一人一猫蹲在躺椅边，你喵我喵，持续了许久。最终还是黑猫败下了阵，厉声呵斥让江不忧好好说话，别再那学自己假装猫咪。而江不忧则扶着脸庞羞涩地表示，明明是黑猫先咬坏了自己的笔，然后还跟自己装傻在先呢。说罢，他便开始影帝般的表演。这支笔我从小学1年级就开始用了，它陪我度过了无数日夜，刷掉无数难题，意义非凡。可他卑劣的说辞一下子就被黑猫识破，这明明就是杨世子便利店里用积分兑换的那一款。可江不忧仍在继续表演，你说的没错，虽然他已经换了无数个身躯，但是在我心里永远是同一支笔。最终猫咪只能无奈地表示自己陪他一只就是了，让江不忧自己到出门右拐200米的便利店去报他的电话，就能用积分换。随后便告诉了他自己的会员密码和手机号。江不忧拿着手机一边记录一边查找，果然这就是中原在他的档案上留的手机号码。这下可以确定这黑猫就是中原本人了。而说完这一切，黑猫再也不想理会他了，直接扑通一声趴到椅子上开始睡觉。但江不忧却还在旁边唧唧歪歪，青天白日的睡什么睡，赶紧起来嗨！中原再次看向他，这才察觉到一开始江不忧对自己发动的能力有可能不只是单纯的翻译能力，于是他便试探性的表示，因为自己吸收了太多虚惊，所以深受其中负面能量的影响，因此只能通过睡觉来缓解。而自己的本体还有一大堆破式药毛，也就幻化出的第2形态可以摸鱼打瞌睡了。江不忧闻言终于收起了他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随后一本正经地询问中原，是在忙着打高校联赛吗？可你都青年榜第2了，还来参加这种无聊的比赛？如果想要什么奖励，直接跟安冠峰司令说就可以了呀。但中原却解释，因为他跟别人有约定，所以必须完成才行。那行吧，早上那个吹黑哨的裁判已经被我给炒了，以后谁要是还敢欺负你，你就直接先斩后奏。猫咪闻言一脸委屈，他们现在就在欺负我有紧急任务要执行，可证件都拿出来了，结果还被他们说是假证件。江不忧刚想询问是谁，突然手机铃声响起，拿起查看，发现是来自九旭的电话，于是便走到别处接听。电话刚一接通，就传来对面的厉声指责：江不忧，你在华南能一手遮天了是吗？居然连我九旭的人都不放在眼里了。当中原掏出九旭的证件，结果却惨遭质疑的时候，他直接打电话给齐修，表示要炒了老板鱿鱼，接着就让猫咪形态开始各种摸鱼摆烂。这一操作可把齐修给整慌张了，他着急忙慌地打电话质问华南军区老大江不忧。电话刚接通，就先对着那头一阵狂轰乱炸，可刚确定黑猫就是中原的他却一头雾水，于是连忙询问齐修到底发生了什么。九旭的人在广远市执行机密任务，可在出示证件后却反遭污蔑说伪造证件。江不忧闻言顿感错愕，不是吧不是吧，老齐你说的这个人该不会就是中原吧？齐修明显已经被气昏了头，中原这种全身战略级的人才可是他千辛万苦才弄进九旭的，要是因为这件事情就辞职不干了，那问题可就大条了。于是接着对电话说道，高校联赛的会场被人悄咪咪投放了很多无人机，可却没一个发现，全靠我们家小巴的眼睛才看出来。你们这会场的安检都是干嘛吃的？该不会连场地审查都没做吧？我告诉你江不忧，无人机事关重大，不容马虎，你必须马上解决。挂掉电话后，江不忧心里五味杂陈，真是奇怪，九旭明明可以查到自己的电话，如果中原真的着急完成任务的话，应该会直接打电话给自己才对，可怎么会是由齐修来给自己说呢？难道说九旭里边有内讧？他看着正惬意的享受阳光的猫咪，心里便打定了主意，如果真的是九旭里起了内讧，那对于整个华国来说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更何况这次是因为自己监管不力在先，因此这个锅自己只能背不能甩。随即他蹲到猫咪面前，很认真地表示，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华南军区司令江不忧，对于组委会失职的事情我跟你道歉，我这就去解决，我不奢求能得到你的原谅，只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并且我跟你发誓，迟早有一天会创造出一片能让你安心睡觉的世界，不过在那之前还请你先忍耐一下好吗？猫咪中原闻言一把坐起，心想这本来应该是九旭的失误，都是因为齐修乱印自己照片才会让组委会觉得那证件是假的，可那家伙却二话不说直接把锅给甩了出去。而这青年榜第1华南军区总司令江不忧居然也认，随即他便喵喵几声询问江不忧是怎么发现自己就是中原的。江不忧解释，因为我对你发动了战略级能力理性通识，只要你有表达的意愿，无论是用何种形式我都能听懂，而且我还看过你的个人档案，这一对照自然而然就联系起来了。这坦诚的性格瞬间就赢得了中原的好感，于是他便略微调侃地说道，刚你说要创造一片能让我安心睡觉的世界，画这么大的饼你能做到吗？江不忧语气决绝地表示，自己一个人或许不行，可要是加上你就肯定够了。中原瞬间就有种被骗的感觉，可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很相信江不忧这个人，于是两人很快便达成了一致，一起去解决无人机的事情。随后他们便跟着那台被中原破坏掉天线的无人机开着车朝方界外驶去。中原猜测这无人机其实就是个影子，目的就是为了把目标吸引到指定的位置，而专门调查此类案件的则是虚管局。难道说他们的目的是要破坏虚管局？江不忧一边开车一边说出了自己的猜测，他们的目的应该是虚管局局长王破敌，因为这种以神无人机的外形本就是一种筛选，只有见多识广的人才能发现，而一般聪明的人都爱多想，所以当有人发现他们的时候，背后的阴谋就会被想象的越来越大，这样就越能吸引王破敌亲自过来调查。中原对他的分析表示赞许，随即询问他有没有王破敌的照片。江不忧掏出手机给他看了下，怎料原本还是超萌黑猫的中原下一秒居然就变成了王破敌。江不忧见状顿时震惊无比，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无间幻想？中原闻言略显尴尬，不过这样也不错，黄金关的秘密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第一次见有人直接在自己面前变身，而且外形跟本尊极其相似，江不忧瞬间动起了歪脑筋，随后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一脸坏笑的说道，袁绍你也能变化成我的样子对不对？我已经连上5年半没休假过了，你能不能帮我顶个班让我好好休息休息，求求你了，到时候你只需要在办公室里睡觉就行。中原闻言瞬间有种上了贼船的感觉，于是连忙表示让江不忧再忍耐忍耐，总有一天自己会创造出能让他想休假就休假的世界。谁能想到这个坐在躺椅上看着大黄玩耍的老人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顶级杀手？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看起来起码80岁的他实际上却只有60多岁而已，因为他拥有世界上唯一的急死能力，而过度的杀戮也让他急剧衰老。8年前他逃离铁塔国回到华国隐居，他本想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度过余生，可突然出现的黑衣人却打破了他美好的愿景。彭布先生，你从继承急死虚惊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今生都无法平静地生活下去了，你该不会以为躲起来就能够金盆洗手了吧？闻言的彭布顿感愤怒，你们这么逼我，就不怕我跟你们鱼死网破吗？可黑衣人见状却不以为意，因为他们知道急死能力每天只能发动1次，而他们却不止1人前来，他们完全可以等他发动完能力之后再杀掉他，然后让他的女儿继承他的虚惊以及世界赋予他的死神名号，而他不想杀的人，完全可以让他二女儿帮他杀。当下的彭布已经被气得咬牙切齿，不堪回首的记忆涌上心头，他的大女儿名叫安妮，
在他6岁的时候，就因为彭布不想杀人，结果就被人给活生生吊死在了家中。那时的彭布伤心欲绝，安妮才刚刚6岁，都还未来得及享受人间的美好，就被无情的剥夺了生命。他曾无数次手握短刀想了结自己，都怪那枚代代相传的急死须鲸，让他失去了自由，成为了一件只会杀人的工具。而只需要在自己凝结出须鲸之前死去，便可以终结掉这罪恶的连锁反应。但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最终还是让他苟活了下来。还好上天对他不薄，再次给予了他生命的结晶。如今二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彭布只希望她能够安稳地度过一生。可当下他最多也只能再发动一次急死就会衰竭而亡。但万一失手，那些可恶的铁塔国人肯定会让他的二女儿继承须鲸，然后再次踏上自己那条罪恶之路。所以他这次必须成功。片刻后，他拿起镰刀，对面前陪伴多年的大黄表示歉意。为了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对不起了大黄。与此同时，在不远处，一男一女正用望远镜盯着当下发生的一切。女子为自己不能亲自去执行击杀任务而抱怨，旁边的男子却显得理智很多。王破敌的虚应能够读取别人的记忆，因此见过他们的人越少，风险就会越低。女子放下望远镜，有些不屑，仅仅是把无人机放进会场，然后设置了定时行动，就把他们给耍得团团转。就连王破敌跟江不优都一起上钩追了过来，看他们脑子也不是很好使的样子啊。随后他又凑近男人身边，继续说道：“叶真，等回收完彭布的急死须鲸，你就跟我一起回铁塔国好不好？我们惹上了虚管局，又杀了9虚的人，这次消灭了王破敌跟江不优之后，华国就再无任何人敢留你了。你已经回不去了，还是跟我走吧，你的归宿只能是铁塔国。”为查明蚂蚁无人机背后的主使，华国青年榜第1的江不优和第2的中原将计就计，开着车子一路尾随。路上，中原预感到此行的凶险，于是便询问江不优身上是否有保命能力。保命是我的短板，我目前身上只有6种能力：协同、理性、通识、无限、梦境超、分解、超伪装和强攻。中原闻言有些惊讶，一是没想到人们口中战无不胜的江司令居然没有保命技能，二是万万没想到才第1天认识他，居然就敢跟自己透底。但江不优却不以为然，我也知道了你能变成猫的秘密啊，这样算扯平了。中原随后又询问他抽签运怎样，江不优则淡淡一笑：10连抽非保底就出双 SSR 的程度吧。此刻中原看他的眼神瞬间就变成了羡慕嫉妒恨，这是欧皇本皇没错了，跟自己那个神之一手的挚友冯晴简直一个天一个地。随后便出声表示，让他直接协同自己，看能不能协同到保命能力。江不优有些疑惑：你是觉得我一会儿会死吗？中原解释自己的预感一向都很准，若是他没抽到保命能力，立马就让他下车离开，别去送人头。而江不优却犹豫了，毕竟中原身上有太多秘密，没写进个人档案里就是不想被人发现。可现在却要他去协同，那不就等同于跟自己摊牌了吗？中原见他迟迟未动，立马出声催促：你这人要不要这么扭捏？让你协同你就赶紧协同，哪来这么多顾虑？江不优这下没话说了，连忙伸手。虽然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当窥探到中原身上能力的时候，还是被震惊的瞳孔一阵剧缩。这些能力也太过逆天了吧！普通人能有一个战略级能力就已经所向披靡了，可中原身上竟然有这么多，活脱脱就是一个行走的战略级啊！与此同时，伴随能力的轮盘转动，最终他成功吸收到了生命权柄。不多时，他们便跟着无人机来到了一处看起来非常破旧的小区门口。江不优直接开启超伪装，虽然敌人已经知道他们来了，但伪装一下还是能起到干扰作用的。中原一边走一边提醒，让他一会儿开打的瞬间直接交保命技能。可江不优却表示，因为生命权柄的消耗太大，所以他预计自己维持不了几秒钟，而且一旦发动，他就没法再继续使用其他能力了。中原闻言出声调侃：堂堂青年榜第1就这，也太菜了吧！江不优连忙表示，中原这个榜2也是名不符实，要他赶紧排到自己前面去，但却被中原果断拒绝。随后他直接发动鹰眼加超级感知开始探索，很快就发现了可疑之处。在一个菜园里，有个老头正紧紧抱着已经凉透的狗子，表情悲痛欲绝，可手上却还在一直抚摸，这很明显是敌人故意制造出来的疑点，引他们过去的。可江不优却不敢苟同，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料理今天的晚餐呢？此话一出，中原背后莫名泛起一股寒意。我听说这里的人什么都吃，你该不会是连我的身子也馋吧？江不优赶忙表示他对龙虎斗根本没有兴趣。中原闻言立马后退2步半，并摆手阻止。这家伙居然连菜名都报出来了，简直就是欲盖弥彰，此地无银300两啊！就在2人吵吵嚷嚷的同时，不远处正有人在悄无声息地盯着他们，开着超伪装还吵得这么大声，简直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而在另外一处埋伏的狙击手却表示，他们开不开超伪装对自己来说都没有差别。随即他直接开启识破能力，然后将枪口对准2人扣动扳机，特制的子弹瞬间就从枪管急速飞出。同一时间，伪装成王破敌的中原顿感不妙，大喝一声危险，随即便把江不优给一把推开。这也太帅了吧！天台上的狙击手刚扣动扳机，几乎是一瞬间幻化成王破敌的中原，立马就把江不优给推开。电光火石间，子弹就洞穿了他的胸膛，被射中的部位立马就留下了一个碗大的洞口。本以为稳操胜券的狙击手见到这一幕，则是一脸的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他几乎是在自己扣动扳机的同时就做出了反应，难不成此人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下一秒，他赶紧朝对讲机发出指令：王破敌已中弹，快击死江不优！与此同时，中原也发现了站在楼顶处的2道黑影，立马就朝着他们的方向发动了急喊。而死神彭布则在同伙的风息祝福下高高跃起，急速来到了江不优身后。对不起了，江司令，我也是被逼无奈。刚进入攻击范围，他立马发动急死能力，四目相对，江不优瞬间只感觉自己心跳漏了半拍。等中原发现他已经晃晃悠悠就要倒地，中原顿感不妙，
虽然这里是居民区，但江不忧遇袭情况万分紧急，也管不了那么多，只能先冻结全场，搞定敌人再说。随即他便起势发动战略级能力永恒冰域，瞬间能力范围内的空气开始迅速凝结。从他见到江不忧中招到发动能力，仅仅用了2秒不到。在江不忧还没倒下之时，就被冻成了冰雕。紧接着中原连忙闪身来到他身后，稳稳将其接住，然后发动生命权柄。因为生命权柄附带的不死之躯只能对自己有效，而对别人施展只能达到黄级满级的再生效果。此刻他只希望江不忧刚才挨的不是再生治不好的攻击，虽然用能力给他进行了治疗，可江不忧却纹丝未动，依然紧闭着双眼。中原瞬间悲愤交加，趴在直挺挺躺板板的江不忧旁边痛哭流涕。江片片，你个谎话连篇的小赤佬，还说什么要给我创造能够安心睡觉的世界，可现在却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了，这下呜呼哀哉了吧？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少侠还请独当重回新手村。见他仍未有任何反应，中原实在演不下去了，恼羞成怒的表示让江不忧适可而止，再演下去自己可要刨个坑把他给埋了。这下江不忧才忍住笑意，颤颤巍巍的出声，因为中原刚才顶着王破敌的脸说出那样的话，自己没被打死也差点被笑死了。中原闻言有些无奈，只能重新幻化成猫咪形态，看着已经被冻成冰雕无法动弹的死神，江不忧给肩上的黑猫解释，如果自己没猜错的话，此人应该就是那位传说中的铁塔国死神彭布，而掌管虚管局的王破敌前段时间就是在追查8年前彭布非法入境一案，这样一来整件事情跟死神有关，倒也解释得通了。而他之所以被称作死神，是因为他身上拥有铁塔国独有的战略级能力击死，据说当今世上就只有他一人拥有这个能力。可他本是有着华国和铁塔国2国血统的混血，在30年前曾一度名扬世界，可就在8年前突然就销声匿迹了。传闻是已经金盆洗手，藏匿在华国养老。而刚才他在遇袭的时候，确实感受到了击死打在自己身上。不过还好，他先手开启了协同道的生命权柄，这才被所附带的不死之躯挡掉。如果不是那个狙击手看穿了他的超伪装，提前开了一枪，他也不会有机会在被击死前开启生命权柄。此刻江不忧心中里对中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激，要不是他刚才把自己推开，又或者自己没能协同到不死的能力，此刻他早就已经凉透了。当下一人一猫静静盯着彭布发呆。随后江不忧出声询问中原，彭布虽然被冻住了，但你应该也能让他复活过来吧？中原不解，你想干嘛？就不怕他再给你来一次急死吗？而江不忧则胸有成竹地表示他自有劝降妙招。中原仍是满脸问号，这么恐怖的老头劝降干嘛？直接把他的虚惊给挖出来不更香吗？可江不忧却说，此人当了这么多年的铁塔国死神，人脉和见识肯定都有他的独到之处，活着比死了更有用。最后猫咪中原只能妥协，他朝着彭布发动生命权柄，并提醒江不忧自己就只负责解冻，剩下的让他自己看着办。就在这时，附着在彭布身上厚厚的冰块开始急速化解，同时他的面容也慢慢开始发生了变化，一股强劲的生命力源源不断地朝着他体内涌入。见状，江不忧立即开启无限梦境，接下来就到了他的表演时刻。被誉为死神的男人从寒冰中慢慢融化，江不忧见状直接开启无限梦境，不多时彭布就缓缓地从草地上醒来。他依稀还记得自己不久前发动最后一次击死能力后，身体便彻底衰竭，而此时则一脸的疑惑，这里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呢？不过像自己这种生前做尽坏事的人，死后应该下地狱吧。随后他便缓缓从地上站起，突然感觉背后有一道身影正在靠近，他猛地扭头查看，竟发现正是自己已死去多年的大女儿安妮。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那副依然是幼年的身躯，心中的愧疚和忏悔油然而生。随即彭布便蹲下身子，一把将安妮抱紧，声泪俱下地表示，是爸爸对不起你，如果我能早点认清自己身为杀戮工具的命运，乖乖听话，或许你就不会因我而死了。可此刻的安妮眼神却没有一丝感情，冷冷地表示，你都已经死了，怎么也只会向命运低头认输呢？而当下彭布内心的激动之情无以言表，他现在可管不了那么多，认输就认输吧，别人的生命再可贵又如何？你可是我女儿啊，如果人生能够再来一次的话，就算是满手血腥，爸爸也一定会护你周全。闻言的安妮稍微凑近他的耳边，然后轻声低语，如果我的父亲是这样的人，那我宁愿再次选择死亡。话音刚落，彭布瞳孔一阵收缩，他不明白为何自己的女儿会说出这样的话。安妮继续说道，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但打动人心的却总是舍生取义的故事。人们常说敬畏生命，但真正值得敬畏的并非生命本身，而是人们寄托在它之上那些虚无缥缈令人动容的精神。回去吧，爸爸，你的人生还未结束，愿你能背负起那些被你残害的生命，将镰刀挥向扼杀你人性让你成为杀戮工具的坏人。彭布闻言眼眸低垂，他们太强了，我根本无力反抗。而安妮则表示，只要你愿意为华国效力，他们定能助你一臂之力，护你家人周全。彭布此刻内心开始慢慢动摇，但却依然在犹豫，可我是在铁塔国出生长大的，身上只留有一半的华国血统，他们真的愿意接受我吗？而且我一生罪孽深重，估计他们也不会给我救赎的机会吧。安妮义正言辞地给他解释，华国从来不以出身论英雄，而且能给予你救赎的只有是你自己，等你有朝一日赎清一身罪孽，再来另外一个世界与我相聚吧。对了，还有件事，大黄是你自己杀掉的，所以你得负责。白切狗和狗脑包可是广远市的名菜，做法一搜就有。不多时，彭布便坐在了华国虚管局里，他含泪吃下一块又一块被加工成美味菜肴的大黄，心里一边在道歉，另一边却在感叹着大黄肉简直太美味。而此时在不远处的江不忧头上则顶着恶魔犄角，一脸坏笑。
就连中原都看不下去了。他出声调侃自己不是真的猫，但江某人却是真的狗。可江不忧却没有为自己的恶行感到一丝的忏悔，甚至还一手拖着打包的大黄肉出声狡辩，那人可差点就把自己给嘎了。此时他也只不过是小小的报复一下而已。随后他又满脸担忧地告诫中原，把整个小区都给冻起来，然后又解冻，精神力消耗肯定很大。如果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让他不要再为自己冒险了。可中原闻言却说，这些都无所谓，冻结了全场刚好能把敌人给一网打尽。至于附近的居民，给他们刷一遍生命权柄就好了。而且他感觉自己消耗也不算太大。江不忧有些不敢相信，你别嘴硬了，发动了几次战略级能力，居然还说消耗不大。再看中原此刻却一脸不屑，负担不起是因为你太菜了，回家赶紧多练练。就在这时，王破敌推门而入，巴西先生，居民区所有人都已经排查完毕，一共找出4个铁塔国的虚能者。中原闻言表示，那接下来的后续就交给虚管局负责了，顺便提醒让他们也检查一下联赛会场的监控，说不定能找到重要线索。王破敌赶紧行了个标准的军礼，表示收到。见状，中原一脸尴尬，告诉他自己只不过是晚辈，不需要这么谨慎，直接叫他的名字或者玄名就行。王破敌本以为中原位高权重会很难相处，可怎料他居然如此平易近人，随即心里便放松了不少。而见他终于不那么拘谨了，中原赶紧向他提出要求，有一件事情还请王局帮忙，一会儿跟我去一趟医院看一个同学，具体情况路上再细聊。女孩发动了杀招，却惨遭反噬，受到中原来自吸收虚精所堆积的负面情绪影响，直接当场倒地不省人事。虽然造成这样的结果并非中原所为，可他还是想把事情弄清楚好救治澜沧，因此特地叫上拥有虚应能力的虚管局局长王破敌一同前去调查。在朝医院行驶的车上，中原一边看着澜沧的就诊数据，一边询问王破敌，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上报给了虚管局？培真学院要求介入调查，对吧？王破敌表示确实如此，但因为涉及到科学院，因此只能由保密级别够高的人来调查，或直接转交科学院进行诊断治疗。澜沧变成现在这样，确实与我脱不了干系，但因为涉及到 S 级以上的保密内容，我不好一一细说。而此事我也不太方便以中原本人的身份出面，王局长能否借我个虚管局的名头？没问题，身份上的马甲和物理上的都给你来意见。现在开始，你就是虚管局特级调查员，职位与副局长平级。随后，王破敌便从车内取出一件连衣裙递给中原，并有些不好意思地表示，因为放在车上备用的衣服就剩一套了，让他别嫌弃。可拿起查看后，中原身上每个毛孔无不在表示他的不情愿。他想了想，最后还是决定无法接受那套裙子，于是便直接现场幻化成了4年后自己的模样。王破敌见状不由得为之一颤，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有人在自己面前幻化身形。虽然中原脸型仅是变得成熟了些，可加上发型和穿着后，就像是完全变了个人一样。不多时，他们便来到了医院病房里。培真学院的校领导见王破敌亲自过来看望，连忙表示感谢，但他此刻却迫切地想完成中原交代的事情，于是便简单敷衍了2句。他指着中原跟众人介绍说，这是我局的特技调查员玄敏。随后几名老师便走出了病房，在门口他们忍不住惊呼，那个跟王局长一起过来的居然就是青年榜第2的玄敏，看起来还很年轻的样子。不过为什么他长得跟中原有点像呢？旁边的人闻言连忙制止，让他别乱说话。病房内，王破敌看着床上依然在昏迷的澜沧，询问中原现在是什么状况。中原表示或许还有救，但得先看看他和自己战斗时的记忆，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接着王破敌便起势发动虚应能力，一瞬间澜沧头顶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色光环，无数记忆碎片被他吸收到半空，随即朝中原身上不断涌入。在他的脑海里瞬间就出现了澜沧的记忆画面，当下他正在利用国粹朝澜沧进行口水反击。而一旁自以为是的裁判见状连忙直指中原，说他消极战斗，口头警告一次。与此同时，澜沧见自己的精神控制完全无法对中原产生作用，心里震惊不已。虽然他还有一招精神崩溃，但这种能力不该用在赛场上。随即他便打算果断认输。突然一股强大的精神污染瞬间涌入他的精神世界，澜沧从没感受到如此夸张的负面情绪，顿时惊恐万分。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一只带有倒刺的巨型利爪，缓缓朝他伸来，最后死死将他握在手中。千钧一发之际，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发动了杀招精神崩溃。中原在看完澜沧的记忆后，顿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再次睁眼，只见王破敌正在着急地呼喊自己的名字。他扶着升腾的脑袋缓缓坐起，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惊恐之色。澜沧当时所看到的景象正是他重生之前的遭遇，那只狰狞无比的利爪仿佛挥之不去的梦魇，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上一世杀死中原和他妹妹的巨型利爪再次出现，让他自重生以来就毫无情绪波动的内心产生了恐惧与憎恨，而澜沧的精神也因此而变得极度虚弱，当下已经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就跟植物人没什么两样。现在他身上还残存着中原一死暗世界的能量，中原猜想应该可以借此和他建立起链接，随即他便发动能力进入了澜沧的精神世界。本应丰富多彩的空间里，此刻早已完全寂灭，甚至就连现在他还可以活着，也是依靠那一丝残存的暗世界能力维持。如果再不及时处理的话，等最后一丝能量都消散后，他就会直接死掉。
中原对着空荡荡的四周出声询问澜苍：“如果以后再次遇到那只恐怖的利爪，你是否还愿意拼尽全力与之4战到底？”话音刚落，空间上空就响起了澜苍斩钉截铁的回答：“我愿意。”他跟妹妹钟兰还真的是很像的。中原脸上不禁浮现起一抹淡淡的微笑，随即开始对着四周发动暗世界能量。澜苍，我收回之前战场上对你说的话，你不丑也不坏，你是一个英勇顽强的战士，就让我们一起为守护人类而战吧。紧接着，无数暗世界能量便慢慢汇集成澜苍的身形，不多时，一具完整的精神意识就被重塑完成。中原和王破敌走出房间，在门口等候的培真学院领队赶紧上前询问。王破敌拍了拍中原的肩膀，表示情况已经查明了，而且也把澜苍同学给治好了。说罢便转身离开。紧接着，澜苍就走出了病房，见领队一脸的难以置信，他连忙上前解释，自己是因为战斗过程中精神力消耗过度，一时疲惫，所以才会倒下。之前的诊断结果完全是误诊，刚才虚管局的高手已经帮他治疗好。成英学院的中原同学当时也没有对他进行不当攻击，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冤枉他。与此同时，联赛方界组委会办公室内，几个不明所以的委员正在着急等待。中原这趟厕所去的也忒久了点吧？难不成他想发动能力跑路？另外一人表示，看守方界入口的人说没见他出去啊。他们看着地上那张留有中原脚印的9虚证件，继续讨论着。话说他先前打电话说什么要炒了齐老板，该不会这一切都是真的吧？此话一出，立马遭到了反驳。他就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又没有卫星电话，怎么可能在方界里打通电话？看中原那样子，明显就是在虚张声势。就在这时，办公室的大门被推开，洋洋洒洒走来3个手插口袋的靓仔。定睛看去，中间穿着一身白色西服的男人正是江不忧。众人纷纷站起询问：“少帅怎么过来了？也不叫人提前通知一声。”而此刻江不忧则是满脸怒意：“你们这班油炸蟹真是够僵的呀！不仅勾结境外势力，还阻碍9虚执行机密任务，证据确凿，影响极其恶劣。现在按叛国罪论处，莫名飞来的重罪瞬间就把几个组委会成员给吓瘫了。他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开始老泪纵横地为自己辩解：冤枉啊，少帅！我们对国家忠心耿耿，一胆忠肝，天地可争，日月可见啊！那个中原油嘴滑舌，还伪造假证，不信您看下证件上的照片，这简直是赤果果的欺诈，还请少帅明鉴。”面对众人声嘶力竭的解释，江不忧面色阴沉：“不就是化了个淡妆吗？怎么就不是本人了？是真是假？难道你们不会用读卡机验证一下吗？会场里又不是没有联网，见他丝毫没有饶恕的意思。”委员们便开始打起了感情牌：“少帅啊，这些年我们都给足了江家面子，您这会儿把大家逼得这么死，真的好吗？我们几个可都是老江司令提拔上来的，你这是在啪啪打你父亲的脸呀！”江不忧闻言冷哼一声：“法理讲不通就开始跟我讲人情了？那好吧，现在我就给你们一次补救的机会，你们自己去跟中原道歉，至于要定你们哪条罪，由他说了算。”万万没想到，上一秒还耀武扬威的联赛组委会，下一刻居然要去给中原道歉。蓝天大酒店内，顾主任把要上楼的组委会成员给拦在了大堂。几位有事吗？我们学院的选手都已经休息了，现在不方便打扰。其中一位评委连忙解释，他们只是想过来跟中原道个歉而已。顾主任闻言就不乐意了，中原被你们扣留了那么久，这才好不容易回来休息，你们居然还有脸追到酒店？另外，具体是因为什么事情要道歉？如果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代他接受就行了。此话一出，评委们可有些慌了，挠头顿足，可却又不知从何解释。总不可能说是因为江不忧要治他们的罪，所以才来道歉的吧？随后，其中一人表示，因为中原落了东西在他们那里，所以这才过来物归原主。但顾主任又不是傻子，一会儿说道歉，一会儿又说过来送东西，明显是来找茬的。随即扬言，有什么东西给他转交就行了。就在这时，其中一人竟直接一把扑到他身上，死死抱住，大声呼喊，让其他人赶紧溜进去。这群人软的不行，居然想来硬的。顾主任见势不对，连忙朝正在向楼上狂奔的几人发动能力，瞬间刚跑到楼梯口的3人身上立马就失去了摩擦力，裤子齐刷刷掉落到脚下，五颜六色的花裤衩甚是夺目。他见状来到几人面前，双手叉腰：“好啊，刚才不是挺能跑的吗？这下怎么跑不动了？”评委们连忙出声求饶：“顾领队别这样，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可他才不吃这套，屁的日后好相见，我口味可没你们那么重。与此同时，一道看不见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他弯下身捡起掉落在地上的9虚证件，忍不住吐槽：“机会我已经给了，但是你们自己却不中用啊！”他走到中原房间门口，便取消了伪装能力，轻声敲门。中原刚把房门打开，江不忧就毫不客气地走了进去。袁少，你脸色看起来很差呀。中原说是因为他被一些具象化的负面情绪影响到了才会这样，休息休息就好了。江不忧闻言立马朝他发动理性通识，并询问现在有没有稍微缓解一点。中原有些疑惑，感觉自己身上确实没有那么疲惫了。难道这理性通识除了翻译能力外还能缓解负面情绪？这个得看情况。理性通识全力发动的时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化发动者跟目标的思想，只要发动的时候足够冷静，就能借着理性通识让对方也一起冷静下来。说罢，他便一屁股坐在了旁边的凳子上。中原扭头询问他，刚才说的同化思想具体能达到什么程度？江不忧接着解释，没有他的超级卖萌厉害，不能像他那样让一个对猫毫无兴趣的人瞬间变成猫奴。你的卖萌等级绝对虚报了，我已经说了理性通识的秘密，你也说说卖萌的秘密给我听呗。中原表示，档案上的能力等级确实是自己虚报的，他的卖萌其实是普通卖萌的升级版，目标只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深度中招一次，就会永久改变对他的认知，奉他为王并臣服于他，这是锁萌咒吧？江不忧惊呼，你这卖萌效果如此强力且终身无解，那万一哪天出现个因为被蒙住而主动过来讨好你，
让你心软，可最后却死于非命，那这乐子可就大了呀。此刻在江不忧的脑子里出现了中原被各种妖魔鬼怪奉承为王的场景，身体不禁打起了寒战。站在人类的角度，我当然巴不得天下所有异族都统统被你蒙住，任你摆布。但如果事态颠倒过来，人类被异族的卖萌迷惑，抛弃尊严向他们摇尾乞怜，可就呜呼哀哉了。而中原闻言连忙后跳躲到了床上。江少，我没做什么惹你生气的事情吧？江不忧有些震惊，没有啊，我在说萌萌熊，你后退2步半是几个意思？中原解释，你的表情过于和蔼可亲，看得我心里有点慌啊。现在江不忧随即结束了刚才那无聊的假设，然后从口袋掏出一块巧克力和中原的9序证件，差点忘了正事，我是来还你东西的。中原接过巧克力，然后头也不回地说道：巧克力我收下了，那垃圾玩意儿赶紧给我拿走，我不想再见到他。谁能想到被中原当成垃圾玩意儿的9序证件，不仅能凭证直接接管任何军区的最高指挥权，甚至还能用来买菜买零食和吃饭饭。中原从江不忧口中得知他的真正用途之后，一脸的难以置信，总感觉他在忽悠自己，于是便打算自己试一试。而此时楼下大厅内，几名联赛组委会成员已经被部主任的消除摩擦力给搞得开始怀疑人生了。部领队，请您高抬贵手吧，我们是真心实意过来给中原道歉的。当中原和江不忧走下楼后，眼前的一幕彻底把2人都给惊呆了。只见4个联赛组委会成员正四仰八叉的堆叠在一起，且由于摩擦力被消除的关系，4个人的裤衩都已经滑落，一片白花花，景象十分辣眼。这情景真的是小孩子能看的吗？他连忙用手遮住眼睛。现在的老年人玩的是越来越花了呀！可一旁的江不忧却笑得花枝乱颤，拉着中原的手就要往外走。此时委员们也看到了中原，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抑制不住的喜悦。他朝其他人高呼中原下来了，紧接着4个人便提着裤子不顾一切朝他狂奔，犹如一群饿了许久的野狼突然看到肥美的小白兔一样，嘴里还不停叫喊着：中原，我们知道错了，求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回想白天的时候，这群人还一个个趾高气昂地责备自己，而当下却死乞白咧地过来道歉。中原一下子就猜到这一定是江不忧搞的鬼。果然，此刻的江不忧头顶恶魔犄角正一脸坏笑。中原汗颜，虽然他们之前对自己的态度是恶劣了些，但澜沧的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他们，职责所在倒不是恶意刁难。至于9序证件被他们误以为是假证的事，主要责任还是齐修那家伙乱印照片所致。于是他扭头跟江不忧表示，高校联赛不能没人管理，所以这几个人小惩大戒一下，罚个款就差不多了，没必要给他们搞那么大的罪名。众人闻言都喜极而泣，纷纷对他表示感谢，多谢中原先生宽宏大量，感谢少帅赦过幼罪，本次任务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全部由你们来承担赔偿，这样不过分吧？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众人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表示赞成。罚款单据你们自己去需管局领，包括经济损失和保密工作的善后费用。说罢，他便拉着中原来到了街上的自动售卖机。扣款成功，中原拿着9序证件刷了一下，居然真的支付成功了。江不忧大喜，真的能刷呀！看来传说都是真的。据说在虚能者商城里买东西也能用它来扣款，且上不封顶。你要不再试一试？可虚能者商城中原早就已经看过了，上面也没有他想要的东西。突然，江不忧一把抢过他的手机，陆牛最新冰雪卫士限量版，独门独栋大花园别墅。他二话不说，飞速就帮中原付了款。中原心里暗骂一句，紧接着连忙把卡跟手机夺回，一脸冷汗地指责江不忧，自己现在就连驾照都还没有，人也不打算长期定居在广远市，这样做简直就是妥妥的浪费资源。可此刻江不忧心里早已乐开了花，9序的经费是各大军区的2倍，你不把卡收好，我就继续拿它胡作非为。中原无奈只能勉为其难地收起。之后江不忧便转身跟他挥手告别，组委会那边还有一大堆馊事情等着他去处理。看着他即将远离的背影，中原突然把他叫住，他以为江不忧是因为中了自己的卖萌才会做出这些举动，连忙表示以后不会再轻易以猫咪形态出现在他面前了。顺便他还提醒江不忧小心点，别为了他那点小事就把组委会给整得鸡犬不宁，这些都只不过是鸡毛蒜皮而已，他根本就不介意。可江不忧闻言却只是停下了脚步，头也不回，淡淡说道：那如果今天遇到这些事情的人是一个弱者呢？换作是我可忍不了。另外惩治他们是自己的个人意愿，并不是受到卖萌能力的影响。中原看着他消失的背影，心里泛起一股久违的暖意。与此同时，广远市一栋大厦楼顶，2道身影正在欣赏这座城市美丽的夜景。女孩愤愤不平的怒斥：真是该死，那群废物居然全都被生擒了！还有彭部用完急死能力后竟没有衰竭而亡，甚至还返老还童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叶真则非常淡定地表示无妨，主动杀了他再回收他的虚金和尸首也是一样的。女孩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能如此淡定。叶真，你该不会是早就料到这次行动会失败了吧？还是说这一切都是你故意为之的？而叶真则只是冷冷地表示：你想多了，我们会失败纯粹是运气不好遇上了江不忧，他的实力一般，但华国气运之子的称号却绝非浪得虚名。来了！萌翻全场的黑猫，他终于又再次登台了。因为冯晴在昨天的团队赛里吃了红牌，因此组委会不得不撤销了对黑猫选手的禁令。此刻萌萌的猫咪正抬起它的小肉垫，按向抽签按钮。不多时，广播里便公布了最终的抽签结果。今天冯晴小队将要对战的又是上京大附属的苏哲小队。听到此消息，苏哲小队个个都摩拳擦掌，想报昨天之仇。可队长苏哲此刻却生无可恋地扶着脑袋：大家准备上场吧，这一次我们要认真点打。与此同时，中原正在跟队友们交代战术。由于他们队伍唯一的治疗系冯晴被罚做冷板凳，因此他要求一会儿谁要是挨打了，就让谢意涵立马
将人跟猫咪换位。另外，如果还出现别的情况，陈旭就发动传导能力，把所有受到的攻击都传导到猫咪身上。而在旁边一副事不关己的冯晴，则是推了推眼镜，表示苏蛇是个顶级猫奴，黑猫的外貌就让他们整支队伍的防御力直接拉满，而且还有最强的反弹护盾。因此这场比赛不打也知道他们注定会输。不多时，2支队伍便站到了赛场中央。苏蛇看着中原肩上的黑猫，气得牙痒痒，实在太可恶了！这群人居然真的让可爱的黑猫上场，这样怎么能让人下得去手啊？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去捏一捏他的小肉垫了？随即他便一脸坏笑地凑近中原，然后朝他肩上的黑猫伸出邪恶的小手。黑猫选手你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中原见状连忙后退2步，因为他知道这家伙拥有协同能力，如果随意跟他接触，很有可能自己身上的能力就会被他协同了去，于是便佯装表示黑猫怕生，让他别再凑近了。苏蛇见状只好委屈地转头，然后偷偷抹掉眼里不争气的泪水，非常不甘地扬言上次自己小队被打得好惨，这次一定也要让他们尝尝挨锤爆的滋味不可。看着冯晴小队的成员，队伍里的女选手心里便打定了主意，算来算去也就只有中原一个能打，其他的人全都是炮灰，我只要开局就用尸条封住中原的五感，没有治疗系给他解封，他们就必然会被我们吊打。紧接着这位女选手便起手，随时准备发动尸条能力，只要中了尸条，五感就会全部消失，甚至就连自己是死是活都无法确定。迄今为止，除了江不优外，还没有见第二个人能逃过尸条能力的束缚。随着垃圾话环节的结束，裁判一声令下，比赛便正式开始。那位女选手立马朝中原发动尸条能力，一瞬间中招的中原便呆愣在了原地。此刻他完全感受不到周围的任何环境，仿佛空旷的比赛场内就仅剩他一个人，但是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被动能力无谓被触发，这说明应该不是中了精神控制方面的能力，可他人跟猫咪却同时陷入了这种状态，如此说明这项能力的目标并不是身体，而是精神领域。这种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死寂感觉，就跟他当时死去后精神被困在黄金棺里一样。更糟糕的是，吸收虚金所积攒下来的负面能量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开始爆发，那只令他恐惧的狰狞巨爪从不远处急速朝他伸来。与此同时，赛场上陈旭竟然双手举着黑猫，试图格挡苏哲的攻击，而万万没想到骨灰级猫奴见状却呆愣在了原地，身后的队友连忙提醒他别在赛场上犯傻，赶紧出招进行攻击。见他仍没有丝毫反应，另一名队友实在看不下去了，纵身高高跃起，挥舞着拳头就朝陈旭扑来。他朝其他队友喊话，自己控制猫咪，让他们去攻击中原。就在这时，深陷尸条的中原突然感受到迎面而来的杀意，这才意识到眼前的一切都不是幻觉。暴走的战略级究竟能有多可怕？就在刚刚，中了尸条后失去五感的中原眼神空洞地站在原地，突然感受到一股杀意正在急速朝自己逼近，于是他便本能地抬起手掌格挡，接着直接就发动永恒冰域能力。苏哲小队2名靠近他的选手瞬间就被强大的气流击飞数米，而朝中原发动尸条的女选手更是满脸惊恐，这怎么可能？她明明就已经失去了感知能力，怎么可能还会进行反击？与此同时，比赛场地内的众人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寒冰给吓住了，没有人知道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还未等人来得及反应，顷刻间整个比赛馆内温度就骤降至0度以下。苏哲一边奋力朝场外狂奔，一边大喊：不好了，大家快跑啊，中原暴走了！看到不明所以的裁判还在那呆若木鸡地看着，他连忙表示他们小队认输了，让他快点叫救援来。裁判闻讯立马宣布冯晴小队获胜。比赛结果虽然已经宣布了，可却见中原丝毫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当即就要掏出黄牌警告，但是下一秒刚伸到半空的手就被厚厚的冰层给冻住了，就连演播室也在一瞬间迎来了极度低温，放在桌上的饮料瞬间就被冻成了冰块。程云有些疑惑，裁判都已经宣布了冯晴小队获胜了，可中原却没有停手的意思，而现在就连显示屏上也全都黑掉没了画面。旁边的崔曲生连忙解释，因为场地温度过低，这里所有的电子设备瞬间都停止了运行，联赛的工作人员纷纷朝会场外狂奔，必须尽快控制住中原，不然整个会场都要完蛋，还有多叫几个医疗系的过来救治，伤员被冻久了就没法救了。突然有人想到成英学院就有战略级能力终极祈愿，而且人此刻应该就在场内，于是便表示要过去协同一下。他走到成英学院的选手区域，还未等人反应也不打招呼，上去就朝袁校花素婉莹发动协同能力。被协同的素婉莹还一脸懵逼，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工作人员只不过是轻轻拍了一下他而已，本以为可以协同到战略级能力终极祈愿，可怎料却协同到了素婉莹擅自吸收的治愈之风，于是刚还满怀期待的工作人员只能转头灰溜溜的跑了。此时坐在观众席里的冯晴也发现了异样，圆圆今天的永恒冰域跟之前的比却截然不同，感觉情况有些不妙的他起身便朝着中原走去。见状的张蕊有些疑惑，怪不得场地内突然就变冷了，原来是中原发动了他的战略级能力，因为冯晴的身体能够根据遭受到的伤害进行自我进化，上次在蛇门山方界挨了中原一次永恒冰域之后就进化出了对冰寒的抗性，所以当下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一点不适。与此同时，中原的精神还处于失去五感的无边领域，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各种各样生离死别的片段在他眼前浮现，特别是看到自己最爱的妹妹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让他愤怒到了极点。他
他四处寻找，嘴里叫喊着让那只狰狞的利爪赶紧出来受死。你杀了我妹妹，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挫骨扬灰。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一阵轰隆巨响，那只布满狰狞倒刺的巨型利爪终于出现在了空中，然后径直朝中原伸去。可当准备触碰到的时候，却突然碎裂，缓缓消散了。原来是刚来到他身前的冯晴朝他发动了回春能力，这才暂时抑制住了他的负面情绪。冯晴手指轻点他的额头，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原此刻的处境，于是便轻声呼唤：圆圆，快醒醒，在你的面前并没有敌人，只有朋友。这样的友谊谁看了不羡慕啊？中原在收到失调侵扰后直接进入暴走状态，受负面精神的污染。他以为自己此刻正在面对那只重生前将他跟妹妹杀死的巨型利爪，于是便要起手发动毁灭性的攻击。还好在千钧一发之际，冯晴及时出现并朝他发动治愈之风，这才拯救了赛场里的所有人。不多时，中原空洞的双眼慢慢才恢复了光芒。刚才的都是幻觉吗？一定是的。我记得比赛刚开始自己就中招了，随后便陷入黑暗中，被各种负面能量趁虚而入。还好下意识发动的是永恒冰玉，等下再偷偷给所有人刷个生命权柄，然后直接佯装没事发生就行。因为体内的负面能量太过强大，此刻他只感觉自己身体无力，四肢发软。突然冯晴一把将他扶住，中原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是他帮自己治疗，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轻声对冯晴表示了感谢，冯晴则一边搀扶着他一边表示，这就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中原无语，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唱这种老歌？见他没事，冯晴这才放下心，然后搭着中原的肩膀往休息区走去。受到中原生命权柄的作用，刚已经被冻成冰雕的人们瞬间就恢复如初，纷纷惊讶自己居然还活着。另一边的陈旭则在解冻后立马看向手中刚才被自己拿来当成挡箭牌的黑猫，只可惜此刻的黑猫早已没了体温。四周的人见状纷纷过来查看，资深猫奴苏蛇听到此消息后，更是直接在赛场上哇哇大哭起来。晚上蓝天酒店大堂内便给黑猫举行了盛大而又隆重的追悼会，主使者苏婉莹也是哭得梨花带雨，而站在不远处的冯晴跟中原则是面无表情。冯晴调侃道，这就是你理想中的葬礼吗？你看看他们多喜欢你，怎么一天天的就不想活了呢？中原抬头朝众人看了看也不回话，转身就朝门外走去。出了酒店后，他就询问冯晴是否还记得卖萌的具体效果。智商高达250的冯晴又怎会不知？提升魅力和抵消敌意吗？是的，提升魅力的效果是常驻的，不发动也会一直维持被动生效，若是发动更猛。而猫咪形态的卖萌能力更加强劲，仅依靠被动就能把人给迷得神魂颠倒，要是主动发动，甚至还能直接把不喜欢猫的人变成猫奴。见冯晴一脸不解，中原接着解释，昨天他遇到了一个人，他怕黑猫会魅惑众生祸国殃民，居然想打掉自己猫咪形态的屁屁。此话一出，冯晴瞬间就来了兴趣，他悄咪咪凑近中原耳边询问是谁，中原则轻声表示，那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青年榜第一华南军区的司令江不忧。冯晴在他说完这些话之后，直接捧着肚子大笑了起来。江不忧那家伙母胎单身到现在，凭的绝对是实力，见到可爱的东西，想法居然是要把屁屁给嘎了，这简直就是女生们的天敌，堪称教科书式的孤注生啊！闻言，原本还一脸愁容的中原差点就笑出了声。魅力其实说白了就是受人喜爱的特性，想要获得爱美人的喜爱，那就必须得变得更美；而想要获得爱财之人的喜好，那么就得变得家财万贯；想要获得向善的喜好，那就必须变得友善；想要获得慕强之人的喜好，那就必须得变强。你用虚能制造出萌的感觉，让中招的人获得情绪上的喜悦，这和物理上的卖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兰兰应该也在看联赛直播，你不妨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底讨不讨厌你的猫。于是中原便掏出手机跟钟兰打起了视频电话。电话里，妹妹奶声奶气地表示自己并不讨厌猫咪，只要哥哥养它能让哥哥开心就好。兰兰只要能看到哥哥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很开心。中原听着电话那头妹妹的话语，眼眶开始慢慢变得湿润。妹妹终究还是长大了，知道为哥哥着想了。可刚感动没2秒，手机荧幕上的钟兰又俏皮地眨巴着大眼睛表示，不过呢，如果养它给哥哥带来的是痛苦跟折磨的话，清蒸油炸两不相宜。此话一出，中原和冯晴瞬间就无语了。好吧，收回刚刚2秒半的感动，他只不过是个半大的小吃货了。接着冯晴便从中原身后探出了头，询问他觉不觉得黑色的猫咪可爱。可爱是挺可爱的，不过呢，明明很喜欢猫咪，可却因为怕被妹妹讨厌而心慌意乱的哥哥，才是天下第一超级大可爱。没了呼吸、心跳和体温的猫咪竟奇迹般的复活了，而且还一爪子把人给拍飞10几米。就在刚刚，最疼爱的妹妹居然在电话里夸她是天下第一大可爱，这可把中原给高兴坏了。挂掉电话后，他便开始卖萌起来。旁边的冯晴见状，差点没被吓死。圆圆，你别这样，这3更半夜的，我害怕。可此时中原已经被高兴给冲昏了头脑，上前指着他的鼻子说道：“来呀，一起来卖萌啊！有萌不卖脑子进水。”就在此时，突然从蓝天大酒店里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央盛和几个同学正在大堂里阴阳怪气，搞笑呢，还真给那只猫开追悼会啊！这世界上天天都在死人，那么多英雄人物你们不悼念，却偏偏给一只畜生开追悼会，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不愧为3流学校中的一股清流。闻言，苏婉莹立马出声反驳：“就你们还满口仁义道德，可却连身边的事情都不关心，那才叫无情无义。”央盛盯着他继续调侃：“北辰集团的大小姐，拥有终极祈愿的天之娇女，却整天跟这些货色混在一起，你就不觉得掉身价吗？我早就听说了，你在成英学院被中原给始乱终弃了，这会儿居然还大张旗鼓的给他的猫办葬礼，可真是令人大开眼界的舔狗行为啊！”此话一出，
出站在不远处的张蕊也听不下去了，连忙出声，他想追中原，自然有冯晴收拾，干你屁事。而一旁的谢意涵见状，赶紧推了他一把，让他别说了，这些事情私底下磕一磕就好，讲出来万一造成误会可就完蛋了。可央胜已经听到，他惊讶地扭头看向张蕊，我了个去，难道说冯晴才是苏婉莹的正牌男友？贵圈还真是乱了。与此同时，中原和冯晴已经走进了酒店。中原询问冯晴这货又是哪来的，冯晴立马掏出卫星电话查询，看衣服应该是中南学院的。央胜，中部军区副司令央宗盛的儿子，因为吸收了降空能力而备受瞩目，估计是想借着联赛之际一举成名，结果却不小心被中原给抢了风头，这会儿应该是在无能狂怒，过来找茬的。听完冯晴的讲述，中原表情开始变得冷峻，他都把脸伸到我爪子上了，我这会儿去满足他被打的要求应该很合理吧？闻言的冯晴立刻开始摩拳擦掌起来，随即他大步向前走到央胜跟前，阴阳怪气地表示：哟，哪来的小喽啰？看我们办了葬礼都眼馋，难不成是想跳进棺材里取而代之吗？央胜闻言厉声询问他又是哪根葱哪根蒜，而冯晴则开始摆手弄姿，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起来。吾乃幽冥玄猫的守护者，逢素日晴，吾主行于光影界限，司掌生死权柄，岂是汝等蝼蚁可以随意亵渎的存在？见他振振有词，央胜忍无可忍，抬脚就朝摆满贡品的桌子踹去。今日本是吾主长眠之日，你却愚昧地破坏他的灵堂，害他无法安息，他定会从寂灭的深渊之中苏醒，追杀你到天涯海角。此时原本安静躺在小棺材里被一袭白布盖着的黑猫缓缓地睁开眼，紧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刷一下朝央胜扑去。还未等他反应，一记无敌喵喵拳就精准地拍在了他脸上。刚还在无比叫嚣的央大公子瞬间就被击飞10几米，直接把酒店的墙壁砸出了个大洞。而成英学院的一众人才不理会他的死活，见可爱的黑猫再次苏醒，无不在为之感到不可思议。再看刚被击飞的央胜，他一边接受着治疗，一边却还在大放厥词：冯晴，你擅自豢养一族猫，还纵容他行凶伤人，罪该万死。我就知道你们狩猎虚惊的成绩肯定有猫腻，你们跟一族勾结，狼狈为奸。还好白校长发现的及时，铲除了那只跟你们勾搭在一起的双头鹫王，为民除害。突然一道黑影缓缓逼近央胜，中原阴沉的脸上充满了杀气，他愤怒地盯着地上的央胜，厉声呵斥，叫他把刚才的话再说一次。中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央胜说他们学院的校长已经斩杀了豢养在方界的双头鹫王时，中原怒了，他阴沉着脸走到央胜面前，让他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可不知死活的央胜却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毕竟他父亲是中部战局的副司令，位高权重，任凭他这个好大儿在外边再怎么无理取闹，也不会有人敢把他们给怎么样。可终究还是失策了，因为今天他惹了最不该惹的人。中原，你急了，这就证明被我说中了。你身为人类却心向异族，对人类心狠，可却唯独对异族心软。你们徇私枉法豢养异族猫，还伤害我这个直言不讳的人类星宿。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对那只蠢鹫做了什么，但肯定是见不得光的肮脏行径，不然怎么会连公开战斗报告都不敢？此时此刻，冯晴已经感受到了中原的杀意，心想万一他按耐不住动手，那就刚好正中了此人的圈套。于是他二话不说，大步向前一拳便将口无遮拦的央胜给击倒。老子懒得跟你这种搬弄是非的垃圾废话，有多远给我滚多远。而被打倒的央胜却仍不知悔改，一边走出酒店，一边仍在言语挑衅。冯晴见状，阴沉着脸警告：你们恶意骚扰对手这件事，我会如实向组委会反映。说罢，他转头看向中原，明显看出圆圆今天的状态很不对劲，但偏偏在这时候遇上央胜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等找机会我非弄死这货不可。随即提醒中原：圆圆，你对双头鹫王的善意并没有错，他们只是……话还未讲完就被中原打断了。冯晴，卖萌的本质不是善意，而是奴役，至少我和双头鹫王之间是这样的。言语中听不出任何情绪，仿佛只是在诉说一件别人的事情一般。随后他便大步朝楼上走去，临走之际他还表示，比赛场地被我冻坏了，要明天才能恢复完成，今天先休息一会儿吧。与此同时，各大军区的司令们正在进行视频电话会议，针对中原在高校联赛上的表现发表各自的意见。很明显，他的能力根本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打比赛了，他身上的战略级能力对其他学生而言太不公平。会议上有人表示了自己的想法，旁边的安冠峰立马出声，不需要打比赛我赞同，可你说的公平二字却有待商议。此时旁边的江不优也表示，中原的确强到没必要打比赛，但这并不是我们剥夺他参赛权的理由。高校联赛本就是学生们展示个人实力的地方，有输有赢这很正常。有句老话说得好，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虽然落后可却仍然坚持跑到终点的竞技者，和见了这种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官，都属于我们华国将来的脊梁。言语中有那么些许暗讽之意。这时九须代表齐修也出声了，让中原继续参赛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一身战略级能力着实不适合在赛场上使用。闻言，一旁的王佛接着表示，那把他的战略级能力给禁了就是了，这样不就可以平衡实力了吗？此话一出，江不优就有些不乐意了。在虚动战场上，可没人禁得了一族的战略级能力。安冠峰也是站在中原这边，于是帮腔道：这次联赛的主办方是华南，所以最终的处理方案还是交给江司令好了。话音刚落，一些自以为资历比江不优老的人便有些不服。江司令资历尚浅，旁边的人闻言立马反驳：可他战功比你的高。瞬间那人便被一句话给堵得哑口无言。江不优思索片刻后就做出了决定，我的意见是维持现状，不做任何限制。终于会议结束，江不优放下手中的电话后便发起了牢骚，开个会这么久，害得我的面都快泡烂了。此时猫咪
中原突然从窗户跳了进来，随后幻化人形出声调侃：“华南军区的司令，晚饭居然就吃这个，出去吃不行吗？”江不忧看着还在冒着热气的泡面解释：“饭堂和餐厅的员工都放假回去了，外卖又送不进军区，宝宝心里苦啊。豢养在罗浮山方界的沙灵蛇过于凶残，他们疯狂地啃噬方界内的模拟环境，去年的方界维护费又成了天文数字。本来昨天就该把这份报告看完的，结果又被联赛的事情给耽搁了，所以才会拖到现在。”随后他看向中原：“袁绍，你特地跑来我办公室，是不是想给我代班呀？”中原闻言表示，他有件小事要请江少帮忙，等帮完之后就给他代班。随后他脸色开始变得阴沉：“我本想让我的猫咪死在今天，然后慢慢淡出公众的视野，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个不知死活的家伙逼我不当人，我也没有太凶残的方法，就是想单纯的暴揍他一顿。高校联赛的电子版抽签，你留后门了吧？”江不忧立马领悟，表示抽签系统上确实留了一手，并且可以随意让中原使用。不过代班的事情先不急，现在他更想要别的。随后他脸上浮现起一抹坏笑：“明天晚上想去你家吃个便饭，这泡久了的泡面味道真的是太上头了呀。”强者从不喜欢跟比自己弱小的人进行争抢，可却总有狂妄自大的家伙想要鸡蛋碰石头。中原刚从江不忧办公室回到蓝天酒店，就从窗口跳入了冯晴的房间，可冯晴却没有像往常那样提醒他要敲门，却只是头也不抬地继续看着手里的报纸，淡淡说了一句：“鬼混回来了。”随后接着说道：“我担心你因为双头救亡的事情，从此便开始憎恨人类，最后转投到异族阵营里去。”身为挚友的中原又怎会听不出来他的言外之意，拉起旁边的凳子就出声调侃：“我看真正有这种想法，对救亡念念不忘的人应该是你吧？”冯晴闻言瞬间哑火：“我承认我的确很喜欢那只双头救亡，也曾有过一些天真的愿望，但如今的我明白，这与人类对同族的喜爱是不一样的。我和兰兰可以相互揉头发，也可以为彼此付出一切，甚至生命，我们之间是完全对等的关系。而异族里边，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食用他们的肉，享受他们的讨好，摸一摸双头鹫的脑袋，然后再一脚踩死几只到处乱窜的蟑螂。但如果异族把人类当成了食物，让人类如他们这般奴颜媚骨地讨好自己，以丑陋为罪名滥杀无辜，那我只会觉得这一切景象就如同地狱般。人类的天性不是平等，而是自私，就连我本人都难以放弃这种不平等的利益，又怎么去苛求别人为了与异族互利共赢而约束了自己的欲望呢？”听完中原的一席话，冯晴沉默了，大晚上还戴着墨镜的脸上透露着些许沮丧。中原上前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就如同一个长者般在给晚辈说教：“如今的我们能拥有相对平等的人权，那都是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虽然双头救亡做不了人，但你可以啊。”次日联赛会场上，中原如愿以偿地抽到了中南学院的央盛小队，不多时两支队伍便站到了场地中央。死到临头还浑然不知的央盛还在那洋洋得意：“冯晴，今天我就要终结你们小队的连胜，让你们做我一战成名的垫脚石。”不远处的冯晴早就迫不及待地想收拾眼前的家伙，他催促的裁判快点开始，他不想跟垃圾在这逼逼赖赖。我也不怕告诉你，我从双头救亡的虚惊中吸收到了王族特有的隐藏能力，他的强大完全可以称之为战略级，在他面前你们都将如蝼蚁般毫无还手之力。闻言的中原嘴角不由得勾出一道玩味的弧线：“这么厉害啊，那请务必让我见识见识。”而站在他前面的冯晴瞬间就捏了把冷汗，难道说圆圆的言外之意该不会是不好用的话就当场给刀了，如果好用就留他一条狗命等接出虚惊吗？而此时场内裁判同样为这火药味十足的场景整得紧张不已，不知道为什么总有股不祥的预感。随后他便举手结束了两队的对话，双方赶紧就位，准备开始比赛。随着他的一声令下，央盛率先出击，他开启降空能力，蹭的一下从地面跃到空中。见是讲解员便开始解释起来，因为高校联赛规定不允许发动致命攻击，所以打败对手的方式只能是控制或者击倒对手超过30秒，使对手重伤失去战斗能力，又或者是把对手直接打出场外。而央盛选手的武器是由督造局华中分局特别设计的弓弩，加上他钻破能力，就能够打出非常强力的远程伤害。如果再配合辅助系队友的锁定能力，直接就可以用空对地的绝对优势碾压所有对手。果然，央盛起手就是降空加钻破，再加上辅助系的锁定，甚至都不用瞄准，直接朝着中原扣动了弓弩，弓箭就急速朝中原飞去。可中原见状却不闪也不躲，就在弓箭即将把他的脖子洞穿之时，他仅是轻抬手指就稳稳地将其给一把夹住了。他手握飞剑，扭头看向裁判表示：“刚才央盛选手这招应该算致命攻击的吧？”而闻言的裁判却有些颤抖地从口袋里掏出了黄牌。央盛队伍的辅助选手锁定失误，但未造成伤亡，因此黄牌警告一次。按照往年惯例，就算直接给央盛红牌也不算过分，这判决明显就不公平。于是中原便将手伸进了口袋，然后缓缓地掏出了一张红牌。冯晴一眼就看出那正是之前自己被罚的那张。而此刻场内裁判见状也有些惊慌失措，他厉声呵斥中原可不许乱来呀！场内场外电视机前好几千万人都看着呢。而中原则夹起红牌，眼神犀利地表示让他放心，只不过是红牌一张，罚你下场罢了。说罢他手指微张，纸质的红牌仿佛受到了某种不为人知的能力驱使，居然径直插入了坚硬无比的地面。简直是离谱！他喵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比赛选手居然在赛场上给裁判罚了张红牌，华国有史以来头一次出现如此震惊的操作。导播室里，讲解员也是满脸的错愕，万万没想到中原和裁判之间的恩怨居然到了如此地步，终究还是要爆发了呀！但按理说，参赛选手并没有处罚裁判的权利，因此中原这张红牌并没有效果。观众席上，
江天硕也是被气得咬牙切齿，这裁判也太没有职业操守了。早知如此，我就该早点给他塞双倍红包，让他向着中原了。苏浙小队这边，女队员见状则表示，中原实在是太冲动了，在赛场上顶撞裁判简直就是自讨没趣啊！可一旁的苏蛇注意力却完全不在比赛中，他一脸幽怨的感慨：为什么中原今天没有带可爱的猫咪过来呢？队员闻言忍不住厉声呵斥：喂，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好不好？再怎么说你也是队长啊！再看成英学院的选手休息室里，张蕊扭头询问：中原这么做该不会遭到处罚吧？部主任摸着下巴猜测应该不至于。随后一旁的上官一也表示，以自己对中原的了解，他是绝对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的。但此时最慌的还属联赛组委会的成员们，当下他们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相互询问接下来要怎么办。其中一人思索片刻后扬言：还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吗？中原可是9虚啊！此话一出，立马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对，要不是他咱几个这会儿已经在踩缝纫机了，我们可不能忘恩负义。回到赛场上，见中原区区一个参赛选手竟然敢给裁判发红牌，场内裁判指着他的鼻子就出声呵斥：中原选手请注意你的行为，你居然敢质疑场内裁判，你又不是联赛组委会，到底哪来这么大的权利？可话音未落，联赛组委会成员们立马上前一把将他的嘴巴给捂上，连拉带扛把他拖出了赛场，并表示中原的红牌有效，裁判被罚下场，更换裁判继续比赛。见此情形，还飘在空中的央胜脸上不禁冒出冷汗。我了个大槽，不是吧？组委会竟然都倒向了中原那边，就连裁判也给换掉了。中原抬头朝他看去，很好，继续比赛吧，但是我不喜欢仰着头看人，所以麻烦你下来一下。说罢便发动了空域主宰者，央胜的隐形翅膀瞬间碎裂，整个人一下子就从10几米的高空中径直落下。他惊恐了半秒，没想到中原居然还有能够克制住降空的封印之术。不过这对我可没用，就让你见识见识双头救王的隐藏能力，自己来承担这从空中坠落的伤痛吧。随即他便朝中原开启成命能力，将自身所受到的伤害全部转嫁到中原身上。伴随一声巨响，中原的不死之躯能力被动触发，一瞬间他身上的衣服就被崩得4分5裂，一头齐腰长发随风飘逸。中原怒目而视，很好，我还担心一下收不住手把他给打死了不好交代，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接着他看了看站在不远处央胜队伍另外3个毫无作为的队友，随后便扭头交代冯晴，让他去收拾那3个家伙。冯晴表示收到，不过他还是有些担心中原，便询问他接下来准备怎么对付央胜。而中原则跟他解释，这点伤害转移根本不会给自己造成任何影响，而只会让那货变得更加耐揍而已。说罢他便发动格斗大师能力，既然他喜欢拿拳势压人，那今天我就用拳势压回去，他不是爱面子吗？等下就要让他颜面扫地。随即中原便以迅雷不及铃儿响叮当之势一拳挥向央胜面门，紧接着又是一拳，他的拳法如风似电，精妙独特，自成一派。天道之理此刻附着在他的拳上，每一道拳风都是对凡尘世俗的降维打击。从业10余载头一次见到如此迅猛且精湛的拳法，导播室里的导播员更是激动不已。这一套珍贵的拳法必须用摄影机记录下来，稍后分享给各个虚能者网站，供所有虚能者学习。1分钟、3分钟、10分钟过去了，感谢央胜选手用他那非同一般的耐力成就了这段有史以来最具价值的拳法教学视频。而赛场上已经把央胜小队其他成员给解决的冯晴和另外2名队员们，则坐在板凳上翘着2郎腿欣赏着他的表演。他们甚至想来点瓜子和矿泉水。此时中原对央胜的教育还在继续，虽然不会让他受到伤害，可面对如雨点般的拳头，央胜早已吃不消。但他此刻就连认输的机会都没有。10几分钟后，中原口袋里的电话突然响起，这才停止了挥舞的拳头。他掏出手机查看，发现竟然是需管局局长王破敌的来电。这本是一场平平无奇的高中生联赛，却成为了不轨之徒实现奸计的重要环节。就在中原对央胜施展教科书级拳法的前20分钟，铁塔国史馆内，苏莱妮一直在催促叶真，可站在窗前的叶真却只是自顾自地盯着手机看。苏莱妮不解地询问：咱们到底是为什么非要卡着时间点才能行动啊？叶真依旧在盯着手机，头也不抬地表示，这么做是为了避开不必要的麻烦。此刻在他手机上与他联系的正是华国最大神秘组织9药的头目白先生。信息里白先生说，上次劫走死神篷布的并非是王破敌本人，而是一个前来参加高校联赛的高中生，此人极度危险，因此他便使出了激将法，尽量把他拖在赛场上，到时候只要比赛开始，就让叶真尽快速战速决杀了篷布。苏莱妮拖着下巴，一脸幽怨地询问叶真：其实你一开始就打算在回收了几死虚金之后，跟铁塔国撇清关系，加入9药队吗？叶真：我苏莱妮自认没有任何地方对不起你，反倒是9药一直在遮遮掩掩，每一次给的情报都只有一半，从未真正的信任过你。叶真闻言则是抬头望着窗外，叫他别胡思乱想。苏莱妮却不依不饶，让我别胡思乱想也可以，除非你在杀了篷布之后亲自吸收掉他的一种虚金，成为新一代死神，并接受铁塔国的监管。叶真紧闭双眼，若有所思，随后淡淡的说道：等拿到虚金后再说吧。虚管局里，帮厨正推着一车家畜尸体往厨房走，路过的人见状有些不解的询问：这些动物怎么连毛皮都没剥干净就要送到厨房去吗？帮厨也有些疑惑，只能猜测或许是厨师长想研究新菜品吧。此时厨房内已经跟大家混熟了的死神篷布正在跟厨师讨论他自己的做菜思路。见帮厨推来一车子家
琴，于是他便上前查看。看着嘉琴身上的刀伤，他若有所思，因为从伤口来看，根本就不像平时处理食材的手法，更像是用于发动某种能力的祭品。突然，在他头顶突然出现一把巨型刀刃，径直落下朝他劈来。危难关头，他急忙后跳，这才有惊无险地避开这飞来的攻击。堂堂华国虚管局内，居然有人敢搞偷袭！彭布连忙大喊：“有敌袭！快呼叫王局长！”与此同时，远在铁塔国使馆内的叶真和苏莱尼意念已经合二为一，同时驱动着能力。因为第一击失手，他们只能重新修正攻击方向，伺机再次朝彭布发动攻击。从遭遇袭击到现在仅仅过去2分钟，可虚管局的虚能者战士们就已经迅速在彭布身边建立起了一道人形屏障。他们手持护盾，全员警戒，所有人都是头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敌人身份未知，能力不明，甚至就连何时会再发动攻击也无从知晓。而作为曾经的死神彭布，见识也比众人要稍微广些。他猜测着很有可能是铁塔国独有的秘密能力——寂命断头台。施展这种能力，在给敌人造成致命一击之后，还可以完全的回收这一击的力量，在没有任何消耗的情况下再次发动攻击，而且只要是能够一击致死，就能无限连发，简直恐怖至极。但是据他了解，这种能力必须要有人定位才能够发动，所以猜测敌人很可能就在附近不远。可虚管局的寻人雷达都已经开启了，但却没找到任何可疑之人。与此同时，一道黑影悄悄从彭布脚下爬起，没有一丝征兆，瞬间便幻化出无数触手，将彭布给死死捆住。随即几道看不见的巨刃从不远处急速朝他所在的方位飞来，刹那间，众人就全部中招，纷纷倒地。而就在彭布即将倒下之时，他的胸口居然被黑影触手给直接洞穿，生生的将他的心脏给掏了出来。此时王破敌刚刚赶到现场，见状不顾3728，直接就朝彭布发动生命共享。紧接着他便上前一把扶住摇摇欲坠的彭布，告诫他一定要撑住，九虚的人马上就到了。就在这时，在他们头顶上又再次出现了巨刀，并急速落向王破敌。事出突然，他们根本没来得及反应。此刻王破敌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太奶。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空气弹从远处打出，将二人紧紧包裹并击退到了安全区域，这才让那凶险无比的巨刀落了个空。下一秒，一道素日光芒便笼罩在二人身上。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彭布和因跟他共享生命而危在旦夕的王破敌，瞬间又恢复到了24小时前的完好状态。而在他们前方不远处，两道帅气的身影从空中缓缓落下。一把巨刃凭空出现，差点把虚管局局长送去见他太奶奶。还好中原和冯晴及时出现，这才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落地后，冯晴便马不停蹄给负伤的二人施展素日，使他们状态恢复到24小时前。紧接着，王破敌便发动虚应能力，将死神彭布的记忆传导给中原和冯晴。看过记忆后，中原才知道他们所遭到的袭击能力是寂命断头台。可这项能力需要定位才能发动，所以对方必然在现场有监视的手段。突然他灵光一现，肯定没错，就是刚才那个掏走死神心脏的影子。于是他便发动超级感知，寻觅其下落，很快便在不远处发现了他的行踪。而此刻那道影仆正抱着死神的心脏急速狂奔，突然一把飞刀径直朝他飞来，可影子本身没有实体，因此飞刀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把彭布的心脏从他怀里斩落。随即影仆便扭头想要捡起心脏，而此刻中原已经来到了他面前，但最后还是被影仆先手拿到。随后凝结成虚晶的心脏居然在影仆手上开始散发出耀眼的蓝色光芒，不多时影仆便消散在了中原的面前。他上前捡起地上干瘪的心脏查看，发现里边的虚晶已经消失不见。突然他又发现了个问题，刚才冯晴给彭布刷过素日，该不会他的心脏又再一次长出了虚晶吧？而此时冯晴正着急地朝他跑来，并关切地询问：“圆圆，你没事吧？”可中原却没有回答。他扭头看向冯晴，直接问他以前有没有对被挖了虚晶的人使用过素日。而冯晴则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表示以前也有用过，这样一来虚晶就会变成2个。此事也因此被科学院升级为 S 级的保密事项。中原闻言调侃道：“你这样居然没有被关起来榨干在虚晶上。”只见冯晴一脸冷汗，随后中原便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坏笑道：“不过你放心，有我在，以后绝对不会让你沦为刷虚晶的工具人的。”此话一出，冯晴瞬间松了口气，还好你不是漫画里的反派人物，要不然我不给你刷上1800个虚晶，怕是跑不掉了。说回正事，冯晴边走边说道：“刚才那道飞向影仆的光，他总感觉跟吸收虚晶的光芒很像，虽然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先例，但也不是完全不存在影仆能吸收虚晶的可能性。”此话一出，立马遭到了王破敌的质疑，这也太扯淡了吧？难不成这影仆遭受过核辐射的污染变异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冯晴一边蹲下查看彭布的伤势，一边说道：“还真有个照过核辐射而且还拥有影仆能力的人。”中原立马就明白了，是风雨墨的哥哥叶真。刚才逃跑的影仆，就在心脏被圆圆飞刀给定住的时候，反应有那么一瞬间延迟了，很有可能那时正处于人影分离的状态。而只要影仆的等级达到红级，就能实现人影分离，距离更是可以达到几十公里远。叶真档案上他的影仆等级恰好就是红级，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在几十公里外遥控寂命断头台。这样也就说通了为什么虚管局的寻人雷达找不到操纵者了。这时王破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掏出手机播放了一段监控影像，那是在发现蚂蚁无人机的前一晚。虽然高校联赛场内的监控都遭到了破坏，可在方界外的摄像头却还是拍到了。看两人的穿着是三山学院的校服，可王破敌调查过他们学院参赛的所有选手中，却没有能跟他两对上号。更巧的是，叶真曾经就是三山学院的学生。随后他表示，因为寂命断头台第一次发动的祭品就是那几只家禽，可以用虚应能力探一下他们的记忆，或许可以找到重要的线索。
这样一来，即便是对方有意去隐藏样貌，也能够从家禽的记忆里找到养殖场的信息和出货批次，推导出他们被卖到了哪里。不多时便找到了答案，是广远市内的铁塔国使馆。于是冯晴便迫不及待地想去一探究竟，可下一秒就被中原给阻止了。对方已经得到了急死能力，你这一去就是妥妥的送人头。而且今天的高校联赛还有一场个人赛，刚好是咱俩对打，我认输。冯晴知道他是为自己着想，也不反驳，转身便要挥手道别。至于个人赛，他则表示这场对打还是由他认输好了，因为是双败赛制，他不去败者组就揍不到苏舍了。冯晴走后，中原便悄无声息地开启了卖萌能力，然后扭头对在场的所有人说道：今天的事情哪些该写哪些不能写，我想诸位应该都明白了吧？与科学院那边相关的信息，我希望大家一个字都不要出现在报告里。而再次获得新生的死神彭布怀着忐忑的心情询问中原，关于我现在依然拥有急死能力这件事，你们将怎么处理呢？中原闻言表示，让他就当自己是个普通人就行。他跟江不忧之所以会留他一命，也并非是为了他体内的虚精。接着他又走到王破敌面前，说起江不忧，王局长，我想请教你个事儿，他的无限梦境能骗过你的虚应吗？区管局遭遇嫡系后，中原便隐约感觉到这件事情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从他们参加高校联赛进入方界狩猎开始，就有人在背后秘密组织一连串的阴谋。据他分析，就单单是彭部的事情，起码就牵扯了3股势力。除了区管局和铁塔国官方之外，还有一个想坐收渔翁之利的九曜，因为帮叶真假死脱身投奔铁塔国，然后又教唆央圣上门挑衅，这2件事恰好都是九曜能做到的。至于江不忧，因为与之相关的巧合实在太多，多到没法让人不对他产生怀疑。不过这一切都还只是推断，于是中原便打算去一趟铁塔国使馆，或许在那里便可以搞清楚这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多时，他便幻化成猫咪形态来到了铁塔国使馆门口。这使馆虽然看起来跟普通的建筑无异，但他在开启超级感知后，却发现里边居然还暗藏着一个使用外国科技、自带昼夜循环的方界，而方界的出入口则用了特殊技术和使馆的大门融为一体。这样一来便看不出界限，就跟游戏里常见的副本传送门一样，只有从正门才能进入，翻墙则只能走进无人的现实世界。今天使馆里似乎在举行宴会，不断有衣着华丽礼服的人入场，这样一来想进入，估计只能找个人带自己进去了。于是猫咪中原便在围墙上四处寻找目标。不多时，一个曼妙女子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小男友让她在这里足足等了5分钟之久，于是便被他给开除了男友籍。就在他翻找通讯录，考虑要从那18个小男友里找谁来当自己男伴的时候，猫咪中原就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他面前。见到黑猫的那一刻，女子的芳心便彻底被蒙化。我的天啊，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猫猫？小白脸什么的哪比得上小黑猫？于是他便一把将猫咪搂在怀里，打算带它进入会场。中原瘦弱的身躯被2座巨山压得差点喘不过气，可为了能成功混入方界，只能忍着。女子抱着猫咪便要朝方界内走去，可在门口却被门卫给拦了下来。女士，使馆禁止宠物进入。可女子见状却一本正经地表示，黑猫才不是什么宠物，它可是我今晚的男伴。由于中原的超级卖萌被动触发，不多时门卫就被他彻底蒙化降制，再加上女子一个劲地朝他抛媚眼，此刻他已经被迷得神魂颠倒，迷迷糊糊间就给他们放行了。看着他婀娜的身形渐行渐远，刚才的门卫不禁发出感慨，这猫好白呀。一旁的同事闻言一阵无语，你是眼睛瞎了还是脑子瓦特了？那明明就是只黑猫。可那门卫却依然在自言自语，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不想做人了，让我当一只猫吧。成功进入方界后，中原才发觉今晚参加宴会的人还真的是多，到处是3两成群的人在谈笑风生。而女子凭借曼妙的身姿，刚出现便有年轻气盛的小伙上前搭讪，于是中原便趁机从他怀里一跃而下，在他还没反应过来之时，窜进了茫茫人海。中原成功潜入铁塔国使馆后，便趁机脱离了宴会厅。他迈着优雅的猫步在护栏上四处寻找，不多时就来到了客房区。于是他便从其中一个房间的窗户一跃而下，打算挨个排查。落地后，他发动了超级感知，不放过每一个可疑的角落。没多久，他就发现了异样，在第一个房间的壁画后面居然放着一个保险箱，藏得这么隐蔽，他猜测里边应该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他便起手发动了热爆压，坚硬无比的保险柜瞬间就被打开。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里边并没有什么珍贵稀奇的宝物，只有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女士原味贴身衣物。看着倾泻而出的各种样式，中原震惊的目瞪口呆，这么多全都堆在一起，难道不怕串味吗？于是他便发扬华国助人为乐精神，将这些不知是谁的珍藏品统统扔进了马桶，还美其名曰这是在帮其养生，不用道谢。紧接着他又走入了第2个房间，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藏匿的手提箱，打开查看后发现里边装的全都是枪械的零件，这玩意可是违禁品，抓到估计得把缝纫机给踩烂。于是他又再次发扬传统美德，将它们全部倒入了马桶中。一会儿他又走到了下一个房间，刚进门一股浓郁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
查找片刻后，就在柜子里发现了一大堆家禽的尸体。从上面的致命伤来看，跟虚管局那几只简直一模一样。由此他断定这房间的主人一定就是断头台能力的拥有者。正思索着，突然头顶竟凭空出现无数把巨刃，紧接着便齐刷刷地朝地上坠落。可中原哪有这么容易就能被伤到？他仅是几个侧身跳跃，便将所有巨刃一一躲过。通过超级感知，他发现附近根本就没有人，而这房间内也没有监控。看来应该是自己不小心触发了别人专门布置的虚能陷阱，因为刚才的刀并没有能造成致命一击，这样一来也就无法发动连击。断头台能力者等下很有可能会过来补刀，于是他便改变了形态，直接混到了家禽尸体里，想来个守株待兔。果然没一会儿，房门便被人打开，走进一男一女。见到房内的景象后，两人瞬间就被这一切给震惊住了。缓过神后，他们连忙去叫保安。待他们走远后，中原便恢复了猫咪形态。看他们二人的穿着打扮，应该是这里的服务生。难道说断头台能力的拥有者并不在这里？突然，他看见衣柜角落的衣物好像似曾相识，这不就是潜入联赛方界的那个女人所穿的三山学院的校服吗？还有这个硅胶和假发，他瞬间就明白了一切。原来那个跟叶真一起进入方界的人，居然是个女装大佬。中原错愕，自己一直就光想着虚能里有没有让人变形的能力，可却忘记了人类还能物理变装了。正思索着，突然从窗外传来一阵嘈杂声，他循声望去，是那个带他进来的小富婆。此刻正有一名猥琐男在对他动手动脚，自己养一堆小男友，居然还在这跟我装纯，叫吧叫吧，就算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可小富婆却在极力反抗，我养小男友关你屁事，他们能让我心情愉悦，可你只会让我恶心想吐。猫咪中原闻言差点惊掉了下巴，这都什么世道啊，人家还只不过是个刚出生200多个月的宝宝，为什么要让我看这些？他明明是堂堂7尺大男孩，可却时常被人误以为是黄花大闺女。自己在房间布置的断头台陷阱被触发后，金发少年便去找叶真商量对策。你让我提前换一种伪装形象是对的，现在真的有人找上门来了。叶真闻言不假思索就说那肯定是九虚。少年疑惑，九虚不是都已经被我们给杀掉了吗？九虚是华国最强的秘密武器，红剑士一般来说不会触动2个九虚。他们的第8席上次协助了虚管局来调查我们，遭到第3方势力围堵，这才让我们捡了便宜补了刀。这次他再次出现，说明上一次压根就没有死。说罢，他们便来到了监控室，调取今天的监控视频查看起来。少年询问叶真，他的影仆在虚管局看到的九虚是不是一个长着一头长发的高中生？可经过一轮查看后，也没发现有类似的人进出过使馆了。而此刻叶真依然在认真盯着屏幕查看，生怕漏掉一点蛛丝马迹。这个不好说，九虚的第8席本就是神秘莫测、变幻无常，上一秒可能还是男高中生，下一刻说不定就变成带着黑猫的富婆了。这时屏幕上刚巧出现怀抱黑猫进入使馆的小富婆。你看这个，使馆明明就不允许携带宠物入场，可他却似乎发动了某种精神控制能力，直接抱着猫咪进来了。叶真猜测，他之所以要带着猫，或许是发动某种能力所需的必要条件。不多时，他们便在实时监控画面中找到了女子的行迹。此刻她正被一男子纠缠，似乎很惶恐的样子。但这在叶真看来，一切可能都是女子假装出来的。或许她是在扮猪吃老虎，假装柔弱，实则一切尽在掌握中。她此刻所在的地方光线不够明亮，如果我要发动影仆过去挤死她的话，还需要一点时间。于是他便让少年先过去拖住女子，转移她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小富婆身上的裙子被死缠烂打的男人一把给撕破，她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上。男人见状立即朝她发动了精神牢笼，女子瞬间眼神呆滞，神情恍惚，而站在她面前的男人则一脸邪恶。没见过吧？这叫做精神囚笼，是一种虚能，在铁塔国，虚能早就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了，只有你们华国还在想方设法的隐瞒真相。当下小富婆身体已经不受自己控制，她面露惊恐，眼泪口水正止不住的往外流。男人看着她那可怜楚楚的样子，忍不住大笑起来。瞧瞧你现在的蠢样，真是笑死人了。来吧，宝贝，我不喜欢强人所难，你就识趣点主动。可还未等他把话讲完，突然胸口就被什么东西给一下子洞穿，原来是赶来的金发少年，他手里此刻正紧握长鞭的一头，而另外一头居然直接洞穿了猥琐男人的身体。原本就已惊恐万分的小富婆更是被吓得差点昏死，嘴里哆哆嗦嗦地发出几个字：你杀人了。可黄发少年却不慌不忙，他缓缓收起鞭子，之后对小富婆怒目而视：九虚，你就别装了，咱们开诚布公的谈谈吧。你也别想着耍什么花招，否则以他为祭品的断头台战刀将会立即斩向宴会大厅里的所有人。可小富婆此刻却一脸懵逼，不知道他口中所说的九虚是什么鬼。你现在去投案自首，还能争取宽大处理。此话一出，少年差点笑尿，身为九虚第8席居然说出这么幼稚的话，还真的是胸大无脑啊。与此同时，猫咪中原正蹲在不远处的草丛里看着这一切，看样子这个断头台能力者是把小富婆当成自己了。不过怎么没有见叶真出现？正想着，小富婆背后突然出现一道黑影，正是叶真的影仆。眼看来者不善，中原便纵身一跃挡在了富婆身前。果然下一秒影仆便发动了急死，可这对中原来说简直就不痛不痒。他随后便发动了极寒，直接将影仆给冻住。小富婆见黑猫居然来拯救自己，瞬间就变得欣喜若狂起来。中原无奈，怎料下一秒原本还被冻住的影仆竟然直接消散掉。看样子他并不想和中原正面对战。
见坐在地上口水流了一地的小富婆感觉有点碍事，于是便幻化为人形，想先将她送回车上后再做打算。可这一幻化直接把小富婆给迷晕了，眼前的少年不知道要比他那18个小男友好看多少倍。而中原也不过多解释，直接扛起富婆就往使馆门口走去。等下你自己开车回去，脑子不清醒就叫个代驾。他一边走一边叮嘱。来到小富婆的豪车旁，他一把将富婆扔进了车里。这个时候才看清小富婆那张精致的脸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满了红晕。他娇滴滴地询问中原以后还能再见面吗？可中原闻言却义正言辞地表示不能，说罢便转身就要离开。潇洒的背影传来他冰冷的声音：电话我帮你记在心上了，有事直接打给虚管局就好。见识到中原的厉害后，叶真被吓得直接刨了个坑躲起来，也太离谱了吧！这个九虚竟然不怕急死，而且还能把人给瞬间冻住。要是正面战斗的话，我此刻估计已经凉透了。还好现在躲在利用超分解刨的坑里，猜想他一时半会儿应该找不到我。只要狗到他离开，我就还有翻盘的机会。虽然他心通发动需要消耗很大的精神力，且无法知晓发出想法的具体来源，但现在也只能依靠他来确认一下外界的状况。随即他开启了他心通能力，脑海里立即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声。晚会好无聊啊，好一个慈善拍卖晚会，就是拿企业家的钱去给铁塔国皇室做慈善。只要我儿子成为虚能者，就马上移民去铁塔国。叶真，你到底跑哪去了？突然传来一道声音，而这里除了苏兰妮外，没有任何人知晓自己的真名。叶真深深呼出一口浊气，猜测发出这个心声的人应该就是他。苏兰妮有顶级逃命能力光月，看样子是成功逃脱出去了。于是他便推开掩盖在洞口的石板，将头探了出去。可这不探还好，一探差点被吓尿。此刻眼前哪里有什么苏莱妮，只有幻化成4年后自己的中原。哈喽，你好呀！叶真闻言头也不回，立马又钻回了洞里。中原见状，一把将盖在上面的石板给推开。不要逃避现实了，叶真，我就想跟你聊两句，你先出来。而此时叶真已经生无可恋，双手抱膝蹲坐在洞里 emo 中，缓了好一会儿，他这才悻悻地爬出洞口，询问中原要聊些什么。当下他心想，正面硬刚是不可能硬刚的，两人的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级，看样子也只能再次发动他心通来读取中原的想法，寻找破绽。只见中原疑惑地询问，为什么明明就已经成功吸收了双血蛇虚精里的再生，可却不告诉一直在努力帮他寻求虚精的弟弟呢？与此同时，他内心的想法也被叶真一览无遗。这张脸跟叶真墓碑上的相片一毛一样，而且我叫他叶真也没反驳。现在可以确定他就是叶真本真了。风雨墨托我找回他的尸体，我是不是应该先把他变成尸体后再带回去呢？这家伙之前还设计意图加害王破敌，估计抓回去最少也得死缓起诉，再加上勾结非法组织911罪，8成会数罪并罚，立即执行。对了，还有九虚原先的第8席好像也是被他给杀的退役的。现在我作为新的第8席接手此事，勉强也算有了结果。这些罪名可没有一件是轻罪，可能还会牵扯家属。风雨墨怕也是要受到牵连，要不我直接就在这里帮风雨墨大义灭亲算了。而窥探到这些心声的叶真更是被吓得汗流浃背，他紧握拳头，鼓足了勇气，厉声跟中原表示，真正的叶真早就已经死在了病床上，死在了世人的冷眼之中。如今站在你面前的，只不过是一具继承了叶真残骸，却违背意愿犯下滔天罪过的无名恶鬼罢了。我是不该对着冷漠且残酷的人间心存侥幸。叶真有他自己的执念，这具残躯就由他自己亲手毁灭吧。说罢，他便将指尖指向自己太阳穴，随即发动了超分解。唰的一下，他的身躯就像是被击碎的玻璃一样，瞬间化作无数紫色光点，消散在原地。中原万万没想到这叶真这么极端，自己话都还没说完，他就想不开了。突然脑海里传来提示，发现一种虚精是否吸收。该一种虚精拥有以下能力：超分解红级7级不可升级，红皮铁骨红级1级不可升级，冷速灾难级不可升级，影仆红级5级不可升级。他心通红级2级不可升级。他正在认真理解这些能力，突然刚才叶真的影仆竟再度重聚。中原不解，本体已经消散，可影仆却还能存活，该不会是他的影仆已经吸收到了死亡豁免吧？思索2秒半后，他这才反应过来，好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叶真这套路玩的也忒溜了。这影仆如果不被主人收回，就会不死不灭。现在他依靠死亡豁免直接卡 bug 变成无主之影，如果当下再让他吸收回本体的虚精，那到时候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制裁到了他了。于是中原便下定了主意，哪怕是要吸收掉所有叶真虚精上不能升级的能力，也要制止叶真的奸计得逞。接着他便起誓选择全部吸收。见状的影仆也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意图居然被中原给识破，而且还夺走了自己的虚精。吸收完虚精后，中原便眼神犀利地盯着地上的影仆。叶真，你也别怪我没人性，是你自己先不当人的。紧接着他手掌轻抬，直接朝影仆发动了超级卖萌。叶真本想利用影仆实现金蝉脱壳，只可惜他今天遇上的是史上最强高中生。中原直接就朝他的影仆发动了他心通，并厉声呵斥：你身上的死亡豁免是风雨墨辛辛苦苦为你寻来的救命希望，可你却不识好歹用它来背刺华国，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弟弟吗？此刻中原脑海中也传来了叶真的心声：救命希望？别开玩笑了，这些年我给风家当牛做马，可最后呢？
反被他们无情打压，就算是活下来也是生不如死。什么铁塔国，什么九曜，我统统都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如今我已经成为不死不灭的存在，就算是没了本体的虚晶，只要能成功逃走，照样可以为所欲为。知晓了他的想法后，中原也不再过多啰嗦，直接朝他发动了超级卖萌。既然你到现在仍执迷不悟，那我也就不再过多留情了。中了超级卖萌后，叶真瞬间感觉自己身躯被什么东西给击穿了一样。即便是他有意去克制内心的想法，但那可恶的思想还是很快就占据了上风。为什么我会突然觉得眼前的男人魅力无穷，让人欲罢不能的去追随呢？虽然他思想还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可身体却很诚实。只听扑通一声，他便双膝下跪，拜倒在了中原面前。见状，中原也印证了自己的猜测，果然影仆也算非人类。超级卖萌对于自己不同种群的生物效果简直翻倍。他面色阴沉地盯着叶真影仆，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吧？叶真此刻只感觉大脑一阵刺痛，思想上急剧的拉扯让他脸上冒出了无数冷汗。原来他是由母亲跟风雨墨的父亲一夜承欢所生，本以为从此便能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可怎料却惨遭抛弃。也因此叶真从小就被母亲嫌弃他是个拖油瓶，阻碍了他寻找下家的好事。年幼的他总以为母亲之所以会过得不好，完全是因为自己没用，好不容易盼来封家家主的重用，让他尝试吸收虚晶。他当时心想，只要自己能成功吸收，就能变成有用的人，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可最终却事与愿违，他成功吸收了虚晶上的能力，可却未得到一丝赞许。我就知道封家的体质适合这个，快让雨墨去把另一枚虚晶给吸收了。封家家主甚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都没有正眼看他一下，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之所以家主会让自己吸收虚晶，只不过是为了证实他的猜想罢了。学校里，他也因为是私生子的关系，处处遭人欺凌，同班同学都嘲笑他是个野种。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忍气吞声。什么成绩、能力、品德，对这些人来说简直就不值一提，什么都比不上家世有用。突然有天，一个长发少年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他操着一口浓郁的广远口音，朝那些欺负叶真的人呵斥，瞎巴巴的，我打你们个冬瓜豆腐咸鸭蛋。而原本还在耀虎扬威的同学见到他后，都纷纷扭头就跑。江司令家的化骨龙他们可惹不起，而见为自己打抱不平的人，居然只是个比自己还小的小弟弟，叶真很是无奈。不过头一次有人给自己出头，他当下内心还是感觉到了一丝的温暖，于是他便询问这位小弟弟是谁。我叫江不忧，有困难就来初二一班找我。叶真闻言瞬间呆愣，这里可是高中部的教学楼啊！但江不忧却不以为意，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管他初中虾还是高中蟹的，都统统一锅熟，哈哈哈。次日，江不忧的脸上便多出了一处伤口。叶真询问他伤是怎么来的，江不忧解释说，我爸说我蒸生瓜，反手就是一个藤条焖猪肉。叶真默默地坐在他旁边，你突然跑到高中教室来见义勇为，确实是有些不太成熟。而江不忧却表示，难道要让他视而不见吗？随后叶真眼眸低垂，有些沮丧地说道，的确你是司令的儿子，当然可以为所欲为，可整天跟我这个没用的底层贱民混在一起，会让你丢面子的。见状，江不忧瞬间就不淡定了，他大声呵斥，你在说什么呀？我不只是司令的儿子，我可是立志以后要进入指挥部当司令的人，所以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再说了，底层人民同样也是华国的主人，哪怕再微弱，他们也会发光发热。就算他们只能靠劳动来解决自己的温饱，可也比那些整天想不劳而获的蛀虫好上万倍。如果我连跟他们混在一起都觉得丢脸，连为他们伸张正义都不敢的话，那还有什么资格去执掌这份力量呢？一阵慷慨激昂的演讲过后，江不忧瞬间又恢复成了那个天真的少年。他拍了拍叶真的肩膀，说道，你也是个虚能者，因此为民除害义不容辞。虽然现在我们还小，但至少下次校霸再敢欺负你的话，你可以亲手打回去啊。因为江不忧的出现，班里的校霸再没敢找叶真的麻烦。此刻三人正百无聊赖的在学校里瞎逛，江家的化骨龙到底为什么会突然跑到高中过来，还非要给叶真出头，简直太奇怪了。这样一来，咱们就只能换个乐子了。说罢，他们发现在前面不远处有个呆头呆脑的蘑菇头同学，那边的衰仔一看就很缺关爱。三个人心照不宣，一起走到蘑菇头面前，就将他给团团围住。小子，你长得太丑，辣到几位哥哥的眼睛了，你得赔我们3双眼睛的医药费，或者你赔个精神损失费，我们就不跟你计较了。说罢，也不等蘑菇头反应，他们便要动手。就在这时，一道黑色触手突然把其中一人给死死捆住，紧接着一双大手出现，另外2人的脑袋就来了个亲密的接触。瞬间，他们只感觉脑袋一阵嗡鸣，随后便瘫倒在了地上。叶真挥舞着拳头就要朝那个被影仆绑住的人脸上挥舞，别让我再看到你们欺负弱小。江不忧不会真杀了你们，但是我会。说罢便一拳直击那人的面门。解决完校霸3人后，蘑菇头赶紧唯唯诺诺地朝叶真表示感谢，而叶真则眼神犀利地对他说道，你也是虚能者，下次就自己打回去。自那以后便没有人敢再来招惹叶真，也因为他突出的转变而引起了学校领导的注意。不多久，他便被叫到了办公室。你别紧张，叫你来办公室不是想批评你。校长表示军区很看好叶真的实力，并有意向他抛出橄榄枝，但是你的出身确实有些尴尬。华南这边又都是虚能者世家，最重视人情关系。这么一说，叶真就全明白了。于是当天晚上，他便找到了封家家主，也就是自己的父亲，请求他能让自己回到封家。可父亲却态度非常决绝，你母亲屡次3番想加害雨墨，我没杀了你们就已经算仁至义尽了。哪怕叶真极力的去解释，可最终也没能得到认可。之后只能沮丧的走出了封家。在门口，他遇上了那个传说中的弟弟年幼的风雨墨。你是我哥哥吗？可闻言的叶真却头也不回，紧紧揣着拳头。他很讨厌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要不是他自己也不会落到如今这般田地。
可却不知风雨墨为了他能回到风家，竟以离家出走来逼迫父亲，最终父亲只能妥协。你真的够狠的，居然利用雨墨来威胁我。我认你这个儿子还不行吗？既然你非要做我风家的人，那就必须按照我的要求来做。从今往后，你都要为风家做事，明白吗？自此之后，叶真终于成功回到了风家，他也不负众望，在高校联赛中夺得了个人赛冠军。当他把奖杯带回家时，父亲也难得的夸赞了他一次：“你做得很好，年底实习你就去韩万的小队。韩家最近发展极快，我们得跟他们打好关系才行。”此刻背后突然传来风雨墨的声音：“哥哥得了冠军，简直太棒了！”可健壮的父亲却突然阴沉着脸：“他得了冠军，你高兴个什么劲儿？还不赶紧写作业去！”而叶真此刻也猜不透父亲的想法，他到底是真的为自己高兴了还是什么？放学后见他闷闷不乐，同桌便上前询问，他则感叹人心难懂，想读懂别人的心其实也有捷径。据说江家有一枚珍藏多年的他心通虚经，但因为体质问题一直被闲置着，你可以尝试去找江不忧。于是次日他便找到了江不忧，并表示愿意用他联赛冠军奖励的理性通识虚经交换。江不忧不解，理性通识可是战略级能力啊，学长你确定要跟我交换吗？叶真目光坚定地表示确定，他想着只要有了他心通就能够读懂父亲的心思，到时候就知道父亲究竟在不在乎自己了。很快他便凭借非凡的天赋成功吸收了他心通能力。他来到父亲面前，父亲当下的心声便被他一览无遗。叶真太出色了，迟早威胁到雨墨，早知道就不该搞什么人工待遇，如果没有他就好了。他可是姓叶的养大人，心思绝对不正，厚着脸皮回归风家，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报仇。听完父亲的心思，叶真心如死灰，现在他连最后一丝幻想都破灭了。站在雨中，冰冷的雨水无情地冲刷着他那张失望至极的面孔，夹杂着苦涩的眼泪缓缓流下。什么他心通？他的心根本就不通啊！这也太惨了吧！叶真在成功吸收了他心通能力之后，本想着窥探一下父亲的心声，结果他内心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湮灭了。不仅如此，军区领导也不敢对他委以重任。叶真，军区原本是准备提拔你的，但是最近你有些过于浮躁了，所以希望你能静下心来好好打磨一下。你能明白我的苦心吗？表面上领导是在安慰他，可叶真开启他心通后发现，原来是上面的人本想提拔自己，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却又要打压他。而此刻领导也是一肚子苦水，自己被当成传话筒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走出办公室后，他也窥探到了同事们的心声。叶真实在是太可怜了，就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出身而白瞎了这一身的天赋。话说他都已经排到青年榜第6了，干嘛不跳槽到别的军区去？江司令的儿子明年就要来指挥部实习了，果然家世好才是真的好啊！我爸一再嘱咐我要远离叶真，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他说的肯定没错。晚上，叶真一人来到酒吧买醉，可脑海中依然在回旋着同事们的只言片语。有的人甚至明目张胆地去抢他的功劳，而更多的则是家里人指使自己的孩子对叶真进行打压。还有人不停地埋怨叶真，就因为跟他一组才不能接到好的任务。无数丑陋的心声让叶真看清了身边的每一个人，生活的苦涩压得他快要喘不过气。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如今唯有一醉能让他得到片刻的安宁。突然旁边有人出声，胸中小不平可以久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一杯酒下肚，叶真已经微醺，他闻言扭头询问出声者，你觉得这世间到底有哪里不平？而旁边之人则面无表情地说道，吸收虚经全要看家族遗传的天赋，这就是世间最大的不平。此话一出，叶真便来了兴趣，他放下酒杯，眼神犀利地看着那人询问，那你觉得该如何消除这不平呢？陌生男子继续表示，只要向世人公开虚能的存在，推动全民虚能化便可消除。至于天赋，也不是没有能改变的方法。叶真这才发现此人并非是以真实面貌出现，而是利用无限梦境掩饰了自己的真实容颜。随即询问他究竟是谁，为什么不敢用真身出现。男人举起酒杯，做出碰杯姿势，并自我介绍，他是九曜的日冕之白，也可以称呼自己为白先生。良久，叶真才反应过来，九曜是华国不被承认的地下组织，而自己在地上的世界仍有牵挂，因此不想与他同流合污。因为被队里上下打压，叶真一直接不到好的任务，跟他关系要好的同事便提议去接私活，就是那种发布到暗网上的佣兵任务。之后他们便参与了灯塔国的奥城虚洞之战，可万万没想到这个虚洞居然是个核洞，受核辐射污染，里边的一族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异。虽然最终他们成功的将虚洞给镇压了，可却因此遭到了核污染的侵蚀。回来后他便住进了医院，身体的状况急剧日下。可那个他曾经最讨厌的弟弟风雨墨却不顾所有人的反对，说什么也要想办法救治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终于他在弟弟带回来的双血蛇虚经中吸收了能够使自己痊愈的再生能力，可他此刻已经心如死灰。于是他便联系了那个神秘的九曜白先生，而对方则询问他想要去哪个国家。叶真不解，上次不是说让自己加入九曜吗？可日冕之白却说他的意思是让叶真去其他国家做卧底。最终叶真还是听从了白先生的话，打入了铁塔国的内部。接下来就发生了夺取棚部虚经的事情。中原听完影仆的讲述后愤愤不平，他厉声斥责叶真在短短时间内就帮九曜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现在落到这般田地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而此刻叶真则蹲在地上无助地扶着脑袋，祈求中原能放他自由。中原看着他悠悠地表示，你想要的自由就是不再寻求认同吗？如果在你心里仍有喜怒，就不要把自由拿来当做逃避的借口。换作是我，即便是死了也要从棺材里爬出来，挥剑斩断所有令我无法安眠的不平事。如果你认同我的信念，也需要我的认同的话，那就来跟随我
做我的影子吧。叶真闻言深深叹了口气，是啊，自己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自由，即便是一次又一次跌倒在追逐光明的路上，摔得遍体鳞伤，可也要化身黑暗，继续追逐着光明。于是影仆叶真便慢慢融入了黑暗，成为了与中原形影不离的影子。中原在赛场上直接给裁判发红牌的事情，最终还是被人告到了江不忧这里。而江不忧则义正言辞地表示，中原这一举动完全是得到了自己的授意。其实他是我秘密聘请的特级裁判，因为至少他要比某些抱着副司令大腿的裁判靠谱。此话一出，电话那头的人直接表示无话可说。江不忧冷哼一声，无话可说，那就再见。挂掉电话后，他直接一头栽倒在了桌上，因为中原答应今晚要请他吃饭，可现在都已经晚上8点多了，也没个动静。此刻江不忧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他看着桌上的泡面，口水滴答滴答往外流。要不先吃点垫吧垫吧，可万一袁绍已经在做饭了呢？又或许他点的外卖在路上出了事故耽搁了。早知道下午茶我就该来个3倍冰激凌了。突然手机响起，他连忙拿起查看，日盼夜盼，终于盼来了中原的信息。他让江不忧现在就去一趟蓝天酒店，还特别提醒千万别走正门，因为冯晴已经把绝育大魔王的通缉令贴在了酒店前台。江不忧哭笑不得，这都哪跟哪呀？自己什么时候又多出了这么一个外号？与此同时，蓝天酒店内，影仆叶真殷勤地给中原递上自己精心调配的柠檬水。中原有些懊恼，于是指着地上的影子斥责：“我不需要你做这些多余的事情，等事情全部了结后，我会施展人影分离，给你最大尺度的自由。”可闻言的影仆却顿感失落，他不想离开中原，想永远追随萌王大人的脚步。中原十分无奈，这货受到超级卖萌的影响，正一步步朝着舔狗的趋势发展，该如何是好呀？相比之下，江不忧绝对是中了卖萌能力后反应最奇怪的人。虽然嘴上说着变成了猫奴，但行为举止却没有丝毫异样。可理性通时一开，又能感受到他怕卖萌怕得要死。正思索着，突然窗户被人从外面打开，袁绍我来了！一身白的江不忧从窗外探入，地上的影仆瞬间被吓了一跳，这什么情况？华南军区的总司令大晚上居然偷偷摸摸翻窗爬进9区第8席的卧室，他为什么不坐电梯要徒手爬15楼？为什么搞得跟秘密约会一样啊？越想越觉得事情蹊跷，最后他甚至直接裂成了无数小条。江不忧盯着地上裂成不可思议的影子，询问中原：“袁绍，你的影子怎么了？”中原无奈地跺了跺脚：“叶真别装死，江学弟来看你了，赶紧出来打声招呼。”此话一出，江不忧差点直接从15楼跳下。什么叶真？叶真不是已经芜湖了吗？难道袁绍是在讲恐怖故事吗？与此同时，中原也开启了他心通，他今天就是想好好探一探这个江司令的底。没错，就是恐怖故事。至于能不能存活到最后，那就要看你在故事里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了。而此刻，江不忧的心思也被中原一览无遗。叶真没卖咸鸭蛋，上个月他百日葬解会酒的菜品还不错，值回我花圈钱和抚慰金了。袁绍该不会已经查到了那条奥城河洞的派遣记录，要取我10死猫吧？鸿门宴那铁定是鸿门宴，可鸿门宴也应该有点菜吧？菜呢在哪呀？为什么没看到？突然好想吃糯米鸡、锅仔糕、水晶虾、白果甜芋泥、鱼生粥炒河粉、卤牛杂、蟹黄包、白切鸡、蒜香骨丸仔、翅鱼香茄子包、红烧乳鸽、蜜汁叉烧、蚝黄凤爪、百花鱼肚。中原震惊，这家伙是怎么做到在短短半秒钟时间内就能想到这么多菜的？对了，好像昨天答应他今天邀请他吃晚饭，这货该不会饿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吧？随后他便给江不忧递上刚才叶真为自己调制的柠檬水，而江不忧接过水后也不管3七21，竟然直接咕咚咕咚就往嘴里倒。2秒半后方才反应过来，自己手快了一步，直接就下肚了。万一水里有毒咋办？不过袁绍要是想弄死自己，好像也不需要下毒。讲道理，如果真跟他打起来，自己应该只有被吊打的份吧。如果我起手就封禁了他的无畏，紧接着发动无限梦境，或许还有机会搏一搏。听到江不忧的心思，中原立马暴跳如雷。好你个江不忧，你居然还藏有封禁能力，什么级别的？快说！江不忧瞬间被他这突如其来的转变给吓了一跳，连忙解释是灾难级，随后不解地询问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是他心通吗？说罢，他便起手施展理性通时，可心里仍然在想着自己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刚刚又喝了柠檬水，感觉分分钟就要晕倒了。你让我先吃饱饭再杀吧，求求你了！这时2股精神力量竟然慢慢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精神互通的领域。中原义正言辞地表示：“你先别急着求，先说说你封禁我的无畏之后，打算给我看什么梦境？”江不忧则扬言自己还没有想好，不过起手先讲一句：“吾乃梦之术人，幻炼之观者准没错。”中原无语，这梦也太不健康了。江不忧连忙改口：“那就来个阳光版的，穿着妹妹的衣服在妹妹房间里玩游戏，然后被妹妹发现怎么样？”中原赶紧制止：“我奉劝你最好别这么做。那你要什么？石头梦之12金钗？”中原差点崩溃，怎么话题越扯越歪了？你脑子里究竟都是些什么呀？江不忧一脸无辜：“我也不想啊，但控制不住自己。要不我给你个确认框，你点否？或者自觉点，赶紧把他心通给关了。”而与此同时，一边的影仆叶真则是满脸问号，这2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就这么静静看着对方，该不会下一秒就亲下去了吧？究竟是为什么？身为军区总司令的江不忧竟然要跟一个没有实体的影子求饶？就在中原跟江不忧进入意识交流境界的时候，中原便直接发动识读者能力，然后愤怒地拽着江不忧的领口厉声询问：“叶真的档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赶紧说，别逼我动手！”
而此刻江不忧心里却表示这种通篇都是毒的故事自己实在是不想说，但中原可不会管那么多，他直接把江不忧塞进了电饭煲，随即江不忧便发出了如猪叫般的嗷嗷声。不要啊！我承认自己死鸡撑饭盖，你给我留点面子吧，毕竟人家是司令呢，求求你了。原来就在叶真因遭受核动污染假死之后，江不忧就愤怒地将拳头挥向了自己的父亲。他知道这一切肯定和父亲脱不了干系，于是便咬牙切齿地质问他，而被儿子一拳击中面门的老江脸上却没有半分的不悦，反倒是咧咧地笑着。不错呀，都敢用拳头打老父亲的脸了，你这身傲骨也算是练成了。江不忧继续厉声询问他对叶真的算计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此刻他只想弄清楚这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当下老江被打的脸上已经肿起了馒头大小的包。从你初中那年跑去高中部打人开始，那时候在官家的家宴上，有人故意让你听到官茂他侄子欺负叶真的事引你出手，从而离间官家与江家。我本想打你一顿做做样子，好让两家之间就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那时候你要是趁机把叶真收入麾下也就算了，可你却偏偏让他去反官家，这就意味着你把他推向了江家的对立面。而我们江家最大的竞争对手刘家与封家关系匪浅，刘家便趁此机会招揽叶真，并劝说他回归封家，但强扭得来的感情只会适得其反，亲情也是如此。我只需要让风雨墨的认亲意愿稍微激烈一些，就能让他们父子反目，从而达到必须依靠外力才能和解的局面。刘家误以为招揽叶真毫无悬念，并借着高校联赛把理性通识的虚经交给叶真，那时我就趁机让叶真知晓我们江家有他心通虚经。果不其然，他选择了与你交换，你也得到了战略级能力理性通识。自此之后，整个华国年轻一辈就再也没人能和你争锋，而叶真则因为有了他心通能力，成为了华南地区所有家族排挤的对象。毕竟谁家没有点见不得光的秘密呢？听完父亲的一席话，江不忧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切打从一开始就是设计好的，而老江则表示他在每个环节都留了后手。现在的情况也无非是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罢了。叶真皆私活遇上核动得了癌症，那些家族却只会落井下石。你给他伪造了派遣的记录，想让他得到妥善的治疗，从而多活几年。这么做非但不会成功，还会落下把柄。说罢，老江便缓缓转身。你也当了2年的司令了，至于后事该如何处理，应该不用我教你了吧？之后，江不忧来到叶真的墓碑前，内心无比纠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而高尚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一切事情都是因自己父亲算计所造成，而再怎么富丽堂皇的说辞，也掩盖不住这种乌黑的行径。原来他们平时口口声声说的那些大义凛然的话，也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丑恶行径找借口罢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生存之道。可黑的始终就是黑的，绝不能因为你沾染了黑，就自甘堕落的指黑为白，颠倒是非。江不忧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中原之后，便往地上一躺。我现在已经是一条咸鱼了，要杀要剐随你便。中原再次跟他确认后，便让叶真现了身。江不忧见状，立马朝他双膝下跪。你在军区之所以会遭到排挤，是因为世家众人惧怕你身上的他心通能力，而我为了尽早坐上司令的位置，算计你并夺走了原本属于你的理性通识。我害怕你成长起来后会与我为敌，因此故意施计让你遭到其他世家的打压。叶真闻言瞬间愤怒到了极点，怎么会这样？这一切事情的起因竟是因为他心通能力，可怎么会是你呢？江不忧此刻已经无言以对，只能深深地朝叶真鞠躬并道歉。你这一生是我毁掉的，哪怕你此刻直接将我就地正法，我也绝无怨言。只不过现如今江某我还有重任在身，这条命还请你晚些再取。这也太辣眼睛了吧！堂堂总司令居然喜欢穿女装。面对江不忧虔诚的道歉，叶真反倒变得有些不知所措。虽然说造成他如今这般田地的是江不忧，但是毕竟他也曾经保护过自己，而且他说的也没错。现在他身居要职，的确无可或缺。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如果哪天你做出愧对这一身能力的事情，我会亲手取你的性命。得到叶真的谅解之后，江不忧如释重负，他随即起身便要转身离开。滚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叶真虽然嘴上说着，可心里却已经原谅了他。江不忧刚推开门准备离开，中原就从背后一把将他叫住。江片片，你爬楼是把衣服蹭脏了，我帮你拿去楼下干洗店洗洗吧。闻言，江不忧笑盈盈的扭头表示不用了。正所谓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而中原则直接走到他面前，然后从口袋掏出9序证件，刷9序的卡。你要是再纠结，我就要直接动手了呀。江不忧见状，立马一把抢过卡片，然后3下5除2，直接将身上的衣服脱下递给中原。可中原居然指着他的裤子表示裤子也要。江不忧疑惑的询问，全洗了我穿皇帝的新衣回去吗？王破敌送了我一身虚管局的制服，我觉得你应该比我穿的合身。不多时，江不忧便穿着女装超短裙出现在了超市，而跟在他后面的中原当下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出声调侃江不忧洗个衣服都要纠结半天，可让他穿女装的时候居然一点也不纠结。江不忧闻言妩媚的扭头表示不想穿女装的司令不是好怪盗。很快两人便推着满满一车食材走向收银台。中原询问江不忧，我今天要不是给你发信息，你该不会纠结到饿死在办公室前吧？他在拥有他心通能力之前还真是万万没想到，堂堂华南司令居然是个纠结帝。而江不忧却不以为意的表示小事方面纠结一下下又不会死。买完单后，中原便跟着定位来到了上次刷9序证件购买的房子。屋内装修得非常整洁，可当他们走到厨房才发现说好的拎包入住，结果厨房里面居然连锅都没有。江不忧见状连忙解释，要不还是去自己家吧，就在隔壁，那里锅碗瓢盆应有尽有。
走2步就到。中原闻言便严重怀疑那会儿他抢先一步帮自己购买房子是另有所图。不多时，江不忧的餐桌上便摆满了6菜1汤，他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止不住的赞美自己这辈子从来都没吃过这么美味可口的饭菜。而面对一身女装妖里妖气的江片片，中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这女装是真的不打算换下来吗？而江不忧一边咀嚼着，一边含糊出声：“你不惜动手也要比我穿上的衣服，我回家就换掉，岂不是很不给你面子？”话虽如此，可他心里却乐此不疲，毕竟20多年来还是头一次穿女装，他只感觉自己现在一身清凉，别提多爽了。中原无奈，我只是看不得你把一身白衣搞得脏兮兮的样子，尤其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干饭人江不忧一边回答，可他却从未停止手中的动作。无论是白衣司令还是黑衣司令，只要能镇压虚动就是好司令。中原走到他对面坐了下来，你都听懂了，还在这跟我装糊涂？果然美食能让人忘却一切烦恼。江不忧为了不破坏这愉快的进餐时光，连忙岔开话题：“你这厨艺简直绝了，有没有兴趣来我家兼职当厨师？价格随你开。”中原闻言摸着下巴，一脸邪恶：“包括叫你卖身吗？”江不忧闻言一惊：“你先说你想让我做什么？”中原表示，高校联赛期间自己可以承包江不忧的早晚饭，但是在这段时间内，他所有的虚金都允许自己随便用。江不忧这下终于明白了他心里的小九九，看上我哪个能力了就直说，我可以帮你弄虚金。中原见他如此爽快，也不啰嗦，明人不说暗话，我需要你的理性通识和无限梦境。中原居然答应要承包江不忧联赛期间所有的早餐，唯一的条件就是想获得理性通识和无限梦境能力。江不忧一边大口朵颐，一边表示，理性通识的虚金在华国估计已经连1枚都没有了，而无限梦境我只听说个别世家有私藏。中原闻言表示，理性通识他要的不是虚金，而是江不忧发动后的效果就行。他自己因为之前吸收了过多的虚金，所以体内已经积攒了很多负面的能量，而理性通识能够有效的将其压制住，减轻他嗜睡的情况。江不忧见状有些顾虑，反问中原，你确定能接受理性通识带来的同化作用吗？偶尔一次还好，但如果次数过多的话，你就会变成像我这样厚脸皮的纠结地偶。虽然同质化的确可怕，但中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想在同化之前先询问江不忧几个问题，随后他便开启了他心通能力。第一个问题，之前我在张家界方界用脉蒙收服了一只双头鹫王，把它变成了亲近人类的模样。后来中南学院的白显礼校长进入了方界，杀鹫取经给央圣吸收，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此刻江不忧的心声也传到了中原耳中。方界和豢养其中的异族都属于军区的财产，衡量标准应是价值。一只能力完整且能够为人类所用的双头鹫王，价值远远要超过它的虚金。从活的双头就到虚金，即便是被央圣吸收成功了，它的总和价值也是降低的。白显礼这么干简直就是假公济私，非蠢即坏。第二个问题，我仍是普通人的时候，和妹妹相依为命，没有父母和亲人。夜鹰小队的队长林栋梁在发现我妹妹的天赋后，趁着我车祸重伤之时，以治好我为条件要求我妹妹瞒着我成为虚能者。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从普通人到虚能者，是人生改变的重要转折点。为信念而战的是战士，为利益而战的是佣兵，受胁迫而战的是死士。12岁的小女生思想都还未成熟，以这种形式成为虚能者，必然会让她心里发生扭曲。说她是毁人一生也不过分。最后一个问题，叶真本该因病而亡，可她的弟弟风雨墨却因为一个由我造成的巧合，为她找来了大量的双血蛇虚金，致使叶真的本体吸收了再生，影仆则吸收到了死亡豁免。得到了再生能力后，叶真便依靠9药的力量假死脱身，并按他们的要求去铁塔国做卧底伺机夺取即死虚金。他跟铁塔国香槟公爵的女儿苏莱妮共同行动，在广远市寻找死神彭布，却惹上了虚管局。我为了不让妹妹的人生被毁，成为了虚能者，并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间接导致协助虚管局查案的前任9虚第8席被叶真重伤退役。叶真也因此开始沾染上各种罪孽，甚至利用以神无人机设计意图谋害王破敌，还险些让你丢了性命。后来9药为了方便叶真潜入虚管局杀掉彭布夺取虚金，故意引诱央圣来激怒我，而我也因一时冲动没能保持冷静，忘了关注彭布事情的后续。最终叶真和苏莱妮联手杀害了6位虚管局的调查员。在我赶到的时候，叶真的影仆当着我的面吸收了即死虚金。据他本人的说法，如果不是我去到铁塔国使馆与他一战，可能他真的就会跟着苏莱妮离开华国，投奔铁塔国，成为新一代死神。最后叶真被我逼到了绝境，然后竟然直接发动超分解拍死了自己的本体，而继承了他记忆的影仆则因为有死亡豁免而存活，成为了不死不灭还拥有即死能力的怪物。叶真打从得到双血蛇虚金那一刻起，所经历的一切都跟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他这段时期的命运你怎么看？江不忧闻言沉默了许久，中原继续说道：真的，如果你坚持认为叶真的悲剧是因你而起，那我与你同罪。此刻江不忧闭着眼睛仔细思考，片刻后他表示，我从来都不相信那所谓的命运，我只相信一切事情的发展都有内在的规律和原因，哪怕是玄学真的存在，我依旧更偏向科学。如果这件事情你也要我找个非蠢即坏的人出来的话，就是那个将这一连串的巧合虚构而成的命运之神。听完他的回答，中原脸上瞬间洋溢起开心的笑容。不错不错，就算是不同化，我们俩的理念也是一致的。既然这样，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你就放心对我施展理性
性通识吧。诡计多端的白衣司令，至于借你无限梦境的事情，那是因为我的敌人恰好也有这个能力，我想仔细研究一下，毕竟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之后中原又幻化成猫咪形态回到蓝天酒店，刚从窗户跳入房间，他立马重新投影变成叶真本体形态。影仆没想到萌王大人居然还能幻化成自己，瞬间心里又对中原的实力臣服了几分。中原出声询问他，九须白先生是不是从我救出彭部后，就再也没和你有任何联系了？叶真闻言立马表示确定。中原接着询问，那你觉得他会是中南学院的校长白显领吗？而对此叶真却不敢确定。我已经把央盛小队的所有人都送到了虚管局接受调查，就连央盛的父亲也让齐叔安排了够格的人去审理。倘若查出结果是他们没问题的话，那就说明他们本身是真的有问题了。如果你朋友是个纠结地，你会怎么办？因为中原答应了要承包江不优联赛期间所有的早餐，所以一大早他便来到江不优家里给他准备早餐。可一顿早餐下来，差点没被江不优给气死。见过纠结的，可没见过这么纠结的。培根放几条也要纠结，放几个鸡蛋也要纠结，甚至就连咖啡拉花也要纠结。中原把带有猫咪拉花的咖啡递给江不优，他接过咖啡后小抿了一口，香气高扬饱满，口感醇厚游离。你确定这真的是咖啡吗？里面没放什么电脑配件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吧？中原闻言表示，放了点虚能，格斗大师研磨咖啡豆，空气弹打发奶泡。可江不优才不相信，你肯定还用了让它变好喝的能力。中原则一边看着手机一边表示那倒没有。最后终于停止了这无聊的交谈，不扯这些了，说正事。齐老板刚才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昨天被送审的央盛小队全员以及央盛的父亲连夜审查的结果是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反倒是他的顶头上司华中的郑司令昨晚突然无辜暴毙，疑似是被鬼眼瓢虫给吃掉了脑子。此话一出，江不优立马恢复了严肃的神情。央盛的父亲买通了组委会人员，给央盛准备了超级虚金当做奖励。我这边可是留了证据的，他还真的是白的清澈透亮啊。中原表示，本来他还想查一下中南学院的校长白显礼的，但他把自己摘得太干净了，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去抓他。说罢，他便扭头看向江不优，还真是多亏了你昨天的提醒，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弱点。我能免疫精神控制的无畏能力是记录在档案上的，只有轻疾，一旦被封禁类的能力克制，无限梦境就能骗过我，就算中招了也不自知。原来无限梦境在停止发动之后，效果不收回就会一直存在，并且发动的人能够从虚能上感知到对方，即便是以中原当下的实力，直接对他动手也存在危险。最坏的情况就是没把人给杀死，还打草惊蛇，甚至连自己的梦境也有可能被洗脑。于是他便打算先用无限梦境做个小实验。联赛会场的裁判席上，不知什么时候竟多出了一个圆形的玻璃体，里边不但有摇摇椅、猫窝撸猫器，甚至还布置了电视跟空调。现场的裁判见状都纷纷质疑，这真的是猫窝吗？究竟是谁把它放在裁判席上的？而且还是主裁判的席位上。他们仔细观察后才发现，猫窝边上居然贴有江不优的大头贴。就在这时，猫咪中原大步朝猫窝走来，并出声让几人让开。可中了无限梦境的裁判在听到猫咪讲话后，却只是迟疑了半秒，随后便觉得能说话的猫咪属于正常情况。待中原爬进了猫窝后，才切身感受到无限梦境的恐怖之处，因为它不但能制造出虚拟的幻境欺骗眼睛，甚至就连思想认知也会随之发生转变，简直是恐怖如斯。中原启动了开关后，便开始享受来自江不优限定版猫窝的各项服务，吃喝拉撒一应俱全，直接在心里给了江不优5星好评。而这下可把站在玻璃外的几个裁判给看呆了，他们纷纷趴到玻璃上朝猫窝里的电视看。中原汗颜，这男人减速带的力量远远比无限梦境还要厉害。广播室里，两位主持人正在卖力的解说，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翰林学院与三山学院主力对尖的对决，双方选手此刻都陷入了互相消耗打持久战的局势。翰林学院的主攻手最终按耐不住，瞄准对方的喉部发动了攻击，可随后又把剑调转了方向。看到这一幕，组委会的成员都在犹豫要不要判定犯规，因为之前央盛的致命攻击大家都没有发牌，如果此刻红牌发下，估计会引起众怒。而健壮的中原则不管这些，直接掏出了红牌，并对组委会成员表示，这张红牌如若是你们不发下去，那就得自己把它给吃掉。经过激烈讨论后，裁判组最终做出了红牌罚下的裁定。搞了这么多乌龙，裁判总算干了一次人事。随后直播荧幕上便出现了猫咪中原的影像，而讲解员见状则赶紧表示，让大家热烈欢迎黑猫裁判，他的判罚简直如包青天般公正严明、铁面无私。与此同时，冯琴则饶有兴致地跟中原表示，打比赛直接打上了裁判席，他还是头一回看见。闻言的中原则一本正经地解释，因为之前裁判工作不严谨都被开除了，现在人手不足，所以江不优便聘请了自己充当临时裁判这一职位。此话一出，冯琴有些惊讶，他扭头询问中原，兼职应该也有报酬的吧？中原表示，报酬就是他成功让自己的黑猫形态成功开口说话。原来无限梦境并不能真的让猫咪开口说话，而是猫咪幻象本身就有说话的潜力，所以才能实现猫咪说话这一举动。等他的潜意识习惯现状之后，即便是撤掉无间幻象的能力也不会受到影响。
一旁的冯晴闻言，脸上顿时就充满了不悦。这江贼的锄头角度还真的是相当的刁钻啊！要是自己再不找点乐子的话，说不准圆圆就真被挖去华南那边了。中原见状，赶忙询问他又在打什么主意。冯晴则表示，你都坐上裁判席了，自己必须得整点平时不能整的花活出来才行。中原闻言也不再过多询问，深深叹了口气后，一脸期待地看向他。那行吧，今天我就坐着看你整活了。不多时，广播室里便传来了下一轮比赛的抽签结果。中原亲自上场抽签，且抽到的正是小迷弟江天硕的队伍。此消息一出，江天硕瞬间就乐开了花，因为姐姐跟他说，这阵子中原一直都宅在自己宿舍，因此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拍到，害他这3个月甚至都快患上相思病了。这下他终于有机会能跟自己的偶像面对面说话了，想想就激动。而就在这时，冯晴也公开了自己队伍的参赛名单，他们上场的人员当中却唯独少了中原。江天硕见状，原本还满怀期待的内心瞬间跌落到了谷底。旁边的同学见状，连忙安慰他要振作起来。冯晴作为队长，肯定是心怀不轨，所以才故意不让中原上场，希望队长为爱披荆斩棘，打爆冯晴。荧幕上开始传来解说员的声音，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成英学院冯晴小队和华陵学院江天硕小队的对决。他们是上东市的兄弟院校，已经相爱相杀多年。随后镜头一转给到了冯晴队伍，此刻他们已经来到了赛场中央。虽然今天的战斗中原选手没有出场，但是每个选手衣服上不约而同都贴上了中原的亮照。见状的江天硕无比震惊，冯晴这招精神打击也太狗了吧！而身后的队员们见到队长此刻的状态后，都纷纷摇头，这下完蛋了，彻底没法打了呀！这比赛垃圾话环节，冯晴拿着印有中原大头照的胸章走到江天硕面前，出声调侃：“瞧一瞧你风华绝代、美貌无双的偶像，难道你忍心让这些照片在战场中碎成渣渣吗？”而见状的队友则在背后开始展现他们高超的演技，这些可都是刚刚印刷好的战袍呀！没想到竟然要以这样的形式进行首战。虽然同样的衣服还印有100套，但每一套的损坏都会令大家无比的心痛。而当事人中原见状也开始玩味的出声：“至于皮相的追星都是肤浅的，既然是自己粉丝，那就要学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斗力。”此话一出，又再次俘获了众多迷弟迷妹的芳心。与此同时，中原脚下的影仆也是蠢蠢欲动，万万没想到，身为9序的巴西大人居然还只是个高中生，都坐上裁判席了，还要上场打比赛，甚至还教粉丝拿自己女装照片来当做挡箭牌。此刻他已经裂开了，裂成了无数条。随着哨声的落下，比赛正式开始。江天硕刚想朝冯晴发起进攻，冯晴立马就扬起中原的大头照进行阻挡，他怎么也下不去这手。随后他扭头看向一旁的队友，发现他们正要举拳挥向冯晴小队的张蕊。江天硕见状，赶忙出声制止：“都给我住手，不许打中原！”而队友闻言赶紧提醒他，这些都只不过是印刷品而已，队长可千万别上人家的当呀。此时身后的队友再也受不了了，他上前劝说江天硕让他把眼睛闭上，然后站在边上划水就行。江天硕闻言犹豫了2秒后，便默默地闭上了双眼。他心想，只要自己看不见，他的黑长直就不会被打碎。可就在这时，脑海中却出现了女装中原的身影，他刚想靠近，却又碎成了渣渣。等他再次睁开双眼，耳边也同时传来了裁判宣布冯晴小队获胜的消息，而场上的队友们则已经全部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见被撕碎的中原照片散落一地，他顿时身体一软，重重地跪倒在了地上。就在这时，他看见自己的队友正在跟冯晴握手示意，他提议2个学校举行联谊活动，让大家都能相互联络一下感情。冯晴则非常大方地表示同意，但前提是必须由对方请客。事情办妥后，队友便跑到江天硕面前，拉着他的手让他振作起来，因为冯晴已经答应了联谊，到时候就能看到中原本人了，这难道不比看这些照片好吗？此刻场上的裁判见状都纷纷提出异议，冯晴这种战术简直就是伤风败俗，败坏比赛风气。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猫窝里的黑猫，可黑猫却表示有效的战术就是好战术，因此奉劝各位的眼光不要这么局限，自己没见过不代表不能用。取得胜利之后，冯晴一行人便朝着休息区走去。当看到中原后，更是万分自豪地表示自己这套江天硕的封印之术非常的成功。果然中原之前说的美丽就是一种武器实在太对了，而他的照片简直就是妥妥的战略级涂装，防御力直接增加100%了呀。当冯晴回到座位上后，中原便顶着恶魔犄角朝他竖起了大拇指，这活整个够花的呀。既然如此，那接下来的比赛就全交给冯晴去解决了，打不过再叫自己。冯晴闻言连忙询问：“圆圆，你这是打算浑水摸鱼到底了吗？”随后他皱着眉头心想，今天的圆圆腹黑程度比平时高了至少一个数量级，肯定是被江不忧那家伙给带坏的。而中原旁边的叶真影仆闻言也通过他心通与中原进行交流：“巴西大人，您好像已经不太想打比赛了呀？”中原则表示虐菜太没意思了，自己懒得继续参加了。影仆闻言立马请示：“您最忠实的影仆申请出战。”而中原见状也不拒绝，他直接表示既然这样，那下午的个人赛自己就站那不动，让影仆出手好了。到了下午，轮到中原的时候，他便站在了赛场中央。当下他将要对战的选手是来自水木学院的方璇同学。等裁判的一声令下，中原直接开启战狂姿态，让叶真动手，而叶真则如一只凶狠的猛兽，急速地扑向对手。因为影仆可以继承主人10%的属性，中原鬼豪欢能力全开进入战狂姿态，影仆也将获得同等的能力加成。还未等对手来得及反应，影仆就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紧接着脸上就重重挨了叶真一记踢腿，身体立马被击飞数十米。见状，广播里也传来了讲解员对这一举动的解说。中原发动了影仆能力，短短2秒钟就把对手给踢到了隔壁赛场上。因为选手出界，所以判定本场比赛中原获胜。点赞过1万，继续更新续集哦。